给皇帝当过儿子的都知道，当得好荣华富贵万人之上，当不好就是西瓜落地。而我穿越成太子的第一件事，就是收拾东西跑路，只因自己的身份竟是大唐太子李承乾。哪怕自己是个历史文盲，也知道这个倒霉太子悲催的一生。一想到要和房玄龄还有长孙无忌那些千年老阴人打交道，我就在心里打战，不行，得跑路。只要离开唐朝的地界，以自己后世人的技术，在这个年代必能够做出一番大业。想到这里，我当即翻起了地图。现在是贞观4年，这时候的李二已经将协力可汗打成狗了。也就是说，想要离开唐朝的地界，只能向西北方向。思索片刻后，最终我敲定了一个地方——吐谷浑，并且结合后世的知识，已经有了一个发展计划。正当我苦恼自己这个身份该如何离开皇宫时，一个太监急匆匆地来到了门口。殿下，亲卫操练的时候出了岔子，好些都受了伤。听着太监说完，我眼睛一亮，一个计划在脑海中浮现，当即就跟着太监一同来到了现场。几个检校兵官看到李承乾，当即停下了手里的活，纷纷行礼，见过太子殿下。我摆了摆手，不必多礼。他们的情况如何？一位检校官摇了摇头，轻伤的还好，那些重伤的只要伤口不溃烂，兴许能捡回一条命。我听后心中大喜，当即说道：不管怎样，先保住他们的命，其他的我来想办法。那些伤兵一听李承乾这么说，一个两个顿时来了力气，嘴里也是不停的喊着要为太子殿下尽忠。可我对他们的反应毫不在意，自己心里只想利用这次机会逃离大唐。之后的几天，东宫只做一件事，那就是花钱。自从得知亲卫受伤以后，我就有了想法，酿酒，制作高度酒精为亲卫治伤。要知道，在贞观初年，因为连年战事不断，导致粮食紧缺，老百姓吃都吃不饱。作为大唐储君的他，耗费巨大粮食酿酒，绝对是失德的表现。能不能治好亲卫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个合理的借口来做这件事。自己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故意让文官来弹劾自己，以便日后能够名正言顺的离开大唐。蒸馏酒其实不难，相对于唐朝的酿造酒来说，就是多了一道蒸馏的程序。很快，一股浓烈的酒香味顺着主管飘了出来。闻到这股味道，几乎所有人都愣住了。站在李承乾身边的太监也是咽了咽口水，这酒香味也太浓郁了吧。没有理会众人的惊讶，我立马吩咐道：把那坛酒拿着，我们去看看那些伤兵。老太监听李承乾这么说，马上抱着酒坛子就跟了上来。伤兵营还是如那天一般，隔着老远就能听到里面哼哼唧唧的哀嚎。刚到门口，一个正在给伤兵清理伤口的检校官马上就放下了手里的纱布行李，见过殿下，说着就两眼放光的看着太监手里的坛子。我点了点头，他们的情况怎样了？说到这个，那检校官顿时满脸欣喜。自从殿下让人送来了这个生理盐水和纱布，又交代我们一定要用沸水将纱布洗透，很多人已经恢复了。这一切对于古代人来说，就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看着伤兵渐渐好转，他们这些医生比伤兵都激动。殿下，那坛子里装的是什么？看到这些人盯着老太监抱着的坛子，我缓缓开口：这里面装的是酒。听到是酒，这些医者的眼里瞬间就露出了失望。见此，我微微一笑，这可不是一般的酒，对于他们的伤口消毒有很好的用处。说着又给他们讲了讲怎么用。而在自己身后的老太监听罢顿时愣住，浪费大量粮食酿酒，居然是为了给这些家伙救命的。当下就不敢置信的惊呼：殿下耗尽了东宫库房酿的酒，就是给这些家伙用的。听老太监这么说，那些伤兵顿时也懵了，只是一瞬间，哪些有伤的亲卫齐齐跪地，谢殿下救命之恩，吾等愿誓死追随殿下。一旁的检校官也有些傻眼，他们也没想到，最近东宫闹得沸沸扬扬的酿酒，居然是为了这些家伙。行了行了，别折腾了，想做什么都等伤好了再说。对于这些人动不动就下跪什么的，自己是真不习惯。你们也别发呆了，赶紧给他们清洗伤口。而在同一时间，满长安的文武官员皆是奋笔疾书，痛斥太子殿下糜费粮食，贪图享乐。等自己回到东宫时，长安城已经是暗流涌动，颇有一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自从上次酿酒之后，回到东宫的我就把自己关进了书房，一连几天都没有出过门，自己在等事情发酵，等文武百官上折子。在这期间，各种官员也都来找我，就连齐国公长孙无忌也是吃了个闭门羹。此时的皇宫里，李世民已经得知了儿子李承乾的所作所为，这个混账，他是要泡死在酒坛子里面吗？堂堂国朝太子型匠人之事，体统何在？说罢，李二又看向一旁的内侍，那些伤兵情况如何？虽然嘴上不相信，但是对于这件事他还是很关注的。毕竟大唐的伤兵死亡率一直久高不下，真要有办法遏制伤兵的伤势，对于朝廷来说绝对是天大的惊喜。也正是因为抱着这样的期待，所以他才容忍李承乾近期的胡闹。内侍拱了拱手，暂时还没消息，估计就算有用，也还需要一段时间。李二点了点头，看了一眼桌案上的酒坛，你让人去通知太子，让他明早上朝。这坛章都堆积如山了，再闹下去有损太子威严。内侍应了一声，便躬身离开。等内侍走后，李二突然笑了。对于李承乾酿酒，他是真不在意，毕竟李承乾事出有因，不管有没有结果，有这个心就是好的。在同一时间，蜀王李克府上也得知了李二让李承乾明早上朝的消息，当下就乐了。身为皇子的他自然也是想看到太子下水，而在他对面坐着一个消瘦的山羊湖男人，见李克如此高兴，随即就出口泼了冷水。太子此举本就不算什么，如果指望这件事将太子拉下马，那不可能。但如今朝堂上弹劾太子的奏章已经堆满了陛下的桌案，那么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他说完，坐在上首的李克笑了笑，是这么个道理。与此同时，李泰也得知了李世民让太子明天上朝的消息，他和李克的反应一般无二，当即就吩咐道：准备一下，明天本王也要上朝。而长安城里的达官贵人这会儿也都得知了消息，如今一伙以魏征为首的文官也是摩拳擦掌，准备明天在朝堂上发难。对于这一切，东宫内的我并不知情，可大致的猜测还是有的。做了一番安排后，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遍一遍的在心里预演明天的大戏。想看我笑话，老子明天让你们看个大的。主要是一想到明天他就要和历史上那些名垂青史的人物交锋，血液都有些沸腾。这一夜李承乾没睡好，
哪怕他非常渴望睡一个好觉，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去迎接他来到唐朝以后，在唐朝朝堂上的首秀，但不管他怎么折腾，就是没睡好。天还没亮的时候，老太监就吩咐人来伺候李承乾更衣。对于唐朝的服饰，李承乾研究过，但直到现在，你让他自己穿衣，他依然穿不明白。当然，主要还是太子的着装要求太多。洗漱完，李承乾对老太监说道：“刘三他们到了没？”昨天得知今天要上朝后，他就安排了刘三他们今天护送自己去上朝。老太监知道李承乾的意思，当即点头道：“都到了，殿下。”他其实一点也不担心太子殿下今天上早朝，毕竟最近外面闹得沸沸扬扬的，无非就是东宫糜费粮食酿酒。但是他作为知情者，自然知道太子殿下为何酿酒，而且这段时间他经常往伤兵营跑，也知道殿下此举实乃是功在社稷。只要陛下得知了，莫说责怪，赏赐肯定都不会少。对了，之前说这事儿完了，赏你一坛酒的，这样就今天，待会儿我去上朝了，你去库房领一大坛，而那些最近酿酒的宫女太监，每人也赏赐一小坛。反正都要走了，这些酒不如赏了，也不浪费。听李承乾这么说，老太监只当他是高兴，毕竟别人不知道，他还不知道吗？今天早朝注定是太子殿下大出风头的时候，那我替他们谢过殿下了。当下他也没推辞，一直送太子出了东宫。而在东宫外，当日受伤的伤兵一共21人，一个不落全都在此。也不知道是李承乾鸿运齐天，还是这些家伙真的命硬，就连那些重伤的，此时也能勉强下地走几步。此时一个个看向李承乾，都是满脸的尊敬。没办法，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当初都已经当自己死了，如今能再站起来，怎能不感激这个冒了天下之大不韪也要救着他们的太子？士为知己者死，在这个年代就宛如信条一般。看了看那些勉强支撑的伤兵，李承乾问道：“不是让他们先休养吗？怎么都来了？”他的确没让这些勉强能下地的伤兵来。无妨的殿下，我们都是粗人，既然殿下不弃怜惜我们一条贱命，那自然就该时时刻刻为殿下尽忠。刘三当即说道。他当然知道太子殿下为了他们这些人惹了多大的麻烦，这也是他们表忠心的一种方式。李承乾点了点头，也没多说，都无所谓，反正过了今天他就要鱼入大海了。这般想着，最后又看了一眼东宫的大门，还别说，真的很巍峨，很壮观。只是很可惜，今日过后，这里再也不属于我了。有些时候他其实有些迟疑，要不要如此决绝，毕竟当太子的感觉好像也不错。但是每当他抱着这样侥幸心理的时候，他就会看一眼自己狗爬一样的毛笔字，最后就彻底的打消了心底侥幸的念头。说到底，这终究不是我的年代，也不是属于我的年代，至少现在不是。最后看了一眼巍峨的宫殿，李承乾在心里默默地说道：“我还会再回来的。”也不知道他这话是在安慰自己，还是在欺骗自己。当李承乾一行人打着灯笼来到太极宫时，文武百官已经悉数就位，正在按照官阶依次入场。至于为何打着灯笼，这没办法，李二太狠了，上朝的时候天都还没亮。见到李承乾到来，众人也是拱手行礼。虽然行礼的人里面一大群人都写了弹劾他的奏章，但是该有的君臣礼仪却是马虎不得。哪怕是来看热闹的李克和李泰也是如此。对于这些，李承乾并不在意，只是第一次经历如此多的人一起上早朝，心里倒是有些震撼。虽然在原神的记忆里有过这一幕，但和自己亲眼所见还是略微有些不同。吩咐刘三等人候在这里，李承乾昂首阔步朝着对手走去。而在他刚走出去，李泰和李克就跟了上来。皇兄可是许久未曾露面了。李泰在旁笑呵呵地说道，肥胖的身躯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李承乾看了一眼跟上来的两人，只是一眼就认出了两人。你和三弟今日怎么有空来上早朝？这还是李承乾第一次和历史上有名有姓的家伙打交道，说话的时候手心都冒汗了，他就怕自己露馅。李克笑道，为父皇分忧，本就是我们身为皇子的义务。相比李泰的肥胖，李克倒是一表人才，还别说李世民的几个儿子长得都不赖。不过想想也是，这年头别说皇家了，就算是普通的勋贵世家，单从长相来说，其实都无可挑剔。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有权有势的人找的老婆自然也是数一数二的，哪怕老祖宗长得再不堪，几代人的优良改建之下也能拿得出手了。当然尉迟敬德不算，我就是来看看，反正也没事。李泰说话就随便多了，作为李世民最宠溺的儿子，他说话向来如此。李承乾心中冷笑了一声，他又不是不知道这俩家伙就是打算来看自己笑话的，不过当下也没拆穿他们，以兄长的身份勉励了他们几句，也就没再言语。立于百官之前，不管李承乾心里有多紧张，手心冒了多少汗，这会儿也是强打起精神，如标杆一般的立于对手。至于欣赏这太极宫的巍峨，他这会儿可没这个心思。上朝没多久，随着太监这个封建王朝几千年的糟粕，扯着嗓子的一声高呼，李承乾深呼了一口气，迈步向前。每一步李承乾都走得特别稳，特别重，他真的害怕出现任何的差池。至于即将见到自己那个便宜老子，被无数包括他在内的后世人称之为千古一帝的李世民，要说不紧张，那纯粹是骗鬼。等李承乾来到大殿上，抱着3分好奇、3分忐忑的往上面一瞅，好家伙，居然没人！这让他忐忑的心瞬间就多了一丝安稳。说实话，他最怕见的人就是李世民，毕竟整个大唐能决定他生死的人也就只有李二了。当然失望也是有的，毕竟昔日吹牛逼的时候他可没少提及过这位，眼瞅着要看见活的了，结果没瞅着，自然是有几分失望的。很快众人按照官阶落座，等所有人都落座后，李二出现了，一身蟒龙袍，头戴通天冠，觉得称得上壮硕的身躯往龙椅上一坐，自有一股气势。
自李世民出来后，李承乾就偷偷地打量着他这个便宜老子，还别说，真有几分威严。回想一下，他上辈子见过最大的官也就是居委会的主任，谁能想到今天他却能和一国之君还有满朝文武同朝议事，这不得不说是造化弄人。按照礼仪觐见了皇帝后，就正式开始了早朝议事。陛下，微臣有本启奏。这大家屁股刚坐好，一个御史言官就举着护板就站了出来。对于这个御史准备说什么，其实满朝的文武大臣都心知肚明，包括坐在上面的李二也是了然。一瞬间，几乎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李承乾身上。被这百十号人盯着，李承乾就更紧张了，后背都被汗水浸湿了，只能勉强坐直身子。这在旁人看来，反而多了几分故作镇定的神态。从袖笼里摸出奏章呈交上去后，这御史躬身说道：“启禀陛下，微臣近日听闻东宫大肆糜费粮食酿酒。”说完，他转向李承乾问道：“敢问太子可有此事？”“确有其事。”李承乾咽了口水，借此掩饰自己的紧张。这会儿他也看清楚了这御史，印象中好像是姓卢，乃是范阳卢氏的族人，至于名字实在是想不起来了。虽然穿越也这么久了，但是原身的记忆他还是没能彻底的消化。听到李承乾的回答，这御史一脸痛心疾首的说道：“殿下可知我朝为何禁酒？唐初的时候是禁酒的，一是因为接连的大灾，二是为了稳定粮食的供养需求，再加上连年作战，禁酒也就成了必然。”李承乾没说话，倒不是不知道怎么说，而是一时紧张，居然忘了怎么开口。哪怕他之前为此在心中做过无数次的预演，但真当他亲身面对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不是按照他的预演而发展的。而他的沉默让满朝文武甚为失望，尤其是李世民更是面露失望之色。太子犯错没什么，但是你要敢于承担，以沉默相对，算怎么回事？在李承乾身后，李泰和李克倒是看得津津有味。今天这早朝没白起，这一开始就这么精彩。对于李承乾的沉默，这御史却是心中冷笑：“你以为沉默以对就能蒙混过去吗？殿下，走出去看看吧，如今长安城还有多少人食不果腹？殿下身为储君，却是带头糜费粮食酿酒，这得多寒百姓的心啊！”说着，这人已是声泪俱下，仿佛在为长安城那些衣食无着、食不果腹的百姓伤心。单手拿着护板，挥袖抹了抹一把不知道存在不存在的眼泪。当他手放下时，突然厉声道：“那口腹之欲，就真的比我大唐国祚还要重要吗？”就他这副做派，把李承乾都看傻了。那真的是一副为国为民的模样，真的。只是满朝文武又有谁不知道，这家伙不过是想打压皇权罢了。他姓什么？他姓卢啊，范阳卢家的卢。但不管他此举是为什么，至少他说的是事实，所以满朝文武再次把目光转向了李承乾，想听听他怎么说。而李承乾这会儿已经下定了决心，必须离开大唐了。这个他前世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家伙都有这般表现，更遑论那些在历史上大书特书的家伙们。眼瞅着满朝文武想听自己一个答复，李承乾不得不站了起来，他的战场终究是来了。深呼了一口气，李承乾掷地有声地说道：“孤为太子，一位强取豪夺，二位以势压人，一因之初皆为东宫奋力，敢问何错之有？”他说完，一旦激起千层浪，瞬间整个朝堂都乱了起来。太子此言谬误！李承乾这话算是引起了众怒，又一个人站了起来。微臣魏征有话要说。其实魏征本不想在此刻发难，他虽然不认可李承乾的行为，但也不意味着他就认可士族可以借此抨击皇权。说到底，此时的李承乾不过才10来岁，犯这样的错也不是不能接受。再说了，一个10来岁的太子，要是一点错都不犯，他们这些文武大臣岂不是没了用武之地？不是说大家好为人师，只是你得给机会让我们这些人能把自己的学识和经验以及见闻传授下去，不是？但李承乾刚刚的话着实把魏征刺激到了，顾不得那么多，当即就站了起来。看到这站起来的人自报家门，李承乾也微微愣了一下。这就是魏征，有着千古明镜之称的魏大喷子。而魏征一站起来，之前那御史顺势就退了下去。既然这位出来了，就跟他没关系了，他要做的已经做完了，有话你就说。李世民看到魏征站出来，有些不耐烦，这家伙是真的让人生厌。就刚刚他听到李承乾的一番言论，其实还是有些欣慰的。先不论对错，只说李承乾那掷地有声的反问，就颇有几分他当年的风范。和他差不多一个想法的，还有那些武将。作为征战沙场的老将，他们就喜欢李承乾这种硬气的做派。没办法，大老粗想不到那么多的花花肠子。魏征不管这些，直接转身看向李承乾，说道：“殿下可知，贞观元年两地大旱，次年3月，关内蝗灾遍地，赤地千里。同年夏，关内又遭大旱。贞观3年全年还是关内大旱，同时亦有5州再遭蝗灾。贞观4年同样大旱，同样蝗灾。”他每说一句，语气就拔高一分，直到最后才落寞地说道：“改元至今，也就今年尚且可称之为风调雨顺，但就算如此，百姓食不果腹，衣食无着者甚多。殿下念及此，可曾悔悟？”魏征这次没喷，他只是在阐述一个事实，但这个事实却让在场的满朝文武都沉默了。过去的几年的确是多灾多难的几年，其中的艰辛可能真的不足与外人道。而李承乾却是松了一口气，讲道理好啊，那我就慢慢跟你讲道理，我又不怕讲道理，我怕你喷我啊。拱手行礼后，李承乾道：“魏公所言甚是，这些年来国朝的确是步履维艰，但孤有一事不明，不知魏公可否为我解惑？”殿下请讲。魏征今天算是很客气了，不过他们这些人都这样。刚刚魏公提及百姓食不果腹，衣食无着者甚多，第一次和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千古明镜交锋，李承乾还是有些紧张的。
不过你魏征既然要端起长者的架子来说教，那可就别怪我这个后世杠精给你上一课了。敢问魏公，百姓食不果腹，衣食无着，可是孤谋夺了他们最后一粒粮食，还是孤强抢了他们最后一件衣衫？说到最后，李承乾也来了状态，拔高了嗓门，怒声道：为何朝堂诸公要把如此恶行恶事强加于孤的身上，是何道理？一瞬间，朝堂肃静。他们没想到李承乾这么刚。真要说起来，天灾人祸的确是没道理强加在李承乾身上，但是不是这个理啊？一群文官气得只打摆子。他们不是生气李承乾在东宫酿酒，是心忧这位大唐的储君不怜惜百姓。当李200年之后，这一位不怜惜百姓的储君上位，那这天下的老百姓还能有好日子过吗？当然，那群武将此时倒是看得乐呵，他们不管这些，反正觉得今天的太子不错。这么多年来，硬刚魏征的人不是没有，但是没有一个像李承乾这般。而李泰和李克两个人就坐在那里，笑意盈盈地看着这一切。对上了，太子和文官对上了。至于李二，倒是诧异地看了一眼李承乾。往日里，李承乾的软弱最是让他心忧，今天这番表现却是让他有些意外。回过头再看魏征，他倒是没急着说话，只是看着李承乾，就这么看着，良久没有言语。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魏征叹了口气，说道：没有人说这是殿下的错，但殿下为何不能心忧一下黎民百姓呢？要知道，就殿下酿酒所糜费的粮食，可让多少受苦的百姓度过这个寒冬，而这不是最重。那我请问，就此时，朝堂之上100位大唐的股肱之臣，谁家粮库里没堆满粮食？就刚刚弹劾孤的那位御史，范阳之地，田亩一半都在他卢家手中，卢家粮仓之充盈，比起朝堂也是不遑多让。不说他卢家，就此时朝堂之上，谁家粮仓没有储备3-2年之粮食？为何你们就唯独盯着孤？还是说孤年幼，可以任由尔等拿捏？李承乾根本就没给机会让魏征把话说完，他知道他想说什么，无非就是太子酿酒起了一个不好的带头作用，但他根本就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深究。从一开始，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刻意安排的，为的就是引出至关重要的问题。不过，此时的文官们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提及到问题的根本，所以李承乾就又加了一把火。而高座之上，李世民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切，心说：不错不错，至少今天李承乾的表现不错，让他很满意。作为皇帝，他不在乎对错，更何况李承乾酿酒这事儿本来就算不得错，他在意的是作为一个太子、储君如何应对这满朝文武。至于李承乾提及大家家里的粮食问题，这不是废话。午门期望就不说了，千年的世家根基太深，就说说那些跟着李世民打天下的新贵，哪一个不是这长安城的大地主？家里能缺粮食？这不废话。一时间，朝堂又安静了，因为这事儿没法反驳，谁敢跳出来说我家粮仓空的饿死老鼠，估计能被其他人用唾沫星子给淹死。哪怕是魏征，这话他都不敢说。哼！见无人开口，李承乾冷哼一声，又补了一刀。原来圣人之道只是用来要求皇家的，于尔等似乎并没什么用。就这，还说什么饱读圣贤之书？好！高座之上，李世民拍案叫绝，这一刀补得好啊！他捏了捏拳头，很是高兴。这些文人就喜欢用圣人之道来遏制皇权，这会儿倒是被李承乾给将了一军。好，说得好！就在此时，武将行列传来了一声叫好声，跟皇帝只敢在心里叫好不一样。这家伙直接就吼了出来：哼，苏国公，你一介武夫，什么都不懂，就别开口了。刚刚说话的就是大名鼎鼎的3板斧程咬金，而此刻站出来的则是孔颖达。这两人一直如此，互相看对方不顺眼。李承乾仔细地看着大殿中的每一个变化，没办法，能上朝的哪一个不是这个时代的人杰？至于程咬金跳出来帮场子，他不意外。这个年头的武将跟着李世民南征北战，本就是一群桀骜不驯之徒。不过，对于大殿之上出现的变化，他还是得小心翼翼地应付着，并没急着出声。老夫是什么都不懂，但老夫就是觉得殿下言之有理。刚刚殿下提及诸位家里的粮食，你们不敢说，老夫敢。老夫家里的粮食，莫说吃到明年，就算是吃到后年，那都不是问题。难道诸位家里不是如此？殿下身为东宫之主，不偷不抢，用自家的粮食酿酒，关你们屁事！说着，程咬金就站了出来。他是莽，但不是傻。虽然朝堂有禁酒令，可是他们这些勋贵家里谁没酿酒？尤其是他们这些武勋，谁家里还没个酿酒作坊？只是没谁像东宫这般酿酒酿得满城皆知罢了。这事儿大家都心知肚明，总不能让他们这些人开宴的时候，一人捧着一个大茶杯，大吼一声干，这他妈不扯淡吗？李承乾此举本身就不是酿酒的事儿，但你们一直盯着这个不放，到时候拔出萝卜带出泥，大家一起吃瓜落，想什么呢？孔颖达被气得不轻，但他还没办法反驳。正如程咬金说的，谁家里还没点存粮？数字不足与谋，没办法。撤！孔颖达气呼呼地甩了甩袖子。哼！程咬金可不惯着他，毫不客气地反击道：谁愿意和你这酸儒为伍？眼瞅着这两人又要吵起来了，作为尚书左仆射的房玄龄终于站了出来，说道：朝堂之上如此这般，成何体统？哼！对于房玄龄，程咬金没意见，至少在他心中，房玄龄算不得酸儒。对着孔颖达冷哼一声，也就回去坐下了。眼瞅着程咬金消停了，孔颖达对李世民拱了拱手，这才转身对李承乾说道：殿下所言极是，满朝文武谁家还没点存粮？但殿下忽略了，我们这些人也是要养家的。不说诸位公爷家里，就下官家里，加上仆役上上下下100人还是有的，这还不算依附于我们的佃户。储备一些粮食，也不过是为了在必要的时候应急罢了。再说了，
真到了国朝遭遇大灾的时候，殿下大可问问满朝诸公，谁家还没开设个粥棚施粥？远的不说，就说之前关内蝗灾，赤地千里，无数难民涌入长安，而在当时，长安城外每天施粥的粥棚数十个之多，哪儿来的？说这些不是为了给我们这些人邀功，更不是希望殿下为我们歌功颂德，只是想让殿下得知粮食该如何使用。李承乾听愣了，是的，他是真的愣在了那里。倒不是说他被孔颖达说的话给震惊到了，而是他们这些文人太温柔了。不管是魏征还是孔颖达，都是如此，这跟他预言的不一样啊。在他的预言里，这些文官难道不应该跟疯狗一样，猛地扑上来，非要在他身上刷个敢言敢谏，不为权贵的声望吗？怎么今天变这么温柔了？我都那么刺激你们了，就等你们如狼一般的扑上来，把我身上的伪装一层层撕开，我他妈都准备好了，结果你就给我看这个，这让我连一个撒泼的理由都没，那我还怎么大闹朝堂，一气之下出走长安啊？不是，你们就不能拿出喷李二的那个勇气来喷我，好不好？我求喷啊！他不知道，这些人对于他和李二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李二已经是皇帝了，他的一言一行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太大了，而且李二的认知体系已经形成，有些时候讲道理讲不赢的时候，那就只能开喷了。但李承乾不一样，虽然是储君，但是年纪还小，还是可以塑造的，能用道理感化他，让他自己认识到错误，难道不好？总的来说，大唐是一个包容的时代，他既能包容外族的将军，也能包容太子的无心之失。当然，不是每一个文官都如魏征、孔颖达这般，还有一小撮人想借着李承乾刷声望来着。一来是魏征抢钱了，没机会；二来嘛，再有几个月就是李二的寿辰，也怕李承乾到时候来拒。他酿酒是为了给李二寿辰准备贺礼。李承乾不知道这些，这一刻他很慌，不行，得想一个办法激怒这群人才行。突然灵光一现，他恨不得抬手就给自己一巴掌。我怎么忘了，我是来自后世的杠精啊！轻蔑一笑，李承乾说道：“我不知道粮食该怎么用，不说别的，就说酿酒工艺，我改进的酿酒工艺，整个大唐谁能出其右？大唐太子，国之储君，行匠人之事。难道这就是太子殿下读的圣人之书？”原本已经退到后面的卢姓御史，一听李承乾这话，再次站了出来。他可没忘之前李承乾说他卢家粮库之充盈，又嘲讽他们枉读圣贤书。这会儿逮准机会，还不得反击一下，把同样的问题抛向了李承乾。而看到他又站出来，李承乾心里乐开了花。魏征、孔颖达这种春风细雨的，我招架不住，但你这种咄咄逼人的，我最欢喜。当下就说道：“难道你瞧不起匠人，还是说匠人就比你读书人低一些？士农工商自古就有定论，殿下还是多读读书吧。”卢御史不屑地说道：“那我倒是想跟卢大人请教一下，士农工商最先由谁提及？”李承乾心里乐开了花，终于找到突破点了。这个姓卢的真的是好人啊！这卢御史这下也尴尬了，尴尬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知道，这才尴尬。见他这般，李承乾冷笑一声道：“既然卢大人不敢说，或者不好意思说，不如孤帮卢大人说如何？”也不等卢御史开口，李承乾继续说道：“春秋齐国名相管仲曾言，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十民也。卢大人，孤可曾说错？”听到李承乾的话，卢御史本能的觉得哪里不对，但这会儿也只能点头表示认可。但李承乾要的就是刺激这些家伙，让他们站在自己的对立面，哪里肯放过？当下就继续说道：“但是管相所说的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可没有一个是读书人，那不是有事吗？”这时，最佳捧哏程咬金再次提出了疑惑。李承乾对他微微一笑，道：“肃国公有所不知，管相当年所说的士农工商，分别指的是士兵、农民、工匠、商人，可没有读书人。”说完，他又转向卢御史，问道：“不知饱读诗书的卢大人对此可有意见？”这会儿，卢御史额头都在冒汗，有个屁的意见！荒谬！眼见姓卢的被李承乾给问住了，又一个人站了出来。殿下当真是巧舌如簧，但也仅仅只是诡辩而已。这人姓崔，他们崔家被公认为天下第一高门，北方豪族之首。其实说白了，就是和其他几大氏族垄断知识罢了。是的，这年头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出自他们五门七望，而他们崔家在五门七望里独占其二。李承乾抨击读书人，其实就是在抨击他们这些氏族。所以见卢御史招架不住，或者说没来得及反应，他当即就站了出来，说道：“殿下所说管相的士农工商与当今的士农工商有何关系？真正厘定四民乃是从汉朝开始。”我去，你是真不要脸啊！李承乾没想到这家伙居然不要脸至极，当下也只得感慨道：“论其诡辩，还是崔大人更胜一筹。曾经听人说，读书人既是天下最要脸面的人，但同时也是天下最能放下脸面的人。以前还对此深有怀疑，但见了崔大人之后，孤居然开始信了。”他说完，武将行列里顿时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而那些文官也是暗自摇头。这就是一个坑啊！你居然还巴巴的往里面跳！你既然以自古定论来为四民做注脚，那李承乾追根溯源，搬出管仲来反驳，本身就占了先机。结果这姓崔的居然又扯什么真正厘定四民乃是从汉代开始的，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汉代的四民难道不是源于管相？姓崔的其实也知道这么说极其无耻，但是没办法，四民之首乃是他们氏族的根。说句大不敬的话，从没见过千年的王朝，但千年的世家可不止一个。靠的是什么？无非就是他们垄断了知识。尖酸刻薄之语可不应该从一个太子嘴里说出来。姓崔的也不是个省油的灯，面对武将们的嘲笑，脸不红心不跳，仿佛跟他无关一般。不等李承乾开口，他继续道：“
自秦以来，有李斯辅佐始皇一统天下，有萧何为汉高祖奠定大汉400年基业，有董仲舒为汉武帝开创万世之基，更有无数的文人士子为历朝历代的天子守土牧民教化一方。殿下缘何对这一切视若无睹？既然你们文人士子这么厉害，那下次再有战事，我朝就不派大军，让你们这些文人士子去。作为一个后世人，李承乾对士农工商之言很是抵触，当下说起话来也是没了分寸。放肆！终于，一直没开口的李二开口了。虽然李二一直在想办法打压士族，但有一点你必须得承认，治理天下离不开他们，这就是现实。见李二开口，李承乾也就闭嘴了。他也有些后悔，刚刚得意忘形了，还当是后世互喷，现在想来还是感到一阵的心惊，也不知道他们察觉出什么端倪没有。而姓崔的见李二斥责了李承乾，当即说道：“陛下，太子殿下年幼无知，应是受了奸人蛊惑，臣请陛下撤换东宫一众属官，另选贤才，教授殿下圣人之学。”臣附议。卢御史见状，马上也说道。同时，更多的文官也站了出来。至于魏征这会儿，却是一句话没说，他一直在打量李承乾，总觉得今天的事儿有些不对。瞅了一眼李二，见他没有反应，李承乾大着胆子说道：“诸位大人倒是扣了好大一顶帽子，不知道孤究竟错在何处，又是如何受奸人蛊惑的？太子殿下糜费粮食，为得一时之欢，大肆酿酒，使得整个长安城民意沸腾，难道不是受奸人蛊惑？”卢御史一脸正气地说道。李承乾冷哼一声道：“酿酒乃是孤的决定，从孤决定酿酒之时，东宫一众属官孤是一个没见，他们从何蛊惑？”终于又绕回这个话题了。他是真的累了，就想赶紧结束，赶紧走人。这朝堂是愈发的呆不得了，因为他已经从魏征的眼里看到了疑惑之色。那殿下更是大错特错。卢御史拱手道：“陛下，太子不体恤百姓，一意孤行，糜费粮食，恐引发新一轮的酿酒风波。如今我大堂上有百姓食不果腹，此风不可长啊！”没等李世民说话，李承乾就抢先说道：“还是那句话，我用自家的粮食酿酒，何错之有？难道说整个大唐就我一人私自酿酒？为何尔等非要把如此恶行恶事强加于孤的头上？是何道理？再说了，不体恤百姓，你们世家大族，谁人不是啊？你说如今大唐尚且有人食不果腹，但是你们世家大族，任何一家打开粮仓，怕是都能解决问题吧？为何你们就不能体恤一下那些食不果腹的百姓呢？还是说你们心中本就没有百姓？这是问题的关键，也是他撒泼必须的导火索，所以他一直在强调。哼，这个问题之前孔大人已经回答过了，我不予多言。”卢御史差点给气死，你这是要挖我卢家的根啊！当下也是毫不客气的说道：“既然殿下一再问何错之有，那我就告诉殿下，换做任何人私自酿酒，我们都不会说什么，因为正如殿下所言，用自家的粮食酿酒，既没强取豪夺，也没以势压人。虽然此行为不合律法，但尚且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唯独殿下此举不当为，不可为，不能为，谓之便是殿下失德，是错也。”来了，终于来了！李承乾心里狂喜，但面上却是冷笑道：“为何？不为何，只是因为殿下乃储君，此举便不可为，谓之则错。”卢御史冷冰冰地说道：“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其实酿酒这个事儿根本就不是个事儿，事情的关键是太子酿酒。否则，你看这满朝文武，谁家没酿酒？但他们弹劾过谁？也就是说，有些事儿你们能做，孤不能做，就是因为孤是太子。”李承乾继续质问道。到了这一步，卢御史也不打马虎眼了，直言道：“是的，正所谓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就是这个道理。”哈哈哈！他说完，李承乾一阵冷笑，慢慢的，笑声越来越大，越来越放肆。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在笑什么，终于待李承乾笑完了，他才大声说道：“好，好一个欲戴其冠，必承其重。既然如此，这太子不做也罢。”说着，李承乾伸手取下簪子，摘下头顶的远游冠，一时间披头散发，让众人都看傻了，就连李世民都忍不住站了起来。怎么就这样了呢？胡闹！李世民怒声道。他是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本来就是一件小事，至少在他看来算不得多大个事儿。今天让李承乾来上早朝，也就是不想这件事对他有太大影响。结果看到李承乾表现还算尚可，就想看看他如何面对这满朝的文武。毕竟这是一个太子早晚都要经历的。殿下慎言。房玄龄也不得不站了出来，说话间看了一眼魏征，魏征也是一脸呆愣，他也没想到啊。和房玄龄交换了一个眼神，隐隐约约间，两人都觉得这事儿有问题。而在他们前面，李泰和李克张大了嘴巴，满脸的不敢置信。我去，这么劲爆的吗？这还真是一场大戏，只是他们怎么都没想到，这场大戏不过刚刚开始罢了。胡闹！慎言！李承乾不屑地说道：“这难道不就是你们想看到的吗？孤无非就酿个酒而已，且不偷不抢，一切之应皆是我东宫份里，尔等就如此咄咄相逼。可曾有人问过孤缘何酿酒？”其实他也知道这样太过于突兀了，但是没办法，自早朝以来，这是他唯一看到的机会，就这还是他想尽办法制造出来的，不能忍了，也没时间让他忍了。而卢御史他们见他这般，一开始倒是震惊了一下，但很快就镇定了下来，在心里思索了一下，现在已经不单单是他们这些人和太子的争锋了，而是士族和皇室的一场博弈。如果能借此把李承乾弄下去，对他们世家来说绝对是一场大胜。当然他们也知道想借此扳倒李承乾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既然到了这一步，也没法后退。
哼！冷哼一声，卢御史说道：“就算殿下是为了给陛下寿辰贺礼，那又如何？就算殿下酿造的酒是神仙佳酿，那又如何？糜费粮食，使得无数人食不果腹，陛下思之，于心何忍？”他也聪明，当即就把这话挑明了，这也是大家最担忧的。而李承乾却是彻底明白了，寿辰贺礼，我他妈还真没想到这个，难怪这些家伙今天这么温柔，搞半天以为我是要给李二准备寿礼。果然，不管再怎么小心翼翼，还是和这个大唐有些格格不入啊。不过也好，这更让他下定了决心跑路。如果为了给父皇准备寿礼而糜费粮食，我还真不屑为之。李承乾瞅了他们一眼，说道：“果然，肃国公说的没错，你们就是一群酸儒，屁都不懂，靠着自己一策，就真当自己什么都了解了，不问青红皂白，不理是非曲直，就靠着一张嘴混迹于朝堂之中。”程咬金有心站起来解释一下，他说的酸儒只是孔颖达一个人，但见这些文官一个个红着脸跃跃欲试，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不过还别说，太子是真猛啊，当下就和他身边的几个武将小声的聊了起来。吾等是言官，封言奏事既是吾等的责任，也是权利。卢大人梗着脖子说道：“如此不问青红皂白的言官，与犬何异？”李承乾是一点不客气，这也彻底把那群文官给气疯了。李承乾这话就是在骂他们是狗啊！殿下身为太子，怎可如此羞辱我等？有些人表面上很生气，但内心却是狂喜。李承乾表现得越是狂倦，他们越是高兴。不单单是他们，就连魏征等人也皱了皱眉头。李承乾这般心性，让他们有些担忧。殿下慎言！魏征终于再次开口了，不能看戏了。要说朝堂上最为轻松的，那就非李克和李泰莫属了。两人对视一眼，会心一笑，这是好事啊！李承乾这是自绝于满朝文官，这就是他们的机会啊！而高座上，李世民正准备出言呵斥李承乾，结果还没等他开口，李承乾就把手里的远游关朝着卢御史就砸了过去，怒声道：“我说了，这太子不做也罢，和一群不问青红皂白、不理是非曲直的酸儒为伍，不屑之。殿下何出此言？”魏征是真的感觉有些不对劲儿，但又不知道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当下就问道。而卢御史捧着李承乾的远游关，一脸的愤怒，但又不敢将这远游关砸回去，愤愤道：“殿下糜费粮食酿酒，既不是为了给陛下贺礼，无外乎就是满足口腹之欲，难道吾等谈何有错？莫说太子殿下，就是陛下行此等之事，吾等也敢直言进谏。言外之意就是你比陛下又当如何？再说了，既然你都说了，酿酒并非是为了给陛下寿辰做贺礼，失去了孝道这个保护伞，我看你能说出什么话来？主要是在他们看来，酒的确没有其他的作用。口腹之欲。”李承乾冷笑道：“自我东宫酿酒以来，我未曾沾过一滴，你凭何说我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至于说酿酒还有没有其他的作用，你不知道时也正常，毕竟一介酸儒，又如何治我华夏文明之璀璨？滴酒未沾，这倒让众人一惊，还真不是为了口腹之欲，也不是为了给陛下做寿礼，这就让他们好奇李承乾酿酒的目的了。那殿下缘何酿酒？”魏征终于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是了，太子酿酒的原因才是最重要的。至于他说他滴酒未沾，大家倒是不怀疑。李承乾冷冰冰道：“半月之前，东宫有亲卫操练受伤，随即酿酒之伤，如今亲卫伤者20有1，痊愈者5成也，愚者无威。”这是真的。一直很少言语的李二再一次激动地站了起来。他是知道东宫酿酒的目的的，所以也就任由着李承乾胡闹，但没想到他好像真的做到了。而那些武将也是一惊，齐齐看向李承乾，问道：“殿下所言非虚？”他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荒谬！不等李承乾开口，卢御史又说道：“自古以来从未听人言之酒能治伤，殿下莫要当满朝文武都是3岁之童。”他虽然也隐隐感觉到些许不对，但现在已经由不得他了。你没听过，只能证明你确实无知。李承乾看都懒得看他，说道：“人就在太极宫外，是与不是，叫上来一问便知。”此时大殿之上多了22人，东宫受伤的亲卫是21人没错，多出来的这一个却是朝政。李承乾看到这家伙跟着进来的时候也愣了一下，不知道这家伙怎么和他们混在一起的。而其他人看着这东宫的20来亲卫也是震惊不已。殿下，他们当初伤势如何？一直没说过话的李靖终于忍不住站了出来。作为军方第一人，还是当朝右仆射，在朝堂之上地位仅次于玄灵。朝政，你来说吧。虽然是李靖，但是李承乾也不想多说什么，而且对于这些亲卫的伤势，他其实并不是太了解。是，殿下。朝政说着转向了李靖，拱手道：“回代国公，当日他们送来的时候，总共21人，轻伤者10之有3，余者8人，皆为重伤。我等询问了相熟的太医，太医告知无救。之前在外面的时候，他就和这些亲卫聊过，知道今天李承乾的麻烦很大，而且他比那些亲卫想的要多。作为一个大夫，自然知道酒精这种东西对于外伤到底有着怎样的效果，也知道该如何说才能对李承乾给予最大的帮助。”果不其然，当他说完，满朝文武皆是愣在了那里，哪怕是李二也好不到哪里去，甚至走了下来，指了指亲卫手上的纱布，问道：“这是何物？”回陛下，这是纱布。朝政拱手道：“此物乃是殿下让人送来的，吩咐我等以沸水煮之，晾干，再配合盐水为伤者清洗伤口，尽量拖延伤口溃烂，直至殿下送来了酒精为伤口消毒，方才彻底遏制了伤口溃烂。”酒精就是殿下在东宫酿造的酒。
这会儿程咬金坐不住了，已经在东宫的一众亲卫之间来回穿梭，东瞧瞧，西看看，跟看动物园的猴子一般。而其他武将大多数也是如此。身为武将，他们太清楚这东西对于军武上有着怎样的作用。每次出征，无数出生入死的兄弟就是死于伤病。如果真有如此奇物，不知道少死多少人。是的，朝政倒是一点不紧张，不管是面对李二，还是面对这些百战老将，他都能侃侃而谈。当然，倒不是说他胆子有多大，主要是这家伙是一个医痴，除了最新医术，在其他方面就是一个白痴，倒是有几分不知者不畏的意思。听他这么说，李世民当即就亲手拆开了一个伤兵的纱布，想亲自看看。这是大事儿，他必须亲眼见识后才能有所定论。而像程咬金这样的老将，也是有样学样，都想一窥究竟。这时候，卢御史等人额头冷汗连连，他们知道事情大发了，太子好像真的做了一件了不得的事儿。至于李克和李泰都看傻眼了，什么情况？这就逆转了？不会吧，陛下，你来看看，这家伙伤口足有2寸有余，却是有了愈合的迹象。程咬金激动的在哪里嚷嚷着。李世民没搭理他，还是在拆着纱布。旁边李道宗也喊道：“陛下，我这边也是如此。”因为李道宗就在李世民身边，他顺势就扭过头看了一眼，果然如此。而房玄龄和魏征等人其实也在看着，看到这一幕，两人瞬间了然，原来如此，太子今天是有备而来啊！念及此，苦笑了一声，但也同时拱手道：“陛下，太子此举于国朝而言，祥瑞也。”魏征就不说了，就说房玄龄，昔年他曾追随李二南征北战，自然知道此物究竟意味着什么。而这会儿，李世民也看到了亲卫的伤口，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说道：“高明此举，功在社稷，利在千秋，当是不世之功。”他是真没想到，李承乾竟然真的成功了，效果还如此好。要知道，一开始他就知道李承乾为何酿酒，只是当时他并不看好这一切，只是念在李承乾的一片拳之心，便没有说什么，任他胡作非为。谁知道今天给了自己这么大的惊喜，为陛下贺，为太子贺，为我大唐千秋贺！一众武将顿时高呼。要说最激动的，莫过于他们了。这么多年军武生涯，死了多少老兄弟，他们太清楚了。有了此物，与他们而言，就像是白捡了一条命一般。至于一众文臣，这会儿面如潮红，李承乾都把他们骂成狗了，结果最后证明别人是对的。你说气人不气人？而这也意味着他们世家在这一次和皇室的争锋中彻底败下阵来，对他们世家威望的打击可不是一星半点。一时间，卢御史、崔大人和另外一些世家官员互相传递着眼神。当今朝堂，世家官员虽然没出位列3公之列的重臣，但他们人多啊。不夸张地说，要是他们世家官员集体拍拍屁股不干了，这个大唐瞬间就会停摆。这还不说他们世家的姻亲，就好比程咬金，他老婆就是清河崔家的。这一刻，他们也明白了，李承乾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什么不做太子，那是因为他有底气。按照他们的想法来看，无外乎以退为进罢了。不能这样了，这样太被动了。几人互换了一个眼神，卢御史拱手说道：“陛下，太子此举的确是有功于社稷，但殿下性格狂狷也实属事实。我等还请陛下嘉奖太子的同时，另选贤明辅佐太子。”臣等附议。一时间，无数文官站了出来。这一次，就连魏征、孔颖达、房玄龄都在其列。主要是刚刚李承乾表现得太过了，就这性格，将来要是登基后，哪儿还有文武百官的活路？李二其实也是这个想法，他也看出来了，李承乾这性格过头了。但李二还没来得及开口，李承乾冷哼一声，顿时说道：“尔等以为我是在跟你们玩什么以退为进？笑话！”说完，他面朝李二，双膝一弯，直接就跪在了地上。而臣自请废黜太子，贬为庶民，流放西域，望父亲大人成全。为了行文需要，就喊父亲了。虽然当时不是这么称呼，既然都是庶民了，父皇是喊不出口了。而他话说完，所有人都是一脸的震惊，包括刚刚略带失望的李克和李泰，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还有如此峰回路转的时候。李世民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李承乾，他想知道李承乾究竟是怎么想的。一开始他也以为李承乾此举是以退为进，但接二连三如此，这让李世民也有些不满。当朝储君岂可轻让？要知道他李二能登大宝，手里可是沾满了血腥，哪怕是亲兄弟他也没让。但当他听到李承乾要自贬为庶民之后，就真的有些意外了。自废太子可以说是李承乾以退为进，但要说自贬庶民，那就不一样了，这是要自绝于皇室啊。而此时被李二这般盯着的李承乾也有些紧张，整个人都是强撑着的。直到这会儿，他才清楚地感受到什么叫做帝王之威，何至于此。魏征摇着头说道：“殿下此举功在社稷，这不假。百官只是不知殿下深意，绝无废除殿下之意。”虽然说李承乾性格确实让他们不安，但总的来说，李承乾这个太子他们还是很满意的，往日里也很是谦卑的性子。至于说今天，这也正常，本来就是少年心性，好不容易做了件利国利民的好事，结果被满朝文武误解，心有愤懑，就不足为奇了。不用你们废除，我自己走。”李承乾梗着脖子说道。从今天的事情来看，他就发现了自己根本没什么政治智慧，至少现在不具备。要是还赖在这个位置上，早晚被人整死。而且无数的史实早就告诉了他，皇家是最没亲情的。皇帝对权力的紧张程度，哪怕是亲儿子也不足以放心，否则历史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皇子造反了。远的不说，李二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他从不觉得自己有着后世的记忆，就真的是这些千古留名的家伙的对手。与其如此，还不如远遁域外。如果能在外面发展的更好，
将来也不是没有机会回来。混账！李世民彻底暴怒了，怒声道：“太子之位岂可轻让？太子，我真的能做你这个太子吗？”李承乾站了起来，手指了指李泰和李克，愤怒地说道：“你们看看我那两个兄弟，他们在干嘛？不要告诉我你们不知道，我那两个兄弟今天之所以上朝，就是来看我这个所谓太子的笑话。”说着，李承乾一脸悲戚地抽噎了2声，这才继续道：“你们知道的，你们都知道，包括父亲大人你也是知道的。这就是皇家，这就是帝王之家，这就是你们的太子。谁告诉我，这样的太子我要来做甚？”最后一句话，李承乾几乎是吼出来的。而他说完，李克和李泰顿时就呆住了。不是李承乾疯了吗？这话也能说？有些事儿大家心知肚明就好，还从没有人点破过啊！这不符合游戏规则，放肆！李二怒吼道。其他人也是一脸的震惊，这话说不得啊！但李承乾却不管这些，惨然一笑道：“我是放肆，但我更害怕有一天手足相残。”啪！李二一巴掌就扇在了李承乾的脸上，顿时给李承乾扇了一个趔趄。所有人都听傻了，李承乾这是在作死啊！手足相残，你是在说你自己还是在内涵你爹呢？一时间，朝堂上文武百官大气都不敢出。李承乾完了，这是所有人的想法。而李承乾摸了摸自己被扇得有些滚烫的脸，突然笑了，笑得很是开怀，半晌才说道：“打得好，打得真好！父亲打儿子，天经地义。我盼着这一天已经好久了。”众人看着仿佛陷入癫狂的李承乾，良久没有吱声，哪怕是李泰和李克这会儿也都是如坐针毡。没办法，李承乾已经打破了游戏规则，把很多私底下的东西挑明了。李二一巴掌打完后，也有些后悔了。总的来说，这有损太子威严。你究竟要做什么？李二无奈地问道。李承乾也没退缩，好不容易闹到这个地步，他没得退缩，梗着脖子说道：“请废太子，贬为庶民，流放西域，别无他求。皇家就这么让你生厌？”李二也感觉到了，李承乾好像不是玩虚的，是铁了心了，顿时语气冰冷地问道。他搞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李承乾甘愿放弃太子之位。而文武百官也察觉到了，李承乾这不是在以退为进，这好像是来真的。一时间他们也紧张了，如果因为他们的原因逼退一个太子，这事情就闹大发了。关键是太子无错，相反有功于国朝，将太子逼迫至此，于他们而言可不是一个好事。李承乾没多想，按照早就准备好的台词说道：“生厌吗？也许吧，但我真的很厌恶皇家。为何？”李二百思不得其解。李承乾说道：“因为皇家没有亲情，不是吗？”说完，李承乾看了看李泰和李克，继续道：“不说我那两个兄弟大清早的来看我这个兄长的笑话，就说父亲大人你吧，你难道不知道我酿酒所为何事？不，父亲大人一定知道的，一定知道。但之前我被满朝文官诘问的时候，父亲大人可为孩儿说过一句话。我是想……”李世民话都没说完，李承乾就摆了摆手，说道：“父亲就别自欺欺人了，你其实就是怕我真的成功了，与满朝将士有恩，再和文官走得太近，与你不利。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这样的关系我受够了，真的受够了。”你……李世民愣住了，他有这么想吗？没有，他真的没这么想，他只是想看看李承乾的应变能力，他是在培养自己这个儿子，但这会儿他却说不出更多的话。被自己儿子质问、误解，是他没想到的。满朝文武都看呆了，这真他妈是一场大戏啊！从开始的君臣之争，竟然发展到了父子之争。而卢御史眼睛一亮，这是机会啊，马上跳出来说道：“殿下怎可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是想颠覆我大唐不成？若非殿下身份尊贵，其罪当诛。”他想把自己摘出去，毕竟逼迫一国太子自废，且是在无过有功的前提下，他们世家的声望将被打击到冰点。其罪当诛吗？李承乾冷笑一声，一直捏在手里的簪子顿时指刺自己的胸腹，道：“那我自己来，用不着你们。”只是瞬间，冰冷的簪子就将他胸腹刺了个对穿，整个大殿上所有人都傻眼了。这么刚的吗？卢御史彻底傻眼了。他刚刚想把自己从逼迫太子退位的漩涡中拉出来，结果转眼就变成了逼迫太子自枪，这是要死人的啊！当下也只得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御医，赶紧传御医！房玄龄急切地喊道。这要是当朝太子被逼自枪于太极殿，这个朝堂有几个人能活？李承乾摆了摆手，略显虚弱得道：“不用，神仙也就不活一个一心寻死的人，他当然不会死。这一切不过是他的计谋罢了。他很清楚这些人不会轻易放他走，所以才有了这一出苦肉计。虽然看上去血字呼啦的，但是他知道自己其实并无碍，他只是刺穿了腰间的软肉罢了。殿下，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吧。”而之前跟着东宫亲卫一起上殿的朝政走了过来，说道。李承乾摆了摆手：“不用，一时半会儿死不了。”李二看着眼前的一幕，突然间苍老了许多，半晌没有言语。他这一生为了登临大宝，杀了兄弟，逼迫父亲，现在还要逼死自己儿子吗？为什么？李二语气颓然地问道：“为什么要这般？”他也没有喊御医。其实他很清楚，就李承乾对外伤的认识，他真要自枪于此的话，御医也救不了。为什么？李承乾笑了笑，说道：“因为皇家无亲情啊。若有来生，我只想出生在普通农户之家，哪怕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我也无怨无悔，指望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没有阴谋，没有诡计，没有幸灾乐祸，有的仅仅是彼此扶持，仅此而已。皇家难道就没亲情？”李二继续问道。他也发现了李承乾的伤势不重，
李承前摇了摇头，说道：“有吗？皇室父子之间称呼是什么？父皇、儿臣。普通人家怎么称呼？父亲、孩儿。一字之差，天壤之别。一个是权力，一个是亲情，还不明白吗？”说完，见李世民没说话，李承前继续道：“放我走吧，父亲，孩儿不是胸无大志，只是不想将来和我的兄弟为了这个大位闹得血雨腥风。我真想当称帝，也只会在西域一刀一枪的打出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帝国，哪怕渺小，但也是属于我自己的。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李世民有些不敢相信，或者说不愿意相信，他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们将来也会步自己的后尘。这也是实话，至少此时的李二从没想过换太子。但李承前知道，不说他原身造反了，就是李由最后不也造反了。看过几本书的他，清楚的知道李世民的儿子最后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怎么不可能？李承前惨笑道：“父亲，不说别的，就说你对青雀的偏爱，你就不觉得此举像极了昔年的阿祖吗？再看看青雀和三弟，他们又像不像昔日的你？”李承前在拼命的刺激李二，他其实很清楚，李二不会杀他，至少现在不会。在原本的历史上，李承前造反了他都没杀，更遑论现在。这是一个想做千古一帝的狠人，对别人狠，对自己儿子也狠，对他自己更狠。走吧，走吧。李二叹了一口气，终于松口了。其实他心里是有怒火的，但在满朝文武面前，他并没有表露出来。我和你阿祖能一样吗？不一样的。陛下，吾等愿意追随殿下闯西域。恰在这时，大殿之上，东宫21个亲卫齐齐单膝跪地。他们刚才也吓到了，但很快他们就有了决定。虽然闯西域肯定很苦很大，可能会死，但士为知己者死，真的是这个年代的信条。既然殿下为了救他们，连太子之位都不要了，那他们舍弃这一身皮囊又有何不可？李承前倒是愣了一下，不过很快就释然了。也好，将来总是需要人手的，这些人用起来也放心。走吧，都走吧，想跟着走的都走吧。李二有些意兴阑珊，当然，这意兴阑珊里面有几分试探，那就不好说了。虽然他不愿意承认，但有一点是真的，他不希望太子和武将走得太近。谢陛下！一众亲卫谢恩后，就齐刷刷地站在了李承前身后。李承前这会儿也松了口气，躬身施礼道：“谢父亲大人成全。”陛下不可。这时，久未言语的房玄龄站了出来，说道：“西域之地危机重重，太子殿下西行太过危险了。”房仆射说笑了。李承前轻笑道：“昔年父亲大人率6骑便可于渭水逼迫协力可汗退兵，我有足21骑，纵横西域又有何难？不一样的。”李靖也站了出来，说道：“房仆射说的没错，西域之地危机重重，殿下西行恐有性命之危。”对于李承前，他们这些军中武将倒是很欣赏，所以向来沉默寡言的李靖也多说了2句，希望陛下和太子都能收回成命。大唐需要这样的一个太子。不过李承前摆了摆手，说道：“大丈夫死则死矣。”李二叹息了一声，没有说话，他其实也在思考李承前说的那些话到底有没有可能成立。但他很清楚，李承前不能留了，因为李承前打破了很多规则，留下来就是祸患。尤其是李承前一再提及的兄弟相残，这是李世民无法忍受的。玄武门之便是李二的禁忌，谁都提不得，哪怕是他儿子也不行。这就是皇帝无情的权力机器，在至高无上的皇位面前，亲情良久。李二才说道：“东宫的亲卫你都可以带走。”不用。李承前说道：“我就只要这21人，如果他们后悔想留下来，那我一个人也可以。我从没想过带多少人走，这一点父亲可以放心，我绝无其他的心思，只是厌倦了这朝堂罢了。”李承前绝对是报以最大的恶意在揣测李世民，但他不在意，因为那可是李世民。李二也不辩驳，问道：“准备何时离开？如果父亲大人不反对，我现在就可以离开，日出之前可出城。”他这话一出，众人又是一惊，这么快啊？李二也是愣了一下，用得着这么着急吗？这般急切，满朝堂的人都有些不敢相信。马上就走，这是一点退路都不给自己留啊！房玄龄还想劝一劝，但终究还是没开口。他已经看出来了，李承前必须得走，不说别的，就看看大殿上如坐针毡的蜀王和越王2人，李承前就必须得离开。自古以来，皇储之争，不管是明争暗斗还是怎样，大家都有一个能做不能说的默契，而李承前却是彻底的打破了这个默契，把很多东西都弄到了明面上来，这让所有人都感到了不安。这要是早早就拉开了皇储之争的序幕，而且还是明火执仗的，未来还不知道会折腾成什么样。而如今的大唐内忧外患，绝对经不起这样的折腾。这也是为什么李二最终答应。说到底，李承前有句话没说错，他是父皇，但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而此刻，李太和和李克2人后悔不迭，谁知道会发生这样的大戏啊？当朝太子自枪于朝堂，这真他妈是活久见。关键是李承前的一字一句，直接让他们如坐针毡。他们是来看戏的吗？当然，要不然2人何至于大清早的起床凑这个热闹？真当上早朝是什么福利啊？但他们没想到，看一出大戏，居然把自己也搅和进去了，这真他妈是无妄之灾。而卢御史等人更是惶恐，逼得当朝太子自贬为庶民，于大殿之上自枪，这总要有人承担其责任吧？他们这些人不就刚刚合适？谁让李承前自请废太子，还当着满朝文武自枪，都是他卢御史一番言语刺激之后发生的事。至于一群武将，倒是欲言又止。李承前也看出来了，他们有话想说，心中苦笑一声，道：“
诸位放心，酒精的酿制和运用方法我都留在了东宫，哪怕我走了也不会影响。想当初我也只是震惊于大唐伤兵的死亡率高达70%之上，这才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只是怎么也没想到，当我真的做出来的时候，却也是离开的时候。到了这会儿，李承乾随意了很多，只要一想到能离开这朝堂，他就松了口气。至于腹部上的伤势，他还真不在意。他也知道李二之所以还没开口放自己走，其原因绝非是念及父子亲情。身为帝王，除了极个别以外，谁的子嗣不是数以十计？就李二的兄弟姐妹，刨除被他杀了的几个，短命的几个，就现如今大大小小兄弟姐妹还有好几十。李二自己也是不遑多让。就现在，李承乾知道的，除了3个早轰的兄弟以外，他还有8个弟弟。指望皇帝和你讲亲情，想什么呢？当然，这也有李承乾自己的原因，毕竟他和李二是真没亲情可言。不去看一下你的母后？李二终究是开口了。正如李承乾所想，他是一个帝王，所做一切都是在为了如何强大这个帝国以及巩固自身的权利。他不愿意自己开口逼迫李承乾交出酿制酒精的配方，或者说他还要点脸。但当李承乾自己说出来后，他又表现得更像一个父亲。至于他这番话有几分是出自一个父亲的心理，估计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不用了，李承乾摇了摇头，说道：“离别总是伤感的，也不愿让母亲大人为我再伤心。”说完，李承乾看了看李二，又说道：“敢问父亲大人，我可以走了吗？可以走了吗？”李二这一瞬间突然觉得有一把刀深深地插进了自己的胸口。走吧。李二颓然地摆了摆手，转过了身。在他转身的那一刹那，仿佛眼眶中有些许的泪水，但李承乾却是不为所动。昔日看过的书里面，李二杀侯军籍的时候，不也是挥泪不止吗？对着一干武将拱了拱手，李承乾说道：“诸位将军，日后若是我大唐军队发现我李承乾成了诸位将军的拦路时，不必手下留情。”说完，他看了看身后21个东宫亲卫，又说道：“既然你们愿意跟我闯一遭西域，我不拒绝，但你们听好了，这世上只有战死的李承乾，绝无苟延残喘的李承乾。将来不论我们面对的敌人是谁，但凡发现我有被俘之危，斩之。若是做不到，你们还是留在这长安城好了。”他这话其实还真不是说给这些亲卫听的，而是说给李二听的。吾等誓死效忠殿下。21个亲卫齐齐单膝跪地。李承乾哈哈一笑，道：“走吧，让我们去见识见识西域的蛮子。”此刻李承乾笑得极为狂野，只要一想到能远离朝堂，他就高兴。跟这群老家伙对上，他没把握，但要是远离了这些老家伙，想要活下来，他还是有办法的。别看他说的霸气，去西域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屁，最多也就是这么想想罢了。真当他会带着21个人去打西域？开什么玩笑！西域他去都不会去。不过此时众人倒是不知道他究竟怎么想的。只是当李承乾故作豪迈地走出太极殿，整个人就差点腿脚一软摔在了地上，要不是紧跟在后面的刘三扶了他一把，只怕就会刚装完逼就出个洋相。而在他们身后，文武百官看着李承乾等人走出太极殿，心里也是五味杂陈。他们其实很清楚，当李承乾说了那些近乎大逆不道的话后，李二还能放他离开，其实就已经是李二的大度了。这换了任何一个人，估计都不是这样的结果。李承乾有句话其实说错了，皇家不是没有亲情，只是皇家的亲情总是需要衡量利弊，欲戴其冠必承其重。这句话说得蛮好。李二没说话，只是看了看李泰和李克。以前对李泰他是格外的宠溺，毕竟李泰真的有几分才学，这让他十分自傲。但现在怎么看怎么难受。是啊，高明没说错，这2个儿子就是来看他们兄长笑话的。这一点没错，去送送他，都去送送。不知道为何，到了此时此刻，李二倒是动了几分真感情。这就是皇帝吗？也许吧。李二惨然一笑。从他登基至今，满打满算也不过是5年出头，而这5年几乎是大唐最为艰难的5年，说是内忧外患也不为过。从登基之初，率6旗和协力可汗定下渭水之盟，是他只愿意率6旗吗？不是，真的不是，是他没办法，只能虚张声势罢了。而贞观前4年，正如魏征所说，年年都有灾害，他忘不了啊，忘不了当初他是如何把那蝗虫生生的咽下肚的，那个滋味，哪怕到了今天，他都忘不了。这就是皇帝，所以当他发现李承乾已经不再按照他的安排走下去的时候，他选择了放他离开，因为他是皇帝，因为皇帝的权力谁也不能染指，哪怕那个人是他儿子。为了登临大宝，他连亲兄弟都杀了，自己的父皇也被他逼下台了，那么一个儿子又如何能够例外？等所有人都被他赶出大殿送李承乾之后，他招了招手，一个老太监不知道从哪儿走了出来，去给他准备几辆马车。于国朝，他终究是有功的。李世民有气无力地说着，但这话说完又冷不兴地道，顺便派人将东宫所有人都控制住。前一句话他还是一个父亲，后一句话他就变成了一个帝王，这就是李世民。而在大殿之下，朝政却是不知所以。他没出去，文武百官他不算，东宫亲卫他也不是，这会儿他正在天人交战，他知道他要做一个决定了。陛下，卑职也想随太子西行。咬了咬牙，朝政还是开口了。一直到他开口，李世民才发现这大殿之下还有一人，倒是诧异地看了他一眼，问道：“你是觉得朕不如他？如果单论医治外伤的话，陛下的确不如。朝政就是个医痴。”放肆！李二还没发飙，他身旁的太监便呵斥了起来。朝政面带微笑地说道：“卑职只不过实话实说罢了，虽然与陛下相比，殿下差之甚多，但就算是陛下要砍了卑职的头，卑职还是那句话，单论医治外伤，
与殿下相比，普天之下无人能出其右。吃人有一点很让人厌恶，那就是认死理。不过好在朝政遇到的是李世民，他虽然狠，但你必须得承认，他真的有足够的心胸，包容一切对大唐有利的人或者事。李承乾说大唐是一个包容兼蓄的时代，其实这话还真不是李承乾说的，是后世无数人总结出来的。而真正让大唐做到包容兼蓄的人是李二。是的，就是这个杀了自己兄弟，逼自己父皇退位，甚至在未来还杀了自己儿子的李二。他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污点，但你必须承认，他真的有博大的胸怀。不管是如今对魏征这个东宫旧臣的包容，还是对那些异族将领的信任，都在证明着这一切。上行下效就是大唐包容兼蓄的原因。去吧，照顾好他。他说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但他何尝又是一个合格的儿子？也未必能做好一个合格的太子，但他却是一个合格的亲人。李二有些颓废，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讲这些。朝政躬身施礼后，也就离开了大殿。一时大殿中除了内侍，再无旁人。而此时在太极殿外，朝着宫门走去的路上，房玄龄、魏征、李靖等人走在李承乾的身后，也是不知道说什么。诸位，送君千里，终有一别，留步吧。眼瞅着就要到了宫门，李承乾回过身，施礼说道。众人更是五味杂陈，这事儿闹得好好的一个早朝，结果怎么就闹成了这样？哎，无数的言语最终只化作了一声叹息。房玄龄摇了摇头，说道：殿下一路珍重，若有不遂，回来就是。回得来吗？李承乾笑道。众人不再言语。是啊，还回得来吗？他们又怎不知？经此一事，李世民和李承乾之间终归是有了一道隔阂。哪怕此时李世民表现得很平淡，但大家都明白，李世民心中早已是怒火冲天。看了看站在人群中的李泰和李克，李承乾腰间拆着一只带血的簪子，走上前拍了拍两人的肩膀，说道：我走之后，太子之位你们尽可去争，但有句话我说在前面，争可以，不能流血。如若有人这么做了，哪怕我在万里之外，也会马踏长安。前面语气还算温和，说到最后的时候，李承乾的语气突然就变得很厉了起来，配上他那诡异的造型，属实有几分威严。听他说完，李克和李泰都愣住了。这样的李承乾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而李承乾见他们没说话，怒声道：听到没？听到了。两人又是一愣，赶紧回答了一句：对付两个小屁孩，李承乾是一点压力都没。哪怕你们再怎么早夭，但年纪摆在这里，阅历摆在这里。这一幕让一众文武百官更是惋惜。这一刻的李承乾真的有了那么几分长兄的威严，这该是一个多好的太子啊！李承乾没管他们，又拍了拍李泰，说道：青雀，我走了之后，帮我多给父亲、母亲大人尽尽孝，也多帮我照顾一下弟弟妹妹，就当是我这个当大哥的拜托你了。一定。李泰这会儿是真的有些茫然，他没想到李承乾真的要走了，而且还要去那么远，西域啊！此番西行还能不能再见，都是两说。李承乾又重重地拍了拍李泰的肩膀，全当感谢，跟着又拍了拍李克的肩膀，说道：三弟，我们虽然不是一母同胞，但毕竟都是父亲的孩子，是兄弟，亲兄弟。大哥不要求你别的，就记住一点，父亲其他的孩子也是你的兄弟姐妹，对他们都宽厚一些，包容一些。我们彼此不是仇人，是亲人，是流着一样血脉的亲人。李克也是一脸的呆滞，不知道该说什么，只知道点头了。但这一切看在满朝文武眼里，那就是长兄风范。只是这一切都迟了。当然，李承乾之所以愿意跟他们在这里废话，其实只是为了将来做准备。如果将来有机会，他肯定还会回来的。就在李承乾他们三兄弟上演兄友弟恭的时候，朝政却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拱手施礼道：殿下，我也想去西域看看。李承乾有些不懂，像朝政这种有一技之长的，留在哪里都将有一个不错的发展，没道理跟着自己去西域吃沙子。现在可不是后事，去西域可不单单是吃沙子，能不能回来都是两说。也许是看出了李承乾的疑惑，朝政说道：我最近对外商颇感兴趣，还望殿下成全。这么一说，李承乾懂了，这家伙可能是以为自己对外商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什么的，当下就点头算是答应了。他们一行人多个大夫，倒也是好事。这年头大夫太稀缺了。就在这时，一个老太监夹着腿走了过来，躬身说道：殿下，这些都是陛下让老奴送来的。老太监身后跟着几辆马车，其中还有2辆马车上装着各种物资，在马车后面还有人牵着几十匹好马。到了这一刻，李承乾才算彻底的松了口气。他之所以和文武百官在这里寒暄，和李泰、李克在这里上演兄友弟恭，就是为了等李世民的态度。皇帝往往都是反复无常的，这一点无数的史实已经证实过了，容不得李承乾不小心。不过这会儿倒是好了，李世民的态度已经表现出来了。对此，李承乾也没拒绝，躬身说道：还请替不孝子谢过父亲大人。跟着李承乾一挥手道：伤势没痊愈的都上马车，其余人上马。说完，他自己率先就上了中间第2辆马车。在进入马车之前，他又回头看了看满朝文武，拱手道：诸位就此别过，还请诸位莫要计较小子狂悖，今后当齐心合力，辅佐父亲大人，为我大唐开万世之太平。建不世之功，1000年之后定是一桩美谈，定当如殿下所言，开万世之太平，建不世之功。李靖拱手道。房玄龄这会儿也笑道：若是如此，定是一桩美谈。将来殿下西归而回，吾定当西出长安30里迎之，彼时之盛世，定当如殿下所愿也。魏征也是一脸向往的说道。李承乾又看了看卢御史、崔大人一行，笑道：卢御史、
崔大人，我等在朝堂争锋，并非图一己之私利，皆是为盛世大唐而争而辩。在此，承前为之前多有不敬，向诸位长者告罪，还望诸位不计前嫌，辅佐我父亲大人，为这盛世大唐夯实根基。也请房仆射、礼仆射代我转告父亲大人，我之选择非他人之过，莫要牵连他人。李承前在此拜谢。说着，李承前又重新走下了马车，向一众文武大臣施了一礼。而卢御史听李承前这般言语，当时就跪了下来，满脸泪痕地说道：“老臣糊涂，糊涂啊！他知道他活下来了，就因为李承前的这番话，他活下来了。要不然逼迫太子自废自戕，他有100个脑袋都不够砍的。但现在李承前说他们的争论是为了盛世大唐而争，这就给了他一个活命的机会。但他们之前为何争论，他很清楚。崔大人等人也是瞬间反应了过来，很快就齐刷刷的跪了一片，感激之言不绝于耳。房玄龄、魏征、孔颖达、李靖、程咬金等人则是遗憾地看着这一切。此时他们心里其实也不平静，因为这样的太子真的是他们想要的。这会儿他们很想跟李承前说一句：殿下有乃父之风。对于这一切，李承前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也不管那跪下的一群人，再次走上马车，道了一句珍重，就吩咐人赶车走了，可以走了。该装的逼都装完了，再留下去也没任何意义了。这一刻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从此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看着并不长的队伍走出太极宫，房玄龄摇了摇头，正准备说点什么的时候，一旁的程咬金抬头看了看，突然道：下雪了。众人闻言也抬头看了眼，是啊，下雪了。孔颖达第一次没有反驳程咬金的话，可我们的太子殿下却在大雪之日西出长安，也不知道是谁嘀咕了一句。众人又是一番感慨。这般想着，众人又看了一眼还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的卢御史等人，心中却是多了一些温暖。这些家伙是真的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啊！若不是李承前那些话，他们只怕今天连宫门都出不去。而李泰和李克这会儿却是叹了口气，他们很清楚，什么太子，什么储君，今后都跟他们没多大关系了。不说李世民从头至尾都没有褫夺李承前的太子之位，就看看这满朝的文武，哪怕是卢御史他们这些人，估计心中认可的太子，如今也只有李承前一人。那气度，那心胸，那抱负，就算是他俩，不也在刚刚折服于前吗？不过转念一想，他俩又松了口气，若是不再有那些幻想，做个逍遥王爷，怕也是快活的一生。回去吧，陛下还在等我们。房玄龄又一次叹息了一声，还是说道：毕竟早朝还没结束呢。另一边，李承前一行人已经出了皇宫，直奔金光门而去。因为李承前腰间的伤，朝政和刘三都在李承前的马车上，这会儿正在帮他包扎伤口。刘三一边打着下手，但总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想问什么就问，不用拘谨。李承前其实知道他想问什么。刘三犹豫了片刻，终究还是问道：殿下为什么要放过卢御史他们？若非他们，殿下何至于受这般罪？刚刚朝政给李承前清洗伤口的时候，李承前为了维持自身的威严，虽然咬牙硬挺了下来，但是不管是朝政还是刘三，都看到了殿下额头上的汗水。这话其实不该他过问，但他就是为殿下打抱不平。凭什么啊？我们并无私怨，都只是希望国朝更好罢了。李承前笑道，他知道不单单是刘三，那些亲卫包括朝政都好奇，所以也就找了个机会给他们解释了一番。当然他不会说这都是有原因的，作为一个后世人，该怎样立人设还不需要别人来教，至于更深层次的含义，估计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太极殿，当文武百官再次回到大殿上的时候，总有种物是人非的感觉，大家时不时的都会朝着李承前之前坐的位置看一眼，哪怕是李二也是如此。很奇怪，李二并没让人撤走李承前的位置，就那么空荡荡的留在那里。他说了什么？李二问了一句。房玄龄出班躬身道：殿下在临走前让吾等齐心合力，辅佐陛下，为我大唐开万世之太平，建不世之功。为我大唐开万世之太平，建不世之功。李二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喃喃自语道：他心中还是有大唐啊，还有呢。他还说了什么？殿下说，之前朝堂之争，众人并非是图一己私利，皆是为盛世大唐而争而辩。为此，殿下托微臣和李仆射转告陛下，殿下之选择，非他人之过，莫要为其牵连他人。房玄龄说完就站在了一边，他知道最终做决定的还得是李二。就如在李二没有下旨褫夺李承前的太子之位前，那李承前就还是大唐法定的继承人。扑通！就在房玄龄刚说完的时候，卢御史当下就冲了出来，直接跪在了地上，痛哭流涕地说道：陛下，老臣糊涂啊，糊涂啊！跟着一群士族官员也跟上来跪倒在地。李二没开口，他在思量李承前说的那些话。殿下还见李二没开口，李靖也出班站了出来，将李承前对李泰兄弟的交代说了一遍。直到李靖说完，李世民才看了看跪成一片低士族官员，叹了口气，说道：既然高明说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与尔等也只是为了盛世大唐相争，并无私怨，那此事就到此为止。指望你们今后能尽心国事，帮朕帮大唐夯实根基，也不枉高明在临行前还为你们操心。臣等定当尽心竭力，为我大唐开万世之太平，建不世之功。一众文武百官顿时躬身施礼道。李二欣慰地点了点头，这才是他想要的结果。之前他还在烦恼怎么处理李承前走后留下的后遗症，谁知道李承前都帮他想好了。对李二来说，杀一个卢御史没问题，毕竟这家伙好巧不巧，每次都在最关键的节点上出现了，真要拿他治罪，
就连士族那边也没人敢说什么，能说什么？毕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是这些士族立身的重要支柱，背弃了这些的士族还是什么士族？对李二来说，他能借此治罪如御史，甚至能顺便打压一下士族，但也仅仅如此罢了。更深一步，他也做不到。说到底，还是士族太过庞大了。但相反，能展现一下他身为大唐皇帝包容兼蓄的心胸，顺便还能笼络一下士族，哪怕只是小部分的士族官员，对他而言也是极大的一个推进。一个皇帝可以凭借好恶而行事，但一个以成为千古一帝为目标的皇帝，却是只看利弊，且能很好的压制自己内心的喜恶。念及此，李世民突然站了起来，气势恢宏地说道：“传旨，太子李承乾奉命替天子巡狩天下，体察民情，赐天子剑，路遇不法，可先斩后奏。陛下圣明。”众人再次高呼。只不过此时，众人心里却是了然，李世民这是不打算再立太子了。不管李承乾在哪里，在做什么，只要他还活着，就一直是大唐的太子。可李承乾是要去西域的，一个身处西域的大唐太子和没有太子有什么区别？如果是放在以往，魏征一定会跳出来，东宫不可一日无主。既然李承乾都跑没影了，那再立一个太子才是当务之急。毕竟这是国本，是储君，是为了应对不时之需的。但今天魏征没说话，至少在他心里觉得李承乾就是最合适的太子。只要李承乾一日不死，他都相信李承乾就是最合适的太子。想想那心胸，那气度，那抱负，再想想他为了避免兄弟相残，自我流放到西域，这份仁爱又是哪个皇子可以比拟的？士族那边也没说话，就凭李承乾在临走之时还在为了他们的安危顾虑，他们就不会在此时多言。至于那些武将，不说他们对李承乾很是欣赏，就算是厌恶，只要李二的话，他们又拒绝过几次。当然，这一切也是李承乾需要的。他之所以愿意在他们面前谦卑一些，就是为了他走后在长安还有人为他说话。虽然不知道未来是否能回来，但是提前做一些准备还是很有必要的。接下来，李世民和众人又因为李承乾的离开做了很多的安排，一直到辰时末，早朝才算结束。而这边早朝刚结束，东宫那边长孙皇后就得知了消息。原本正在和长乐公主一起伺候李治这个小祖宗，一听内侍传来的消息，顿时就站了起来，怒声道：“这个逆子，他究竟想做什么？”他是怎么也没想到，李承乾居然自贬去了西域。李治这会儿还小，倒是什么都不懂，但长乐公主却是已经10来岁了，懂了一些东西，加上从小就在皇宫长大，很多事情也是耳濡目染，顿时就梨花带雨的说道：“太子哥哥不要我们了吗？”长孙皇后的几个孩子关系都不错，在李二还没登基之前，几兄妹的日子其实也不好过，那个时候尚且可以抱团取暖。但随着李世民登基，李承乾兄弟长大，欲望就像一头猛兽一般，撕裂着那本就单薄的血脉亲情。听着李丽芝的哭泣，长孙皇后更是心烦意躁，迟疑了片刻，这才说道：“备车，本宫倒要看看他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母后。”李承乾这一手把长孙皇后弄得措手不及。和李二不一样，李二的子嗣众多，说句难听的，多一个少一个，对李二影响不大。但他长孙皇后就这3个儿子，但李承乾一下子近乎是废了2个。看了看还只会满地打滚的李治，长孙皇后就气不打一处来。做母亲的哪有不自私的？哪个母亲不想把最好的都留给自己儿子？就算是被后世称之为一代贤后的长孙皇后，又怎能例外？西出长安10余里有一凉亭，李承乾一行人这会儿就在这10里凉亭稍作休息。一来是雪越下越大，大家需要补充衣物和填饱肚子；二来也是检查一下物资。此番西行路途遥远，如果是李承乾一个人的话，其实还好，但如今加上他，一共有23人，这都是自己的班底，哪怕人数少了些，但也必须引起李承乾的在意。当然，刨除这2个原因，最后一个原因便是等人。李世民他见识过了，但是那位被无数史学家称之为一代贤后的长孙皇后，他可还没见识过。而根据他自身对历史的了解，再结合原身的记忆，他有80%的把握长孙皇后会来，而且还是李世民默许，甚至亲自开了后门的。殿下，物资清理好了。就在李承乾在凉亭里烤着火的时候，刘三和朝政哆哆嗦嗦的走了过来。总共也就20来人，除了几个重伤未愈的在马车上休息，其余人不是在喂马，就是在凉亭4周警戒。虽然人数不多，但也有那么几分井井有条的意思。从朝政手里接过一个单子，李承乾笑了笑：“李二这个便宜，老子倒是没小气，给的东西倒也实在。”见刘三和朝政冷得直哆嗦，李承乾摇头说道：“马车上不是还有御寒的衣物吗？没喊2人进来烤火，这年头尊卑有别，同样是他们刻在骨子里的东西，那些可都是殿下的。”刘三闻言正色道：“行了行了，赏你们了。”李承乾懒得和他掰扯，根本就掰扯不清。刘三却是恭敬的单膝跪地道：“谢殿下赏赐。”说完扭头就跑。他也知道冷的，但是那些东西都是李承乾的，哪怕他们冷死也不会动。当然，李承乾开口了，那就另当别论。自从他们决定跟随李承乾走一遭西域之后，他们就自认为是殿下如今最亲近的人，家臣可能还不配，但总归是有了几分家奴的味道。所以对于李承乾的赏赐，他们是不会拒绝的。刘三走了，朝政却是留了下来。殿下感觉伤势如何？李承乾笑了笑道：“还好，他又不是真的要弄死自己，只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对了，那几个重伤的情况怎样？有一个情况可能严重点，但其他几人将养一段时间，应该就无碍了。”朝政说话的时候满脸的喜色，他从医这么多年还没见过这样的事儿。李承乾点了点头，也不再言语。就在这时候，一骑快马朝着10里凉亭奔袭而来。
那些亲卫顿时打起精神，握紧手中的兵器，一副严阵以待的模样。放松点儿，让他过来。李承前已经猜到是谁要来了。很快，那快马飞奔而至，距离李承前还有数十米的时候，就一跃下马，小跑着朝这边跑来。半路上和一个亲卫交谈了2句，亲卫就把他领了过来，但是没让他进入凉亭。殿下，他说他是皇后娘娘派来的，有要事禀告。亲卫赵岩躬身道。李承前说道：“让他进来吧。”终究还是来了，看来自己没有白等。这般想着，那人走了进来，躬身道：“殿下，皇后娘娘让殿下稍等片刻，娘娘马上就到。你回去报信吧，就说我在这里等着。”李承前说完就吩咐道：“收拾一下。”一瞬间，众人忙碌了起来，而那人也很快骑马往回赶。他的任务就是追上李承前，告知长孙皇后要来的消息，这会儿也要把消息带回去。在众人忙碌的时候，李承前摇头苦笑，果然啊，李二还是放长孙皇后来了，其目的不言而喻。对于长孙皇后，李承前是极期待又畏惧。期待是因为那终究是名垂千古的一代贤后，能亲眼领略一下她的风采，倒也不错。至于畏惧，其实也简单，那毕竟是李承前的生母，他也害怕露出破绽。约莫2刻钟的样子，一辆奢华的马车在一队羽林军的护卫之下，停在了10里凉亭之外。李承前叹息了一声，走了出去，见到那个印象里雍容华贵的女人从马车上走了下来，当即也不管大雪天地上是否多有不堪，直接屈膝跪了下去。不孝子无颜见娘亲。长孙皇后本来是一肚子的气，但是见着李承前跪在泥泞的地上，加上她腰腹间虽然包扎了，但还是能看到白色长衫上沾染的猩红血迹，一瞬间怎样埋怨的话都说不出来了。何苦呢？长孙皇后一把拉起李承前，无奈的叹息着。来的路上，她已经知道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也就打消了她劝李承前回头的想法。作为李二的贤内助，她明白这不单单是李承前自己要西行，而是李二感受到了威胁。对于皇帝而言，尤其是李二这样的雄主，他需要一个有威望的太子来继承自己打造的盛世江山，但前提是这个太子必须在他的掌控范围之内。很显然，李承前的表现超出了他的掌控，因为自身德国不正，让他不得不对自己的儿子也多了一分警惕。所以当他感觉到李承前已经不在自己的掌控之内，他也就顺势答应了李承前。娘亲勿恼，这件事对于孩儿来说其实是好事。李承前起身后，扶着长孙皇后就往凉亭走。刚走2步，一个小姑娘就从马车上哭着走了下来，也不说话，就揪着李承前的衣摆，小脸上还带着泪花。丽质长大了。李承前腾出只手摸了摸小姑娘的脑袋，人他是认识的，李丽质，大唐长公主、长乐公主，是自己的嫡亲妹妹。李丽质也不说话，就揪着李承前的衣摆，跟着2人进了凉亭。凉亭里早已安置了几张软榻，长孙皇后坐下后说道：“此番西行，危机重重，你可如何是好？”说到底，她还是担心自己的这个儿子，毕竟今年的李承前也就虚岁13而已。李承前倒是很享受长孙的关心，从第一眼看到这个女人开始，他就觉得真要是有这样一个娘亲也不错，让娘亲操心了。李承前说道：“其实此番西行倒是无碍，甚至于孩而言更是天赐良机。”不知道为什么，李承前从一开始有些畏惧这位被后世称之为一代贤后的女人，但真当见到长孙皇后，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原身的影响，竟然多多少少有些亲近之情。长孙皇后倒是不知道李承前的心思，闻言问道：“此话怎讲？”对于长孙皇后而言，如果李承前此行没有危险，那当然是皆大欢喜的事情。说到底，她虽然贵为大唐皇后，但同样也是一个母亲。作为一个母亲，她最大的渴望就是自己的几个孩子都平安顺遂，这是最基本的。至于皇位可以有，但比起几个孩子的安危而言，却是没那么重要。娘亲，孩儿又不傻，我只是不想和父亲还有几个弟弟们起冲突，但又不是真的要去自寻死路。李承前笑着说道。对于他而言，这样的感觉很古怪。前世忙于工作，其实和家里人沟通并不多，而且结婚后对父母好像也冷淡了很多。直到后来，父母相继离世后，也就早几年还回去扫扫墓，但随着自己孩子越来越大，工作越来越忙，回老家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这会儿倒是有了些别样的感觉。听李承前这么说，长孙皇后叹了口气，她的出发点总归是好的，但就是苦了自己。可有什么办法呢？出生在帝王之家，很多东西真的就是命，苦了你了。长孙皇后怜惜地说了一句，目光慈祥地看着李承前。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半点不由人。李承前苦笑了一声，道：“高门大户尚且如此，何况我出生在帝王之家，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不幸。”可能是觉得话题有些伤感，李承前又露出了一个笑脸，说道：“娘亲，无碍的，我又不是没有准备，准备了又能怎样？”长孙皇后好像忘了李承前说他此番西行可能是天赐良机，或许他问了一句后自己都不信。西域苦寒之地，距离大唐千里之遥，称王道寡者足有30之余，你就带着这么些人，自保都难啊！一想到自己的儿子就要去那么一个地方受苦，他这个做娘的心里就不落忍。也不知道怎地，李承前心里居然暖洋洋的，这是他穿越以来第一次觉得这个大唐能带给他温暖的时候。娘亲，无碍的。李承前说道：“我又不是真的要去西域，那地方终究太远了。”这会儿，不管是长孙带来的羽林军，还是李承前的亲兵，都离凉亭远远的戒备。凉亭里只有长孙和李承前2兄妹。至于李丽质，这会儿就扑在李承前的背上，也不说话。长孙皇后听到李承前的话，顿时就愣住了，出言问道：“你不去西域？”“不去啊。”李承前说道：“
只不过是在朝堂上说说罢了。西域太远了，就算不远，以我现在的实力去了西域，估计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班定远的。听到李承前肯定的回答，长孙皇后压在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只要不去西域就好，她就怕李承前有班定远之志。历此大志没问题，关键是如今的李承前实力太弱了。那你准备去哪里？长孙皇后问道。回长安是不可能的，李儿现在可能都得防他一手。没办法，皇权太让人着迷了。去吐一魂。对于长孙皇后，李承前没打算隐瞒，而且这其实也是李二想知道的，不然长孙皇后都没机会走出长安城。而听到李承前要去吐一魂，长孙皇后一下子就站了起来，说道：去吐一魂和西域有什么区别？吐一魂这些年没少和大唐发生冲突，要是让他们知道了，就慕容浮羽那个性子，搞不好会在吐一魂疯狂劫杀李承前。当然目的肯定不是为了要李承前的命，但有李承前在手的慕容浮羽绝对有资格跟大唐掰掰腕子。有区别的。李承前很有耐心地解释道，我又不会一去就深入吐一魂，只会在两国的边境先发展，真要有什么危险，我马上就退回大唐，他慕容浮羽还敢来我大唐境内劫杀我不成？所以说此行其实并没有什么危险。这确实是李承前的想法，君子尚且不立于危墙之下，更何况他这个算不得君子的家伙。听到这里，长孙皇后才算松了一口气。如果是在边境的话，的确危险不大，要知道如今的大唐将士可都是百战汉族，还不是小小吐一魂可以挑衅的。当然吐一魂也挑衅过，可是你想在吐一魂发展自己的势力太难了。长孙皇后还是摇了摇头。李承前却是不这么认为，说道：娘亲，你太高看吐一魂了，这些年我们大唐年年受灾是没错，但是吐一魂的日子可也不好过，差不多也是年年血灾，比我们好不到哪里去。而且我就没想着直接和他们起什么军事冲突，我是去帮助他们的，帮他们度过这可恶的血灾，帮他们抵抗风雪。真要说起来，慕容浮羽那个老家伙还得感谢我才成。李承前从没想过以军事实力作为发展的基础，他想的从来不是军事，而是资本，是商业。作为一个后世人，对付这个年代的土包子们，还需要用武力吗？没有自保的实力，慕容浮羽能把你吃的骨头渣子都不剩。长孙皇后不悦地说道，他就怕李承前太过盲目自大，这是会吃大亏的。李承前笑道，娘亲，你不懂，我真的是去帮助他们的，他们不是在遭遇雪灾吗？我帮他们抵御风雪，他们不是穷吗？我带他们赚钱，慕容浮羽能帮他们什么？帮他们饿肚子吗？这世上啊，真正能推翻一个王朝的，永远都是那些平日里被我们看不起的老百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农民。要不你看看历朝历代是不是如此？没有农民参与的造反，那都不配叫造反，充其量也就是个地方作乱。而我呢，我没想在吐一魂作乱，只是想帮吐一魂那些受苦的人把日子过好。等他们过上了好日子，慕容浮云想对付我，首先就得问问他的那些子民答应不答应。到了那个时候，我未必没有能力掀翻他慕容浮云，甚至瞭望西域30国。听李承前这么说，长孙皇后惊讶地看着他，突然他有了一种看李世民的感觉，但随即他又叹了口气，说道：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不说别的，你怎么帮他们那些人过好日子？大唐如今还有人食不果腹，难道吐一魂的国力比大唐还强？对于吐一魂，李承前是真的了解过，甚至可以说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在他当时定下吐一魂这个目标后，就凭借自己太子的身份找了很多关于吐一魂的资料。通俗点说，如今的吐一魂就是后世青海湖那一片，往西一直接壤天山。之所以在这个年代被称之为苦寒之地，那是相对于中原而言。但真要说起来，任何一个地方能让人长久愿意在那里生存，总归是有一定原因的，至少那片土地还能养活这一群人。至于说到了吐一魂后怎么立足，这个李承前真的考虑过，并且在不断的完善。他们不是这些年连年雪灾吗？那就搞实业。他们不是穷吗？那就搞经济。当然这些都还只是他自己的设想，也许真要去做的时候没那么容易，但起码他是有一个方向的。至于说到国力，吐一魂肯定赶不上大唐啊，真要是吐一魂有大唐这样的国力，那还有他什么事？娘亲，话不是这么说的。李承前笑道，正是因为吐一魂国力不足，才有我生存的空间。真要是国力强盛，不说胜过我们大唐，就算能媲美大唐，那还需要我做什么？就像现在大唐子民中也许还有人食不果腹，但真要有人鼓动他们去反抗朝廷，那你得小心被他们一锄头给搞死了。好不容易才从前朝乱世的泥沼中爬了出来，哪怕现在尚且有人还食不果腹，但每次大灾大难的时候，朝廷不也是尽可能的去救灾吗？老百姓对一个朝廷的认可是什么？是当他们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还有人惦记着他们，再尽可能的拉他们一把，哪怕只是把他们半截身子从泥沼里拉出来，也够他们感恩戴德了。因为他们是真正在泥沼里挣扎过的人，所以他们不会允许任何人再把他们拖进泥沼。但吐一魂不同，正是因为他国力不足，无力救灾，导致这些年死于大雪灾的人比比皆是。也正是因为国力不足，所以这些年吐一魂不断的骚扰周边，说到底无外乎是劫掠周边国家，缓冲自己内部矛盾的同时，劫掠本国急需的物资罢了。所以我去吐一魂还是能做一些事的。李承前没讲他具体要怎么做，也就大致的分析了一下如今的局势。一来是他要做的事，说了长孙皇后也未必能理解；二来嘛，很多事情说了也怕长孙皇后怀疑，总不能直接说我知道哪里有铁矿，哪里有煤山吧。而长孙皇后听着李承前侃侃而谈，终于露出了笑脸。就李承前的这一番见解，本就不是一个10多岁孩子有的，
很多经年老臣可能都没自己这儿子看得远、看得深、看得透。既然自己孩子有如此见识，那他还有什么可担心的？总的来说，对于李承乾，他还是很满意的。于私，他能为了避免父子兄弟之间的冲突，放弃那无数人争破头皮的太子之位，去西域另辟蹊径。而抛开私情，李承乾的见识才学，在长孙眼中也是一时无两。既然你已经想好了，就去做。长孙皇后难得的笑了笑，道：“终归事儿大不由娘，不过有一点你要答应母后。”娘亲请说。李承乾也很高兴，很多年没有感受到这种亲情了，一时间让他心里有些飘飘然。在任何时候都不要以身犯险，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更何况你还是我大唐太子，明白吗？长孙皇后很是郑重地交代着。李承乾点了点头，这是当然，他可不会选择送死，能苟起来的时候一定苟。见李承乾点头，长孙皇后又说道：“那还需要母后帮你什么？”“帮什么？”思量了片刻，李承乾说道：“倒是没什么需要娘亲帮助的，不过娘亲确实可以派一支商队去陶州，我大概会从陶州出关，最终在积石山一带图谋发展。”说到这里，李承乾倒是笑了，到时孩儿倒是可以和娘亲做点生意。和长孙皇后越接触，李承乾就觉得越舒服。无他，长孙是发自内心的站在一个母亲的角度，在替自己的孩子担心。当然，如果李承乾是个混账，跟他爹一样，琢磨着弄死自己兄弟，长孙一定是另一副嘴脸。这个问题很扯淡，女人能接受自己的男人杀兄宰弟，逼自己老子让位，但很难认同自己儿子这样做。正是因为李承乾这般表现，让长孙皇后都忽略了今天的李承乾和昔日的李承乾还是有区别的。母后能和你做什么生意？长孙笑着说道：“左右不过是一支商队，到时候我安排人过去，其他的就你自己负责了。”他管理着内堂，也就是皇室自己的小金库，给李承乾弄一支商队的权利还是有的。别，娘亲！李承乾急忙阻止道：“这事儿只能当作生意来谈，虽然孩儿知道娘亲是一片好意，但没必要，到时娘亲安排一个得力的人过去就是。他不能明说这笔生意究竟有多大，闹不好就这商队1年的收入都能顶得住内堂了。你还跟母后客气？”长孙有些不悦了。人很奇怪的，尤其是女人，东西送不出去，他是真的不高兴。李承乾笑道：“不是，娘亲你是不知道，孩儿手里有很多能赚钱的路子，别的不说，就给我那些清兵治伤酿造的酒，真要拿出来卖，绝对是一笔大生意，尤其是在草原上和北方，这种烈酒更合他们的胃口。所以娘亲还是自己派人来的好，而且既然是做生意，娘亲有钱赚，孩儿自然不会亏。”经李承乾这么一提醒，长孙也想起来了，的确是听说东宫酿的酒堪称佳酿，虽然不知道他是在哪里学的这些，不过东宫那么多先生，那么多书籍，学了些杂学也不足为奇。没再纠结这个事，左右是孩子的一片心意，作为母亲接受了也就接受了。长孙皇后思量了片刻，又看了看趴在李承乾背上不说话、低声抽泣的李立志，良久才说道：“要不把长乐也带去？”这一段当时考虑欠妥，当时就算让长乐逃婚都比这个强，不好意思，改是改不过来了，后文太长，见谅一下。之所以他会带着长乐来，就有这个打算。当然不是说他厌恶长乐，相反，他非常疼爱自己这个闺女，只是他担心李承乾在外时间长了，尤其是真当他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怕他淡漠了亲情。长孙是从乱世过来的，更是陪着李二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他太清楚一个人在成就雄图霸业的时候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不说别人，就说李二，他也不是一开始就准备对自己兄弟挥起屠刀，相反，在他们三兄弟小时候关系还是很好的，直到三兄弟都开始南征北战以后，几兄弟才有了嫌隙，或者说有了更大的野心，而这份野心承载不了亲情，他就怕李承乾也是如此。长乐在这其中的作用，就是为了不断的提醒李承乾他还有兄弟姐妹，还有父皇母后。单从这一点来讲，长孙皇后真的是用心良苦，她担心李承乾在成就自己王图霸业的时候迷失自己。当然一开始她也是有些犹豫的，毕竟长乐还小，也要顾及自己女儿的安危。只是在渐渐得知了李承乾的打算后，她又再次有了这样的想法。只能说每一个做母亲的为了自己孩子都是操碎了心。李承乾倒是一愣，一时间没明白长孙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回头看了看同样有些不解的李立志，这才说道：“娘亲，这不合适吧？小妹是大唐公主，这传出去恐引非议。”对于这一点长孙也知道，但是相比这个，他更担心李承乾将来会和他的父皇兄弟兵戎相见，那一定是他无法接受、无法面对的。他太清楚权力带来的欲望究竟有多迷人，前车之鉴便是后世之师。你不是说此行没危险吗？长孙还是坚持道。除了有让李立志不断加重李承乾心中亲情的筹码，也有阻止李承乾以身犯险的想法。在李承乾他们还小的时候，李承乾对李泰和李立志还是很照顾的。虽然这两个弟弟妹妹其实比李承乾小不了多少，但是兄长就是兄长。长孙皇后相信，只要有李立志在，李承乾一定不会以身犯险，他不可能丢下自己亲妹妹不管的。而在这个过程中，李立志也会不断的加重李承乾心中亲情的分量，这本身就是两全其美的事。至于说会不会苦了自己闺女，长孙却是管不了那么多了，凡事都有个轻重缓急，是没危险。李承乾正准备拒绝，只是刚开口就明白了长孙的意思。而趴在李承乾后背上的李立志马上就从李承乾的后背上爬了下来，扑倒长孙的怀里抽泣道：“我不要离开母后。”李立志今年也才10来岁，对于母亲的依恋远胜于李承乾。虽然他舍不得自己大哥，但同样也舍不得自己母后，让他在自己大哥和母后中间做一个选择，着实是难为他了。
长孙见闺女哭得梨花带雨的，心里也是不落忍，但衡量利弊之后，他还是说道：“长乐乖，听话，跟你哥哥去，什么时候想回来了，就让你哥哥派人送你回来，母后和你父皇就在皇宫里等你。”重男轻女这个思想自古有之，哪怕是一代贤后，也避免不了这样的俗套。长孙很清楚，如果李承前身边没有一个自己至亲的人，今后他对亲情的认知只会越来越低。李二当年就是如此，他不想李承前也变成这样。李承前看着李丽质哭得梨花带雨的，心中也有些不忍。不过想到李丽质最后嫁给了他表哥长孙冲，20来岁就逝世了，李承前多少有些唏嘘。再想一想，穿越前自己闺女也就这般年纪，如今闺女是没了，但是多了一个妹妹来承载这份感情，好像也不错。再说了，长孙做的决定，他其实是没办法拒绝的，至少现在没能力拒绝。有了这样的想法，李承前就笑着开口道：“外面很好玩的哦，跟皇宫里一点都不一样，有很大的草原可以骑马，有雄鹰在天空中翱翔，还有好多好多和你年纪差不多大的小伙伴可以一起游戏。一个10来岁且久居深宫的小屁孩，哪听过这些？”虽然对母亲很是依恋，但是听到李承前这么说，顿时就止住了啼哭，转过头，带着一脸泪花的问道：“那我可以和那些小伙伴一起去大草原上骑马吗？”“当然可以。”李承前说道，“你可是我们的小公主啊，为什么不可以？”李丽质心动了，从小长在皇宫，虽然衣食无忧，但看到的世界就那么大，在她的印象里，她出宫的次数都屈指可数，所以听到外面的世界这般精彩后，她心动了。“那我要是想父皇母后了怎么办？”李丽质小声地问道。李承前笑道：“娘亲不是说了吗？你想回来，哥哥就派人送你回来。”听到这里，李丽质不哭了，小脸上甚至露出了笑容，可能是有些不好意思，又回头看了眼自己的母后。“想跟你哥哥去吗？”长孙疼惜地摸了摸自己闺女的小脑袋。李丽质重重地点了点头，她这个年纪也就是个孩子心性，对未知的一切都是好奇的，当然愿意去外面看看。出长安啊，这还是她第一次，想去就去，但是要听你哥哥的话，听到没？见到自己闺女愿意，长孙也就不再多说什么。李丽质笑着点了点头，小孩子就这点好，注意力不集中，很容易就被人带沟里了，还要帮母后照顾好你哥哥，不能让他去做危险的事儿。长孙继续嘱咐着。李丽质这会儿心早就飘到千里之外了，反正长孙说什么，他都只会点头。当然，长孙怎么也没想到，就因为他私心的一个举动，却造就了大唐乃至华夏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公主。想想也是，跟着一个本来就不正常的李承前，他还能按照你皇家规矩来，那才怪了。三母子又寒暄了一会儿，长孙终于要离开了。不过离开之前，长孙皇后倒是给李承前留下了几个宫女，主要是为了照顾李承前和李丽质的饮食起居。当然，这些宫女其实也领了长孙的密令，会把他们兄妹发生的一点一滴都传回去给长孙。这也是之前就有了打算的，一开始准备走一道，不过既然李承前要一支商队，以后走商队也方便。今后就要你们兄妹相依为命了。虽然之前说的好好的，但真当到了离别的时候，长孙皇后又有些心痛了。而行千里母担忧自己一双儿女今后究竟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就连她都不知道了。母亲保重。李承前再次跪伏在地。李丽质有样学样，不过这小姑娘现在满脑子都是对那些新奇世界的憧憬，倒是没多少伤怀。母后该回去了，你们也保重。长孙转过头，悄悄地抹了抹自己的眼泪。这样离别的场面，真不是他愿意看到的。长孙终究是走了。李承前牵着李丽质在十里凉亭静静地看着渐行渐远的马车，终归是多了几丝离别的忧愁。而刚刚还对新世界充满了好奇的李丽质，也难逃泣不成声的结局。最后看了一眼长安城的方向，李承前挥手道：“收拾一下，启程。”长安终究不是他的长安，不管他有多繁华、多雄伟，那都不是他的长安。这一点自他穿越过来就很清楚。因为多了李丽质，也多了几个宫女，原本3辆马车就显得不够用了。没办法，只好让那几个伤兵委屈一下，挤到了1辆马车上，4个宫女1辆，李承前和长乐1辆。很快，清兵就收拾好了一切，大家再次启程。马车上，李丽质趴在李承前的腿上，低声的抽泣着，小声的问道：“大哥，我们是不是回不去了？再也见不到母后和父皇了？”从小就出生在深宫大院，哪怕他才10多岁，但他却比同龄人要懂太多太多。傻丫头，只要你想回来，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大哥都会送你回来。李承前拍着他的头，笑着说道。看到这妮子，李承前就没来由的想起了自己前世的闺女，也是这般大，但是调皮得很，整天古灵精怪的。如果可以选择，他是真不愿意穿越到这个破地方来，哪怕让他直接穿越到一个皇帝身上，他都不干。不过事已至此，他也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求活。是的，他现在做的一切都只是求活而已。说实话，一天不离开长安，他就一天不安。没办法，他不是真正的李承前，只不过是继承了李承前的记忆，披着他的身躯而已。让一个后世人马上融入到大唐，成为一个合格的唐朝人，甚至是大唐太子，这简直就是扯淡。天知道他这段时间是怎么熬过来的，坐卧起立样样不敢马虎，说每一个字之前也都得先在心里先过一遍。这样的日子实在是太煎熬了。瞅着李丽质还在哭，李承前拍了拍他脑袋，说道：“大哥给你讲故事怎么样？”李丽质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他这会儿脑子里很乱，既有对李承前说的那些新奇事物的期待，也有对父皇母后的不舍。李承前当然知道，只是对于哄一个孩子还是难不倒他的，当下就说道：“从前啊，有一个和我们小长乐长得一样好看的公主。”一连讲了半个多时辰，李丽质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而李承前则轻轻地拍着他后背，又把之前准备的毯子给他盖上，这让他有了当年哄自己闺女睡觉的感觉。也许是要有一个人来承载他的感情，不然这个对他来说陌生且冰冷的世界就太过无趣了。安置好李励志，他则是琢磨着换一辆马车。虽说他这辆马车在大唐来看已经算得上是顶配了，但这一路走来那颠簸劲儿，差点没把他腰给颠散架。赵岩微微地掀开了马车的帘子，李承前看到骑马跟在外面的赵岩，说道：“你带2个人快马赶去金阳县，今晚我们在金阳落脚，你先去找好落脚的地方。”赵岩是当初跟着刘三一起陪着李承前逛过长安的，也是这批伤兵里面最先痊愈的一批。那要知会衙门那边吗？赵岩问了一句。李承前摆了摆手，说道：“既然我们已经出了长安，就不要摆太子的架子，就找一间干净的客栈或者私宅也可以。对了，我看我们粮食也不多了，你们到了金阳后，安排好落脚的地方，就去找一家粮铺，还有时间的话，再打听一下哪里能买到马车。”卑职领命。说着，赵岩就打马而去。他倒是没有急着走，而是先喊了其他人护卫在李承前的车外，这才带上2个人快马向金阳而去。安排好了这个，李承前继续在脑海中这今后的打算。与此同时，长安城中因为李承前的西行，在勋贵群中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是在士族群体中，那更是引起了众怒。这才刚下早朝没2个时辰，原本这会儿大家都应该回家休息一会儿，等休息好了继续办差，但今天不同，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官，都是三两的聚在了一起。没办法，李承前的出走对于大唐来说影响太大了。而在如玉石府上，大厅之中也是坐满了人，都是士族的官员，还有各家士族在长安城的一些代表人物，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着今天发生的事。一时间大厅之中闹哄哄的。行了，崔大人说道：“事情大家都知道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接下做什么？这一次太子出走，对我们士族来说打击太大了。卢兄，你是今天的当事人，要不你来说说？”如玉史眉头紧皱，但还是得硬着头皮说道：“诸位，今天是太子殿下放了我们一马，若非他在临走前为我们求情，我们今天的下场难料啊！他实在不愿意和他们继续折腾下去了。要知道，他今天离抄家灭门，真的就只是一句话的事儿，好不容易从鬼门关爬回来，他可不想再试一次，逼迫太子退位，当朝自戕。现在想想，他都后怕。话不是这么说。”崔大人摆摆手说道：“太子为我们求情是必然的，若真是在今天把我们士族逼到了绝路，他日就算他能再回长安，又当如何在朝堂立足，如何接掌这个天下？莫要忘了，我们士族官员在整个大唐占了足足40%，这还是把那些勋贵官员也算在内。若是没了我们士族帮他们李家治理天下，难道用那些斗大的自食不得一筐的武将吗？”其他人听后均是纷纷点头。其实也不奇怪，这年头士族的势力属实是庞大的有些过分。要知道，再过几年修士族制的时候，他们崔家被列为第1等，力压李家皇室一头，最后气得李世民大怒，愣是下令重修，硬生生的把崔家划归到了第3等。从这里就能看出此时的士族到底有多强大。也正是因为这份强大，让士族子弟不管是做什么，都比旁人更有底气。我已经通知了金阳那边。崔大人继续说道：“金阳县令是我崔家族人，不单如此，金阳将近40%的商铺都是我崔家的产业。而太子此番西行，因为是临时起义，所以肯定会在金阳休整，补充物资。我的意思是，大家都动起来，发动各家的势力，最好是让太子在沿途补充不到物资，最后灰头土脸的自己回来。”对于崔大人来说，他只觉得今天的遭遇是奇耻大辱。李世民就算一直在找机会对付他们士族，但也没像李承前这般无礼过。你不是言辞凿凿的要西行吗？我让你连最基本的粮食都弄不到，看你怎么西行，到时候灰头土脸的自己回来，又看你怎么面对满朝文武。要做到这一点，对于他们士族来说还真不难。士族的确没有出高官，但是底层官员和中层官员几乎被他们垄断了。有句话其实没说错，自古以来只有1000年的士族大家，却从没有出现过1000年的王朝。当然不是说士族的力量已经庞大到可以盖过朝堂，只不过士族的发展方向太过于清晰。他们之所以1000年不衰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垄断了知识。不管是前隋还是现在大唐，之所以不遗余力的搞科举，无外乎就是为了打破士族对知识的垄断。但这年头读书又怎么会是那么简单的事？就现如今而言，全天下的读书人，士族说他们占1半，大家都只会觉得他们谦虚。没办法，他们就是有这个底气。所以说，虽然皇帝轮流做，但不管谁做到了那个位置，都离不开他们士族的支持。这对士族来说就是一个良性循环。而到了今天，士族的势力已经庞大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还是拿崔家来说，5姓7望，独占其2。不管是清河崔家还是柏林崔家，哪一支不是当世望族？要知道，这2个崔家曾经不过是一家罢了。花开2朵，各表一枝。差不多刚入酉时的样子，李承前一行人已经来到了金阳不足10里的地方。自从李2登基以后，划天下为10道，实行道州县3级行政制度，金阳也就划归了关内道雍州所辖。按理说，从长安到金阳走不了这么长的时间，毕竟金阳离长安属实没多远。只不过这马车太过颠簸，李承前也就没催着赶路，主要是怕长乐受不了。察觉到马车停了下来，李承前拉开帘子问道：“怎么回事？”顶替赵岩护卫在李承前马车边上的王进开口道：“殿下，前面好像有人拦路。”闻言，李承前探出头看了一眼，只见早前就赶到金阳的赵岩在和一个中年人交涉着什么，喊赵岩回来。李承前吩咐了一句，
说完，拉着满脸兴奋的小长乐走下了马车。这小妮子一开始还有些伤怀，但随着李承前给她讲了几个故事后，小家伙的伤怀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小孩子就这点好，对未知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好打发，也好忽悠。很快，赵岩打马而来，还没到跟前，就下马走到了两人近前。怎么回事？李承前一手拉着小长乐，一边问道。长乐这会儿可没心思关心发生了什么，东瞅瞅西望望，几次想挣脱大哥的手，但都没能得逞。回殿下，我们进城要经过一片竹林，结果前面那人说竹林是他们家的，不让大队人马从他们家竹林路过。赵岩很是气愤，这不是刁难人吗？李承前一听就懂了，这是有人不想自己此行走得太轻松啊。如果不走他们竹林，要绕多远的路？李承前问道。赵岩道，差不多还有10里地的样子。知会一声，准备绕路。说完，李承前转身从马车里拿出一件白色披风给小长乐披着，然后牵着小家伙就走上前去。中年人40有余，蓄着短须，一身儒士打扮。你姓卢，还是姓郑，又或者姓崔？李承前当即说道，5姓7望，你总归要占一个才是吧？老夫崔浩。中年人也不遮掩，直接自报家门道。李承前点了点头，说道，崔家呀，确实厉害，天下第一高门，谬赞了。虽然话是这么说，但崔浩神情却是有几分理所当然的意思。而李承前自始至终没有自报身份，他也就当作不知道。没有。李承前称赞道，崔家嘛，不管是柏林崔氏还是清河崔氏，都是累世大族。你们不是常说没有1000年的帝国，只有1000年的氏族吗？你说，如果是你们氏族掌控天下，会不会出现1000年的帝国？公子此言差矣，当今皇室不就出自陇西李家，能不能成为1000年的帝国，公子何须问我？这岂不是问道于盲？崔浩笑意盈盈地说着。李承前也笑道，不，崔老此言差矣，当今皇室不过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讨好你们这些氏族罢了。听说你们氏族坐拥天下80%读书人，掌天下钱粮土地近半，在昔日不管朝代如何更迭，但氏族却是毫发无损。常言道，皇帝天天换，氏族天天转，只有皇朝更迭不断，没有氏族烟消云散。你们氏族多厉害啊，听说还不准子女和皇室通婚。你说皇室能不巴结你们吗？大唐初立，国力不足，要是你们氏族抖一抖，这大唐皇帝的江山还能坐稳吗？这大唐上下谁不得看你们氏族的眼色行事啊？殿下此言简直荒谬，我辈读圣贤书，只为匡扶社稷，造福黎民，何来殿下说的这般劣迹斑斑？难道这就是你李家的治国之道？崔浩气得吹鼻子瞪眼。李承前这话简直就是诛心之言，这要传出去，天下老百姓还怎么看他们氏族？而他说完，李承前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顿时怒斥道，既然你知道我是谁，那你告诉我，谁给你的胆子让你拦我的路？这就是你读的圣贤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3纲5常都让你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崔浩顿时愣住了，他知道自己上当了。之前他装作不认识李承前，拦了他的路也就拦了，等李承前自报身份后，他让路就是，只不过长安那边传来消息，李承前自贬为庶民，在这种局面下，李承前怎么都不可能再以东宫太子自居，这恰好中了他的下怀。可以说，李承前本来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但谁知道他居然主动道破了李承前的身份，这就尴尬了。不知者不罪，这没毛病，就算是闹到李二面前，他也能把腰杆子挺得笔直。但明知故犯，这就尴尬了。所以这会儿被李承前呵斥，他是一句反驳的话都没，只能受着。见他吃瘪的模样，李承前一抬手说道，赵岩，通知下去，我们绕路。殿下，不可。这会儿李承前绕路倒是让崔浩做辣了，明知道是当朝太子的车驾，却还是故意阻拦，这不合为臣之道，更不合圣人之言。换句话说，就是枉为读书人。李承前却是笑道，风可进，雨可进，皇子不可进。很好，崔浩，记住今天，我没进，因为这是你的私产，你的确有权利阻止任何人损害你的私产，但今后你们做任何事的时候，都要想想我这句话，风可进，雨可进，皇子不可进。哈哈哈！大笑完，李承前拉着长乐就回到了马车上，准备绕路而行，唯留崔浩一个人在风中凌乱。回到马车上，小长乐嘟着个嘴说道，大哥骗人。他算是懂事的了，刚刚李承前处理正事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看着，不吵不闹，但这会儿回到马车上，顿时就不高兴了。李承前之前说的那些稀奇事物，他可是一个都没见着。今天坐了一天马车，骨头架子都颠散架了，但他只要没睡觉，就时不时的瞅瞅窗外，根本就没大哥说的那些好玩的东西。你个傻姑娘，还早着呢。李承前笑道，今天先休息一下，明天大哥给你弄点好玩的。打发了小屁孩，李承前掀开帘子，对跟着马车的赵岩问道，金阳这边是不是办得不顺？既然士族都干出半路拦人的勾当了，想必城里也不会少了小动作。赵岩骑在马上，拱手抱拳道，是卑职无能。行了，跟你无关。李承前倒是能理解是怎么回事，具体是个什么情况。落脚的地方已经找好了，是一处私宅。赵岩说道，但是我们打听了一下，城里的粮商都不愿意大量出售粮食，而且成品的马车也被人全部收购走了。点了点头，李承前放下了帘子。对于这样的事情，李承前确实没想到，但也并非是不能接受。士族嘛，怎么可能是一点小恩小惠就能让他们对你俯首称臣的？如果这么简单，李世民早就把士族给拿下来了。至于说士族反应比他们还快，这倒正常，快马肯定不是马车可以比拟的。
而且，就算赵岩他们也是快马赶来的金羊，一来是他们当务之急是找到今晚落脚的地方，二来他们也不是专业从事这方面工作的。说到底，还是李承前如今身边能够使唤的人不多。见李承前在想事情，长乐倒是没打扰他，就坐在马车里想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马车倒不是紧要的，关键是粮食。他们一行将近30来人，人吃马嚼的，一天少说的110斤粮食。也不知道李二是故意的还是疏忽了。铜钱绢布倒是没少给，但就是没给安排多少粮食，搞得现在李承前头疼不已。粮食啊，粮食！李承前摇头不语。这有些时候人多了也是麻烦事。这要是他一个人，这会儿就没这些烦心事，赶个马车装个110斤粮食，够他吃好久。当然，日子肯定也没现在这么安逸就是。就在李承前琢磨着怎么解决粮食问题的时候，马车进城了，东转西转的，也就转到了他们落脚的地方。殿下，到地方了。刘三在马车外喊了一句。自从出长安以来，为李承前赶马车的活就被刘三给抢到手了。应了一声，李承前就牵着长乐走下了马车。此时酉时已尽，天色也是暗了下来。早在之前遇到崔浩的时候，赵岩就安排几个宫女坐的那辆马车先行进城。这会儿虽然天色暗了，但是整个宅子倒是亮堂，门口还有2个清兵分列左右，这让来往路过的人总是好奇他们金阳又来了什么大人物。门口不安排人，李承前看到这一幕，说道。跟在他左右的赵岩马上说道：殿下，以后别喊殿下了，就喊公子吧。李承前摆了摆手，直接打断了赵岩的话。既然他都在太极殿上自贬为庶民了，不管李世民是个什么态度，但是他必须保持这个姿态。是，公子。赵岩躬身道，但是门外不安排人，如有贼人行凶，吾等难辞其咎。你说你是不是榆木脑袋？李承前无语道，门外安排人，谁还不知道我在这里？那不是活靶子吗？但是门外不能安排人，门内也不可以吗？要学会变通，知道吗？李承前都无语了，他其实不喜欢这样的护卫，但是很多东西不是他能改变的，也就随他们去。当然，如果这是在后世，李承前肯定是喜欢的。开什么玩笑，出门带20多个保镖，还有4个长得不赖的丫鬟伺候，这得是多大的谱？但在这个年代，说实话，再大的谱，他都不知道摆给谁看。不再理会这些清兵的工作安排，李承前直接牵着长乐去到了厅堂里。几个宫女早就安排了饭食，就等着他们2人。唐朝初年讲究的还是分餐制，不过就李承前兄妹2人，他倒是不在意这些，说道：就放在一张矮桌，唐朝的确没有桌子这个说法，但确实又出现了桌子这个东西，上便可，我和长乐一起用饭。公子，这不合礼仪。有宫女说道，他们几个刚刚也在门口。李承前冷声道，那要不我让人送你们回去，让娘亲给我换几个没那么多规矩的来。奴婢不敢。几个宫女当下就被吓得跪在了地上。行了，赶紧的。李承前也没心思拿他们寻开心，折腾了一天，长乐也饿了，赶紧填饱肚子才是正事。对于唐朝的美食，李承前是一点也不喜欢，之所以还愿意吃，不过是因为果腹罢了。长乐倒是吃得欢乐，他还是第一次跟别人在一张桌案上吃饭，吃得很是新鲜。去把赵岩叫来。吃完饭，李承前又吩咐了一声，一宫女立马躬身出去。公子。片刻后，赵岩进来了。李承前问道，能从普通百姓手里采买到粮食吗？难。赵岩摇头道，虽然今年光景还算不错，但是早些年关内道几乎年年遭灾，如今就算家里今年有余粮的也不敢卖。李承前点了点头，这道理他懂，也明白。其实也正常，毕竟刚从饿死人的年代过来，谁不想给自己留点救命的粮食？微微皱了皱眉头，这事儿不好干。那些粮商不用想，都是士族的，这其实也好理解。普通人谁有那么多粮食啊？也就是士族才有这个能力。要说在长安的话，大地主可就多了，当朝文武谁家还没几百亩地啊？只是出了长安城，反倒是麻烦了。公子，其实之前崔浩那边可以。赵岩欲言又止。作为属下，他不应该反驳李承前的决定，只是他觉得他应该提醒一下。李承前却是摆了摆手，他知道赵岩的意思，说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我的确可以借此找他们崔家采买粮食，想必崔浩也不会拒绝，是这个道理。当崔浩点破李承前身份的时候，他就处于了被动的局面。还是那句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是他们士族立身的根本。抛弃这些东西，说实话，他们就只是一群识文断字的土鳖罢了。为什么士族这么多年经久不衰？其实靠的不是他们识文断字，而是知识和规矩。你不懂，还记得我跟他说的那句话吗？李承前问道。赵岩想了一下，道：风可进，雨可进，皇子不可进。对，就是这句话。李承前笑道，他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既然他们想玩，那自然要陪他们玩一把大的。现在你可能看不出什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终究会看到这句话大放异彩的那一天。李承前岂能不知，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肯定能从崔家拿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因为他在憋着坏。今天我当朝皇子都因为你捍卫自己的私有财产而绕道而行，将来你们呢？难道你们比我当朝皇子的身份还要尊贵不成？行了，粮食的事情再想办法就是。李承前说道，明天先在城内找一些木匠过来，既然买不到马车，那我们就自己弄。哼，没了张屠夫，我还能吃带毛的猪？他们既然喜欢囤积居奇，我就让他们血本无归。木匠倒是能找到。赵岩说道，今天我们去买马车的时候，顺便也打听了一下，本地的商铺几乎都在崔家和其他氏族手中，
但是那些工匠，他们倒是看不上，听说给的工钱也不怎么样。听到这个，李承前笑了。那行，明天你们就去把全城的木匠都给我找来。说完，李承前看了看几个宫女，说道：“你们去帮我准备一些炭条，再准备一些纸张过来。对了，顺便把朝政、刘三、王静也喊过来。”公子，那我……赵岩问了一句。李承前说道：“你留着。”说完就闭着眼睛想东西，因为房间里烧了炭炉，倒是不怎么冷。而刚吃完饭的长乐这会儿也是蹑手蹑脚的爬到了李承前的后背上趴着。李承前回头看了一眼，就把小家伙抱在了怀里，说道：“长乐，明天哥哥给你做些好玩的好不好？”“好啊。”猫在李承前的怀里，长乐高兴的笑了。这时候他其实很没安全感，只有猫在哥哥怀里的时候能感受到一丝安心。李承前当然知道这个，小孩子嘛，第一次离开父母的身边，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自然而然的就喜欢黏着他认为最亲近的人。逗弄了一会儿长乐，朝政几人进来了。先没管他们，李承前看了看几个宫女，说道：“你们几个既然被娘亲塞到了我这边，那我也就不多说。至于你们以前叫什么，我不管。从今天起，你们4个就以春夏秋冬为名，自行续齿排次。出了长安城，也就没有了什么太子殿下，更没有公主殿下，包括你们也不再是什么宫女。至于说你们私底下接了娘亲大人怎样的任务，我也不在意。但要是让我知道你们做出对我或者对长乐不利的事情，别说娘亲大人，就算是父亲大人也救不了你们。奴婢不敢。”几人连忙点头称是。李承前闻言摆了摆手，说道：“下去吧。”说完，他看了看朝政，问道：“伤员都安置好了？”“好了，都没什么大碍。”朝政点了点头。一到地方，他就先开始安置伤员。李承前也点了点头，说道：“我知道你为什么愿意跟着我，放心，只要你用心照顾好这些人，你想要的我一定能给你。医学博大精深，从古至今，没有任何人真的将这一条路走到极致。今天是如此，哪怕是1000年后，依然也是如此。任何学科的进步都是永无止境的。谨记公子教诲。”对于李承前，他和任何人都不一样，他是真的崇拜。不说别的，就说外商一道上，当初他在太极殿上真没恭维的意思，而是发自内心的觉得李承前在外商一道已经无人能出其右了。对于朝政的反应，李承前能理解。医痴嘛，如此表现真的很正常，这没什么好说的。他曾经见过太多的偏执狂了，这才哪到哪儿。又看了看刘三几人，李承前这才开口道：“对于你们，其实我是很意外的。说实话，在我原本的计划中，我以为最终离开长安的人只有我一人，没想到你们也跟了上来。当然，对于你们追随于我，我是很高兴的，毕竟谁也不会嫌弃自己手底下有几个能用的自己人。”在这里，李承前用上了自己人的说法，其实也是一种变相施恩。他和这群清兵接触其实不多，充其量就是酿了个酒，顺便帮他们治了个伤而已。在他那个年代，这样的事情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再说了，帮他们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源自他自己的私心。家主放心，我等既然选择追随家主，便是以家奴自居，今后但凡家主的决定，不管多艰难，我等定当竭尽全力去完成。刘三是最先以家奴自居的，他并不觉得这样的称呼就辱没了他的身份，相反，在这个士为知己者死的年代，他心甘情愿做这样的家奴。而赵岩也是不甘人后，声音低沉的说道：“自从家主为了我们糜费粮食，大肆酿酒之时起，我等就已经下定了决心，此生定当为家主誓死效忠，定当为家主誓死效忠。”王静口条不行，只能跟着赵岩嚷嚷2句，效忠不效忠的暂且不说。李承前虽然对他们自称家奴有些别扭，但是也没拒绝，继续说道：“此番西行肯定是困难重重，你们也看到了，这才出长安，不过是刚到泾阳，我们就几乎寸步难行。所以说前路未知，如果你们之中有人不愿意继续下去，跟我说一声，现在离开，我依然感激这一路的护送之情。但如果当我们离开泾阳之后，谁胆敢再有二心，那也休怪我翻脸无情。家主安心就是。”刘三说道：“我等都是久经沙场的厮杀汉，自然知道军令为何物。待会儿我就去跟那些老兄弟说，谁要是不愿意了，想退出，这就让他卷铺盖卷滚蛋。我刘三没有那种忘恩负义的兄弟，他们这一行人私底下关系都很好，要不然也不会一起受伤。”那行，李承前说道：“那我们商量一下，接下来该如何办？”说实话，李承前其实也是没办法，他手底下就这些厮杀汉，不跟他们商量，他又能跟谁商量？关键是大唐的情况他也不熟啊。和刘三他们商量了一番后，李承前抱着睡着的长乐坐在了桌案前面。“公子，要不我带长乐小姐去休息？”春花小心地问了一句。他们刚刚也续齿排序，并把名字给补全了。春花、夏晴、秋月、冬雪，名字是随便了一些，但是李承前也不介意，摆了摆手。李承前道：“不用了，小家伙这会儿害怕的紧，这2晚上就我带着他吧。你们该休息就去休息，这不合适吧？普通人家这倒也没什么，但天皇贵胄的话，与理不合。”春花刚说完，李承前看了他一眼，当下春花就不再纠结于这个问题。对了，清兵那边也别短缺了他们的炭火，我知道你们在宫里养成了些什么习惯，但现在不是在皇宫，今后我们还要靠他们护佑安全，别把宫里那一套狗眼看人低的习惯带到我身边来。李承前又叮嘱了一句。奴婢不敢。春花低声道。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他有些处理承前，总是感觉和以往见过的太子殿下有些不一样。李承前也懒得搭理他，继续铺在桌案上，拿着炭笔写写画画。毛笔字他是写不好，但是炭笔还是没问题的。一直折腾到了亥时3刻，李承前才抱着长乐从桌案前起身，
然后将其放在床榻上，帮其隔好被子，便合衣而眠。而伺候在一旁的春花虽然觉得这样有些不合规矩，但心里却觉得很是温馨。这真的就是一个哥哥在尽心的照顾一个妹妹而已。而在几个时辰之前，长安皇宫，当李世民忙完了一天的公事，回到后宫的时候，看到以泪掩面的长孙皇后，叹息了一声，最终还是问道：“那小子都说了些什么？”听到李二的声音，长孙这才抹了把眼泪，起身施礼：“行了，说说吧，那小子都说了些什么？”他之所以让长孙出城去送李承前，其实也是想通过长孙了解一些他不方便过问的事。这样的事情他干了无数次，长孙也干了无数次，两口子在这一点上那是相当的默契，甚至都不需要彼此交流，就知道对方的心里是个怎样的打算。高明说，长孙慢慢的将李承前之前和他说的转述给了李二。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半点不由人。李二嘀咕着这句话，说道：“这小子对皇家怨言很多啊，不过说的也没错，出生在皇家是他的幸运，同时也是他的不幸。既然生来就比别人高贵了许多，那就注定了要承担或者失去的更多。卢正清有句话没说错，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别说高明，就是朕，何尝不是如此？”说到这里，李二叹息了一声，又问道：“还有呢？”长孙斜了眼李二一眼，刚刚他说到一半就被他接过话茬了，不过这一眼有几分风情，有几分埋怨，就不得而知了。他说他不打算去西域，而是准备去吐玉魂。去吐玉魂，这是李二没想到的。虽然在朝堂上，李承前说自己要去西域，但李二是不信的。开什么玩笑？莫说西域万里之遥，就说西突厥阿史那迭利去年刚刚继位大可汗，正在西突厥内搞风搞雨，这时候的西突厥内乱不断，李承前带着20来人一头扎进去，还不得让那些杀红眼了的蛮子给生吞活剥了。至于说去吐玉魂，相对而言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虽然说吐玉魂这些年也年年遭遇血灾，但慕容浮允的政权还是很稳固的，内部虽然也有些冲突，但尚且还在慕容浮允的掌控之中。这小子倒是选了个好地方。李世民也不得不承认，李承前这一步走得很聪明。吐玉魂本就是李世民未来的战略方针，如果不是李承前横插一杠子，再过2年，李二也要拿吐玉魂动刀了。按照原本的历史进程，贞观8年的时候，李二就会对吐玉魂动兵，一战灭齐国。哪怕是现如今，李二也已经在为出兵吐玉魂做准备了。若不是这连年的自然灾害，他早就动兵了。这2年只不过是给大唐上下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罢了。不过他要怎么在吐玉魂立足呢？李二有些疑惑地说道：“虽然慕容浮允于朕而言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但并不是现在的高明可以轻易对付的。”说着，李二皱了皱眉头，他在思索李承前如何能在吐玉魂打开局面。但不管他怎么思索，按照李承前现在的实力来说，绝对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在吐玉魂立足。无他，实力不济，自身羸弱就是原罪。咋的？就他那20来人，还想占地为王不成？慕容浮允估计能笑死。陛下想多了。长孙笑道：“高明从没有想过在别人的地盘上作乱。他说了，他只是想去帮助那些吐玉魂受灾的牧民，熬过这个寒冬，帮他们过上好生活。对于自己的这个儿子，长孙很满意。他很乐意在李二面前吹嘘一下自己的儿子，也许这就是一个做母亲的趣味。”而李二一听，眼前顿时一亮。他倒是没有之前长孙的担忧，而是直接从这句话里听出了李承前的险恶用心，施恩底层，笼络人心。李二点了点头，说道：“他要是真能做到的话，那他真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在吐玉魂站稳脚跟，并且拥有第一批拥趸。不过慕容浮允那匹夫怎么可能做看这样的人出现？而且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毕竟吐玉魂的国力摆在那里，要是能做到，他慕容浮允何必骚扰周边？难还是太难？李二终究是一个合格的帝王，略一思索就知道李承前的路不好走，不管是天时还是地利都不站在他这边。如果说李承前敢从大唐劫掠粮食，帮吐玉魂渡过这道难关的话，还有可能。但是李承前能这么做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不能。先不说他自身实力限制了他这么做的可能性，就算有这个实力，他也不能这么做，否则他真的再也回不来长安了。要知道，大唐如今尚且有人食不果腹，哪有粮食援助其他人？长孙也没解释，对于李承前未来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他其实也不看好，但只要没有太大的危险，他都能接受。虽然在外肯定会受苦，但总好过和自己父皇兄弟刀兵相向不是。对了，今天怎么没看到长乐？李二不再纠结李承前的事，出言问了一句。说起这个，长孙情绪则是更低落了，半晌才说道：“我让他跟着高明一起走了。”你一个你字刚出口，李二就沉默了。显然他懂了长孙的意思，长叹一声：“一入侯门深似海，真是半点不由人啊！埋怨吗？”他说不出口。荆阳虽然历史悠久，最远能追溯到夏商时期，但因为地靠长安，所以这么多年也没发展起来。说的好听点儿，也就剩下一个历史悠久的噱头。自打贞观改元以来，崔明远上任荆阳县令，到今天足足5个年头。倒不是说他没有升迁的机会，相反，朝堂几次想给他升迁，最终都被他拒绝了。用他的话来说，这几年治下天灾频频，民不聊生。作为当地父母官，他属实没有什么脸面加官进爵。这倒不是他的托辞，而是他真的这般认为。一大早还没上衙，崔浩就急急忙忙地找上门来。崔明远很是无奈地在正厅会见了自己这位族兄。两人虽然同年，但一个是年尾，一个是年头。明远啊，我们这位太子殿下可不好对付啊。崔浩摇着头说道。昨天李承前离开后，他一个人在竹林外细细琢磨了大半个时辰，都没琢磨明白李承前最后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不，一大早他就来找崔明远了。他两人，一个是崔家在金阳官面上的代表，一个是崔家在金阳私产的代表。这些年，两人合作谈不上愉快，但也算得上融洽。昨日长安就来信了，但我尚有一事不解，还望兄长解惑。崔明远说道。崔浩闻言愣了一下，这语气过于正式了呀，搞得他都端坐了几分，这才说道：明远请问，于兄定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辈读书人自幼习圣人之言，立匡扶社稷，造福黎民之志，缘何今日兄长却告知太子殿下不好对付？崔明远是一点不客气地问道：是小弟愚钝，还是小弟听差了？什么时候我们竟然要对付太子殿下了？是太子殿下荒淫无道，还是太子殿下祸国殃民？还请兄长告知。听完崔明远近乎质问般的语气，崔浩顿时就愣住了，一时间居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心里头却是狂骂这个书呆子，读书读傻了不是？但崔明远却不管他，继续说道：如今大唐出力，天下百废俱兴，老百姓尚有食不果腹，衣无寸缕之惨状，兄长也是饱读诗书之人，却陷入朝堂斗争之中，何其不智啊！对于崔浩，崔明远是又爱又恨。每当灾年的时候，崔浩都会带着大量的粮食来帮金阳渡过难关，但同时崔浩也从老百姓手里用粮食换走了大量的良田。就他出任金阳知县的5年，金阳老百姓手里已经有超过2成的良田都落到了崔家的名下。但就算是这样，你都找不到任何的理由来指责他们，因为一银文书都有据可查。就算你去问那些卖了地的老百姓，他也只会说崔家给的价格公道。读书人干起这种恶心事儿来，真叫一个滴水不漏。崔明远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但他也没办法改变这一切，因为这就是氏族。自他出任金阳知县以来，崔家借着便利便不停地在金阳置办产业。氏族之所以会如同滚雪球一般的千年不倒，就是因为他们拥有着旁人没有的便利。还是拿他们崔家来说，虽然名声在外的只有清河崔氏和柏林崔氏，但如果你真以为他们崔家就这2支，那才是大错特错。如果不出意外，照此发展，不出几十年，天下定会再多一支崔氏，名曰金阳崔氏。作为金阳的父母官，这不是崔明远想看到的。所以当他接到长安传来的消息，便怒不可遏。他只想用尽全力治理好金阳一地，杜绝那些不可言知的惨剧。是以当崔浩找上门来说什么太子不好对付的时候，怒火终于再也无法克制了。明远此言诧异，虽然心里气得要死，但崔浩的脸上却是笑意盈盈，读书人的涵养那是相当的到位。朝堂不宁，天下又怎会安宁？崔明远冷哼一声，不愿意说话。他也是崔家人没错，但并非每个崔家人都是那般只为了自己或者家族的利益蝇营狗苟，至少他不是。年幼之时，因为本家不过是青州崔氏一旁支，日子过得和普通农户无异，不过是得益于姓崔，有幸进入崔氏族学进学，这才一路走到今天。虽然从心底感激家族的栽培之恩，但并不代表他就认为氏族所做的一切就是对的。尤其是在他出任金阳知县这几年，他是切身体会到了氏族的危害。2成良田啊，就在他眼皮子底下，合理合法的变成了崔家良田。如果再有个5年、10年、20年，整个金阳一地的老百姓不都成了崔家的佃户？老百姓何辜啊？兄长所虑深远。良久，崔明远苦笑着拱手作揖道：但兄长所虑却是与我金阳一地无太大干系。说到底，我金阳不过是一中县，而我官职也不过是正七品上，实乃是无心也无力朝堂之事。他是真不愿意插手这档子事，不是说怕事。如果说李承乾在金阳搞得天怒人怨，你看他怕不怕事？他只是想把有限的精力都用到金阳之地罢了。朝堂，正如他所说，他一个正七品上的罪儿小官，离朝堂还太远。不过崔浩却被他这话气得不行，但脸上还不能露出什么不满之意。读书人的脸面终究还是要顾及的。是为兄唐突了。崔浩挤着笑脸说道：贤弟一心为国，当时我被读书人的楷模，为兄不过是一介布衣，倒是让贤弟看了笑话。跟着两人很没营养的恭维了几句，崔浩也就起身告辞。等崔浩走了后，崔明远摇头叹息了一声：氏族啊，昔年他以出生崔家为荣，哪怕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但只要想到金阳一地有将近2成的良田，在这几年变成了崔家的良田，他就愁肠百转。他知道崔家这么做是错的，但好巧不巧，他就出生于崔家。一方面是培养了自己的家族，一方面是他自幼就立下匡扶社稷、造福黎民的志向。这就像2架背道而驰的马车，不停地撕扯着他作为读书人最后的良心。金阳城不大，至少在李承乾看来是真的小。在后世，一个稍微大点的镇子都比这金阳城有排面。不过麻雀虽小，倒也五脏俱全。大哥，那个是什么？大街上，长乐一只手拉着李承乾，一只手咬在自己嘴里，看那样子，显然是动了禅心。李承乾笑了笑，说道：弄了大哥给你做好吃的，咱不要那个。他也识不得那妇人做的是什么，也不是不相信那妇人的手艺，关键是那妇人一双黑黢黢的手，顿时就让他没了食欲。这年头的卫生条件，哪怕是大户人家，跟后世也有着天壤之别。不是他矫情，关键是这年头生病了，哪怕是再小的问题，都可能要了人命。毕竟唐朝的医疗条件跟后世可没得比。一听李承乾这话，长乐小嘴顿时就嘟了起来，一脸的不高兴。本来今天跟大哥上街，他还是很高兴的，以前可没这样的体会。这一出门就见到了各式各样新奇的东西，也让他淡忘了离家的忧愁。结果自己刚开口，大哥就拒绝了，这让长乐心里老大的不愉快，眼泪都快从眼眶里夺眶而出了。见他这般，李承乾拉着他的手轻声说道：不是大哥不给你买，
你看那婶婶的手黑黢黢的，你放心吃进嘴里吗？出身皇家，终究要比市井中人更加体面。当长乐在看了眼那妇人的手时，立马摇了摇头，但摇头的同时，又有些遗憾的多看了两眼。殿下身份尊贵，自然是瞧不上这市井之人，但殿下可知，这市井之人又何尝愿意如此？若非生活所迫，谁又愿意操此贱业？倘若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身有寸缕尚且遮羞，家有余粮足以果腹，又有几人甘愿为那5斗米而折腰？就在李承前兄妹闲聊之时，一个声音从他们左侧传了过来。说话间，人便已经来到了李承前跟前，拱手作揖。护卫在李承前身后的赵岩闻声走到李承前身旁，低声道：“这人是金阳知县崔明远。”说话间就和其他2人将李承前兄妹护在了中间。对于这个人，李承前算不得陌生，至少在他们昨晚的商议中，这人的名字就屡屡被提及。只是他也没想到会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遇到金阳的父母官。闻言，松开长乐的手，这才拱手道：“谨受教。”他表现得很谦卑，但他越是谦卑，崔明远就越是迷糊。从昨天长安传来的消息来看，他们这位太子殿下性格狂悖，而且每有惊世骇俗之言。这样一个人不应该表现得如此谦卑才是。他虽然不喜崔浩，但对于崔浩的能力他是认可的。若非如此，崔浩又凭什么能在他眼皮子底下将2成的良田改写到崔家名下？而就连崔浩都觉得难以对付的太子殿下，真的就是如此谦卑之人吗？一时间他有些愣神。县令大人是否觉得我与传言中不一样？见崔明远没说话，李承前笑着问道。崔明远回过神儿，点了点头，说道：“确实不一样。他每天都有在城里或者城外转转的习惯，主要还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老百姓的生活。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一个务实的官员。今天也是如此。其实他一早就发现了李承前一行人，但一直没想和他有什么交集。只是当李承前说了那番话后，这才忍不住开了口。至于说他这个七品小官怎么识得当朝太子，这就不足外人道了。没什么不一样。”李承前重新牵着长乐的手，说道：“县令大人若是也如同他人一般咄咄相逼，自然会发现我与传言中没差别。”李承前很清楚，他可以狂悖，也可以嚣张，但这一切都得有个缘由，这一点很重要。崔明远点了点头，出身皇室，贵为当朝太子，哪怕只有10来岁，他也不可能真的将其当做一个孩子去看待。当真是闻名不如见面。殿下，崔明远话都没说完，李承前打断道：“就别称呼殿下了。当我踏出太极宫，走出长安城的时候，便不再是什么殿下。容我自我介绍一番，我姓李，名承前，字高明，县令大人称我高明便是。”他没想过改名什么的，倒不是说什么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这类屁话，只是他很清楚，这个名字在关键时候能救命。公子说笑了。崔明远当然不会称呼他高明，他是一个标准的儒士，上下尊卑之类的儒家礼仪被他看得很重。陛下一日不下发明诏，公子依旧是我大唐太子。不说这些，李承前不愿意和他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说道：“不知道县令大人今日寻我，可是有什么指教？”崔明远有些尴尬，他也就是刚刚见李承前对老百姓的谋生手段颇为不屑，这才开了口。但真要说是有心寻他，这纯属扯淡。对他来说，李承前途径金阳城，只要不在他的治下搞风搞雨，他全当不知道。他既不想牵扯上朝堂上的纷争，也不愿意因为李承前损坏金阳百姓的利益。他的眼里只有这不大的金阳城。但是这会儿李承前这般问，他倒是不能这么回答。沉吟了片刻，崔明远才说道：“公子之心胸，无辈不及。但公子自幼锦衣玉食，对底层老百姓的谋生手段却是多有误解之处。”听他这么说，李承前笑了。对于崔明远这个人，他不了解，但昨天赵岩几人也在城里打听过。别的不说，这崔明远的官声确实很好，老百姓对他也很是信服。不管他是不是崔家人，至少凭这一点就值得李承前对他刮目相看。其实李承前还是对唐朝，尤其是唐初时期的士族有些误解，可能是曾经小说看多了，反正在他以前看过的小说里，这些士族没几个是好的。但不得不承认，这个年代的读书人真没几个大奸大恶之徒，最多也就是为了家族蝇营狗苟。真要说起来，其实也是人之常情。县令大人言之有理，我的确从小锦衣玉食，没有体会过底层老百姓的谋生之间，确实不应信口胡说。李承前的姿态放得很低，听得崔明远频频点头。读书人都有个烂习惯，就是希望自己的说教能让当事人心悦诚服的接受。单从这一点来说，崔明远就觉得这太子还不错，能听人劝，可能有些时候行为狂悖了一些，也不过是孩子心性罢了。但就在他这般认为的时候，李承前话音一转，又说道：“但如果知县大人觉得我刚刚所言不过是因为那妇人操持谏业而使我对其轻慢，那可就冤枉小子了。”说完，李承前就笑意盈盈地看着崔明远。崔明远明显诧异了一下，虽然李承前语气平和，但言语中透出的意思却是一点不平和。公子此言何意？首先，我并不认可知县大人所说的谏业。李承前说道：“在我看来，任何用自己双手养活自己的手段，并无贵贱之分。自食其力，不偷不抢，谁人定其贵贱？我知士农工商早有定论，但管相昔日所言士农工商4名者，国之10名，也姑且不论管相当年的4名是指乃4名，但管相当年可没有给4名排序。之所以提出士农工商这个概念，也不过是为了4名能更好的各司其职，农行农事，工行公事，商行其商，士族保家卫国，仅此而已。而到了如今，我们其实已经曲解了先贤的意思，说到底，不过是一群既得利益者在巩固自己的利益罢了。小子人微言轻，不敢言其过，但小子终究还是想问一句，都是靠自己本事吃饭，凭什么他们就比别人低一等？凭什么？听到李承前接连2次的质问，崔明远愣在了原地。
他怎么也没想到李承前会说出这样一番话。受教了。沉吟了片刻，崔明远这才拱手道：“公子见识之卓绝，当在同龄人中傲视一方。”但公子似乎刻意的在回避。阶级观念自古有之，西汉初年，贾谊曾著书言之古者圣王之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等级分明。这还仅仅只是有书为凭，在更早并没有留下书籍凭证的历史长河中，难道就没有阶级之分？肯定是有的。我相信公子定是看到了其中的弊端，否则绝技问不出如此发人深省的诘问。说到这里，崔明远苦笑了一声，但似乎公子也只看中其中的弊端。说完，叹息了一声，崔明远不再言语。他相信能问出凭什么的李承前定能看清其中的利弊所在。但崔明远也很无奈，他确实对氏族的那一套不怎么满意，但李承前一句凭什么就想打破士农工商这个体系，这是他不能接受的。暂且不说打破这个体系会给天下带来怎样的动荡，就说他出生崔家，又何尝不想自己的后人将来有一棵大树好乘凉？人都是自私的，哪怕他崔明远也不能例外。这就是人最矛盾的地方。听他这么说，李承前也叹息了一声，良久，他才说道：“终究是道阻且孤，小子今日受教了。”说完，李承前再次躬身作揖，只是这一次，崔明远也是拱手作揖，并诚恳道：“公子志向高远，吾辈不如，但望公子今后决定走这条路的时候，当先思其危，再思其利。大唐不易，天下黎民不易，莫要负了苍生。”这一刻，崔明远有些担忧，也有些明白为什么崔浩会觉得他们这位太子殿下难以对付。这何止是难对付，这是要打破当今的格局啊！李承前摇了摇头，说道：“若是弊大于利，此路不走也罢。”得到答复，崔明远不知为什么突然就松了口气。就刚刚两人交谈虽然不过寥寥几句，但内容属实有些石破天惊了。好在李承前的亲卫将几人围在中间，没有旁人听到，否则定会掀起一股惊天骇浪。公子知其厉害，当是天下之福。李承前没有说话，心里倒是明白了，哪怕是崔明远这种官声极好的官员，也有着他们这个年代士族子弟该有的坚持。既然如此，那这条路几乎就是被堵死了，至少现在是这样。他刚刚也不过是一个试探，说到底他还是贪图一些东西的，没有谁不想做人上人，加上他穿越过来的身份真算得上得天独厚。真要说他从没有窥视过那高高在上的皇位，估计这话连他自己都不信。如今仓促离去，只是他没有自信和这个时代的人杰斗上一场，说好听点是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毕竟留在长安，他要面对的都是谁？不说房玄龄、魏征、长孙无忌这些人，哪怕是程咬金这个武夫，难道就是看了几本书的他能够匹敌的吗？程咬金要是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怎么可能活到将近80才寿终正寝？而政治智慧又恰巧是他最薄弱的，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不得不另辟蹊径。当然，他也想在路上找几个能用的人，否则他怎么可能把刘三等人带在身边？只是他一个年方13刚刚观礼的少年，除了刘三这些军中的糙汉秉承着士为知己者死的念头外，谁会追随他、信服他？也正是如此，他才想通过传递思想，给自己披上一件坚实的铠甲。不过如今看来，这铠甲显然是穿早了。这也是为什么当他察觉到崔明远开始担忧时，再次主动地卸下了这件铠甲。说到底，此时的他还是后悔了。他以为崔明远这样一心为民的好官定会支持他，只是他忽略了崔明远也是士族。苦笑了一声，李承前拱手道：“小子狂言，倒是扰了知县大人的兴致，还请见谅。”崔明远这会儿心思也是极乱，他一心想治理好荆阳一地，但当李承前说出那句凭什么的时候，他又退缩了。他深知士族如此继续下去，定于国朝不利。若非如此，他不会在之前反驳崔浩。但他同样也希望自己100年后子孙后人能得家族庇佑，这很矛盾，但从情理上又勉强说得过去。而且他本就出身士族，也得利于士族，虽然知其弊端，但也只是想遏制而已。就在他如此矛盾的心理之下，崔明远拱手作揖，就此离去。此时的李承前怎么也没想到，就他的一句凭什么，差点把崔明远折磨疯了。而在崔明远离开后，李承前也没了兴致逛着金阳城，摇了摇头，牵着长乐往回走。一路上他都在反思，还是太急切了啊，他不应该在此时表现得如此急切才对。当然，这世上也不存在什么后悔药，既然已经发生了，也就只能寄希望于崔明远不会声张此事。回去后，我们要加快进度，尽快离开荆阳，离开大唐。他算是明白了，在没有彻底离开大唐之前，他的确不宜狂言。总之，一天不离开大唐，他就一天没有安全感。但他不知，此时的崔浩正纠集着满荆阳的崔氏族人，准备让他见识一下氏族的力量。氏族本身就是一个很矛盾的团体。首先，他们推崇士农工商这个体系，对于商贾，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在抑制。但细论的话，整个大唐最大的商贾就是他们，至少大唐前5的大粮商都出自他们氏族。之所以商贾的地位不高，其主要原因并不是什么商贾不是生产、于国无利，又或者商人狡诈之类的原因。主要原因是什么？主要原因是防止商人势力壮大和朝堂分庭抗礼。狗都知道做生意赚钱，而且能赚大钱，他们这些士族能不知道？所以说，抑制商贾的地位就成了他们唯一能做的。否则商贾有钱、有人、有地位，就算是皇帝，估计也难睡一个安稳觉。当然，这也是皇帝想看到的局面。至少在这个年代，商人的确是让人又爱又恨的一群人。有他们吧，怕他们势力庞大，
出现不可言知的恶行恶事，没他们吧，一个国家的经济估计得崩溃。到最后，抑制商贾的地位就成了各个阶层都默许的一个规则。就在李承前等人回去的时候，金阳崔家，崔浩将整个金阳崔家商业上的负责人都喊到了自己家里，数十人囊括了各行各业。氏族之所以庞大，不单单是因为他们垄断了知识，而是他们依靠着知识逐渐朝各行各业发展，这才导致了氏族如今的辉煌。大家安静一下。数十人在正听，你一言我一语的说是像菜市场夸张了一些，但终归是有些乱。崔浩见众人都到齐了，说道：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当朝太子已经到了我们金阳县，家族那边的意思是要我们控制好各自的产业。太子毕竟年幼，容易受奸人蛊惑，这才有了此行。身为大唐子民，吾等有责任也有义务让太子殿下迷途知返。文化人最大的能耐就是甩锅，同时还能把他们所有的肮脏勾当冠以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的确是吾等的责任。当下就有人开始捧臭脚，我们粮铺这边已经拒绝了大宗交易，想从我们这里买到足够的粮食绝无可能。说话的这人正是金阳最大的粮商，他们在昨天就已经开始限制大批粮食买卖，只允许小宗交易。打的旗号则是金阳这几年天灾连连，为了避免有人囤货居奇，保障金阳当地百姓免受灾荒之苦。就这一条，说到哪他们都不带害怕的。崔浩点了点头，说道：粮食方面还是要注意一点，对于老百姓的供应万万不能出岔子，否则明远那边也不好交代。这个放心，我们只是限制了大宗交易，但是小宗买卖还是在进行。之前长安那边传来消息后，我们就大致的计算过，按照太子殿下的队伍人吃马嚼的话，一天180斤粮食打不住。如果要满足他们一路西行，估计最少得1万斤粮食才够。这一点他们的确是精心计算过，而且他们都不会刻意的阻止李承前的人去买粮食开门做生意，只要你上门，他们一准卖，但就是不会进行大宗的交易。要是一个人一次买个10来斤，想凑到足够的粮食，估计得买个1000来次。对了，怎么没看到明远兄？有人好奇的问了一句。说到崔明远，崔浩摇了摇头，明远终究是官员，很多时候不能像我们这般。不说他了，今天叫大家来就是给大家知会一声，我们这位太子殿下不太好对付。说着，崔浩又把昨天在城外竹林发生的事简单的介绍了一遍。他说完，就有人嘀咕道：风可静，雨可静，皇子不可静。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崔明远也摇了摇头，说道：我昨天也思量了许久，但都没个头绪。他本能的觉得这句话有问题，但他就是想不明白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按理说，就昨日那个情况，太子殿下当时向兄长开口的话，兄长是不会拒绝的。可是为何太子殿下没开这个口？有人不解地问了一句。的确，在昨日，当崔浩点破了李承前的身份后，他其实已经意识到了，在这场交锋中他失了先机。如果李承前借此开口，他是没法拒绝的。不知者不罪的前提是不知，当你知其身份还故意刁难，与君臣之礼不合。但让他想不明白的恰恰就是这点，所以我才说我们这位太子殿下不好对付。他宁愿自己的路难走一些，也要留下这样一句莫名其妙的话。那么这句话里一定有其深意，只是我们还没弄明白而已。众人又讨论了一阵，最终还是决定先把眼前的事儿处理好。而他们眼前的事儿就是阻止李承前在金阳采购到足够的物资。在这一点上，对他们来讲倒不是个问题，毕竟整个金阳的商铺，他们崔家再加上其他几个氏族占比太重，不单单是粮食、马车，而是涉及到了各行各业。就金阳本地的几个商贾，还没有这个能力向李承前提供这么大的一笔物资。当然，李承前其实可以离开金阳，然后转到其他的城市采购，这样也可以。如果李承前这样做，他们绝对不会阻止。但李承前真要这么做了，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李承前灰头土脸的离开了金阳，这对于崔家而言也是一种胜利。打压皇权本就是他们氏族一直以来就在做的事，所以说当李承前进了金阳城，要是空空如也的离开，丢人的还是他李承前。也就是说，进了金阳城，李承前其实就已经没了退路，必须在这里有所收获。这不是采买不采买的原因，而是他和氏族的交锋。与此同时，刚回到县衙的崔明远坐立不安，就李承前一句凭什么，真要把他折腾疯了。他很清楚李承前的问题没毛病，都是靠自己双手吃饭，凭什么非要分个高低贵贱？但同时他也明白，要是打破了士农工商这个体系，天下又将生灵涂炭。不说别的，就说他自己，他当初为什么要拼了命的读书？不就是想奔一个前程吗？不就是想被人高看一眼吗？说什么为了江山社稷，为了造福黎民，不否认有这个原因在，但是这个原因究竟占比多少，他自己心里清楚。其实对于李承前来说，他在乎的还真不是什么丢人不丢人。他一个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后世人，哪懂得这其中的门道？之所以想在金阳补充物资，说到底还是他对现如今的大唐太陌生。大唐距离他生活的后世时间跨度上千年，曾经他生活的大都市在唐朝可能还是一片不毛之地。而且当一个人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多多少少都会缺乏一些安全感。若非如此，他也不会西出长安。所以说他的选择其实不多。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误会或者说是巧合，他才会跟崔家在这金阳之地斗上一场。那些匠人都找到了吗？回到临时落脚的宅子，李承前问了一句。身后赵岩回道：一大早我就让他们去找了，估计晚点就会回来。李承前点了点头，对于崔家搞的这些垄断把戏，他还真不是太在意。政治斗争玩不赢那是缺少经验，但你要从商业的角度来说的话，就大唐，
他还真不觉得自己就比他们差多少。说到底，还是这个时代的商业真的就那几下子，商品匮乏，商业手段单一，就这样的一群商人，放在后世的话，不靠背后的势力，估计能赔的底裤都不剩。你再去城里打听一下，主要是打听一下泾阳本地的那些商贾，他们如今是个什么处境，尤其是了解清楚他们和这些氏族有没有什么纠葛。听了李承前的吩咐，赵岩正准备出门，刚转身好像想到了什么，又回头说道：“之前好像有人盯着我们的行踪，不用管他们。”李承前对此也很无奈。其实敢明目张胆盯着他行踪的人不多，不管怎么说，他的身份毕竟是李世民的儿子。这么一说的话，那盯着他行踪的人是谁，也就不言而喻了。这也是他无奈的地方。李承前这个身份的确是一种便利，但对于他来说，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关键还得看怎么利用这个身份。当然，他这会儿其实想差了。李二的确安排了人暗中跟着他们，用李二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但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估计也就李二自己知道。但有一点不用怀疑，就李二派来的人，绝技不是那么容易就被赵岩他们发现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听到李承前的答复，赵岩也就不再纠结，直接喊上了几个人就出门了。大哥，赵岩一走，长乐就摇着李承前的手，有些闷闷不乐。今天上街与他而言，除了开了开眼，还真是一无所获。面对长乐，李承前一脸宠溺地摸了摸小家伙的头，笑意盈盈地说道：“别生气了，待会儿哥哥给你弄点新鲜玩意儿，保证是你没见过的。”对于长乐，李承前很有耐心。在这个时代，如果说还有谁能承载自己的情感，就目前来看，也就这个小家伙了。长乐虽然不高兴，但也知道大哥现在的处境不好，从小出生皇家的他，比市井上的孩子终究要懂得多一些，只是恋恋不舍地抓着李承前的衣袖，也不吵也不闹。看到长乐这般，李承前还是蛮心疼的。前世他闺女和长乐差不多的年纪，但比长乐要活泼开朗得多。叹了口气，李承前牵着长乐进了书房。公子稍待，我这就把炭炉拿来。李承前刚进书房，春花就说了一句：“今天虽然没下雪，但这天气也着实有些阴冷。”回头瞅着长乐冻得通红的手，李承前一拍脑门，连连自责：“先不急，你看看我们还有没有上好的皮毛。”因为离开了皇宫，长乐对于李承前很是依恋，哪怕在街上，不是牵着李承前的手，就是拉着他的衣襟，这才把小手冻得通红。之前因为心思被别的事儿耽误了，他也就没想起这件事。有的，娘娘走之前特意给公子和长乐小姐准备了一些上好的皮毛。春花说道。李承前点了点头，道：“那行，你忙完了去拿些过来。”很快，春花就端着一个炭炉走了进来。其实炭炉一直都烧着，只是李承前他们不在，春花就把炭炉放在了外面，烧的也不旺。等春花去拿皮毛的时候，李承前就把长乐牵到了桌案后面，把长乐的小手摁在一张纸上，然后拿着炭笔就准备画。看到这一幕，长乐赶紧把手一缩，小声的说道：“脏，不怕，待会儿洗一下就好了。”李承前说完，长乐还是摇了摇头。不管怎么说，作为大唐的长公主，哪怕还是个小屁孩，但从小接受的教育不允许她这样做。公主也好，皇子也罢，身份高贵自是不假，但他们自打出生以来学的第一个东西就是规矩。李承前为什么怕露馅？不就是因为身为太子，坐卧起立都有规矩吗？怕什么？李承前把自己的左手往纸上一放，伸开五指，然后拿着炭笔就顺着自己的手掌画了起来。你看，大哥不也画了吗？关键是待会儿我们可以用这个手掌印做一个很漂亮的东西哦。到时候大哥有，你没有，你可别哭鼻子。忽悠孩子对于李承前没什么难度。果不其然，见李承前都画了，长乐这才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手伸了过来。不过看得出来，小家伙还是有些拘谨，毕竟10来年养成的习惯，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看到2个手掌印，李承前却是笑了。这玩意儿除了能做手套，还能做什么？想到这里，李承前心中冷笑：你们氏族居然还想玩什么垄断？我随便弄出一点什么东西，都绝对是你没见过的，你凭什么垄断？当然，做手套的技术不难，但关键是这玩意儿，大唐没有啊。做生意嘛，永远就是抢占一个先机。恰在这时，春花和秋月2人一人抱着几张皮毛走了进来，看到长乐的手黑乎乎的，都是吓了一跳，赶忙将手中的皮毛放下，打水给长乐洗手。行了，不用这么紧张，这又不是皇宫，你看看你们的反应，都把长乐吓成什么样了？李承前一脸不满地说道。长乐这孩子心善，以前在皇宫的时候，因为他的原因有宫女受过责罚，所以一看到宫女这反应，他就害怕，总觉得是自己不听话连累了他们。说着，李承前又将手套的想法跟2人说了一下。2人一听，顿时眼睛一亮，这年头的姑娘真没几个不会针线活的，当下就知道李承前为什么要弄2个手掌印了。这么一想，担忧的心思也少了，他们是真怕李承前把长乐带成了一个野孩子，到时候回到皇宫难免会被责罚。对了，稍微做大一些，长乐的手套做精细些。忙完了，你们给所有人都做一双，如果还有多的皮毛，给长乐做一件披风，待会儿我就把图画出来，你们照着做就是。我看有雪狐皮，给长乐的手套和披风都用雪狐皮做，到时候我们小长乐戴着白手套，披着雪白的披风，一准是个小美女。长乐听李承前这么说，害羞的不行，恨不得把头藏到李承前的怀里。看到这一幕，李承前心情大好。当春花几人正在研究着做手套的时候，刘三已经来到了书房门口。他今天一早就带着昨天提前到的2人一起去寻摸那些匠人。本来这活应该是赵岩的，但是李承前要出门，负责护卫的人自然就是早他们一步来了。泾阳的赵岩更合适。家主，人都找来了，就在前院。
李承前起身看了看正在盯着春花几人做手套的长乐，眼见他瞅着自己起身，目光就移到了自己身上，当下就把手伸了出去。长乐见状，当即也是起身牵着李承前的手。刚离开长安城的时候还有些新鲜劲儿，但真当远离了长安，那股子新鲜劲儿早就被陌生带给他的恐惧给占领了。来到前院，一群穿着粗布麻衣的匠人就站在院子里，有些蹑手蹑脚的，很是不安。如果不是刘三几人开出的价钱属实，让他们无法拒绝，他们真不愿意来。怎么站院子里？李承前见状说道：“刘三还不把人请进屋？”李承前终究还是不了解这个时代，不过他虽然不了解，但是这些匠人却是恪守着这个时代的规矩。听他这么说，皆是连连摆手道：“不用不用，我等都是贱民，可不敢脏了公子的府邸。”他们又不傻，这少年虽然年岁不大，但穿着讲究，还牵着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姑娘，再加上刘三几个彪形大汉护在左右，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孩子，可不是他们敢放肆的。要是让他们知道站在他们眼跟前的是当朝太子，估计这会儿连站都站不稳。刘三也是有些愣神，这真不合适。匠人自古以来地位就不高，你说要这么一群家伙在太子跟前登堂入室，那真是太给他们脸了。见拗不过这些古板的家伙，李承前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当下又让人去拿了几个炭炉，索性就和他们在院子里说事。等这一切安排完，李承前问道：“马车可能坐？如果公子是想找人打造马车的话，那找俺们就没找错人。”说到自己的本职工作，一匠人立马接上了话头，说道：“我叫张二牛，祖上世世代代都是匠人，别的不敢说，就荆阳一地，少说也有30%的马车出自我张家。”不是，张二牛，你这话俺咋就那么不愿意听？你说以前的还行，你们张家的却是这个。接话这人说着还比了个大拇指，但跟着又说道：“但是到了现在，你把你家养的狗算上，有2个公的吗？”他说完，众人也是一阵嬉笑。没有，俺记得二牛家那狗都是母的，就是留着串崽的。张二牛家这几年光景不好，加上关内连年天灾，家里就剩下他和他闺女，要不是赶上今年光景还不错，估计他们父女俩也只能上街要饭了。公子当面说话注意些。刘三听他们言语低俗不堪，当即呵斥了一句。他这么一说，众人顿时才反应过来，一个个连忙停止了嬉笑。李承前倒是不在意这些，摆了摆手说道：“无碍，大家随意些就是。”他是真不在意，猛然听到这不算熟悉的关中口音，倒是让他多了一些亲切感。倒不是说什么乡音，主要是他生活的年代，大家就是这么讲话的。穿越到大唐后，接触的都是文人士子，一个个讲话文绉绉的，逼着他也不得不如此。只是他虽然这么说，那些匠人还是很拘谨，上千年培养出来的上下尊卑，远远不是李承前几句话就能消弭的。见状，李承前只得继续说道：“我想打造几辆马车，走远路，但现在的马车太颠簸了一些，你们可有法子？”说到这些专业的东西，众人都是沉吟了起来。片刻之后，还是张二牛先说道：“公子身份尊贵，想必骑马车和俺们这等贱民不一样，定然也加制了当兔和伏兔。若是如此的话，俺们也是无能为力，还请公子见谅。”张二牛语气很是谦卑，他太清楚这些出身高贵的公子少爷远远不是他们可以得罪的。说句难听的，要是有人说他连给李承前擦鞋都不配，他一准儿不会反驳，充其量也就是离开后，在一个没人的地方啐一口，然后骂一句什么玩意儿。但这也是他唯一能想到的发泄方式。其他人听张二牛说完，也是齐齐附和。不管私底下大家关系咋样，但此时此刻，大家还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对于他们的反应，李承前不意外，意料之中罢了。摆了摆手，李承前说道：“无妨，我这里画了几张图纸，你们按照我这个图纸打造就行。”之所以问，其实也就是想看看大唐工匠的水平。显然，这些人守成有余，进取不足。说着，李承前就把自己画好的图纸交给了众人。起初，众人并没当回事儿，一个养尊处优的大少爷，懂什么工匠之事？虽然他们敬畏，但敬畏的并非是李承前的能力，只是他的身份罢了。但当这些工匠看到李承前画的图纸后，越看越是吃惊，一个个呆若木鸡一般的站在那里，惶恐不安。他们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作为一个工匠，这般简洁的图纸自然是能看懂的。马车他们会做，而且做了不少，但是设计这般精巧的马车，他们敢说全天下都是独一份。这般想着，心下更是不安。这年头，手艺都是家传或者拜师学来的，像李承前这种直接就将其拿出来授予旁人的，他们是真没见识过。有人不敢置信地说了一句：“敝帚自珍，终究是封建王朝的传统。就一张破图纸，这什么这？我家公子让你们看，只管放心大胆的看就是。”刘三知道李承前不懂这些，当下就开口说道。听他这么一说，李承前也明白了，当下又说道：“没关系，你们只管按照我的要求做就是，这图纸就当是一部分的报酬了。”不敢不敢。当下有人说道：“就这图纸已经让俺们受益匪浅了，不敢再要报酬。”他们是工匠，自然知道这图纸的价钱，也就是刘三一脸凶相，换成旁人，非得指着他鼻子骂他懂个球。李承前不在意这些，跟着又说道：“这些都只是粗略的东西，真正精髓的东西还不在上面。”众人一听，眼睛一亮，虽然他们知道这东西的珍贵，但贪婪终究是人的本性。见他们这般反应，李承前倒是不介意，继续说道：“如果有人愿意跟着我们离开荆阳，我可以把真正精髓的东西倾囊相授。当然，我们此行要去西北，对于你们而言，无疑就是背井离乡。不过有一点大可放心，只要安心跟着我做事，大富大贵的承诺不敢轻许，但衣食无忧总归是能做到的。你们自己考虑一下，我就先不打扰你们了。”说完，李承前也不再停留，牵着长乐就离开了前院。他在这里，这些人都不踏实。
而一群工匠这会儿也是一脸的懵逼，顿时就商议了起来。然而就在他们商议的同时，长安城内有数十快马从金光门疾驰而去。他们此行的使命只有一个，就是将李承前西行的消息告知阿史那迭利和慕容浮云。对于那些工匠，李承前还是有些想法的。他想要在吐玉魂立足，工匠是不可或缺的。不过他也知道急不得，虽然说以势压人是个不错的法子，但他还真不习惯。对他而言，以势压人终究不如以力诱人。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后他会选择什么，那就不好说了。暂时没再管那些工匠的事儿。回到书房的时候，春花几人居然已经做好了一双手套。还别说，虽然是第一次做，但模样倒是不错，至少看上去不比后世的差就是。只能说，这个年代的绣工，那的确不是后世可以比拟的。也许一个时代总归是有一个时代的特色。公子，长乐小姐的手套已经做好了。见李承前牵着长乐走了进来，春花当即就拿着手套递了过来。李承前笑了笑，看见长乐近乎两眼放光的盯着手套，心里也是高兴。自从离开长安以后，长乐就没怎么笑过，这让李承前很是担心。不过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将长乐带出来，在他看来，长乐越是这般，就越是不应该留在皇宫里。你看看，好好的一个大姑娘，愣是被皇宫里那一套给教成了什么样子？喜欢吗？李承前接过手套，故意调侃了长乐一句。长乐娇羞的笑了笑，声音低不可闻的说道：“喜欢。”他是真的喜欢，雪白的手套毛茸茸的，加上上面还有两个毛茸茸的小球，哪怕他出身皇家，可也从没见过这东西。小孩子就是这样，对一切新奇的东西都充满了好奇，哪怕是公主也不例外。李承前见他笑得开怀，也就不打算逗弄他，蹲下身子，一只一只的将两只手套都给他戴在手上，以后出去的时候就戴着。不要。长乐摇了摇头，说道：“我要一直戴着。”傻孩子。李承前起身揉了揉长乐的头，也不纠正他。任何新奇的事物，新鲜劲总是有一阵的。长乐也不搭理他，挥舞着两个小拳头，把两个毛茸茸的小球一甩一甩的，别提多可爱了。如果人生的每一天都如此刻一般，李承前倒是觉得这样也行，但生活终究不会如他的意。就在他回到书房没多久，赵岩走了进来。都打听清楚了？见赵岩进来，李承前问了一句。弄清楚了。赵岩说道：“我们有个兄弟就是金阳人，打听起来倒是没费什么功夫。”李承前点了点头，他不在乎过程怎么样，他要的是结果。金阳原本最大的商人名叫杨林，其曾祖父时期就是金阳有名的商贾，经过几代人的发展，生意也是越做越大。不过自从崔明远来当这金阳县令开始，别说金阳了，就是整个关中都是天灾连年，这才让崔家借着崔明远的便利，在这金阳站稳了脚跟。不过听说崔家下手挺狠的，杨家以前把持的生意几乎都被崔家抢了过去。这2年杨家的日子也不好过，家里现在也就剩几个铺子勉强支撑着。李承前习惯性的拿手捏了捏嘴唇，这是他穿越前养成的习惯，只要一开始动脑筋，就会下意识的这样做。对于杨家的境遇，他倒是不奇怪。自古以来，外来势力和本土势力发生冲突都快成惯例了，这有什么好奇怪的？真正让他奇怪的是，一个金阳商贾居然能抗住崔家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打击。要知道，他一开始都以为金阳的商贾现如今的日子就算不是水深火热，但也绝不是赵岩所说的仅仅只是日子不好过而已。还有其他的商户吗？李承前问了一句。赵岩说道：“倒是有几家，但那几家的日子可就差太远了。听说商铺都已经被崔家收了去，现在就靠着家里的田地过活。这就对了吗？”李承前笑道：“这样，你看看能不能把那个杨林给喊来。如果他不来，你就跟他说，我们这儿有大生意要跟他谈，问他想不想重现祖宗的荣耀。顺便，你再把那几个倒霉催的商户也喊来。我们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说到底，金阳也不是我们的金阳。那什么时候？”赵岩问了一句。李承前想了一下，就今晚吧。对了，崔家不是不禁止小批量的粮食买卖吗？你顺便组织一些人手，每天都去买，不管多少，每天都去，也不要和他们争论什么。得到了李承前的安排，赵岩就躬身告退。他不会问李承前想做什么，虽然听上去有些迷糊，但这跟他无关。等赵岩走后，李承前微微眯上了眼，这就有意思了。看这样子，杨家是有高人啊，否则他凭什么抗衡崔家这样低世家大族？这就好比后世的金融寡头到了一个不起眼的乡镇上，居然对付不了一个乡镇上的土财主，而且这金融寡头背后还有着很深的背景，这不科学。与此同时，长安城太极宫，李二正听着内侍的汇报。数十快马出了金光门，嘀咕着，李二皱了皱眉头，问道：“可查清他们此行所欲为何？”有探子说是要去西突厥和吐玉魂给阿史那细粒和慕容浮云传信。内侍小声的说道：“何信？”听到这里，李二其实有了答案。内侍附身在李二的耳旁低语了几句，李二顿时站了起来。混账！说着，李二重重的一巴掌拍在了桌案之上。是谁府上的人？说完，李二手一挥，一群宫女和太监施礼之后就走了出去。直到此时，李二才看向内侍，内侍也是一脸的苦涩，说道：“应该是燕王府。”是他？李二瞬间就猜到了是谁，但脸上的怒意也是到了极致。难不成他还想给他爹报仇不成？当年若不是父皇宽厚，哪有他的狗命活下来？说完，李二倒是冷静了下来。说实话，当确定了是谁后，他内心反而松了口气。他怕就怕真是李承前的几个兄弟在搞鬼。上行下效，那时候可就真的应了李渊的那句话。沉思了片刻，
李二突然说道：“之前让你们准备的怎么样？”内侍也是一愣：“你这是问的啥？你让我们准备的事可多了，不说个具体的，谁知道你问啥？就是百奇司的事儿。”总的来说，李二还是个比较宽厚的皇帝，一般情况下倒也不会迁怒于人。见内侍一下子没想起来，倒也提点了一句：“还不是很妥当，估计再有些时间也就差不多了。”李二摇了摇头，说道：“不等了，仓促就仓促些，现在就把百奇司放出去。”说完，李二又说道：“顺便摸清楚，这事和燕王到底有没有关系？”虽然知道是谁，但他心里还是有些担心的。李承前怎么也没想到，因为他的穿越，鼎鼎大名的百奇司居然比历史上早几年出现了。长安发生了什么？李承前不知道，他这会儿正饶有兴趣地打量着眼前这个家伙。无他，主要是这人自称王玄策，这个名字他太熟悉了。当年追二狗的时候，状元王玄策，白马探花陈庆之，再加一个榜眼王虎胜，他是挨个去网上搜了的，这才知道大唐也有个王玄策，孤身灭国，堪称一代传奇。唯一不确定的就是这个王玄策到底是不是他所知道的那个王玄策。你说你是杨家的账房？李承前有些疑惑地问道。读过书？读过。王玄策也有些不知所措。此时的他不过18、19岁的年纪，还有些稚嫩。虽然不知道李承前究竟是个什么身份，但他又不眼瞎，摆明了非富即贵呗。赵岩当初是去请的杨林，但杨林这些年都快被崔家折腾疯了，本来有心拒绝，但听赵岩说有大生意，甚至能重现祖宗的荣耀。商人出身的他怎么可能不动心？这不就叫上了王玄策一道来。王玄策说是他杨家的账房，其实就是他的幕僚。这些年他们杨家还能苟延残喘，多亏了王玄策帮他出谋划策。当然，王玄策之所以愿意委身杨家，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杨家愿意资助他参加科举，这对他们来说本就是合则两利，相得益彰的事。小门小户的，又有几人读得起说？准备参加科举？李承前琢磨了一下，大致也猜到了。对此，王玄策点了点头，说道：“有这个想法，但学识浅薄，不敢轻视。王公子的学问自然是极好的。”一旁，杨林帮忙吹嘘了一句：“这些年他也明白了，再有钱，他也斗不过那些世家大族，所以这些年他资助了不少学子求学，就指望他们日后飞黄腾达了，还能念及一点昔日的情谊，哪怕是金阳混不下去了，也有个去处不是？”李承前又问道：“那杨家能在崔氏的打压下勉强维持下来，都是你的功劳，不敢居功。”王玄策很是谦虚，说道：“主要还是杨家底子厚实，倒是与我无关。”王公子客气了。杨林也看出来了，这少年好像对王玄策很感兴趣。如果这少年能提拔一下王玄策，他当然不会拒绝，当下就帮其鼓吹道：“这些年若不是王公子，我杨家早就跟其他几家一样，守着祖上传下来的几亩薄田度日了。”对于杨林的话，李承前听一半，信一半，总之就是兴趣不大。本来还有心找杨林做点生意，但这会儿他更感兴趣的的确是王玄策。如果说这个王玄策和他所知道的那个王玄策是同一个人的话，那说什么也要把这家伙拐走。跟李二抢人才这个事儿，他一点不介意。说说杨家是怎么在崔家的打压下坚持下来的。李承前之前觉得杨家有高人，现在看来，这个高人应该就是王玄策了。当然，这也只是他的猜测罢了。这事儿说起来还真多亏了王公子。王玄策不好意思自夸自擂，杨林倒是无所谓，他乐不得王玄策被这个看上去就身份不凡的少年人看中，要是能借此一步登天，他还能跟着沾点便宜。王玄策一言不发，终究还是年岁不大，脸皮薄，黄婆卖瓜的事儿干起来多少有些拉不下脸。就他这表现，李承前一时间也无法判断他究竟是不是自己所知的那个王玄策。正准备再追问几句的时候，赵岩又带着几人走了进来。这些人是谁？李承前不用问都知道。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句话形容到这些人身上恰如其分。不管这些年他们被崔家打压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比起普通老百姓，他们的日子不要太安逸。既然人都到齐了，李承前也就不再纠结王玄策的事儿，毕竟正事要紧。诸位昔年都是我们泾阳一地有名的豪商，今日冒昧将大家请来，实属有事相求。众人也是一愣，一开始还以为这少年在嘲讽他们，哪有连个商铺都没的豪商？但听到后面又都傻眼了。我们这些落魄的商人能帮你什么？而且不是说有大生意要跟我们做吗？大生意呢？公子这话可是让我等汗颜。杨林一脸笑意地接茬道：“早些年我们这些人倒也敢自称一地豪商，左右就是个往脸上贴金的话罢了。自打祖上开始行商，脸皮这东西于我们而言早就可有可无。只不过这2年我们可大不如前，就算脸皮再厚，也不敢再自称一地豪商。”他这话倒也实在，商人嘛，太过在意脸皮，终究一事无成。再说了，都混到4名垫底的份上了，还有什么脸皮？听说过。李承前笑了笑，说道：“这几年崔家和其他世家大族都来泾阳发展了，抢占了你们的生存空间，让你们吃了不少亏吧？”那可不是。一中年人听到这话，顿时就摇头说道：“这些年天灾连年，生意本来就不好做，还被他们横插一杠子。”说到这个，他就来气，其他人也是纷纷摇头，甚至有人摇着头，一脸叹息道：“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呀。”对这话，李承前不置可否。谁信啊？我这里有笔生意想和你们做，但先说好，这生意该怎么做，都得听我的。李承前没再跟他们磨嘴皮子，没意义，直接开门见山。而李承前话音刚落，好些商人就打了退堂鼓。无他，这条件太霸道了，什么生意都还不知道，就得全听你的，
关键是你一个少年人会做生意吗？别到时候把我们的棺材本都赔进去了。不过对于李承前这般霸道，他们倒也觉得正常，世家大族好像都是这般。昔日里，崔家难道就不霸道？公子见谅，我家已经落魄多年，实在无心再从商贾之事。说话的姓黄原本也是泾阳一地有名的豪商，不过这2年家道中落，虽然还算富庶，但在泾阳商业上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话语权。他不看好李承前的生意，也不相信李承前会做生意，所以当下就站了出来。他站出来后，又有2个跟他私交不错的商人站了出来。李承前闻言点头道：无妨，这生意赚钱归赚钱，但估计也就能赚个头1年的，来年这生意可就不好做了。姓黄的没接茬，就等着李承前打发他们走人。这2天，崔家那边给他们都打了招呼，说是长安那边来了贵人，要跟他们崔家在泾阳斗上一场。现在想来，那所谓的贵人定是眼前的少年，他可不认为这少年是崔家的对手。既然如此，也就没必要上赶着去给人家当炮灰。之所以会来，不过就是不想得罪所谓的贵人罢了。最终，黄松和另外3人一道离开了。等走远了后，其中一人吐了一口唾沫，一脸不屑地说道：呸，什么玩意儿，就凭他也敢和崔家作对？就是我当真有什么大生意找我们谈，结果什么生意都不知道，张口就要我们听他的。接话这人也姓杨，他当他是谁？黄口小儿罢了，若非仗着家世显赫，看我怎么收拾他。说完，这姓杨的眼睛一转，突然又说道：你们说我们要不要这件事儿透露给崔家，也能卖个好不是？你想找死？他说完，黄松顿时就停下了脚步，转身瞪了他一眼，道：你是什么身份？他是什么身份？斗不赢崔家，还玩不死你一个商贾。黄松心很累，他之所以不愿意掺和，就是因为这些世家大族的斗争，他们这些小商人根本就掺和不起。听黄松说完，姓杨的也是一愣，总感觉背后冷汗连连。仔细一想，的确是这么个道理。而在李承前的正厅里，这会儿就留下了4个人：杨林、王玄策，还有泾阳本地的另外2个商人。杨林这会儿其实也很好奇，他之所以会留下来，完全是因为王玄策没走。他相信王玄策，杨家这些年还能保留几个商铺在泾阳苟延残喘，全是王玄策的功劳。这一点他之前确实没说假话。让他好奇的是，另外2个家伙怎么也没走。他哪里知道，另外2个家伙没离开的原因其实也简单，因为他杨林没走。是的，就这么简单。毕竟杨家这几年虽然也落魄了，但比起他们2家，那要强上太多了。这会儿的杨林在他们眼中简直就是指路明灯。既然你们几人都留下来了，那就是愿意和我做这笔生意了。李承前不在乎谁走谁留，无所谓，他只要结果。公子说笑了。杨林一脸苦笑地说道：到了如今，我们哪还有什么选择权？公子能和我们做生意，就已经是抬举我了。现如今，我们哪还有什么生意可做？就我那几个勉强维持的铺面，也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他说完，另外2人也是一脸苦笑，颇有几分英雄落幕的伤悲。突然，2人对视一眼，居然都笑了。其中一人说道：你说黄松他们是不是做生意做傻了？就我们现在的处境，连个商铺都没，有人找上门来做生意，他还不干。他在想什么？他们几人可不比杨林家，杨林家好歹还有几个商铺，虽然日子也不好过，但人家总是还有几个撑门面的。他们这些人如今真的就剩家里那几亩薄地了，都到了这个时候，再不拼一把，这家业说不好哪天就败光了。杨林闻言也是一愣，这一瞬间倒是想明白了什么。既然你们有了主意，那我们也就不磨蹭了。李承前说完就摆了摆手，服侍在一旁的夏晴赶忙进里屋，端出一个用红绸子盖着的盘子。虽然不知道这盘子里到底装的是啥，但杨林几人都知道，这肯定和他们要做的生意有关。李承前也没急着揭开红绸子，而是先说道：既然是做生意，我们就开诚布公的谈。我和崔家有些过节，想必几位也略有耳闻。他们这2天在做什么，你们应该都知道。知道一些。杨林率先点了点头。废话，崔家都找上门和他们打招呼了，能不知道吗？其他2人也是如此。虽然都惧怕崔家的报复，但商人嘛，谁不喜欢以小博大？尤其是另外2人，如今连商铺都没了，再不拼一把，难道真的将祖传的家业败在自己手里？要是这样，死了都没脸去见自己的列祖列宗。李承前点了点头，说道：他们想垄断市场，阻止我。实不相瞒，泾阳我也待不了几天，等我这边准备充足了，还是要离开的。李承前还是不愿意骗他们，作为后世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他一时间还干不出这种事来。说出来就是将选择权抛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做选择。果不其然，听到李承前这么说，就连杨林都忍不住看了王玄策一眼。他留下来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相信王玄策，但这会儿李承前这么说，他还是有些慌。虽说是相信王玄策才留下来，但也有李承前身份的原因。原本指望着有李承前的身份，不管怎么也能帮着他们在前面撑着不是，但现在看来好像事情和自己想的有些不一样啊。而另外2人中有一人直接站了出来，问道：不知公子说的这门生意利润几何？听他这么问，李承前点了点头，这他妈才是做生意的人好吧？如果风险和收益成正比，那这个风险就值得一试。杨林和另外1人一听也是侧耳倾听。李承前想了一下，说道：不好说，因为之前我就说过了，这个生意估计也就能做1年，利润的话兴许能翻倍，最差也有50成利。最关键的是回本的周期短，如果是为了赚一笔快钱，赚了就跑10天左右，如果想多赚些，估计能卖1个多月，当然周期越长利润越高。
5成利，10天。后面的话几人都没听清楚，就记住了这最关键的2个点。一瞬间，几人的眼睛都带放光的，这生意能做呀！别说是得罪崔家，就是得罪皇家，这生意也可以干。商人逐利，这本就是天性，何况如此大的利润。公子，这生意我王家做了，只要有公子说的利益，我王家上上下下一定为公子马首是瞻。之前问及利润几何的那个商人，当下就说道：作为一个商人，如此赚钱的生意都不做，他都觉得愧对列祖列宗。还有我也是。只是片刻，留下的3个商人都齐齐点头。开什么玩笑，这么赚钱的生意，除了那些做无本买卖的，他们还没见过。当然，这会儿他们更好奇，那红绸子之下究竟是什么东西，居然能如此赚钱。对于他们的反应，李承前倒是没什么感觉，商人嘛，就这德行。但有了他们，崔家所谓的垄断几乎就成了一个笑话。想到这里，李承前嘴角一咧，垄断是吗？就是不知道你们懂不懂什么叫反垄断。商人逐利这是本性，放在任何时代都是如此。当杨林几人一听到这惊人的回报率时，哪儿还管那么多，目光一直就死死地盯着红绸子。现在他们最想知道的就是这红绸子下面究竟是什么，居然能带来这么丰厚的利润。一旁王玄策也有些傻眼，虽然他不是商贾出生，但在杨家做了这么些年的幕僚，也懂一些商业上的东西，但从没见过获利和回本如此之丰，还能如此之快的生意。事实上，真正让杨林3人下定决心的，正是10天回本的噱头，这才是最让他们动心的。10天啊，5成利润，这怎么着都值得他们拼一下了。大不了到时候赚了钱去别的地方行商就是。当然，这也是商人最让人厌恶的地方。李承前眼瞅着到了这一步，倒也没再卖关子，伸手就把红绸子给扯开了。瞬间，几双手套出现在众人的眼前。一开始，李承前倒是没想到用这个东西来牟利，最开始他是打算拿酒或者马车来达到目的。刚好今天看到长乐的手动的通红，这才想起来大唐还没有这个玩意。比起酒和马车，当然还是这东西最合适。酒的话，好说不说，真的是糜费粮食，至少现阶段这么做不合适。至于马车，主要是周期太长，哪有手套来得快？这是何物？看到这几双手套，几人也是愣了一下，他们也没见过这东西。李承前笑了笑，没说话，随手从最上方取下一双手套戴在手上。这东西我称之为手套，用上好的皮毛缝制，至于效果如何，你们也可以上手试一下。几人还是有些傻眼，就这玩意儿能有5成利？当然，虽然疑惑，但几人还是上前一人取了一双手套戴了起来。这手套刚戴上，几人就是眼睛一亮，好东西！他们明显的感受到了原本冰凉的手有了温度。2只手不断的尝试做各种动作，让他们惊奇的是，10根指头居然都很灵活，是个好东西。王姓商人赞叹了一句。李承前笑道：是不是好东西我不好评论，但至少这个东西在冬天的时候用起来最是合适，而且老少皆宜。当然普通人家暂且应该用不起，但富贵人家难道还用不起吗？你们想想，长安城里有多少勋贵，又有多少世家大族，当这东西出现在长安，他们会不会买？买不买得起？听李承前这么一说，几人眼睛一亮，确实这东西本来就不是卖给普通人家的，他的对标客户本就是那些勋贵、士族、有钱人。这个缝制手艺虽然极好，但这东西工艺怕是不难吧？有人问了一句。对于这个问题，李承前也点了点头，说道：确实不难，所以我之前才说这生意也就做个头1年，第2年保准也有人做。不过有什么生意是你们真正可以垄断的？没有吧？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先机。你们的先机是什么？不就是你们比别人更早的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吗？现在你们马上安排人把长安城周边的所有皮毛都收回来，然后找绣娘来缝制。到时候就算别人知道这个玩意做起来简单，但皮毛都在你们手上，他们就算知道了，今年也只能眼睁睁的看你们赚钱。当然大户人家可能囤了一些皮毛，但跟你们有什么关系？难道他们每家每户都会选择自己做不成？所以说充其量也就是你们少卖一些罢了。不过你们放心，今年你们只要做出来，做多少都能卖出去，这是必然的。毕竟一个新鲜事物的出现，绝对会引起一群人跟风式的购买，哪怕家里能做，但大户人家谁缺那几个钱？谁不想在第一时间享受上？杨林几人越听越兴奋，的确是这么个理。只要他们提前垄断了今年的皮毛，那至少今年的手套就只有他们几家能做。关键是这东西真的回本快，巧也是巧在这号死不死的刚好是冬天，这要是夏天，这生意的周期可就长了。这生意做得，这是3人不约而同的想法。商品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实用，能解燃眉之急，这才是商品最大的价值。但这东西就刚好能起到这个作用。这大冬天的，谁出门双手不是揣在袖笼里哆哆嗦嗦的？大雪天冻起人来，他还管你是不是读书人，是不是勋贵，是不是士族？扯淡！在老天爷眼里，天底下所有人都只有一个名字，蝼蚁。所以说这东西还是很有市场的，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有搞头。公子，这生意我们愿意做，就是具体到底是个什么章程，还请公子明示。商人的眼光还是有的，至少在商业这一块，他们的眼光不会比任何人差。当察觉到其中的利益后，那就没什么好纠结的了。做呗，商人嘛，有这么丰厚的利润，你不把最后一个童子赚到手，那他妈都叫亏了。对于这个结果，李承前不意外，
当下说道：“其他的都好说，但你们得帮我做一件事。”说着，李承前从怀里取出了一张纸，递给了杨凌，这是他们西行急需的一些物资，这些东西你们必须帮我准备齐全。李承前说完又继续道：“再就是，如果你们愿意将所有的交易都用粮食结算，那么我除了拿走我需要的东西，其余的收益都是你们的。”听到前半段的时候，他们还觉得理所当然，因为他们知道崔家在做什么。但是听到后半段，让他们又迟疑了。收益全部用粮食结算，或者说全部换成粮食，这都没问题。但这么大一笔收益，李承前居然直接就给了他们，这让他们有些难以置信。那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天底下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一点杨凌三人很清楚。当李承前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李承前肯定另有所图。李承前说道：“简单，所有粮食全部留在金阳一地出，但是每一斗得比崔家低一文。”这话一出，三人瞬间愣住了，这是让他们往死里得罪崔家人啊！李承前没管其他，继续说道：“崔家现在卖的粮食都是陈粮，你们低一文的价格，谁还会买他们的粮食？垄断？真以为自己家底厚实就能玩垄断？我要的是让他们粮食烂在粮库里，都没人买。”李承前毕竟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像类似以德报怨这种不良行为，他是坚决不会做的。当然，记仇这种事他也不屑为之，毕竟一般有仇当场就报了。一天天的都这么忙，谁有空掏出个小本本来记这些？至于说遇到当场报不了的，那该苟还得苟。不是有句话叫做君子报仇10年不晚吗？他表现得云淡风轻，但是杨凌三人却是呆住了。要是这样做的话，那都不是得罪崔家了，这根本就是摆明军马炮，直接开始打擂台了。关键是你事后拍拍屁股就走了，我们还得留在这里面对崔家的怒火。想到这里，众人心里有些没底了。这不行啊，扛不住啊。公子，那个杨凌有些支支吾吾的，这话他没法说。虽然他也想赚这个钱，但如果要明火执仗的和崔家打擂台，他们心里还是有些没谱。无妨。李承前自然知道他们担心些什么，说道：“虽然我走了，但我会跟他们打招呼。当然，商业上的正当竞争我不管，不过在经商这一块，你们不会没信心吧？如果是单纯的商业竞争，那我们还真不怕他们。”王姓商人一听，当即就说道：“虽然这些年被崔家逼得连一家铺子都没了，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他还是瞧不上崔家那一套。”对于这一点，李承前倒是没怀疑。说实话，没意义，毕竟这是他的生意，就算借崔浩1万个胆子，他也不敢用那些龌龊的手段来竞争。但正规的商业手段，他会怕吗？所以说没意义。那还有什么好说的？李承前摆了摆手，说道：“安心的赚你们的钱就是，至于其他的，不用你们操心。只要你们听我的安排，相信我，今后赚的钱只会更多。你们不会以为我只有这么一个东西能赚钱吧？”一听李承前这话，众人又是眼前一亮。如果说李承前还有类似手套这样的赚钱买卖，他们真的不介意和崔家打擂台。商人看重的永远都是利益，崔家很厉害，很庞大，这不错，但这里终究是金阳，并非是柏林与清河。如果是在这两个地方和崔家打擂台，那没得说，他们一准儿想都不想的就拒绝了。但在金阳，他们还是愿意试一下的，尤其是当李承前说过会给崔家人打招呼，仅限于商业上的正当竞争。要是这都不敢，那他们还做什么生意？回家逗孩子好了。没了后顾之忧，杨凌便问道：“那公子可还有什么要吩咐的？”谈不上吩咐。李承前说道：“不过这几天你们倒是可以安排一些人去几个氏族家开的粮铺买粮食。”这是为何？王姓商人有些疑惑。你不是说要让崔家的粮食烂在库房里，都不让他们卖出去一粒吗？怎么自己还要去买？李承前摇了摇头，这年头的商人赶后市还是差太远了。你以为你们今日来我这里，崔家人不知道？李承前说道：“既然他们知道，你说他们会怎么想？换句话说，我现在找你们，能为了什么事情？所以说，你们从我这里离开后，要是一点动静都没，人家肯定会怀疑我们在筹备什么东西，这很有可能影响到我们之后的计划。但如果这个时候你们都组织人手去他们粮铺买粮食，那他们又会怎么想？无外乎是我出了高价，让你们帮着我购买粮食。那接下来他们会怎么做？再次限制粮食交易。”杨凌一听，立马就明白了，好歹他也是商贾世家出身。李承前点了点头，但又摇了摇头，说道：“对，也不完全对。限制粮食的交易量是肯定的，但如果他们贸然这么做的话，先不说老百姓答应不答应，我们内为之，县大人肯定不会答应。虽然他也是崔家人，但他还是金阳一地的父母官。金阳遭灾这么些年，老百姓一直食不果腹，好不容易今年有收成了，他肯定不会坐视老百姓拿着钱都买不到粮食。所以说，崔家肯定还会想其他的办法。”几人点了点头，这的确，崔明远虽然也是崔家人，但在金阳的官声的确不错。这一点，杨凌知道的最为清楚。如果不是崔明远，他几个铺子未必就保得住。但话是这么说，他们还是不明白崔家究竟会怎么做。沉吟片刻没有思绪后，杨凌问道：“还有什么办法？”其他两人也是一脸认真的听着。到了这会儿，谁敢说这少年不会做生意？你们忘了，他们是读书人，读书人最擅长什么？左右言论啊！李承前说道：“他们一定会以金阳连年遭灾，又有人暗中囤积粮食为由，限制粮食的交易量，甚至还会大肆宣扬，暗中囤积粮食的人想把金阳的粮食运到别的地方。这本就是一举三得的事，既限制了粮食交易，又为我日后运粮食离开制造了麻烦，最后还给金阳老百姓卖了一个好。你看，我们限制粮食交易，可都是为了把粮食留到金阳，到时候
老百姓一定会听他们的，甚至还会对他们感恩戴德。只有啃过树皮的人才知道粮食到底有多珍贵。李承前说完，几人头皮发麻。的确是这么个理，说的也没错。但他们从一个商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李承前此举其心之险恶，比崔家有过之而不及。他们完全相信，如果崔家不宣扬有人大肆囤粮，准备运到别的地方去，李承前自己都会去宣扬，因为这完全符合李承前的利益啊。他想要的结果是什么？不就是让崔家的粮食烂在仓库里也卖不出去吗？但那样的前提是他必须有粮食卖，且价格比崔家更低。在这之前，李承前其实是没办法的。但谁知道，他居然让他们去组织人手买粮食，硬生生的推动崔家再次限制粮食交易的数量。别看就这么几天的时间，崔家要少卖多少粮食啊？这都还不是最狠的，最狠的是他连崔家的退路都给他堵死了。有人要把粮食运到外地去，这不就是逼着崔家把粮食烂在仓库里吗？这崔家要是真跳进了这个烂泥塘，那真的是爬都爬不起来了。他们相信，这可能还不是李承前的全部计划，毕竟他们之间没有多熟，别人又怎么可能把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估计李承前连他们中间如果有人给崔家告密的情况都做了安排。想到这里，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皆是一言不发。做了这么多年生意，真的是做到狗肚子里了。比起李承前这一环套一环的手段，他们昔日的手段就像是小孩子过家家一般。离开了李承前的宅子，杨林四人心情那个复杂，当真是没法形容了。你说激动吧，那是真激动。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笔好生意，不但能赚钱，还能报复崔家。崔家打压了他们这么多年，你要说他们一点都不怨恨，鬼都不信。之前不敢报复，其原因还不是自身实力不济。真要有那实力，你真当他们这些人都是好相与的？还是说，在崔家来到金阳之前，金阳就真的没有别的商人？怎么可能？还不都是被他们打压下去了？所以说，不要看他们在李承前、在崔家面前唯唯诺诺，他们就真的是慈眉善目的好心人。扯淡！慈不长兵，义不长财。商人，你要说他们个个都是十恶不赦之徒，那夸张了；但你要说大多数都是良善之辈，那更他妈夸张。他们之所以心情复杂，是发现自己在一个少年人面前，居然像一个稚童一般。关键是，人家还是在他们最擅长的领域，将他们击败的体无完肤。老杨，去你家坐坐。杨林叹了口气，说道：“老王、老李，都来吧。”老李全名李勤俭，老王全名王德全。李勤俭也跟着叹了口气，倒是没说什么，只是跟着杨林朝着他家走。一路上最安静的其实是王玄策，他自始至终一言未发，谁也不知道他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当晚，三人在杨林家商谈了许久，既然决定了，那也不啰嗦，肯定得干。但三人的一致意见都是抱紧李承前这条大腿，不管他背后究竟是谁家，这不重要，只看李承前敢和崔家硬碰硬，想来背后的实力也不会太差。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李承前在商业领域带给他们的震撼。经商什么时候可以这样玩了？说实话，他们一开始是不看好李承前的，毕竟崔家真的能垄断市场。但现在看来，他们在李承前面前像稚童一般，崔家又何尝不是？垄断，那不就是个笑话？千年士族居然斗不赢一个少年人。李勤俭临走前摇头说道：“从听到李承前的计划后，他们就如同已经看到了崔家的下场一般。这点眼光他们还是有的。当然，李勤俭这话有失偏颇，毕竟崔浩所代表的崔家不过是金阳一地罢了。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已经折服在了李承前的经商天赋之下。当夜，金阳、李家、王家、杨家三家齐出，金阳的商业格局注定要改写了。还别说，当三人分别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些激动。被崔家压制了这么多年，能亲自让之前高不可攀的崔家吃一次亏，这感觉还真不错。而在李承前的书房中，他抱着长乐坐在炭炉前烤着火，一边哄着小丫头睡觉。这孩子胆子太小了，之前他在前厅会客，这丫头虽然懂事的没有跟来，但一直站在门口等着他。等到后面的时候，都快睡着了。家主，要是他们几人有人给崔家通风报信怎么办？赵岩和刘三几人这会儿也在书房中，虽然李承前让他们自己找地方坐，但却是没一个落座的，都是规规矩矩的站在那里。对于这一点，李承前也没多言。这个年头，上下尊卑的思想太重了。闻言，李承前笑了，说道：“他们中要是真有人这么做了的话，那可就好玩了。”他没明说，但后手他还是有的。这年头的商业竞争真没什么新鲜的，比起后世，这都只是小场面罢了。听李承前这么说，赵岩几人也不再多言，他们也就是提醒一句，担心李承前轻信于人。对这位年岁不大的家主，他们还是很幸福的。不管是之前酿造的酒，还是今天弄出来的手套，这都让他们长了见识。就刚刚杨林几人走了后，谁不是人手一双手套？他们试过，这玩意儿要是戴在手上，在大冬天至少能帮他们提高最低1成的战斗力。这东西好像天生就是给他们这些军汉准备的，不管是挽弓还是骑马，哪怕是挥舞马槊都不受任何影响。不夸张的说，有了这东西，在战场上他们都比别人多一丝的保命本钱。那些工匠怎么说？没再说这个，李承前问起了工匠的事。天都黑了，那些工匠还没个答复。他们说要回家和家人商议一下，明天给答复。这件事儿是刘三负责的，考虑是应该的。对于这一点，李承前没什么好说的，毕竟是背井离乡，在这个年代可算不得小事，也应该考虑清楚。想了想，李承前又说道：“对了，你们之前说谁祖籍是金阳的来着？卑职祖籍金阳。”说到这个，王静站了出来。李承前问道：“
那在金阳你还有族人吗？信得过的那种？有的。王进说道，卑职一族叔在金阳县衙当值，可信？李承前再次确认了一遍。王进点了点头，郑重地说道，卑职以性命担保。对于他们这种动不动就拿自己命说事的行为，李承前是颇为无语，无奈地说道，我要你命干嘛？就问你族叔信不信得过，你直说就是。信得过。王进再次点头。李承前说道，那就行，明天你就去找你族叔，让他帮我们采购一些铁料，记住做隐蔽些，告诉你族叔，不管他什么价格买来，我们都给他加一成利。不用。王进话都没说完，李承前就一摆手道，就按我说的做，别什么用不用的。你想一下，别人凭什么帮你做事？就算你们往日关系好，别人帮你做事又会出多大的力？他这话完全是带着后世人的思维在说，在唐朝还真不是他说的这样。这年头的人诺不轻许，但承诺的事儿还真不会像他说的这样。当然例外的情况也有。对了，你在私底下寻摸一下，看看有没有制作兵器的匠人，如果有，不管用什么办法什么手段，一定要给我弄回来。李承前说完琢磨了一下，金阳之地的确没什么遗漏的了。见李承前交代完了，一旁的朝政说道，公子今天该换药了。他不说大家都快忘了李承前腰腹还有伤。李承前笑了笑道，不急，待会儿长乐睡着了再换。说着李承前又问道，他们都安顿好了？朝政点了点头，他知道李承前说的他们是谁。当晚崔浩就得知了李承前将金阳本地商贾都请到他宅子的消息，甚至他还知道黄松几人提前离开，杨林几人一直待了很久。对于这样的消息，在金阳其实很难瞒过他。当然李承前压根就没想藏着掖着，也是主要因素。从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崔浩就在琢磨李承前究竟意欲何为。可惜虽然他出生崔家，读过不少圣人之书，但对于商贾一道还真没什么见地。至于说他能将杨林等人打压得苦不堪言，说实话，这跟他做生意的能力无关。对付杨林他们，他拳头足够大，没什么花招，刚硬实力，然后他刚赢了，仅此而已。但自从昨晚得知李承前将杨林他们请去后，崔浩就很是不安。无他，不过是对不可掌控的未来有些担忧罢了。老爷，这里提一嘴，老爷这个称呼应该是始于宋，唐应该称阿郎，为了行文流畅，阅读舒适，咱就喊老爷了。有消息了。就在崔浩惴惴不安的时候，一个老仆走了进来。崔浩闻言当即问道，快说说他们究竟想干什么？今天一早，杨、王、李三家都安排了大量的人手在我们的店铺里购买粮食，虽然我们限制了每人的购买量，但他们人很多，真要算起来的话，买了也不少了。老仆急忙说道，他一大早就出门打听消息去了。听到老仆这么说，崔浩马上就想到了前因后果。是的，他明白了，真的明白了，想用这种方法凑齐粮食吗？说完他嗤笑了一声，但你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法子还真行得通。只要人多，就李承前需要的那点粮食，真有可能让他几天就凑齐。而就在这个时候，崔家粮铺的掌柜急匆匆的小跑了进来，不好了，杨家、李家、王家都派人来我们店铺里买粮食了。刚进门，这掌柜就急忙说道，我都知道了。崔浩说道，倒是小瞧了我们这位殿下，居然想了这么一个馊主意。说完他自己都笑了，就别说什么馊主意不馊主意的了，关键是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才好？真要是让他们这样继续下去，没2天一准就能把需要的粮食凑齐。粮铺的掌柜急得直上火，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评价别人的主意馊不馊的？关键是就算是馊主意，但人家能成事啊。无碍。崔浩笑着说道，我们这位太子殿下终究还是年少，不知人间疾苦，更不知商道险恶，做事儿也有些小家子气，传出去都难登大雅之堂。别说什么大雅之堂了，你就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吧。人家出招了，总得想办法解决吧。粮铺掌柜那叫一个无语，咱能不吹牛了吗？先把正事解决了，我慢慢陪你吹。怎么办？崔浩突然笑了，说道，这事儿还不好办。既然他想用这种方法获得粮食，那我们不应该让这位太子殿下了解了解世道的险恶吗？即将安出。一听崔浩这么说，粮铺掌柜顿时眼睛一亮，这是有招了。崔浩笑道，你回粮铺后马上贴出告示，从今天起粮食再次降低单日的购买量，不论任何人都定额定量，我倒要看看他能找多少人来帮他买粮食。这样干，那些老百姓还不得闹起来？就算他们不闹，明远兄那边怎么交代？听崔浩说完，粮铺掌柜摇了摇头，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不管是杨家、李家还是王家，这几年因为灾荒都没什么囤粮，也就是勉强能糊弄自己一家人罢了。哪怕今年有了些收成，但今年的风调雨顺也只是相对于前几年的灾荒来说，严格的说起来，今年还真算不得一个丰收年。而他们家的那些人，谁家不要吃饭？定额定量的发卖粮食，谁又不想先帮自己家里囤一些？毕竟这是救命的东西。怎么说呢？家无隔夜粮，做梦都不想。但问题是，这样干，老百姓还不得闹翻天？食不果腹了好几年，刚有了点起色，结果拿着童子都买不到粮食了，他们难道会不忐忑？崔浩说道，无妨，到时候你告示一贴，肯定有人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就跟他们说，有黑心商人在暗中囤粮，想把我们金阳的粮食拉到外地去。为了保证我们金阳老百姓有足够的粮食度过这个寒冬，我们士族宁愿赔本，也要将这些粮食留在金阳。说这话的时候，崔浩很是得意，这真如李承前所说，是一举多得的主意。有那么一瞬间，他都想为自己的极致吹捧两句。而粮铺掌柜一听，从一开始的愣神，马上就变成了狂喜。
这么做的好处对他们氏族来说可就太多了呀。他们又哪里知道，这一切不过是李承前给他们下的一个套，结果他们跳的那叫一个干脆，甚至还自认为是自己的极致。当然，如果不是李承前有后手，这一招是真的好使，刚好打蛇打7寸，打在了李承前的命门上。毕竟，就算李承前想尽了办法筹齐了粮食，但等他将粮食拉出去的时候，那金阳老百姓还不得用唾沫星子淹死他。就算淹不死，也能从侧面佐证了崔家之前说的都是真的。届时，崔家的声望一准在金阳一地再上一个台阶。也许到了那个时候，凭借这一份声望，真的就可以再造一个金阳崔氏。话分两头说，当崔家这边洋洋自得的时候，杨、李、王三家正在长安城和周边半日内能赶到的城池疯狂地抢购皮毛。他们三家虽然落魄了，但有句话怎么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终究是昔日金阳最大的一群商贾。哪怕这些年日子不好过，但是底子还在。再说了，谁家还没180的佃户？这些年，他们之所以把以往积攒的粮食消耗殆尽，其主要原因就是救济佃户了。当然，你也不要以为他们能在大灾之年不收租子不说，反而救济佃户就一个个都是良善之辈了。他们此举只是清楚的知道，维系民生的同时，投资什么才能利益是最大化。毕竟灾荒年终究会过去，过了灾荒年，他们也还要有佃户种地，不然那些田地难道都让其荒废了？当然，这些粮食也只是借的，还是要还的。不过，哪怕是如此，他们昔日的行为，在这个时候还是有了效果。不管是去周边城池购买皮毛的，还是在金阳本地买粮食的，又或者之后要为他们缝制手套的，都是从这些人里面出来的。一饮一啄，也许真的是天意。崔家粮铺原本愁眉苦脸的粮铺掌柜，这会儿却是一脸的春风得意。任何能解决的问题，那都不叫问题。告示都贴出去了。坐在店铺后堂烤着炭炉的崔掌柜，一边煮着茶，一边问道。粮铺的伙计笑意盈盈地说道：“贴出去了，这会儿外面正闹着呢。那些老百姓甚至叫嚣着要去县衙问个缘由，让他们再闹一会儿，闹越大越好。”崔掌柜笑着说道，说完继续老神在在地煮着自己的茶。伙计笑着搭腔了几句，也就在旁边看着炭炉。这日子是真的冷，又没有更好的保暖手段，能在有炭炉的房子里躲个懒那也是不错的。而此时城里所有的粮商都同时贴了告示，而且其意思都一样，就是从今天起再次降低粮食的发卖量。这个消息就像惊雷一般，直接把这座本来还算宁静的小城给惊醒了。不管家里有粮没粮，都安排了人去排队买粮食，甚至都暂且不管能买到多少，最起码要先买到。虽然说今年有些收成，但本身就不是家家户户的收成，都够一家人糊口。再加上这些年很多人家为了活命，本就把家里的田地给卖了，这接二连三的限制粮食的发卖，让他们感到了恐惧。没饿过肚子的人，没经历过连年灾荒的人，可能很难体会他们此时的感受。而他们这些人中，一些激进胆大的家伙，直接就揪着粮铺的伙计，质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可不是一个好信号。此时，崔家粮铺斜对面一家酒楼里，黄松看着崔家粮铺门前乱哄哄的一幕，笑道：“原来他是打的这个主意。”对于昨晚的事，他们肯定也很关注。不管他们做了什么样的选择，但他们都想知道结果如何。这很奇怪，就像不知道结果，心里就有块石头放不下一样。对于杨、李、王三家今天做的事情，他们当然是知道的。再结合崔家的反应，那么一切自然不言而喻。我当是什么大生意了？不就是找我们帮着买粮食吗？杨姓商人嗤之以鼻。当然，如果买得多，也算一笔大生意。就崔家这么搞，要个2成、3成利，估计也不是问题。毕竟，在他们看来，像李承前这种有身份的人，是不会介意这点蝇头小利的。他们这些人看重的是什么？是脸面。不过崔家这么搞，怕是要出事啊。有人说道。的确，金阳一地经受了太长时间的灾荒，大家都饿怕了。崔家这么搞，容易引起老百姓的恐慌。管我们什么事儿？杨姓商人自从昨天差点给吓死后，现在是彻底放飞自我了。他算是明白了，这些人的斗争就不是他能掺和的。既然掺和不起，那还不如搬个小板凳在一边看戏，美其名曰坐山观虎斗。只要心态一放开，那他完全就属于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那种人。斗呗，斗死一个算一个，斗死2个成一双，好事啊。黄松倒是比他沉稳一些，想的也要多一些，琢磨了一下，说道：“没事的，我们那位知县大人可不会眼睁睁的看着这样的事情发生。崔家不管怎么折腾，但首要的肯定是保住那位知县大人的位置。如果真要是闹大了，闹严重了，我们那位知县大人可就难受了。那这么说，那少年人这次还真能斗赢崔家？”杨姓商人问道。虽然他现在心态摆得很正，但如果崔家能吃瘪，他也乐意。当然，哪怕是李承前吃瘪，他也乐意。反正在他心里，这两边都不是啥好东西。不做生意就算了，但偏偏就喜欢仗着自己的家事来掺和一脚，都什么玩意儿？崔浩想了想，说道：“那也未必，这事儿不好说，具体还要看看崔家他们这边怎么准备的。你还别说，这两边是真狠，一个凑人头，聚沙成海；一个直接断掉货源，让你连沙子都捞不着。要这么说的话，要是昨天我们没走，我们7家一起出手，岂不是那少年人真有可能成事儿？”又有人问了一句。他这么一说，大家一愣。是啊，昨天本来是他们7家人来着，结果因为他们怂了，现在就剩下3家。成个屁的事！杨姓商人马上说道：“李勤俭他们都是脑子被驴踢了，崔家是什么人家？千年氏族，那少年人拿什么跟他们斗？也不知道那少年人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汤，
还真就让这几个家伙跟憨子一样，就埋头冲了上去。你们看吧，等那少年人走了后，看崔家怎么收拾他们。他虽然想看崔家倒霉，但说到昨晚的事情，他立马转变了立场。这么说，岂不是显得自己很没重吗？黄松笑了笑，倒也没说什么。他也觉得是这个理。为了一个不知根不知底的外来人，跟崔家斗，犯不着。哪怕是这笔生意利润再大，那也不值得。但是他们又哪里知道这笔生意到底有多大？而就在这时，崔掌柜听人说外面都快打起来了，这才慢悠悠地走了出来。他一出来，原本还拎着粮铺伙计的糙汉也松了手。不说崔家势大，这些年金阳一定能勉强撑过来，没死几个人，那也是靠着他们崔家年年运粮食过来。哪怕他们有些人把家里仅剩的几亩薄地都卖给了崔家，但他们还是记崔家的好。这个年代，大家是真把恩情这件事当一回事。诸位乡亲，听我一言，如果觉得我说的不对，到时候诸位乡亲就算把我这店砸了，我也不说半个埋怨的字眼。一出来，崔掌柜就站在粮铺前高声说道。对于他的话，大家还是愿意听的，毕竟这些年金阳的很多人就是靠着他经营的粮铺勉强为生的。再说了，人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听听也无妨。崔掌柜有话请讲。一时间，好些人让崔掌柜细细说说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当然，这里面有没有托，那就不知道了。我们也不想这样，真的。诸位乡亲也知道，在当年最难的时候，大家肚里都没食的时候，我们粮铺也没干过几天之内，连续2次下调粮食的发卖量吧。崔掌柜说的没错，就是当年灾荒最严重的时候，我们都能买到粮食。是啊，但今天这是为什么呢？众人纷纷回应，毕竟这是事实。没办法呀，有些商人黑了心啊，他们在暗中囤粮，想把粮食卖到外地去。可这是我们金阳的粮食啊，都把粮食卖到外地去，我们金阳的老百姓怎么办？所以无奈之下，我们也只好出此下策。崔掌柜的声音很洪亮，哪怕是坐在对面的黄松等人都能听得大概。而崔掌柜说完，众人顿时骂道：我知道了，今儿早我还看到杨家的人也来买粮食来着，搞半天就是他们这些黑心商人啊！还有李家，还有王家，一时间群情激愤。说实话，他们不怕粮食在谁手里，只要看得着就好。说句难听的，真到了快要饿死的地步，你好歹让我知道从哪里去抢不是？这要是粮食运到了外地，那真就是只能等死了呀，一点盼头都没了。崔掌柜就要这样做，我们支持你。对，别让那些黑了心的商人把我们金阳的粮食弄跑了。就是。而在对面，黄松等人一听，顿时一惊，这崔家是真的狠，这是要把人往死了逼呀！幸好我们昨天走了。杨姓商人有些后怕的说道，要不然就这些家伙恨不得剥了我们的皮。说到这里，他倒是笑了起来。杨林他们可算是倒了大霉，一连几天，李承前都带着小长乐在院子里给他做新玩具。对于外面发生的事情，他几乎不过问。其实也没什么好过问的，因为一切都是按照他的安排在运行。他不认为就这个年代的商业思维能和后世相比，当然也可能真有商业奇才，但总不至于他随便遇到几个人就都是商业奇才吧。如果那样的话，只能说明他太倒霉了。而在当晚的第二天，张二牛就上门了，他愿意跟李承前走。他家就他和他闺女了，两父女相依为命，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填饱肚子。这几年的金阳商业环境是越来越差，毕竟灾荒年实在带不动商业的发展，闹得他这个手艺人还饿肚子。至于另外几人，他们都拒绝了李承前，李承前也没在意，强扭的瓜不甜，有一个张二牛不错了。不过他们虽然拒绝了李承前的邀请，但还是来了，主要还是帮李承前打造他设计的马车。有一说一，李承前设计的马车绝对在这个年头来说是最顶尖的存在，哪怕是皇帝的车驾，他们也不认为能比李承前的强到哪里去。之所以愿意来，还是因为李承前给他们的图纸太吸引人了。当然，既然不愿意跟着李承前走，他们对那核心的技术也就不再有念想。这几天都是他们负责马车的主要框架，最核心的一块还是张二牛在弄。这就是现实，想要获取什么，总得付出什么。公子，这个到底是用猪尿泡还是用羊皮囊？我暂时拿不定主意。张二牛有些疑惑，他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无外乎就是为了降低马车的颠簸，但具体用什么，他还真不敢下定论。李承前正陪着长乐一起给长乐的小木马上色，听张二牛这么一问，他笑了笑，说道：为什么要纠结于到底用什么呢？不管是猪尿泡还是羊皮囊，不都买回来了吗？你都试试，看看哪个的效果更好，不就得了？这有些浪费了吧？张二牛毕竟出身小门小户的，有些舍不得，这可都是花了铜子买的，要是换成粮食，够他两父女吃很久了。李承前苦笑一声，道：行了，到了我这里做事儿，别太把这些东西当回事儿，以后只要你想做的，都可以尝试一下，做坏了不要紧，但记住，一定要总结好每一次的经验，不管失败还是成功。张二牛傻愣愣的点了点头，倒也没多说什么，转身继续去做自己的了。因为张二牛做的是核心的东西，所以李承前专门给他弄了一个工房，其他的工匠可没这个待遇。你都给我画歪了。这时长乐小嘴一瘪，看着李承前刚刚因为跟张二牛说话心不在焉的上色，结果画歪了的地方，眼泪水都快掉下来了。那这个不要了，我们让他们重新做一个。这木马是这2天几个工匠新做的，不过图纸是李承前画的，他只是让几个工匠按照图纸做出了这些木头，最后的拼凑是他和长乐一起完成的。长乐一听这话，连忙摇头道：不要，我就要这个，但是你给我画歪了。他还是第一次和自己的亲人一起做一件事，这让他很新奇，也很高兴，反正他很享受这个过程。听到他这话，
李承前笑了。为了长乐，他也是操碎了心，把后世的亲子游戏都弄了出来。那都画歪了，怎么办？好丑的，要不我们还是换一个吧，这个不要了。李承前故意逗弄小姑娘。长乐一听，连忙就准备用手去抱着木马，这可是他第一次和大哥亲手制作的东西，至于木头是怎么变成那样的，他可管不着。难不成他还要去问问树是谁种的吗？见他准备上手去抱，李承前一把拉过他，说道：好好好，就这个，你这要抱上去，新做的这件披风可就毁了呀。长乐身上披着的正是之前李承前让春花他们做完手套后给长乐做的雪狐皮披风，整件披风雪白雪白的披在长乐身上，别提多好看了。虽说李承前让春花他们先给大家做手套，做完手套后再给长乐缝制这披风，但春花几人岂会那般？当然是两位小主子的事优先。一听李承前这话，长乐笑了笑，然后仔细的检查了一下，披风上一点污渍都没有。就在李承前兄妹情深的时候，长安，但凡是在长安城数得上号的人家，谁不知道李承前此时就在泾阳，而且遇到了麻烦。虽然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的没提及，只不过私底下几乎都在打听着事情的最新进展。而这时，房玄龄的家里，魏征和孔颖达几人正在一起煮茶。孔颖达说道：这崔家是越来越过分了。哼！魏征冷哼了一声，道：阻拦太子车驾，我看他们读的圣人之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魏征这个人吧，有些怪。如果说是李承前刻意针对士族，那他肯定站士族，但如果士族表现得太过于无礼，那第一个喷士族的十有八九还是他。他这个人就认死理。行了，这也不是我们能管的事，看看吧，看看殿下怎么处理这件事儿。房玄龄说道：说起来，这件事儿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刚好可以看看殿下的能力。几人点了点头，是这么个理。崔家的确能帮他们称一称李承前的斤两。虽然说之前在太极宫的时候，李承前的表现可圈可点，但一次的偶然表现还是没办法让他们这群老臣折服的。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对了，最近长安市面上的皮毛都被人抢购一空了，这事儿你们知道吗？说着，孔颖达提到了这个事。商人逐利，这个正常，就是不知道他们是又发现了什么商机，这般囤积皮毛，定是有什么大生意。魏征很无所谓的说道：商人嘛，不干这些逐利的事儿，他反而觉得不正常。不过在他看来，这也算不得什么大事儿。房玄龄也点了点头，说道：无妨，让长安县令盯着点就是。对于他们来说，这的确只是个小事情，只是他们又怎么会想到，这个小事情最终给大唐带来的究竟是什么？皇宫，李二同样收到了消息，不过他的关注点和其他人可不一样，默默地看着那句话，喃喃自语：风可进，雨可进，皇子不可进。摇了摇头，李二说道：这小子想干什么？如果他当时开口的话，崔家也不敢拒绝吧。他想不明白李承前为什么会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偏偏就留下了这么一句狗屁不通的话。他哪里知道，这句狗屁不通的话最后竟然差点干成了他想干却一直干不到的事情。现在高明在做什么？李二想不明白，问了问身边的内侍。自从百骑司提前组建以后，李二放了很多人出去，其主要目的就是监察天下，这和他一开始成立百骑司的初衷已经有了些变化。回陛下，内侍说道：殿下这几天都在泾阳的宅子里，并没有外出。李二有些不明白了，难道说他真就指望那几个商贾帮他聚沙成海？如果就这能力的话，那还是别去什么吐谷浑了。在大唐，大家还能收敛点，毕竟是当朝太子，但是去了吐谷浑，慕容福宇那老匹夫可不是什么读书人啊。君子可以欺之以方，小人你用这招试试。长乐呢？说着，李二突然想起了自己闺女，问道：她最近怎么样？太子有好好照顾她吗？对于自己的长女，李二还是很宠溺的。其实也不难理解，当父亲的都喜欢闺女，就跟后世好多女儿奴一样。当然，最重要的是女儿和自己终究没有冲突，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吧。至于具体到底是不是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内侍回道：皇后娘娘那边倒是有收到消息，说是殿下将公主照顾得极其周到，夜里长乐公主害怕，都是殿下抱着公主入眠的。这小子还真跟房相他们说的一样，颇有长兄风范。听到这个，李二倒是笑了，笑得很开心。对了，燕王府上那件事查清楚了吗？跟燕王有没有牵连？李二突然想到了之前快马出长安那档子事，当下追问了一句。暂时还没查清楚，但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应该跟燕王无关。对于这件事，李二看的不是一般的重。如果是那家伙干的，他能接受，哪怕这件事儿砍头都够了，但他依然能够接受。毕竟他们两家有着世仇，一个想要为家族复仇的人，李二其实不在意，或者说还有些期待。至于说厌恶，那不存在。你可以说李二这不好，那不行，但你要说李二没有心胸，那真是扯淡。既然两家有世仇，他也不怕你来报仇，不管是阴谋诡计、明枪暗箭，他都不介意。只要你能承担复仇失败的后果，他绝对欢迎。但这事只能是因为复仇，绝不能牵连到燕王。毕竟玄武门的前车之鉴还在世人的脑海中回荡，要是再来一次类似玄武门的事情，他李二颜面何存？继续查，一定要查清楚这件事。李二很重视，其重视程度完全不亚于发起一场灭国之战。内侍躬身领命，片刻后才说道：那殿下那边需要我们援助一二吗？不用管。对于李承前的处境，李二不担心，很无所谓的态度。既然他想自己出去闯出一片天地来，那就让他去。区区士族的刁难都应付不了，他还闯什么闯？要说没有怨气吧，
那不可能，毕竟李承前之前在太极殿上说的话，真的很伤他这个当父亲的心。但要说有多大怨气吧，也不至于李二的心胸能承受这样的打击。再说了，做都做了，还怕别人说？他要是真怕别人说，玄武门之变怎么可能赫然出现在正史上？贞观政要中记载，李二看过由玄灵所精修的《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后，对于玄武门一事有异议，要求削去符词，直书其事。魏征听闻后，赞美李二怎么说的陛下金钱史官正其词，雅合治公之道。史书记载春秋笔法，为尊者讳。然而直至后世所见，史书中依旧皆知李二是如何射杀了李建成，而不是言语含糊，李建成造反李二平叛诸如此类。所以说，李二最强大的地方就在于他真的有包容一切的心胸，也有直面一切的勇气。同一时间，金阳城杨家，因为这几天老百姓对他们三家尽是唾骂，所以这几天几家的人都不敢出门，更别说去买粮食了。在别人眼中，他们这是认怂了的表现，但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他妈就是天赐良机啊！刚好让他们躲在家里，没日没夜的缝制手套，而且还能少买好多粮食。对于李承前，他们是彻底服气了。好家伙，每一步都是按照李承前当初所说的来的，就像一切都是他提前安排好的一样。做生意做到这个地步，那当真没啥好说的。除了佩服，还有啥？老杨，来喝一杯。当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三人在家里愁眉苦脸的时候，三人却在杨家眉开眼笑的喝着酒。来，干一杯！这大冬天的，能喝一杯也是一种享受。杨林哈哈大笑。这几天，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一双双手套放进库房，那就跟看到金子一样，那叫一个心情舒畅。没得说，就是一个字，爽。一杯酒进肚，李勤俭说道：“两位老兄，之后的事儿，你们怎么看？还能怎么看？”王德全说道：“但他娘的啊！被崔家压了这么多年，早他妈受够了，不趁着这次捞个本，这些年受的窝囊气都没地撒。”我不是说这个，李勤俭说道：“我是说，等到贵公子走了后，我们怎么办？出气倒是痛快，但我们终究只是一介商贾，崔家拿捏我们还不容易。”他说完，几人都叹了口气，是这个理。这就是商人的悲哀，有钱不假，有能力也不假，但就是不得劲儿。你是什么意思？杨林听出了李勤俭话里的意思。李勤俭见他问起，便说道：“是这样的，我思量了一下，要不我们几家加上那贵公子再开一家商铺，有他在前面，估计崔家动手的时候多少都要顾忌一些。你是让我们依附于那少年人？”王德全有些不敢置信。要是愿意如此，他们早些年就依附崔家了。李勤俭叹了口气，说道：“你还没看出来吗？和他们比，我们什么都不是。而且那少年人经商的手段，我就问你，你服气不？”服气倒是服气。说到这里，王德全也叹了一口气。确实，这几年他们经历了什么，可能真的就他们自己知道。杨林等人在考虑着自己的后路时，崔家却是在举杯相庆。就这几天，对他们崔家来说，那当真是让人激情澎湃。自从当日崔掌柜在粮铺前苦口婆心的一番讲话后，崔家在晋阳的声望已经达到巅峰，老百姓对他们崔家的好感度爆棚。这个时候，谁敢责备崔家限量发卖粮食，第一个不干的就是他们。当天，崔明远刚收到消息的时候，正准备去找崔浩理论，圣人之言何时教过他们如此？结果刚走到半路上，就听到老百姓对崔家感恩戴德，他都呆住了。等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后，崔明远没有任何的激动，有的只是愤怒。两虎相争没问题，但百姓何辜？就这么被你们愚弄？那一瞬间，他又想起了李承前的那句凭什么？是啊，凭什么？但这话他说不出口，他本就是既得利益者，他凭什么说这样的话？最终他只得落寞地回到自己的县衙。他很清楚，他改变不了什么。如果这时候他去质问崔浩，估计老百姓都不答应。而此时崔家、崔浩等人皆是举杯相庆。来，崔掌柜，这一杯是我敬你的。当日那振聋发聩的一番话，当是我崔家今日之鼎盛的起点。崔掌柜也是没少喝，站起身说道：“过誉了，老朽不过是道出了事实罢了。百姓愚昧，不知世间之险恶，这才需要我们读书人告诫他们。要说这一杯当敬崔浩贤弟，若非他指点，当日我就被杨林三家弄得头疼了。”崔掌柜也是读书人，只不过和崔浩一般，并没有在官场上发展，当然个人能力有限也是事实。士族那么多读书人，总不可能个个都能去当官，先不说朝廷允许不允许，他们士族自己也不允许。毕竟官位就那么多，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搞得他们士族内部的斗争其实也不少。当然类似他们这种大家族，内部斗争那真没得说。崔浩闻言笑了笑：“兄长客气了，说到底还是兄长长袖善舞，我也就是动动嘴皮子罢了。但兄长对于时态发展的时机，那是把握的极妙的。”话是这么说，但众人谁不知道，这会儿的崔浩骄傲毅然。要知道，当初他对李承前的戒备可是一点没开玩笑。自从在竹林里被李承前一句话弄得他在风中凌乱后，他就不敢再小看李承前。但当李承前出手后，他只是抬手间翻云覆雨，甚至还借此将崔家在荆阳一地的声望抬到了顶端。就这，他凭什么不骄傲？当朝太子啊，哪怕年少，那也是当朝太子，但在他手底下非一合之敌，就这一点足够他吹嘘一辈子。纵使他身份尊贵，但终究是一黄口小儿，哪怕日日有名士大儒教导，但纸上谈兵终究浅。希望这一次后，我们那位殿下能静下心来，好好学学圣贤之书。说完，众人又是一阵大笑。于他们而言，能让皇室吃瘪，那当真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学你们愚弄百姓，目无尊卑吗？
就在这时，气呼呼的崔明远推开了崔家的仆役，径直冲了进来。这几天他很纠结，他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也不在意崔浩和李承前斗，但是你们斗归斗，别愚弄老百姓啊！老百姓何辜？凭什么就被你们这样玩弄于股掌之间？这几天他一直在等崔浩等人给自己一个交代，但是等了几天却是一点动静没有。忍无可忍之下，他终于找上门来了。本来也只是想来找崔浩理论一番，但恰巧听到了他们厚颜无耻的言论，忍无可忍之下，崔明远暴怒了。他虽然也是崔家人，但小时候家里也不富裕，如果不是他姓崔，他和现在治下的这些老百姓又有什么区别？明远何必动怒？崔浩笑意盈盈地站了起来。虽然都是崔家人，但在这个屋子里，也只有他有资格和崔明远搭个腔。崔明远阴沉着脸道：“我没动怒，我就是想不明白，在座的各位都是饱读诗书之人，为何今日却有这般言辞，这般行径？老百姓愚昧不假，但也不是让你们如此利用的工具。还有杨家、李家、王家何辜？竟然被你们利用流言蜚语，逼迫至此。这些年，你们用尽各种手段，将他们的生意收入囊中，这还不够吗？难道真要逼得他们家破人亡，才是我崔家的做派吗？”崔明远是越说越气。虽说这几年金阳城依靠着崔家的帮衬，好歹是度过了灾荒，但这些年金阳城的商业却是越来越低迷，就像一潭死水。而这始作俑者正是崔浩等人。明远贤弟这话，可是让我等无地自容啊！崔浩笑着走了过来。崔明远冷笑道：“若真是如此，那便更好。”其实崔明远自己也很纠结，他是崔家人，站在崔家人的立场上，理当如此。但他同时又是金阳县令，从一个县令的角度来说，这般做对他这个县令来说一点好处都没。关键是真要把杨家、李家、王家折腾废了，就剩下黄松几人，将来金阳的商业一准在崔浩等人的垄断之中，这不管是对金阳还是对他这个金阳父母官都不是一件好事。哼，知县大人好大的官威！喝了几杯的崔掌柜不满意了，你这一进来就吹鼻子瞪眼的，摆脸色给谁看呢？但我不知我哪句话说错了？难道说杨家、李家、王家从我们这里买的粮食不是让太子殿下运走，还是说金阳一地已经不缺粮食了，或者说金阳已经容不下我们了？那我们带着我们的粮食走就是。崔掌柜少说两句，我们知县大人也只是一时气愤。有人开口打圆场，说道：“县令大人也比和崔掌柜计较，他今天高兴多喝了几杯。”其实从他们对崔明远的称呼上就能看出疏远来。搁以前谁会喊崔明远知县大人？崔明远也是被气得不行，但半晌却是一句话没说。真要是粮食被他们运走了，那事情可就大条了。而且他也看出来了，今天崔掌柜的确是喝了不少，没必要和他计较。希望你们好自为之。最终崔明远也只是拂袖而去。入夜，李承前临时下榻的府邸正厅之中，杨林三人联名拜访。坐在上首的李承前有些疑惑地看着三人，问道：“今夜几位上门，难道是一切准备就绪了？如无意外，明天可往长安。”杨林如实说道：“这几天三家动用了所有的人力物力赶制手套，就是为了抢在开春之前多缝制一些。作为商人，他们如何不知道这东西的市场也就只在冬天？”李承前点点头，又问道：“难道是哪里出了岔子？之前不是交代过了吗？只要按照计划行事便可。”他的确也有些疑惑，之前都交代好了，这临时找上门，莫不是这几人想反悔？若真是如此，那可就别怪他不客气了。没有。说到这个，李勤俭笑道：“一切正如公子所料，如今就等着去长安看看行情了。那你们今夜到访，所谓何事？”李承前更加疑惑了。李勤俭三人对视一眼，最终还是杨林说道：“是这样，我们三人想和公子合开一间商铺，不知公子意下如何？”他们三人倒也不是什么扭捏之人，下定了决心后，当即就来找李承前。当然，真正决定让他们屈服的，自然不是李承前的背景。说实话，到现在他们都不清楚李承前的底细。再说了，真要是因为别人的势力庞大而屈服，当初他们早就屈服在崔家之下了。不管怎么说，千年的崔氏绝对是当时数得上号的大族。真正让他们屈服的是利益，也只有利益能让商人心甘情愿的屈服。当然，这些年崔家的打压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由。放肆！一旁护卫的赵岩当即怒喝道：“我家公子什么身份？也是二等可以攀附的？”他这一声怒喝，把几人吓了一跳。不过也仅仅只是刹那，瞬间众人就回过神来。这并没什么，世家大族就没一个看得起他们生意人的。李承前倒是摆了摆手，说道：“无妨，我只是好奇，你们打算如何与我合作？要知道，就你们那点浅薄的家财，我还真没看在眼里。”他其实有些异动的，如果真有这么一家商铺，对于他来说未必是什么坏事。今后他也需要有人帮他打听一些大唐的消息，否则远在域外的他对于大唐一无所知也不好。毕竟他还是想回来的，而且他自身本来就有这样的打算，只是身边没有这样的人罢了。一开始他有心将几个伤兵留下，但是和赵岩几人商议后，发现他这想法太过于想当然了。哪怕是李承前给他留下一些赚钱的生意，但就他们几个糙汉，还真不一定保得住。公子自然是看不起我们家里的些许福财，但公子若是愿意，我们几家倒也能为公子解决很多问题。诸如此次崔家行事，若是有我等，自然便没有这类烦恼。杨林的姿态很是谦卑，这并非是装模作样，而是他们面对士族的时候都是这副嘴脸。烦恼算不上吧？李承前笑道：“你们都是亲历者，要不你们自己说说，这会是谁的烦恼？”这杨林尴尬了，确实，最终肯定不会是这少年公子的烦恼。我等明白了，
公子这是看不上我们这小地方的商贾。瞬间，杨林了然，虽然说他们曾也是金阳一地的巨富，但也仅仅只是金阳一地罢了。别说搁在整个大唐，就是往东多走2步，他们都排不上号。说完，几人神情都有些苦涩，想他们也曾是金阳有头有脸的商贾，如今主动依附，人家都瞧不上。果然啊，商人就是下等人中的下等人，再有钱又如何？李承前摇了摇头，话可不是你这么说的，我也没有瞧不起谁的意思，只是吧，你们想和我合作，但是你们什么章程都不拿出来，你让我怎么和你们合作？公子愿意与我等合作？杨林的语气突然变得激动了起来，只是话一出口，瞬间就后悔了。这不是表明了他们急切的心理吗？只是一句话，就把他们几人在接下来的合作中放在了被动的位置。但是这一刻，更是加大了他合作的念头，因为他发现这个少年公子好似天生就是一个生意人，每一句话看似无意，却都在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说说你们的章程吧。李承前问了一句，他真的很感兴趣。我们商议过，由我们3家出钱开一家商铺，公子占40%份额，可行？在来之前，为了这事，几人的确商议过。虽然看似李承前占了40%，但他们3家加起来还有60%，不算少了。关键是李承前手里有赚钱的东西啊，这才是他们心甘情愿让出40%利的原因。他们粗略算过，就这个冬天，光手套的利应该就能把这间店铺的本钱赚回来。等于说，大家其实都没出钱，却平白多了一个商铺。李承前捏了捏嘴唇，说道：“那你们打算出多少钱？1000贯。”杨林说完就不再说话，只是看着李承前，想看看他是怎么一个反应。李承前默默地计算了一下，以现如今的购买力，1贯钱能买将近10石粮食，这还是这些年连年灾荒的原因。这么一算的话，这1000贯可就不是小数目了。要知道，当朝仆业房玄龄1年的俸禄折算下来，也就400-500贯。心里这么想，但嘴上却不能这么说。李承前笑道：“1000贯确实不少，不过你们觉得我看得上？公子家世显赫，自然是看不上。”杨林恭维道：“但公子也知道，我们这几年日子也不好过，拿出这么些，已经是伤筋动骨了。”他自然是没说实话，虽然不敢说万贯家财，但是他们3家凑一起的话，估计也差不离。毕竟世代行商，总是有些积蓄的。当然，这里说的是家产，其实就贞观初年来说，就满大唐的算，家里能有万贯家财的也只是少数人。当然，如果公子愿意合作的话，我们还想请教公子一个问题。杨林又补充了一句。李承前其实猜到了他要问什么，玩味的笑道，说：“不知公子出自哪一家？”杨林没有迟疑，直接问了出来。既然要和李承前达成合作，那么第一条就是得知道李承前究竟是出自哪一家，连对方底细都不清楚，这合作多少有些不靠谱。李承前也不意外，如果这些家伙连这都不问，那他也不打算招揽这些人。闻言笑道：“我姓李。”仅仅3个字足矣。那公子是出自陇西还是出自赵郡？天下李氏最出名的也就这2支。李承前道：“陇西。”虽然当初面对崔浩的时候，李承前说皇室之所以自诩出自陇西李氏，是在给自己脸上贴金。当然，这话其实也没毛病，但这时拿来用倒也合适。毕竟全天下都知道，当今皇室出自陇西李氏。得到了确切的答案，杨林几人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有些高兴。陇西李家好啊，至少面对崔家的时候不会太过于被动。至于说为什么他们李家会和崔家斗起来，那简直不要太正常了，好吧？只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他们面前这位自称出自陇西李氏的少年，却是当朝太子。你们想和我合作做生意，也不是不行，但有一点，凡事都得听我的。”李承前说道。杨林几人自是点头，对于这一点，他们既不意外，也不介意。先不说开铺子的钱都是靠着这位少年公子赚回来的，单单是他那超乎常人的经商天赋，就足以让他们心悦诚服。这在后世可能会很奇怪，寻常人家谁会听一个10多岁少年人的话？但放在唐朝，这一切又顺理成章了起来，没什么不能听的。一是身份摆在那里，上下尊卑的规矩刻在了骨子里；二是见多了10来岁就顶门立柱的少年人，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时代造就了一切。当后世10来岁的孩子还要爹妈伺候的时候，唐朝10来岁的孩子可能都上战场了。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人，对于他们的表现，李承前也不意外。商人逐利本就是定律，真正让他为难的其实并不是合作，而是如何有效的在合作中占据主导地位。说到底，他终究还是要离开的。等他离开后，这些人会不会打着他的幌子做什么，那不是他能控制的。到头来，到底是他们帮他收集消息，还是他帮他们背锅，这也不好说。其实他现在最好的选择是以势压人，但他对这几人毕竟不算了解，谁知道他们抱有什么样的心思。想到这里，承前有些头疼，有心留下几个人吧，但他又没有合适的人选。公子可是还有疑虑？李勤简见他神色异样，出言问了一句。疑虑谈不上，我只是算了一笔账。李承前自然不会将自己的担忧说出来。按照目前的趋势来看，至少在今年冬天，你们手里的手套定是能垄断市场。我仔细算过，哪怕你们定价获利50%，也能赚不少。最少开店铺的钱是能赚回来的，对吧？如此说来，岂不是说这一切其实都是我自己弄出来的？反倒是你们在我面前整了一出空手套白狼，真当我年幼好奇？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李承前的语气带了些许怒意。赵岩正准备喊人将这几人拿下，但李承前摆了摆手阻止了他。他们这反应倒是让几人顿时一愣。不过很快，杨林就笑道：“公子说笑了，
虽然的确如同公子所言，但我们还是付出了许多的。就这几天，城里的老百姓对我们是嗤之以鼻，恨我等不死者甚多。作为一个生意人，他哪里不知道这是李承前在和他们讨价还价，只是这方式虽然霸道，但也无可挑剔。事实上，还真就是这样。哼！冷哼了一声，李承前说道：“既然想合作，怎可如此行事？真要有心合作，你们每人再掏500贯，否则此事不提也罢。”对于500贯这个数额，李承前是仔细琢磨过的。果不其然，李承前说完，几人脸色都变了，相互传递着眼色，好似在商议着什么。而这个过程中，李承前也没打扰他们，自顾自地琢磨着他们答应后，他又该如何。没过多久，经过几人一番小声的商议过后，杨林苦笑着说道：“公子当是商业奇才，我等服了，就如公子所言。”他们是真服了。李承前要的这个数额，刚好属于那种他们拿得出，但又有些肉疼，却又不至于伤筋动骨。通俗点说，就是在他们的承受范围之内。如此甚好。李承前说道：“既如此，那我们索性做一家商号，就别搞什么商铺了，小家子气。”几人点头，对此倒是无所谓。只是这名字，一直没说话的王德全问了一句。李承前其实早就想好了，随口就说道：“长明商号。”这名字也没啥讲究，刚好能给某些人透露出商号背后的人是谁，也省了他在外有不开眼的人想做什么。当然，这也是一个信号。对于名字，杨林几人倒也不是太在意，他们在意的还是生意。那我们以后主要经营什么？杨林急切地问道。他可没忘，李承前说过，他还有更赚钱的生意。说起这个，李承前摆摆手道：“这个不急，今年冬天光卖手套就够了。当然，这终究是小生意，算不得什么。不过你们要记住，哪怕是再小的生意，也大意不得。毕竟这是打响我们长明商号名头的第一步。”几人点了点头，对于生意上的事情，他们还是很重视的。还有一件事，李承前说道：“你们也知道，我很快就要离开金阳去西北，到时候你们几家都派些人跟我一起去。别怪我事先没提醒你们，西北才是有真正的大生意可以做，别随便安排几个人糊弄我。到时候要是没赚到钱，可别怪我不带你们。我们几家也要派人去西北。”这倒是让杨林几人有些意外。你以为呢？实话告诉你们，真正的长明商号定当是在西北。李承前这话说的还算含蓄，见几人错愕的神情，李承前又说道：“既然你们选择依附于我，就应该相信我。当然，只要你们尽心尽力为我做事，未来这天下商贾，你们终究能排得上号。”他现在说话就随意多了，既然合作的事情谈妥了，他还怕什么？这几人还敢反悔不成？之前想不到什么办法来制约他们，现在他也明白了，没人留下，我就带走一些人。至于未来如何发展，那就走一步看一步。而杨林几人也是苦笑一声，事已至此，他们的确没有更好的选择。至于说李承前给他们画的饼，也没人当真。只是他们不知道，若非是李承前此时实力不济，他们还真捡不着这样的便宜。若干年后，他们终究会庆幸曾经有那么一晚，他们做了人生最正确的决定。贞观5年冬月18，雪花漫天。本是寻常的一天，哪怕是满天飞雪，但就在今天，长明商号开业了。开业的日子是李承前定下的，没有具体说明原因。这天一大早，李清简就坐在马车上等着开城门。手套这种高档东西，自然是要拉到长安去卖，在金阳注定缺了市场。吱呀一声，城门打开，李清简急忙吩咐车夫赶车。按理说他应该昨天就去长安城的，但因为还有一批手套正在缝制，这才拖到了现在。至于长安那边，杨林和王德全都在。自从当晚在李承前的府邸谈好了合作之后，三家的关系更是融洽了一些。未来的日子终究还是要一起共事。而此时，长安西市的商铺中，杨林和王德全都是一脸的忐忑。一开始见到这东西的时候，自是知道其好处，也明白它的市场，但是真当要让市场来检验的时候，心里难免有些不安。他们觉得好的东西，未必大家都觉得好。再就是这价钱定得太高了，足足翻了2倍的利，这还是刨去了一切人工成本后的利。老王，你看我这究竟是左眼皮跳还是右眼皮跳？杨林很不争气地问了一句。王德全其实比他好不到哪里去，说道：“你家里不是有个军师吗？你没问过他？”他说的是王玄策。自从第一次在李承前的府邸里露过面后，王玄策就很少再露面了。问过，咋没问过？杨林说完，叹了口气道：“若非是他让我抓住这次机会，你真当我愿意和你们两家一起折腾？你们两家这是没办法了，死马当做活马医。我在金阳可还是有几间铺面的。”王德全一听，笑了笑，说道：“世道艰难啊，你说早些年咱谁能想到崔家会跑到我们金阳横插一杠子？没他们的时候，我们几家也斗也争，但那时候棋逢对手，大家都是偶有胜负。谁知道这崔家横插一杠子后，才发现我们以往的手段能力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就是一个笑话。”说完，王德全也是叹息了一声，若非崔家把他们逼到了绝路，谁又愿意成为别人的附庸？不说这个了，你说我们今天开张，这生意到底咋样？杨林不想再提及那些，再次把话题兜了回来。王德全笑道：“希望是个好的开头吧。”对于王德全还有李清简来说，压力其实不算大，毕竟他们真的已经破败到连一家商铺都没了，说实话，想输都没得输了。但对于杨林来说却不一样，他坚持了这么些年，好不容易守住了几间铺子，可不想因此全折进去，那他这么些年的坚持可就白费了。说着，两人终于安排人准备开门营业。而在金阳，李承前其实也起来了，看着雪花飘落，
李承前心里其实也忐忑。今天对于李勤俭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做了一笔生意罢了，但对于他来说，今天是向某些人证明自己能力的时候。这些天他也想明白了，就他在金阳的一举一动，长安那些人绝对是了如指掌。估计大家都在看着他怎么破局，甚至还有人就想着看他的笑话。大哥，我们今天能出门吗？就在李承前倚着门框看雪的时候，长乐蹑手蹑脚地走了过来，在他身后春花如影随行。经过这么几天，长乐的胆子也稍微变大了一些。只是这几天李承前不带他出门，倒是让他很不开心。行，今天大哥就带你出去逛逛。李承前笑着牵起长乐的手，估计就这金阳城里也有不少人想看他的笑话。我这就安排人随行。一直忽悠在李承前门外的刘三急忙说道。李承前摆了摆手道，不急，吃过早饭再出去。说着就牵着长乐去吃早饭了。而刘三也是立马去安排人准备随行的事宜。吃过早饭，秋月捧着2件雪白的披风走了过来，给李承前和长乐披上。现如今手套已经是人手一双，披风倒是还差几件，倒不是皮毛不够，而是制作这玩意儿也费时。而在一边，刘三几人已经准备就绪，就等着李承前出门了。今天都把手套戴上吧。李承前随意说道，大雪天的没双手套手都哆嗦。之前李承前是不允许他们带着这东西出门的，毕竟当时杨林他们还没准备好，但今天不必了，想必过了今天，这东西终将会在大唐掀起一股风潮。至于说他为什么把价格定那么高，其实也简单，毕竟这本身就是赚有钱人的东西，就没必要给饭都吃不饱的老百姓添堵了，索性就直接断了他们的念想。有钱的不会在乎那仨瓜两枣，没钱的买不起就是买不起，很残酷，但也很现实。听李承前这么一说，刘三当即就从腰间将手套取了下来，3下2除2的就套在了手上。还别说，自从有了这个东西，最享受的就是他们这些家伙了。大雪天的骑马，要是没这东西，手都捏不紧缰绳。来到街上的时候，人虽然不多，但也不少。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别说是下雪，就是天上下刀子，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走，去崔家粮铺看看。李承前随口说了一句，今天出门本就没事，只是小家伙憋坏了，带他出来放放风。刘三闻言，当即让人在前面带路，自己则是落着一个身位，在李承前耳旁说道：最近崔家声势很大，这老百姓都快把他们捧上天了。我们出来经常能碰到崔家的人在街上闲逛，什么事也不干，就像是专门出来听那些老百姓吹捧他们的。正常。李承前笑道，如果换做我，想必也乐意如此。这是人之常情，和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是他们是不是忘了，老百姓能把他们捧上神坛，但能把他们拉下神坛的也是这些老百姓。一路上长乐东张西望，倒是没吵着要买什么，就是到处看看。而就在快要到崔家粮铺的时候，崔浩等人迎面走了过来。许久不见公子，老夫还以为公子已经离去。崔浩神态中颇有几分自傲的神色。这几天他其实都有出门，来的最多的就是崔家粮铺。每当他来到崔家粮铺，听到那些老百姓对崔家感恩戴德的时候，他就难免会想起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没想到今天碰到了，自然是要上前显摆一番。毕竟当初李承前一句风可敬，雨可敬，皇子不可敬，让他迷茫了许久。崔老先生可是明知故问。李承前知道对方是在炫耀，倒也不介意，没谁会在意一个注定的失败者跟他炫耀。崔浩显然不知道李承前怎么想的，还以为自己的话让对方恼怒了，又笑着说道：公子之才当是罕见，但是不可为时，何不退一步，难说不是天高海阔。彼时再待时机，乘风破浪，倒也不失为一桩美谈。他话刚说完，一阵北风吹来，李承前伸出手感受了一下，这才说道：巧了，还真起风了，就是不知这风能不能带小子乘风破浪。不过不管这风能不能带小子乘风破浪，但崔老先生还是早些回去的好。凛凛寒风，小子年少体壮倒是无奈，崔老先生一把年纪了，怕是经受不起吧。说完，李承前也不再搭理他，径直离去。长安城40刚过，西市已是人声鼎沸，再大的风雪也阻止不了为了生活而奔波的人。站门店铺门口的杨林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忧心忡忡。长明商铺的匾额已经挂了上去，商铺也打开了门做生意。虽然常有人好奇驻足，但是进店一关的却是一个都没。哎，酒香也怕巷子深啊。杨林叹息了一声，再好的东西别人不知道，那也是白下。急什么？王德全倒是淡定很多，说道：你瞧谁家大户人家这么早出门的，再说了，这大雪天多冷啊。说完搓着手，还给手里哈了一口热气。看着王德全搓手，杨林突然想起了什么，说道：我们是不是忘了什么？王德全也是一惊，是了，当时那李公子让我们自己带双手套去街上溜达来着。溜达是不可能了，毕竟还得看着自家生意，但是弄双手套戴着倒是不错。其实也不是他们忘了，主要是生意人总想着多赚2个，加上手套本来就不多，都想着等卖不出去了再自己用。这跟后世种苹果的一直吃烂苹果倒是有些相似，只是他们也不想想，都不说最后有没有给他们剩下的，就算有，到时候也开春了，谁还戴手套啊？想起这个，两人都进店，一人寻摸了一双手套，套在了手上。戴着手套站在大门口，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也不像别人把手揣在袖笼里。你们这是何物？在门口站了没多久，就有路人好奇地问了一句。杨林见有人问话，举起双手时而握拳，时而张开，同时还说道：此物名曰手套，冬日里最是保暖，若是客官需要，当进小店一关。李承前让他们几人带着手套上街溜达，就是想做一个活招牌，
结果这几个老家伙担心生意，愣是没有一个人把这当回事。路人年岁不大，看模样也就10多岁，衣着华丽，身后还跟着几个随从，一看就是出自大户人家。做了这么些年生意，这点眼力见杨林还是有的，这倒要看看。少年人当即来了兴趣，说道：“要是真有用，少说也要买上一些的。”说完，少年人就直接钻进了店铺。杨林和王德全急忙跟上，哪怕只有一个客人，两人也不敢马虎。哟，样式还挺多。少年人一进店铺，就看到各式的手套，当即就拿起一双，直接套在了自己手上，比比划划。对于少年人的作为，没人阻拦。虽然平日里哪怕是杨林几人也把这些手套看得跟什么一样，但这会儿却更想得到的是少年人的肯定。比划了半天，少年人依然没有言语。沉不住气的杨林凑着笑脸说道：“小郎君，这手套可还满意？郎君才是这个年代的称呼，至于公子，那是李承前自己折腾出来的。满意，甚是满意。”少年人点了点头，说道：“还别说，真是奇了怪了，戴上你说的这手套，手都变暖和了。”听到少年人这般说，杨林终于算是松了口气，忐忑了这么多天的心也终于平静了下来。小郎君喜欢就好，本店手套数量有限，小郎君若是喜欢，可得抓紧了。少年人一听，顿时也反应过来了，别的不说，这东西在冬天那真是好东西，至少出门再也不用将手揣在袖笼里了，不是？当即就说道：“这样，先给我来个10来双。碰到这样的好东西，得下手快。长安城不乏有钱人，这要是下手慢了，搞不好都被别人搜罗光了。至于价钱，没必要问，少年人只是上手的那一刹那就知道这东西不会便宜，所以要的也不多。小郎君买10来双，当是给家人买的吧？”此乃笑道：“小老厚颜，小郎君这双手套就当是本店对小郎君的孝顺，表示敬意了。”杨林笑着说道：“他不能说是送，那不是给人面子，而是打人脸。但从孝道来讲，这就无碍了。”少年人一听也很高兴，毕竟别人夸自己孝道无亏，这怎么都不算错。掌柜的客气了，但无功不受禄，还请掌柜的见谅。杨林说话客气，那他说话也中听了许多。不过杨林是什么人啊？急忙说道：“小郎君若是觉得无功不受禄，那就烦请小郎君与友人相聚时，多多为我们长明商铺美言几句便是。如此恩情，与小店当是大恩啊，还请小郎君受我一拜。”说完，杨林就准备拱手作揖，都不给人拒绝的机会。这把少年看得一愣一愣的，跟这些狡诈的生意人比，他确实还是差了些。当即说道：“掌柜的怎可如此，我收下便是。那小老先行谢过小郎君，这就给小郎君准备。”杨林一听少年的话，笑的是见牙不见眼。开张生意能卖这么多，他知足了，就别说，顺便还多了个活招牌。眼瞅着银货两讫，少年人让随从拿着手套出门，杨林却是看得眉开眼笑的。果然如李承前所言，买得起的人不在乎那3瓜2枣。老王，你在店里盯着点，我出去转转。生意开张了，杨林也就没那么忐忑，这会儿正准备出去转转。王德全其实也想去转转，但是店里总得留一个人，当下也就点了点头。他算是明白了，李承前之所以让他们两人戴着手套在长安城里转，其目的就是做活招牌的。当下瞅着杨林离去后，他也站在了门口，时不时的冲周遭几间商铺的掌柜拱拱手，其目的显而易见。另一边，少年人戴着手套没走多远，就钻进了西市的一家酒楼。他今日出来就是和几个狐朋狗友凑去的。酒楼里，几个年岁和他相仿的少年人见他慢悠悠的进来，顿时就有人说道：“三郎，为何每次都是你来的最晚？几位哥哥见谅，下次小弟做东。”说着，这被称为三郎的少年拱手致歉。几人一听他这么说，本来没什么，但看到他手上的手套，却是好奇的问道：“这是何物？”手套。三郎笑意盈盈的说道：“此物于手而言甚是保暖，刚刚就是见了此物，才耽搁了一些时间。他本来就有显摆的意思，在长安城里的勋贵子弟，谁不喜欢显摆一些别人没有的东西？真的假的？”听他这么说，有人直接就上手了。三郎当即后退，说道：“诸位哥哥，可别打小弟的主意。实不相瞒，小弟就是在这西市长明商铺买的。若是几位哥哥现在赶早，估计还能买到；要是晚了，小弟可不敢保证。毕竟你们也看到了，这东西在冬日里甚是实用。之前被杨林给夸得飘飘然，这会儿有机会，倒也没有忘了帮他吹嘘一二，左右不过是2句话的事情，惠而不费。再说了，这手套是真好用。”杨林穿梭在长安街头，两只手时不时的高举于顶，时不时的来回揉搓，偶尔还会如后世踏步走一般肆意的甩着双手。一把年纪的他做这些，怎么看怎么有些滑稽，至少看上去多了几分丑态，但并没有什么可耻笑的。说到底，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为了更好的生活，露出怎样的丑态都不丢人。碰到有人问他手上戴的是什么，他便会认真的给人讲解，再给人指路。偶尔会有人对他的行为嗤之以鼻，但他也不反驳。没办法，赌上了杨家的未来，不就是想未来更好一些吗？而此时，长明商铺不远处，被称为三郎的少年去而复返，看着少年人带着一群小郎君直接朝自己这边冲了过来。一开始，王德全还有些紧张。做生意的人都知道，真正的那些身居高位的勋贵，其实没什么好怕的，怕就怕这些勋贵子弟，年纪不大，后台还硬。关键是这群小家伙做事向来是全凭自己喜好。三郎，你说卖手套的地儿究竟在哪里？隔着老远，王德全就听到有人急急忙忙地问了一句，这也让他松了一口气。周遭几家店铺的掌柜看到这一幕，也是好奇，这些世家子难道是发现了什么好东西？一个个都盯着这一群人。三郎指了指王德全这边，说道：“那不就是吗？”王德全连忙笑脸相迎道：“小郎君去而复返，莫不是某家店里的手套不合小郎君的心意？”他自然是知道这些人是来干嘛的，但生意人嘛，
总是有些自己的门道。掌柜的说笑了。三郎笑道：“这不本来约了几位哥哥一起饮酒，恰巧见我手套精美，非要做弟弟的给他们带路，这不才去而复返。废话怎别这多？”有人嚷嚷道：“赶紧的，我们是来买手套的，快投钱带路。”带路自然是不必的，不过这就是他们的做派。王德全也没在意，笑呵呵的在前面引路。这些人一进店铺，之前看热闹的各家店铺掌柜也是聚在了门外，好奇的朝里面张望。他们说的那手套是何物？为何会招来这么多小郎君？有人好奇的问了一句：“我之前见那姓王的掌柜朝我拱手时，手上戴着一块什么皮子，莫不是那东西？”众人摇了摇头，他们也说不清楚，有心进去看看，但里面是一群小郎君，外面还有一群随从，可不敢找这样做。而在店铺里面，几个少年人新奇的看着这一切。这玩意虽然看上去简单，但胜在以往没见过，当时就是一人一双的往手上套，就想看看究竟是不是如三郎说的那般，戴上后不仅手指灵活，还保暖。嘿，这还真是个好东西哈！活动了一下手指，有人就说道：“戴上后手立马就不冷了，我感觉现在让我挽弓射箭都没问题。”一听他这话，就知道这小子十有八九是出自武勋之家。是呢，没想到三郎还真找到了好东西。又有人接茬说道：“这得多买2双，娘亲一到冬天手就冻得厉害。”对头，得多买2双。立马有人接茬道：“掌柜的，先给我来10双。”这些家伙虽然咋呼，但却也不是没有眼光之人，一看这东西就知道肯定不便宜。但你要让他们先问价钱吧，那他们还丢不起这人。对，给我也来10双。一时间，店铺里几乎只有这个声音。王德全这会儿跟之前的杨林没啥区别，都是笑得见牙不见眼的。不过这一次，王德全可没说什么送谁的话，一来是人多了，二来嘛，送礼送得多，反而不如只送一人更显真诚。诸位小郎君别着急，王德全说道：“都有的，我这就让人给诸位小郎君准备。”没多时，一群少年人满意的从长明商铺走了出来，每人手上都戴着一副手套。同时，之前在街上听了杨林讲解了的人也开始朝长明商铺涌来。人都是盲从的，见这么多人进了同一家店铺，加上刚刚那群少年人一脸满意而归的神情，顿时就引起了来往路人的注意。前后没多久，原本门可罗雀的长明商铺，只是在很短一段时间里就挤满了人。赶紧去把你家老爷找回来！看到这么多人，王德全急忙跟一个杨家的人说了一句。他也没想到火爆的生意来的是如此之快，估计杨林自己也没想到。至于之前在门口看热闹的临近几家店铺的掌柜，这会儿也是凑到了王德全身旁，问道：“这位掌柜的，你们家卖的是甚？生意怎这么好？”他们不认识王德全。王德全虽然在泾阳有些名声，但在长安谁知道他是谁？他们只知道这家店铺是一个外来姓杨的人开的，对其根底其实也不算了解。说实话，以前杨林开着店铺的时候，生意也不咋地，毕竟是一个外来户。谁知道今天这家店铺生意离奇的好，顿时就让周遭的几家店铺谨慎了起来。这年头的商人都有一个通病，总觉得钱让别人家赚了，自家就少赚了一些，所以商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表现出来的融洽。王德全拱了拱手，他也没在店铺里待着，该怎么卖，几家的伙计都知道，倒也不担心。我家卖的是手套，倒是让几位前辈见笑了。莫非就是你手上这东西？有眼尖的商人当即就问道。王德全点了点头，说道：“就是此物，诸位莫要小瞧了这东西，在冬日里带上此物，却是暖和的紧，可让我等试试。”有人说道。这自无不可。王德全当即就笑着点了点头，手上也没闲着，麻利的将手套取了下来，分别递给了两人。两个拿到手套的家伙急忙将其套在手上，顿时眼睛一亮，确实是好东西，此物可多？当时就有人问了一句，而没试过手套的则是催促着两人将手套取下，他们也想试试。多倒是不多，但几位想要的话还是有的。王德全怎么会给他们透底？这是断然不可能的。恰在这时，又有一人走了过来，其实他在一旁听了一会儿了，这会儿才过来拱手说道：“这位掌柜的老朽崔永孝，崔家商号的掌柜，想和这位掌柜谈笔生意，可否？”听到是崔家人，王德全顿时警惕了起来，毕竟这些年可没少在崔家身上吃亏。而刚刚还有些异动的商人也是摇了摇头，跟崔家人争，他们可没这能耐。什么生意？跟手套有关的生意。崔永孝说道：“这买卖能做，刚刚听到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一定是一笔赚钱的买卖。”听到是这个，王德全戏谑地看了崔永孝一眼，说道：“巧了，某家的手套卖给谁都可以，但就是不卖给崔家人。不卖崔家人？”王德全这话把在场的人都听懵了，但同时也反应过来了，这家商铺的东主绝对和崔家有过节，不知我崔家如何得罪了足下。崔永孝虽然有些怒气，但脸上还是挂着笑意地问了一句。大庭广众之下，如此不给他崔家面子，还是少有的事。王德全说完，痛快是痛快了，但马上就后悔了。刚刚只是一时气愤，忘了这里是长安城。不过转念一想，他如今身后站着的可是陇西李氏，顿时腰板就硬了起来。我们小门小户的当不起崔老得罪一说。虽然言辞看似恭敬，但只要不傻的人都听得出来王德全的语气不善。崔永孝混迹商场几十年，哪里听不出王德全的弦外之音？只是他不明白，他们崔家在长安城做生意还算本分，并没有得罪过谁。毕竟长安城的水太深，尤其是东市那边，随便扔块砖，估计都能砸中2伯爵。既如此，又是如何让这人对他们崔家心生这么大的怨气？打扰了，崔永孝说道。若是崔家有什么得罪的地方，还请见谅。家里人多了，难免会出2个不懂事的孩子。没有继续留在这里，说了这么一句后，崔永孝走了。
他刚走片刻，杨林就急急忙忙地赶了回来，先是看了一眼人头攒动的商铺，这才来到王德全身边，见王德全皱着眉头，问道：“咋了？”刚刚崔家想来和我们商谈手套的生意，被我给拒绝了。王德全说道。听他这么说，杨林冷哼一声，道：“拒绝就拒绝呗，这些年受他崔家的气还少了不成？我语气可能过激了些，应该是把人给得罪了。”王德全有些不好意思，他其实并没有多畏惧，如今他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如果因此牵连了杨林，他还是有些过意不去。怎么说都是多年的老伙计了，哪怕往日里斗了个你死我活，可这几年大家同病相怜，倒也相处的还算融洽。杨林初听还是有些恼火的，但转念一想，说道：“不是，到底谁得罪谁你不清楚？装了这么多年的孙子，不就是他们给逼的吗？管他做甚，他崔家厉害，你让他来个试试。先不说他们背后如今是陇西李氏，就单从这手套生意上来说，他们本身就立于不败之地，至少今年是如此。这东西制作起来简单，的确是事实，但问题是，现如今市面上的皮毛都被他们几家近乎倾家荡产的都收了回来，他们就是想抢占这生意，你也得有皮毛不是？至于明年，那少年人早就说了，这生意本就是一锤子买卖，明年谁爱做谁做，反正今年这钱他们是赚定了。”一旁的商人听到两人的谈论，马上就断定了，这崔家的确和他们有过节，立马就有商人上前卖好道：“两位如此开罪，崔家可不是明智之举啊。”语气倒是有几分担忧之色，但谁不知道他就是做个面子工程。无妨。杨林摆了摆手，之前没生意，他还担心，但现在生意如此火爆，那他还怕个什么？他们崔家无外乎就是看中了我这一笔买卖，但我还就是不跟他们做。呵呵。说完，杨林看了看几人，说道：“想必几位也是对我们这手套感兴趣，要不找个茶楼坐坐？”他哪里不知道这几人打的什么主意，当下就说道：“老王，你留在店里照看着，一会儿老李也该来了，我和他们去坐会儿，正好把公子交给我们的差事给办了。”王德全自然知道他要办什么差事，当初李承前说过要把卖手套的钱换成粮食，零零散散的卖，自然不能让这些人扛着粮食来，但走量的话就可以了。这些商人在长安立足，多多少少都和那些勋贵有些关系，甚至有些商铺就是勋贵家开的，他们找上门，估计也是想帮自己背后的勋贵置办一些。如此甚好，要不大家都去我铺子里吧，刚好这会儿也没什么人。立马就有人说道。对于这个提议，大家都没什么意见。很快，一行人就来到了不远处的一家店铺，他家卖的都是字画，这日子确实没什么客人。将大家请到后堂后，掌柜的让伙计弄了2个炭炉进来，这才冲着杨林说道：“你家手套真是个好东西。”打住！杨林知道他们想干什么，说道：“这个东西大家都心知肚明，恭维的话就算了，就直说吧，诸位都要多少？但是有一点我得说清楚，你们要买没问题，但统一用粮食支付，而且得都是今年的新粮。你们要粮食？”这是众人没想到的，当下就有人问了一句。杨林也不隐瞒，说道：“实不相瞒，我们都是泾阳人，泾阳这几年什么情况，想必诸位也略知一二。如今泾阳崔家每天限量发卖粮食，每人搞得我们这些人有钱都买不到粮食，这也是无奈之举。”听他这么一说，几人瞬间明白了，感情他们还真和崔家有过节呀。只是这崔家也确实很限量发卖粮食，小门小户的倒好，但像他们这种大商户，一日所需粮食可不是小数目，要是限量发卖，还指不定得多耽误功夫。粮食没问题，就是这价钱。对于他们来说，粮食和铜钱其实是一样的。一般来说，大宗的交易也不会全拿铜钱，就连朝廷的俸禄都不会全拿铜钱支付，毕竟大唐缺铜，谁家还不攒点铜钱？至于粮食，长安城的大地主多了，谁家不是满仓满谷？尤其是今年收成都还可以。对于此，杨林其实早就料到了，说道：“价钱好说，就按照我们商铺对外的90%，可行？”有人摇了摇头，做生意嘛，谁不想花最低的价钱买到最实惠的东西？这价格不能少了，而且粮价也只能和市价持平，诸位可以商量一番，若是可行，这生意我们就做；若是不可行，大不了我卖完了，自己去各大粮铺买粮食。想必诸位也看出来了，这东西也就今年有这个利，明年估计想做这生意的不少，估计诸位都在动这个心思吧。杨林笑眯眯地说道：“终究是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这里面的门道还是清楚的。”听他说完，有人问道：“既然杨掌柜知道这个理，为何还要价如此之高？”纺织的确不难，就算你们没我手上这东西，但只要花个几天功夫，找几个绣娘慢慢琢磨，总是能做出来的。只是我可能忘了告诉诸位，市面上的皮毛在前些日子就被我们扫购一空了，就是不知道诸位家里还有多少存货。这才是杨林的底气，皮毛都没有了，你们还做个甚？他这么一说，众人瞬间懂了，感情人家还真是有备而来。一开始他们不是没动过这个心思，但现在这个心思显然就没必要了。虽说大户人家多少都有些存货，但这些存货可都是有用的。行，就按杨掌柜说的来，我没意见。我也没意见。对于价格，几人其实没太在意，这东西对他们身后的勋贵来说，其实最不重要的就是价格，而是面子。总不能人手一双手套的时候，他们还得把手缩在袖笼里吧。而且总的来说，他们还是赚了。不说比别人便宜一成，就是粮食也处理了很多，虽然都是新粮，但是这么多家一起分，其实也没多少。长安城的勋贵，谁还不是个大地主？回到自家商铺的崔永孝也没闲着，坐在后堂细细的思索。作为崔家在长安城生意上的主事人之一，他必须弄清楚这里面的缘由。长安城不比柏林，不比清河，更不比泾阳，
虽然说崔家不怕得罪谁，但至少得知道究竟和谁有过节。阿祖无需担忧，孙儿见那长明商铺虽坐落于繁华西市之中，但地段却是西市最差之地，想来也不会有太大的来头。之所以敢如此无礼，无外乎是仗着自家手套之精巧，又赶上了东时所需，可以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这才让他们升起了小人得志的狂悖之心。莫说我崔家并没有开罪于他们，就算开罪了，他又能如何？说话的是崔永孝幼子的长子，因为喜欢这孩子身上的那股子灵动劲儿，就把他带到了自己身边悉心培养。平日里都是跟着崔永孝，见过的人多了，谈吐倒也不凡。至于年岁嘛，可能也就比李承前稍长几岁而已。听到孙儿这么说，崔永孝笑骂道：“你懂什么？如果这就是别人想看到的结果呢？记住，在长安城做生意，总归是要多加一个小心。不是说我们崔家开不开罪得起，而是有没有这个必要。此事就由你去查，事出反常必有因，总是要找到其根由的。”对于这个孙儿，崔永孝还是很疼爱的。若非他不是嫡长孙，无论如何也要给他谋一个好前程。孙儿谨记阿祖教诲。少年人说完就躬身告退。等他走后，后堂就剩下崔永孝和一老仆。小郎君其实说的也不错。老仆见崔永孝一脸慈祥的模样，当即说道：“这长明商铺不过是今早刚刚开业，听闻东家并非长安人士，以前空有一铺面，但什么生意也没做，算是荒废了许久。之前有人想去买下这铺面，只是苦于找不到东家才作罢。也就是近几日，有人重新打整了铺面，这才有了今日的长明商铺。”老仆倒是了解的多一些，平日里也都是他帮着崔永孝处理这些琐事。崔永孝点了点头，说道：“得罪不得罪人的都是小事，但至少我们得知道是谁。”他也没太把这个当回事。崔家虽然人多，但毕竟是世家大族，家风还是很紧的，还没有谁敢打着家族的名号在外惹是生非。既如此，还和崔家有过节，那必是崔家有理由这样做。想了想，崔永孝又说道：“不过这手套生意当真做的，你现在就去市面上把所有流通的皮毛都买回来，不管他们是谁，我倒要看看这皮毛都没有了，他们这手套生意又该如何做？垄断上游市场，这是他崔家一贯的做派，无他有这能力。至于说买了皮毛自己做手套，他倒是没想过，一来是手套仿制虽然容易，但也绝非是瞧一眼就会的，做不好容易东施效颦。二来嘛，这毕竟是长安城，不是清河，也没那么多人手，垄断上游市场能够制约他们也就够了。只是他又怎么知道，在决定做这个生意的时候，李承前就提前让杨林等人扫空了长安及周边几个城市的皮毛。朝廷会关注，那是应有之意，但他们这些商人却是还没察觉到。只能说崔永孝这些年凭借着崔家的势力，生意做得太顺了，他能想到的，别人又如何想不到？也许以施压人的事情做多了，都忘了生意原本的样子。同样不知道这一点的老仆恭敬地说道：“若是如此，到头来怕还得是他们主动找上门来。”崔永孝捋了捋胡须，故作高深地笑了起来。虽然一把年纪了，但谁还没点脾气不是？而同一时间，长明商铺几乎是人满为患。当之前被称为三郎的一群少年人回去后，手套的风潮就彻底在长安城的勋贵圈里掀了起来。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那么勋贵的朋友只能是勋贵。当有了这么一群活招牌后，引来更多的勋贵，其实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抱歉，实在抱歉。没生意的时候吧，仇人；生意太好了吧，也仇人。杨林嗓子都喊哑了，这才让闹哄哄的店铺安静了一些。实在对不住，今儿小店的手套已经卖光了，对不住了各位。什么叫卖光了？某家都没买着，你就敢说卖光了？信不信某家砸了你这破店？就是没瞅着我大老远跑来的嘛，连小娘子都不看了。你今儿要是拿不出东西来，休怪我等不讲道理。杨林这话一出，顿时惹了众怒。这会儿赶来的都是武勋家的孩子，他们本就热衷于骑马射箭之类的，一件手套那是喜欢的不得了。有了这玩意儿，至少在冬日里骑马的时候，两只手要好受多了。再说了，这玩意买回去孝敬他爹，他爹也保准欢喜。但现在杨林说没有了，这让一群二世祖当时就炸了。本就是长安城里横行霸道的主，真要是这么多人一起砸了一家店，了不起就是回家挨顿板子的事。诸位小郎君，稍安勿躁。杨林也很无奈，他知道这群火祖宗难伺候，但他也没有经验啊，只好硬着头皮说道：“今日小店确实没货了，这样诸位小郎君留下名字，明日小店提前就为诸位小郎君备好。真要是被这一群无法无天的小祖宗把店铺给砸了，那才是无妄之灾。不过作为一个浮沉于商海数十载的老油条，处理起这样的事情倒也算是得心应手。”听他这么一说，这些家伙脸色才好转了一些。他们其实也只是担心，虽然都是勋贵之家，但相比起长安城里那些国公家，他们还是差了许多。之所以这般，其实就是在逼杨林表态，不然谁不知道明天还有啊？杨林都说了，是今天卖完了，又不是断货了。但一晚上过去，谁知道明天又是个什么行情？要是明天那些国公家也来凑热闹，他们能争赢吗？哪怕同是勋贵，但勋贵和勋贵之间其实也是有阶级的，这也是他们这些家伙的聪明之处。比我厉害的欺负不了，但吓唬杨林这样的商人，那叫一个手到擒来。很快，所有人都开始留下自己的名字，更甚者，还有人直接把钱都给付了。反正在这长安的地界，他们也不怕杨林他们拿钱跑路。等伺候完这一群火祖宗，杨林苦笑地说道：“曾几何时，我怎去想，有那么一天，我会因为生意太好而头疼。”说完，王德全也是一脸苦笑。今天的遭遇，让他们真正的见识到了什么才叫做生意，什么才叫赚钱的生意。真正赚钱的生意，绝对是你拿得出来，别人却没有的。行了，赶紧收拾收拾吧，我们还得连夜赶回泾阳。你别忘了，
只要粮食差不多了，金阳那边的长明粮铺也该开业了。而且那几家可是把粮食都运到城外了。我跟你说，亏得你们让老李直接把手套拉到铺子里来，真要拉来了，估计都出不了这个门。之前和几家商铺的掌柜谈妥后，他就让几个掌柜直接拉着粮食去城外提货，顺便让人在城外等李勤俭，让他不用拉进城了。也亏的是他这么安排了，否则但凡进了店铺，一准不带剩下的。当天下午，就在杨林等人头疼怎么将这些粮食拉回金阳的时候，长安城的勋贵圈里却是炸开了锅。手套之名已然是在勋贵圈里掀起了一股风潮，无数今日没有买到的人都准备好了，明儿起个大早，争取第一个买到。肃国公程咬金府上，程咬金坐在正厅，爱不释手的拿着手套，看着躬身站在下手的人说道：“你叫程正浩吧？不错，这事儿办得不赖。”说完，活动了一下双手，道：“你说我们咋就没想到？要是早有这东西，大冬天的遇到尉迟那老匹夫，他也不是我对手。”站在下手的正是之前和杨林商谈过的一位掌柜，他本是程家远房的一支，这些年因为程咬金的关系，在长安做生意倒也还算过得去。只不过他们这支和程咬金关系还是远了，平日里甚至连上门拜访的资格都没。这不，今天刚好看到这东西，脑子活络的他只是片刻就想到这东西对于武将来说可能作用更大，所以当下也是没过多考虑，就答应了杨林的要求。相对于那点粮食，他还是更在意能和肃国公府上的关系更近一些。不过这会儿面对程咬金的问题，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笑了笑说道：“国公爷，这事可能不简单。”不简单。程咬金感受着手掌心暖烘烘的，正准备找个趁手家伙事摆弄一下，听他这么一说，倒是停了下来，问道：“怎么个不简单法？卖我们手套的商人跟崔家有些过节。”说到这里，他停留了片刻，这才说道：“夫人也是崔家的人，这会不会让崔家对我们程家有什么不满？他多金一人啊，有这便利，当然得顺杆爬。再说了，他说我们程家其实也没说错，不管怎么说，他们的确都是程家人。”对于他的这些小聪明，程咬金倒也没在意，考虑了一下，说道：“夫人的事你不用担心，既然嫁到了我家，那就是我程家人。只是你说那商人和崔家有过节是怎么回事？据我所知，崔家在长安城并不招摇才是。不管他是不是崔家的女婿，但这事儿得弄清楚，省得崔家找上门来的时候，他还啥都不知道。那商户是金阳人，听他，你说卖我们手套的是金阳人？”程正浩的话都没说完，程咬金就打断了他的话头。在他这个位置，怎么可能不知道当今太子如今就在金阳城？只是一瞬间，他就猜到了什么。毕竟当初弄出那个叫酒精的也是李承前。要知道，最近几天李世民专门找人试验了酒精的功效，而他们这群军方的大佬自然是倍加关注，效果之神奇，当时闻所未闻。这么一看的话，李承前要是再弄出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倒也可以接受。是的，就是金阳的几个商人新开的一家商铺，名叫长明商铺。他话刚说完，程咬金连忙摆手道：“这事儿你就别管了，也别掺和，不管是崔家也好，还是那个商铺的事也罢，你都别掺和。对了，你之前说这玩意你们是用粮食换来的？”程咬金的思维跳跃性很强，同时他也是一个绝对精明的人，否则也不可能活到将近80岁才寿终正寝，还将一群孩子安排得妥妥帖帖，尤其是3个嫡子，最次也捞了一个县公的爵位。一听这商铺的名字，加上他们特意要求用粮食交易，马上就猜到这背后究竟是谁。其实也只有是李承前弄出这东西，才不会让他觉得意外。而李承前和崔家的争斗，他自然是知道的，但这跟他无关，他既不会站崔家，也不会站李承前，最好是在两不得罪的前提下选择李世民。毕竟李世民如今春秋鼎盛，加上他本就对氏族不满，程咬金是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至于说他是崔家的女婿，呵呵，他还是李世民的臣子呢。国公爷的意思是金阳的那几个商人斗得过崔家？程正浩也很惊讶，这可是崔家啊。程咬金虽然没明说，但言语中却有着这样的意思。程咬金摆了摆手，说道：“斗不斗得过都跟我们无关，我们自己只要不沾惹就是。”说到这里，程咬金又想到了什么，补充道：“对了，你之前说和他们是用粮食交易的，粮食你们运到金阳了？”“那倒没有，我们就在城外交易的，粮食他们清点过后就交接给他们了，当时很多人都去了。”程咬金想了想，说道：“这样，你安排人帮他们把粮食送回金阳，毕竟别人都把货送到了长安城，你们怎么着也要把货送到金阳，同样送到城外就行，其他的就不用管了。”其实程咬金他们真的是很欣赏李承前的，但再欣赏都没用，毕竟李世民如今春秋鼎盛，你敢做什么？至于说让他把粮食送到金阳城外，其实就是变相的给李承前卖个好，或者说是不得罪李承前，毕竟人家真的是把东西给你送到了，就算崔家知道了也无话可说。至于说沿途的安全，金阳就在长安边上，哪怕是连夜赶路也是屁事儿没有。再说了，这年头的商人那也不是好惹的，大型的商队小股盗匪都不敢招惹。而此时长安城的好些勋贵家里都发生着同样的一幕，能混到这个份上的就没谁是白给的。只要一听到几个关键的点，金阳、粮食还有长明商铺，谁都能猜到这跟李承前有关。当然大家心照不宣的没有吱声，更没谁去给崔家通信。一来他们大多都是新贵，跟崔家这样的累世大族并无太大的交集，二来也没谁吃撑了去招惹一个敢在太极殿自戕的太子。哪怕当天太极殿发生的事被朝廷封锁了消息，但对于他们这些勋贵来说自然是知道的。三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都清楚李承前在金阳和崔家的交锋中已经赢了，胜负已定，还有什么好智慧的？只是他们又哪里能想到
李承前比他们想象中更狠更绝，哪怕是此时崔浩得知了消息，估计也只会以为李承前拿到了粮食就会离开，他也想不到李承前还会给他致命一击。被狗咬了不打回去，那是无能，下次再见你他还会咬，只有一次把他打疼打怕，他才会在下次见你的时候跑远远的。长安城到泾阳的官道上，一长溜的马车拉着粮食缓缓地朝着泾阳而去。杨林时不时地朝着马车另一边看去，今儿上午买了自家手套的那些掌柜大部分都在那边，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就在有事刚过的时候，杨林几人还在犯愁怎么才能把粮食运回去，毕竟太多了。做了这么多年生意，他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毕竟往日里哪怕是包赚的生意，也没有夸张到货品发卖的当天就被抢购一空的。是真的抢购一空，杨林甚至觉得就算还有手套可卖，也只会是这个结果。甚至当卖完最后一双手套的时候，他都想摘下自己手上的也拿去卖了。然而生意太好的结果就是粮食太多，铜钱也不少，因为没有想到过会是如此，他们准备的人手就明显不够了。好在这时程正浩带着人赶了过来，说是什么既然你们把手套从泾阳给我们送了过来，那粮食自然也要帮你们送到泾阳。初听的话，这话好像没什么，但这话不能细想，一细想就难免察觉到问题。都银货两讫了，谁还管你的东西是从哪里拉来的？要这么说的话，西市多的是西域商人，难道买他们的东西还得帮他们把钱送到西域去不成？而程正浩仅仅只是一个开头而已。很快，上午和他买手套的那些掌柜是越来越多，原本还人手不足的窘境瞬间就变成了好几个人赶着一辆马车的尴尬。至于程正浩几人，则是相视一笑，大家都心知肚明。按理说这种事儿用不上程正浩亲自来，安排些人来就是。但程正浩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沾上毛笔猴都精，一听程咬金那话，自然就知道这杨林等人背后定是有了不得的人物，抱着宁愿遭点罪也绝不招惹的心态就来了。当然还有些其他的原因，生意人嘛，心中谁还没点小九九？其他几人和他大致都是一个想法，至于那些没来的，要么是不知内情，要么就是不够老道。这什么情况啊？王德全看不明白了，小声地问了一句。杨林也摇了摇头，马车的这一边都是他们三家的人，大家好像泾渭分明的很。管他什么情况，有人帮你把粮食拉回去，你还不高兴？李勤俭说道。要我说，他们要么是看上了我们的买卖，想要卖个好，要么就是知道公子的身份，给陇西李氏一个面子。杨林没说话，他也弄不明白这事儿透着邪性。另一边，程正浩几人也在小声地聊着，几个人精凑一起，其实也没什么好聊的，大家都是在套彼此的话，想从彼此的字里行间推断出一些东西出来。都是千年的老狐狸，就没一个是省油的。又过了一会儿，杨林抬头看了看昏暗的天色，这才说道：诸位，眼瞅着这天色越来越暗，要不我们在前面的村子里休整一番如何？无妨的，杨掌柜，大家伙也想早点帮你们把粮食送回去。程正浩笑呵呵地说道。来之前他就和这些伙计说过，今晚送粮食，工钱除外，每人额外10文赏钱。其他人大多都有类似的安排，毕竟他们都亲自来了，自然不单单是为了送粮食那么简单。正好双方打开了话匣子，程正浩则顺势问道：杨掌柜，我听说之前有豪商把长安城的皮毛扫荡一空，不知道那豪商是不是诸位？其他人一听程正浩这般问，也是竖起了耳朵。他们都是生意人，见识到了手套的利益后，谁还没派人去皮货铺准备囤积一些皮货？只是当他们的人去的时候，长安城的皮货铺居然早几天就没货了。略一思索，他们就有了判断，这是10有8九就是杨林这些人干的。杨林闻言停了下来，等一辆马车过去后，便走到了程正浩他们这边。王德全和李清简也一起跟了上来。让诸位见笑了，正是我等。对此，杨林倒也没有隐瞒，说道：主要还是担心我们手套发卖以后，有人囤积皮毛来对付我们。听他这么一说，众人心中都是尴尬的笑了笑。他们也准备这么做来着。我听说今天崔家派了人满长安城的收购皮货，看来还是杨掌柜等人有远见啊。为了缓解尴尬，有人随口说了一句，当下就把崔家今天做的事给卖了出来。当然也说不上卖，这事大家都知道，也瞒不住谁。再说崔家自己也没想瞒住谁。杨林一听笑了，今天太忙，他倒是没有留意到这件事。不过就算满长安城的收购又有什么用？长安周边城池皮毛都被他们扫购一空了。诸位这生意当真是做的，不知道今后还有没有类似的生意，我等很是愿意和诸位合作。那人又说了一句，他是河间郡王李孝公府上的，专门打理王府上的一些生意。虽然也不知道这杨林等人的背后究竟是谁，但来之前郡王特意给他交代过，如果能帮衬一二就帮衬一二。对于李承前，李孝公是不加任何掩饰的欣赏。他的一生本就是戎马的一生，就喜欢李承前这样刚毅的性格。再说了，就他对李世民的了解，至少暂时李承前的太子之位无忧。这时候他这个做伯父的要是不站出来支持自己侄子，李二才会对他有意见。毕竟大家都是皇家的人，不管怎么说，对外的时候必须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所以说今天来的人就他家的人最多，比程正浩带的人都多。多谢诸位的抬爱，如果日后还有生意的话，我等倒是很愿意和诸位合作。杨林倒也没拒绝，未来究竟会怎样，谁也说不清楚。是以话不能说太满了。几天又聊了一阵，不过都是各怀鬼胎。杨林等人想旁敲侧击地弄清楚他们此行的缘由，而他们也想从杨林等人的话语中找到他们身后那人的根脚。虽然如此，但一路上几人倒是聊得很欢快。刚到丑时的时候，众人总算是到了泾阳城外。双方寒暄了一阵后，程正浩等人则是坐着马车挂上灯笼，继续往长安赶。
估摸着回到长安的时候刚好赶上开城门。而杨林几人则是想办法将粮食运进城里，到了金阳城外，这一切就好办多了。天明之时，大雪骤停，李承乾还是如同往日一般陪着长乐吃早饭，哪怕他对唐朝的饮食习惯深恶痛绝，但却没有缺席一餐。好在他前世并非出自大富大贵之家，只要能果腹倒也没有太大的讲究。当然他也不是没想过弄些新奇的吃食出来，比如炒菜什么的，但左右一想，最近这段时间他弄出来的新鲜东西已经不少了，要是接二连三的整一些别人没见识过的东西，难免会让人生疑，所以他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春花，今天你们几个做几双精致一些的手套出来。吃完饭，李承乾吩咐了一句。春花点了点头，做完了就让人送到皇宫去。这几天他给忘了，在大唐他还有父母兄弟姐妹来着，不过因为本来就没什么亲情可言，一时间倒是忘了这茬，这也是刚刚突然想到的。这种事儿还是能做的，惠而不费的小事罢了。至于说让春花找人送回皇宫，李承乾相信他能做到。长孙既然让他们4个来照顾自己和长乐，肯定也是想通过他们来了解自己两人的生活，而行千里母担忧，哪有一个做娘的真能放心自己年幼的孩子远行千里之外？对此，李承乾也不介意，他刚好需要这样一座桥梁和皇宫有些联系。听到是做了送去皇宫的，春花当即就有些惶恐，还以为是李承乾对他们和皇宫还有联系，心生厌恶，当即就准备跪下来。行了，没你想的那些事。李承乾也很无语，这年头的人就爱瞎想，他不过就是想树立一个孝顺谦恭的形象，你们都想哪儿去了？当然，他也不了解这年头的人，尤其是春花他们这样的人，谁不是小心翼翼的活着？赶紧去弄，给我那些弟弟妹妹也一人准备一双，如果实在不够，就去找李勤俭他们挑好些的送回去。李承乾没有解释，但他说完，春花立马就明白了过来，忐忑的心瞬间也就安定了，当即就在心里琢磨该怎么做。李世民和长孙的肯定的不一样。公子，杨林他们来了。刚吃完饭，刘三就走了过来。对于昨天长安城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李承乾其实也很期待，当即就站起身说道：走，去前院。说完，看到长乐立马放下了手中的碗筷，一脸可怜兮兮的看着他，又说道：长乐乖，大哥一会儿带你出去玩，先吃饭。听李承乾这么说，长乐倒也没说什么，总的来说他还是很懂事的，只是有些黏着李承乾罢了。来到前院，杨林3人都在，都是一脸激动的站在正厅。见过公子。既然李承乾府上都是这么称呼的，他们自然也不会例外。李承乾点了点头，坐到上手的位置，道：诸位都坐，操劳了一天，想必也是累了。累倒是不累。杨林口是心非的说着，怎么可能不累，这一宿就没怎么睡，但也奇怪，哪怕是没休息好，但这会儿几人依然是精神抖擞的。只要一想到他们粮铺开张，崔家就要吃瘪，那浑身就像有用不完的劲儿。这些年他们可是被崔家打压的好惨。说说吧，昨天长安那边怎么样？虽然心里很急切，但李承乾表现的却是云淡风轻。一说起这个，3人那叫一个激动，当即就把昨天长安城发生的事情绘声绘色的给李承乾讲述了一番。听完，李承乾故作高深的点了点头，说道：和我预料的差不多。说实话，他心里也是激动的不得了，但这不能表现出来不是。金阳的粮铺准备好了吗？李承乾继续问道。他可没有忘了崔家的一箭之仇，这个仇必须得在临走前给报了。杨林说道：今天能收拾出来，明天最迟后天就可以发卖粮食了。说起这个，杨林几人也是一脸的期待。这几天他们3家可算是倒了大霉，就刚刚来李承乾府上的时候，路上还有老百姓对他们恶语相向。现如今他们就憋着一股子劲儿，就等着明天再看看那些人的嘴脸。同一时间，崔家，崔浩自然是收到了消息，金阳城就这么大，谁能瞒过谁啊？真没想到他们居然会从长安运粮食过来。崔掌柜一脸忧心忡忡的说道：早知道这样，我们还折腾啥？这不是闹笑话吗？崔浩也是皱紧了眉头，他怎么也没想到堂堂国朝太子居然干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来。既然我们是在金阳斗法，你怎么可以绕过金阳去长安搬救兵呢？既如此，你早干嘛去了？临行前为什么不从长安直接带出来？对于这件事，其实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李承乾一气之下西出长安，除了李世民和长孙给的那些东西外，就连东宫的一针一线都没带走。这时候刚到金阳就遇到了麻烦，再折回长安想办法，多多少少有些输不起的意思。这年头的文人还是很看重脸面的。要不算了吧？崔掌柜说道。他粮食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在限制粮食的发卖已经没了任何意义。我看我们还是慢慢的恢复成以前那般得了，再这样下去，仓库里的粮食得什么时候才能卖完啊？算了，崔浩说道，我们刚刚在金阳建立起来的威望就不要了，朝令夕改。你知道我们的损失有多大吗？说着，崔浩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问道：对了，你说他们把粮食都运进城了？是啊，都运进来城了。你是没看到，那运粮的队伍那叫一个长，少说都得有几千使。对于这个，崔掌柜了然，虽然是昨晚上发生的事情。哈哈，听崔掌柜这么一说，崔浩突然狂笑了起来，大笑道：天助我也，当真是天助我也啊！赶紧的，你马上派人出去散播消息，就说有人已经囤积了不少粮食，不日就准备将粮食运出城去，就说这消息是我崔家无意间听闻的，千真万确。说完，崔浩还是忍不住的狂笑，他都以为是一个必死局了，谁知道柳暗花明还有一村。怪不得我，实在是怪不得我，怪就只能怪我们这位殿下太过狂悖，居然想着把粮食运进城跟我们显摆显摆。那既然运进来了，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它运出去。老百姓可不管你的粮食是从哪里来的，
但只要是从金阳运出去的，那都是金阳老百姓的。听他这么一说，崔掌柜眼睛一亮，这一招绝了。不得不说，崔浩还是有些能耐的，至少他这一手，如果李承前没有后手的话，真的有可能吃一个哑巴亏。但唯一遗憾的是，他把李承前想得太善良了。崔家的动作很快，也就是不到1个时辰的功夫，金阳老百姓就知道了有这么一回事儿，一个个都表现得很愤慨。你不用指望老百姓能分辨事情的真伪，也别奢望他们会去追根溯源。既然有人这么说了，那么他们就这么信。而崔家此举却是把杨林几家人给折腾得够呛。本来就是一群糙汉，谁他妈会听你讲道理？当然，这里面也有杨林几人刻意封锁消息的缘故，他们也担心崔家收到风后会提前做准备。不过，这也让他们憋了一肚子的火，对崔家的怒意已经达到了极致。至于说长安城的商铺，杨林等人交给了家里的人去打理，倒不是说他们不在意长安城的生意，而是他们更想亲眼看看崔家到时候会是个怎样的表情。报复的快感如果不能亲眼所见，那不管听起来有多爽，都差了那么点意思。对于这一切，李承前不在意。不管金阳的老百姓怎么愤慨，这火总是烧不到他头上来，除非他真的在此时拉着粮食大摇大摆地离开金阳。但他会这么做吗？显然不会。这2天，他除了盯着张二牛几人打造马车，剩下的就是带着小丫头到处逛逛。如今的小丫头比刚开始的时候要活泼了一些，但也有限，仅仅表现在上街的时候不会再小心翼翼地牵着李承前的衣角罢了。当然，他也不会离开李承前的身边。大哥，那是什么？小家伙突然看到有一群人围在一起在摆弄什么，当即就好奇了起来。李承前顺着小家伙指的方向一看，好家伙，居然是皮影戏！难道说唐朝就有皮影戏了？不过这些人显然是不打算在金阳表演什么皮影戏的，看他们这样子，应该是在收拾行头，十有八九是奔着长安去的。想看就去看呗。李承前摸了摸小家伙的脑袋，摇头苦笑。一听李承前这话，长乐赶忙伸出戴着手套的小手，拉着李承前就往那边走。一个人他可不敢去。无奈之下，李承前只得跟着小家伙一起走了过去。而在他们身旁，刘三等人也是跟了上来。只要他们2人出门，总是有人护佑在四周，哪怕他们就20来人，但在这一条上仍然不敢大意。不好意思2位，我们正在收拾行头，可能无法给2位表演了。见到李承前2人走过来，一个上了年纪的老汉就站了出来。都不用过脑子，就看这2人衣着之华丽，就知道这是他们招惹不起的人。李承前笑道：“是我们叨扰老人家了。我看诸位的行头是表演皮影戏的吧？舍妹没见过，不知可否通融一番。”说到底，他终究只是披了一张李承前的皮罢了，思想上还是一个很厚实的人。职业在他眼中尚且没有贵贱之分，有的也仅仅是老弱之别。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太子，这等事需要他出面吗？贵人也知道皮影戏，不过李承前这话倒是让老汉意外，没想到这小地方的人也知道他们祖传的手艺，也只是略知一二。李承前差点就脱口出：“我何止听过，还见过。”不过话到嘴边却是立马止住了。这要是被有心人传回长安，让李世民知道了，难免给他留下一些隐患。略知一二的说辞却是刚好合适。你这老汉好生啰嗦，我家公子既然想看，你还不赶紧拿出家伙事来？一旁的刘三见老汉磨磨唧唧的，当下就嚷嚷了一句。在他看来，李承前表现得客客气气的，那是自家公子有涵养，爷们一个糙汉，讲究个什么涵养？刘三这么一嚷嚷，一群人当即停了下来，看了看老汉，不知该怎么是好。他们这些人身份卑贱，哪里招惹得起这样的贵公子？别听他的，他就是一糙汉，老人家莫要介意。李承前还秉承着后世尊老爱幼的习惯，说道：“老人家让他们表演就是，放心，不会让几位白眼。”听到李承前这么说，老汉顿时做了个揖。有钱赚，不管是在哪里都无所谓，这大冬天的还出来卖艺，不就是为了讨生活？不知是去府上，还是就在这里？老汉问了一句。李承前看了长乐一眼，长乐摇了摇头，他才不想回去呢，好不容易出来一趟，要是就回去，那岂不是白出来了？对于长乐而言，在家里就像在皇宫，还是有些拘束的，只有在这外面，他才能感受到一丝丝自由的空气。见他这般模样，李承前说道：“就这吧，有炭炉没？给舍妹准备一个，这大冷的天，坐的时间长了，也怪冷的。”有的，有的。老汉忙不迭地找出炭炉，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这年头木炭可不便宜，平日里他们都不舍得用。见老汉去准备炭炉，李承前摆摆手，喊来刘三说道：“待会儿打赏500文铜钱，记住别太张扬。”李承前也没打算给太多钱，这东西多了也未必是好事。很快皮影戏开始了，从没见过这东西的长乐看了个津津有味，而这铿铿锵锵的也引来了不少人驻足，尤其是一些孩子，他们平日里哪见过这个，当下就被那几个会跳的小人给吸引了。但有意思的是，不管他们如何被吸引，一个个都是宁愿离得远远的，或者站在左右歇着看，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凑到李承前兄妹的身前去看。明明那里视野更好，更加宽阔，甚至还有一个炭炉，但就是没人。看到这一幕的李承前也算是真切地见识到了这个年代所谓的阶层。大哥，坐那长凳上的不是上次给我们买馒头的贵人吗？在距离李承前他们不远处的角落，几个小乞丐窝在一起，其中有人指了指李承前，问了一句。为首的少年一听也看了过去，点头说道：“就是那憨货，上次还给我们买了好些馒头。你说我要是现在去要，他会不会再给我们啊？还是别了吧。”有个小姑娘怯生生地说道：“那人身边好多护卫的，讨食的生活怎么可能容易？平日里挨打也是稀松平常的事。”而为首的小乞丐咬了咬牙，说道：“
不管了，昨天晚上就没找着吃食，几个弟弟妹妹都快饿得不行了，挨打就挨打吧。说完，这小乞丐就冲了上前。正忽悠在李承前四周的亲卫见有人冲了过来，正准备动手，那小乞丐马上就跪了下来，嘴里大声地嚷嚷道：“几位大爷，赏口吃的吧，赏口吃的吧。”说着，小乞丐不停地将头在雪地里捣鼓，跟小鸡啄米一样。听到身后的动静，李承前回头看了一眼，总觉得这小乞丐有些眼熟，但又有些不敢确认。你是长安城的那个小乞丐？对，贵人还记得我，真是太好了，不知道贵人能不能再赏我们一些吃食。小乞丐当即就激动地嚷嚷了起来。他从没想过李承前会记得他们，毕竟人家什么身份，怎会记得他一个小乞丐？李承前有些意外，说道：“你们不是在长安吗？怎么跑这来了？”他确实有些难以理解，按理说，哪怕是讨饭，也肯定是在长安更有优势，都是要饭，在哪里要有什么区别？小乞丐敷衍了一句，实情当然不是他说的这么简单。李承前也没有多问，这跟他无关，随口对刘三说道：“买几个馒头给他们。”对于这个小乞丐，李承前并不厌恶，当初就是他们让李承前第一次感受到了大唐的骄傲，或者说是大唐的底气，所以几个馒头倒是无碍。刘三点了点头，刚刚没认出来，这会儿认出来了，倒也没有真的拳脚相加。在金阳遇到长安的老熟人，怎么也有点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对于这个插曲，李承前没当回事儿，继续陪着长乐看皮影戏。长乐也只是一开始被打扰了一下，但很快就投入进了皮影戏中。相比起怜悯，绝对没有这新奇的皮影戏更加吸引他。每个人的怜悯其实都是在满足了自身物质和精神追求之后才升起来的。没多久，一场皮影戏结束了，两位贵人可还满意？刚结束，老汉就凑了上来，虽然在周围看戏的人不少，但他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主角。小家伙很是开心的点了点头，倒也没张嘴。李承前牵着他站起来，说道：“很有意思，想必诸位到了长安，定会引得人流如织，承蒙贵人吉言。”老汉笑眯眯的说着，说完就等在一旁，等待李承前的打赏。他之前可是见着了，一个破履烂衫的小乞儿李承前都能随手丢几个馒头，他们奉献了如此一出好戏，这少年人断是不会少了他们的。当下也有些期待起来，大户人家的豪赏，他们也不是没听说过。只是让他失望的是，李承前说完这话，转身就走，并没有停留的意思。而看着几人离开，老汉的脸色顿时就僵硬了起来。这一来的话，可就亏大了呀！关键是钱没挣着，还搭进去了一炉炭火，这才是最让他心疼的地方。呸！什么玩意儿？看戏了连个赏钱都没有！当即就有人走了过来，啐了一口：“真是越有钱的人越抠！”啪！这人话刚说完，一个大耳刮子就抽了过来。刘三怒目直视几人，道：“谁给你们的胆子，敢在背后非议我家公子？”说完，又是一个大耳刮子抽在了另一人脸上。几人敢怒不敢言，刚刚也就是没发现刘三去而复返，否则借他们10000个胆子，也不敢当着刘三的面说这些。没见他们走人了，老汉都不敢吱声吗？这种事他们也不是没遇到过，通常也只能哑巴吃黄连罢了，最多也就是如刚才那两人一般过过嘴瘾。我家公子说了，赏钱500文。说着，刘三就把500文钱丢在了老汉的脚下，悻悻然的走了。如果这不是李承前交代的，他是真不愿意给这些人钱，都什么玩意？他琢磨着，怎么也得找人教训一下这两个口无遮掩的家伙。对，回去就找人，这会儿他还得跟上去忽悠李承前。老汉看到这一幕，又愣住了，再看了看被扇了一个大耳刮子的两人，叹息了一声，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500文的赏钱不算少了，卖艺这些年也没有几次一天能挣到500文的，但关键是钱挣了，人也让他们给得罪了。摇了摇头，老汉说道：“你们这嘴啊，以后能不能管住些？这事儿闹的。”跟上去的刘三自然没说这事，闹心的事怎么能说给自家公子听？他都已经想好了，自己这边确实抽不出人手去做这件事，但现在不是还有杨林他们吗？这事交给他们，一定能给你安排的妥妥的。走了没多远，之前的小乞丐带着5、6个更小的乞丐拦在了前面，二话也不，一个个直愣愣的跪在地上磕头，嘴上嘛无疑是些感激之言。当然，你别以为他们真的是心存感激才等在这里，人家聪明着呢，好不容易碰上一个有钱还大方的主，还不得趁机多薅点？几个馒头不过是一顿饭的事情，怎么着也得从李承前身上再薅下一顿晚饭啊！但人家的聪明之处就是咱知足，也不开口了，就是来感谢你的大恩大德，顺便卖个惨，要不怎么会一窝蜂的都出来？哥，他们好可怜啊！小长乐眼瞅着他们破履烂衫的，忍不住说了一句。没有了皮影戏牵引心神，小姑娘善良的本性涌了出来。李承前看了看这些人，突然心神一动，道：“那要不把他们带回家，以后给你做个玩伴？”“好啊，好啊！”小姑娘兴奋地说道。她本来就没朋友，这会儿真要是多几个同龄的孩子倒是不错。但李承前可不是这么想的，这些小乞儿虽然年岁不大，但是可塑性却是比刘三等人强多了。这2年可能看不出什么效果，但是过2年呢，他的势力总是要扩大的，到时候又有谁能帮他呢？就像这次，他居然一个合适的人手都安排不出来。有了这样的想法，李承前的心思就活络多了。愿不愿意跟我走？几个小乞儿也是一愣，不是吧？我们就想弄点吃的，你居然想把我们拐走？他还没说话，一个胖胖的小家伙说道：“那我们还会饿肚子吗？”天知道一个小乞儿怎么吃胖的，李承前笑着说道：“那是自然。”心思活络起来的李承前，再看这些小乞儿，眼里的神情明显就不一样了。他相信，只要自己慢慢的给他们树立3观，10年后，
20年后，哪怕是让他们对付大唐，他们也不会有任何的犹豫。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他真正的心腹。他现在缺少的，就是一些自己完完全全信得过的人。可惜，到了现在，一个都没。现在所有的一切，说白了，还都是李二给的，哪怕是刘三等人。他真的很需要一支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班底。贞观5年冬月20，一报仇。为了这一天，杨林、李勤俭、王德全3人等了许久。从知道李承前的计划开始，他们就一直盼着这一天。虽然说几年都熬过来了，也不急于这2天时间，但没有经历过他们所经历的，很难理解他们此时的渴望。为了能早一点开业，杨林几人甚至亲自上场，将店铺给整理了出来，为的就是能提早一点出了心中的这口恶气。相对于他们的渴望，李承前则是淡定得多，一大早就牵着长乐上了街。当然，今天没有闲逛，而是直接在当初黄松等人就坐的茶楼里坐了下来。一旁，秋月将篮子里的点心给兄妹2人摆上。要说杨林几人也是真的缺德，颇有些小人得志的意思。刘三在一边给李承前2人扇炭炉，一边扇一边说道：“公子，这杨林是不是也太过了？都把这铺子开到崔家的对面去了，他该不会是想让我们彻底跟着崔家结仇吧？”跟着李承前时间久了，刘三有些时候也敢多2句嘴。李承前笑了笑，说道：“如果换作是你，估计你更狠。他们几家自从崔家落户泾阳以后，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你指望他们下手轻点？算了吧。我告诉你，他们之所以愿意屈服于我们，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屈服于我们有机会对付崔家，要不然人家愿意屈服于我们。”对于杨林几人的行为，李承前没什么好说的，很正常。既然是要打击报复，当然是做得越狠越好。你还指望事后崔家成你没有赶尽杀绝的情？笑话不是？公子倒是来得早。李承前几人正吃着点心，崔浩来了。他也是听说今天杨家的商铺好像有动静，就赶了过来。一见李承前也在这里，当即就凑了过来。这2天他也收到了一些消息，听说了杨林几人在长安城卖起了一种叫做手套的东西，很是赚钱。但是那又如何？有钱你也没办法从泾阳运走粮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崔老先生今天倒是难得的雅致，若是不介意，倒是可以一起坐下喝杯茶。看到崔浩，李承前笑了，他可不想让这个始作俑者离开。杨林几人需要报复的快感，难道他就不需要？崔浩假意推辞了一番，最终还是在李承前的再三邀请下留了下来。公子这是准备在泾阳也卖手套吗？崔浩笑着说道：“那怕是不容易啊，泾阳买得起这东西的人可不多。”他是在嘲讽李承前没有一点点的生意头脑，真以为手套能在长安风靡一时，在泾阳也可以。至于说卖粮食，他是想都没想过，毕竟李承前自己都缺粮食，泾阳能买得起的人是不多。李承前笑呵呵地说道：“早些年还是有些人的，不过这些年也不知道怎么就少了。”2人都没有恶语相向，但言辞之间却是透着一股子的火药味。崔浩也不说话了，2人心照不宣地坐在那等着。不多时，杨林几人终于打开了店门，崔浩依然是老神在在地坐在那儿，就想着看看到时候他们这手套卖给谁。要是自娱自乐，那可就搞笑了。而杨林几人这会儿正是神清气爽，吩咐伙计将门都打开。今天注定是他们扬眉吐气的一天。这街扁的事，要不要喊李公子来？李勤俭看着门都开完了，小声地说道：“刚刚我见李公子和崔家的崔浩就在那边的茶楼里。”算了。杨林想了一下，说道：“李公子是什么身份？将来定是要出仕入相的，街扁这种事让李公子来，平白辱没了人家的身份。”王德全2人点点头，的确是这么个理。在他们几人看来，像李公子这样的人做生意可以，但肯定不会自己亲自操持生意。说到底，生意人的名声可没读书人好听。咋样，准备街扁吧？说着，李勤俭看了看对门，说道：“你们瞧，那崔掌柜咧着一张嘴乐得不行，搞不好就是想看我们笑话呢。”杨林2人闻言看了过去，果不其然，崔掌柜真还就站在门口看着他们。由于他们门口人多，将铺子里面的情况都挡住了，崔掌柜倒是没看见里面是个什么情况。要是让他知道他们几人卖的也是粮食，这会儿可能都直接奔着崔浩跑过去了。而在他们店里买粮食的人见状都是啐了一口，什么玩意儿，一群黑了心的商人开的铺子，他们可不敢去。接吧。杨林说道。他刚说完，一个王家人高呼一声：“街扁！”说实话，就店铺里的伙计这会儿也是激动的热血沸腾。这段时间他们可是没少被人恶语相向，如今自家店铺也准备卖粮食了，就想看看当初对他们恶语相向的那些人可还有脸上门。而在王家人话音刚落的时候，一群伙计目光激动地盯着牌匾的时候，杨林3人一人拉动了一根红绳，原本被红布遮掩的牌匾瞬间就露出了真容，上书4个大字：长明粮铺。啊！对面看到这匾额的崔掌柜顿时就是一愣，不是说卖手套吗？咋就改卖粮食了？第一时间他就察觉到了不对劲，而被这一声街匾给吸引的人顺势看了过去，只见此时长明商铺门口的伙计全部散开，铺子里堆积如山的粮食映入眼帘，一个个都傻眼了。不是说他们囤积粮食要运到别的地方去吗？怎么开始卖粮食了？好奇心总是能驱使人做一些下意识的行为。当有人发现了杨家也卖粮食后，就有人走了过去，问道：“你们也卖粮食？”对于这些人，杨林很清楚，他们不过是被人蛊惑了罢了，跟他们置气犯不着。闻言当即说道：“大娘也看到了，粮食就在那。不是说你们囤积粮食要运到外地去吗？”大娘有些疑惑，也有些耿直。杨林苦笑道：“大娘啊，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如今你也瞅见了，粮食就在那，今年的新粮，要不你自己去看看。”你们卖粮食？
茶楼里，崔浩在匾额露出真容的第一时间就站了起来，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李承前，心中隐隐不安。李承前也站了起来，说道：“不然呢？崔老先生不是说了吗？金阳城买得起手套的人不多，但我想买得起粮食的人自是不少。崔家不是说了吗？金阳缺粮，作为过路人，我也想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帮金阳度过这个寒冬。”说完，他还补了一句：“别急，这才刚刚开始。”一语双关。崔浩闻言愣在了原地，他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粮铺前这会儿已经围了不少人，哪怕是本来没准备买粮食的人，这会儿也是驻足观望。毕竟多一家粮铺总是好的。至于之前还在崔家粮铺买粮食的人，这会儿也不着急了。当他们发现对门真的是在卖粮食的时候，也慢慢的回过味来了。一直以来听崔家人说有人要把粮食运到别的地方去，但总是不见动静。好巧不巧的，当初他们认为的黑心商人居然开始卖粮食了。老百姓只是淳朴，不是傻。诸位父老乡亲，眼瞅着门口的人不少了，大家都还在观望。杨林果断地站在了粮铺门口，高声说道：“最近城里有些歹人造谣生事，说我们杨家、王家还有李家囤积粮食，要把我们金阳的粮食拉到外地去，不顾金阳老百姓的死活。哎，我等怎会如此行事？想我三家多少代人久居金阳，难道我们就不是金阳人吗？怎会干出如此丧心病狂之举？没有这样的事吗？”有人问道：“你们不是在囤积粮食吗？”断然不是。杨林声如洪钟：“我们也是金阳人啊！诸位乡亲，你们想想，我们要是真这样做了，往后这几大家子还有什么脸面在这金阳城谋生？”听他这么一说，很多老百姓都点了点头，是这么个道理。杨林继续趁热打铁说道：“这些天我们也在为这事头疼，说到底，我们终究还是要在这金阳城谋生的。背井离乡之苦，诸位想必都清楚，谁也不想背井离乡，不是？你们不想，我们也不想。说到底，我们才是这金阳城的坐地户，无论如何都离不开的。”他这话一个字没提崔家，但又一个字没离开崔家。对面崔家粮铺，崔掌柜额头冷汗连连，他已经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了，连忙小跑着就朝崔浩跑了过去。这会儿老百姓正听杨林喋喋不休的诉苦，谁还有空管他？等跑到茶楼的时候，看到李承前也在，顿时一脸尴尬的给崔浩使眼色。他现在六神无主，正需要崔浩这个主心骨。崔浩这会儿也是一头的冷汗，不知道为什么，虽然现在是大冬天的，但他总感觉后背有些发凉。杨林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像一把刀一样，冰寒且锋利还刺骨。这不是崔掌柜吗？快快快，刘三，愣着干嘛？还不快请进来！李承前可不是傻好人，憋屈了这么几天，难得能出口恶气，还能让这些当事人给溜了。大度不需要，只有弱者才会大度，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报复回去的能力。对于强者而言，大度那一定是有原因的，至少能达成某种目的。听李承前这么一说，崔浩这才发现崔掌柜就在外面，眼睛都快斜到一起了。正当他准备找个借口离开的时候，懂事的刘三当即上前推着崔掌柜说道：“我家公子有请，崔掌柜不会不给面子吧？”说的不客气，手上就更不客气了。若不是碍于李承前在，他都恨不得一脚给这家伙踹进去。咋的？我家公子请，你还想拿捏一下？给你脸了是吧？刘三是彻彻底底的废了。自打他以家奴自居以后，这家伙是越来越没一个大头兵的样子了。现在活脱脱就是李承前的狗腿子。当然，人家也经历着了。见过公子。虽然不情愿，但崔掌柜还是很无奈的，先给李承前见礼，毕竟礼不可废。李承前笑了笑，说道：“客气了，崔掌柜请。刚好崔老先生也在，两位都是金阳城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两位给看看这杨林此举到底能不能缓解金阳的粮荒。”这崔掌柜尴尬无比。金阳粮荒吗？荒个屁！就他崔家粮库里都还能卖好久，人家明显就是在打他们的脸。公子技高一筹，老朽输的心服口服。崔浩倒也不是个输不起的人，木已成舟，那说什么都没意义，输了就是输了，狡辩或者诡辩他也不屑为之。李承前笑了笑道：“崔老先生过誉了，我也是听人说金阳粮荒，这才略尽绵薄之力罢了。作为大唐的一份子，不管我是何身份，终归都是大唐人，见我大唐子民有此危机，怎可不施以援手？对了，之前听你们崔家的人说有人要囤积粮食，准备拉到外地去，究竟是何人？这杨家都开铺卖粮了，断然不是他们。那除了他们，还有谁有这能耐？”说完，李承前饶有兴趣地看着站在那里的两人，以为认怂了我就放过你们了吗？想多了，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咱就继续走下去，顺便给你们把路都给堵死。崔浩修养倒是不错，李承前虽然多多相逼，但他好在没有失态，闻言也没回答这个问题，反而问道：“老朽倒是有一事不明，不知公子可否赐教？”崔老请问。李承前无所谓地说道：“公子自身就需要不少粮食，如今开铺卖粮，不知公子的粮食又该从何而来？彼时又该如何将粮食运走？”崔浩问完就盯着李承前，他想不明白，这对李承前来说本应是个死局才对。不管怎么样，你从金阳运不走粮食啊，但凡你运走粮食，那么那个囤积粮食运往外地的名头你就得背着，到时候甚至都没有杨林几家帮你背锅。那我请问崔老先生，我需要多少粮食？李承前笑道：“崔老先生是当局者迷，你真的认为我需要在金阳筹备很多粮食吗？此乃大谬，与你我之争，我本就不需要在金阳筹备多少粮食。崔老可明白？”此话怎讲？崔浩越听越是迷糊，一旁的崔掌柜也是一脸的江湖。不需要粮食吗？带不走粮食，你在金阳如何赢？这已经不是你李承前一个人的事了，而是皇室和氏族的争斗。我只需要证明
我有这个能力就足矣。为什么一定要在金阳筹集太多的粮食？李承前跟看傻子似的看着两人，你们是不是做生意脑子都做糊涂了？都说了，这已经不是生意之争了。现在我有这个能力吗？李承前戏谑的看着两人，突然话音一转，道：对了，崔掌柜，你们店里粮食卖多少钱一斗来着？11文。崔掌柜下意识的说道。李承前笑道：11文啊，还都是陈粮。若是两位家里没有新粮了，不妨去长明商铺买。长明商铺的粮食10文一斗，全都是今年的新粮，童叟无欺哦。李承前话刚说完，崔浩本来还在消化李承前的前一句话，但听到李承前后一句话时，整个人一个没站稳，差点就摔在了地上。得亏刘三眼疾手快，一把将其拉住了。崔老先生，莫不是想诬陷我家公子不成？刘三语气不善的说道。崔浩根本就没管刘三说什么，满眼怒火的看着李承前，愤慨的说道：公子这是要置我崔家于何地？崔老先生何出此言？李承前装作一脸吃惊的问道：难道说崔家人限制粮食的发卖不是为了老百姓？我当崔老先生心里装的都是这金阳城的老百姓，初闻之敬佩万分，这才有了尽这绵薄之力的想法。崔浩差点被李承前一句话给噎死了。这话你让他怎么接？没法接啊，他也不可能明目张胆的说我们限制粮食的发卖就是为了给你制造麻烦吧？这种事儿大家心知肚明即可，没必要说出来啊。哪怕他之前问了李承前有关粮食的问题，可依然是一句没提这一茬。但现在李承前倒好，还卖起了乖，你哪怕心里恨得半死，但嘴上还得成这个情，倒是公子过誉了。崔浩也不知道自己心里这会儿是个什么感受，只得说道：这几年金阳不易，粮食不足也是事实，不过公子这一出手，想必金阳的粮食危机彻底解决了吧？崔浩就跟吃了苍蝇一样的恶心，这都叫什么事儿啊？李承前笑了笑说道：那还得有劳崔老先生相助才是。他越是表现的谦逊，崔浩就越是别扭，而这也是李承前最贱的地方，他非要弄得作为一个失败者的崔浩连句狠话都说不出口，憋死你个老东西。事实上也是如此，李承前每句话都还算得体，既没有胜利者的恣意妄为，也没有小人得志的张扬跋扈，反而表现得像一个谦君子一般谦逊好学。就这，你让崔浩怎么办？不管是以何种身份而论，此刻他都只能认了。公子之德行，当是同龄人中的楷模。崔浩很是无奈地说道：今日老朽也算是见识了公子的手段，家中琐事繁多，不敢叨扰公子雅致，这就先行告辞。没办法，崔浩只得想个办法先走人再说。在这里他怕被憋出内伤，李承前本来不想就这么放过他，不过转眼就看到李清简几人目光灼灼地看着这边，也就笑道：小子不敢叨扰崔老先生的要事，是小子冒失了，崔老请。他知道李清简几人这会儿在想什么，扬眉吐气，如果不在自己的仇人面前嘚瑟一下，那爽感就缺了一大半。崔浩这会儿还真没心思管这些，只想早点离开，他必须得回去想对策。崔家好不容易在金阳树立起来的声望，不能因为他就这么毁了。公子，小的也先行离去。崔掌柜在这里更加是坐立不安，这会儿见崔浩都要离开了，当即也跟着说道。对于这崔掌柜，李承前摆了摆手，连说话的意思都没，就跟赶苍蝇一般。见状，崔浩两人也不在意，这会儿他们只想赶紧离开，自家粮铺还一摊子的麻烦事。长明粮铺门口，李清简一直盯着这边，见到崔浩两人出来了，急忙给王德全使了个眼色。杨林这会儿还在高谈阔论，倒是没注意这边。王德全一瞅见李清简的眼神，两人会心一笑，终于来了。相比起杨林，他两人是真的对崔家恨之入骨。这几年他两人是一家铺子都没剩下，就现在崔家开粮铺的地方，以往还是李清简家的。当初崔家还没落户金阳的时候，李清简就靠着这家铺子和杨林斗法，但谁又能想到昔日里水火不容的几人，如今却站在了同一阵营。造化弄人，也不过如此。这事儿可咋整啊？走出茶楼没多远，崔掌柜就忧心忡忡地说道：谁能想到他们居然会卖粮食啊？哎，说起这个，崔浩也是叹了口气，说道：还是我想差了，人没说错，他根本就不需要在金阳筹集多少粮食，人家只需要证明自己有筹集到粮食的能力就行了。我们这是中了他的圈套了，从他进入金阳城开始，他就一直在误导我们他很需要粮食，到后来他让自己手下去买，最后甚至让杨林三家也安排人来买粮食，就是在进一步的误导我们，粮食对他很重要。结果粮食对他来说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不过是给长安的那些人证明他有这个能力罢了。所有事情都浮出水面后，崔浩倒是看出了其中的门道，只不过他有一点想错了。李承前发现这一点的时候，还真不是进城那会儿，而是在杨林几人第一次登门的那个晚上。李承前其实也是在不断的摸索中成长的，当他意识到金阳之行的关键其实不在金阳的时候，他就慢慢的理清了这其中的因由。当然，谁说他不要粮食了？只不过这会儿话得这么说罢了，他还能跟崔浩两人透底不成？崔老、崔掌柜，鄙人小店今日刚刚开业，两位可否赏个光？就在崔浩两人快走到崔家粮铺的时候，李清简两人也凑了上来，一脸笑意的看着两人。被崔家逼迫至此，今日就是来找回面子的。面对他二人，崔浩两人就随意多了，一介商贾，凭什么在他们面前嘚瑟？当然可以这般想，但却不能这般说。诸位此举也算是为金阳老百姓做了一件好事，老朽替金阳百姓谢过诸位的壮举。崔浩是什么人啊？能在李承前面前认怂，那是没办法的事。但是你们两人也想来看我的笑话，你们也配？说完，崔浩还真的就给李清简两人做了一揖。这一幕倒是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就连杨林都停止了他的白话，直接走了过来。而李清简听崔浩这话，
心里冷笑，替金阳百姓感谢我等。我呸，你也配，比不要脸是吗？呵呵，老子不要脸的时候你还没见过呢。当即李勤俭就说道，崔老说笑了，说到底崔老先生都是外地人，能在金阳遭灾的时候来到我们金阳，帮助我们的父老乡亲度过这数年的灾年，其大恩大德吾等无以为报。来，老王，咱给崔老磕一个，就当是为了我们的父老乡亲，感谢崔老了。说完，李勤俭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跟着砰的一声响起，磕的那叫一个实在。跪在地上的李勤俭虽然头痛不已，但心里却是乐开了花。比家世我是比不赢，但是比不要脸，你试试。李勤俭其实非常的精明，从他的字里行间就能看出来。崔浩说替金阳老百姓感谢他们，他就说替自己的父老乡亲给他磕一个。两相比较，高下立判。抛开家世不说，单就论这些不要脸的小伎俩，商人和读书人也只是在伯仲之间。但要说到拉得下脸皮，商人却是略胜一筹。老王，来，我们也给崔老磕一个，替我们的父老乡亲感谢一下崔老的大恩大德。走过来的杨林也是笑呵呵地说道。来之前他还担心李勤俭二人会吃亏，但是一听李勤俭绵里藏针的话，顿时就知道自己想多了。这老阴货这些年是越来越难缠了，也是更加不要脸了，这会儿还撅着屁股磕头呢。王德全其实刚刚只是没反应过来，李勤俭这老东西太缺德了，他都没想到，所以才愣在了原地。这会儿听杨林一提醒，当下就跪了下去，砰砰砰的磕头声此起彼伏。这几个老家伙是真的缺德。李承前坐在茶楼里默默地看着这一幕，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大致还是能猜出一些东西来。大哥，回家吧。长乐对这些没有啥感觉，他也感受不到李承前这会儿心里的舒坦，就这么干巴巴地坐在茶楼里，让他有些心猿意马。我听春花说，今天家里要来一个跟我年岁差不多的小姑娘，是不是？李承前点了点头，那是张二牛的闺女。自从决定收下几个小乞丐后，李承前意识到了长乐的童年不够完整，至少缺少一些玩伴。刚好张二牛父女俩相依为命，而且张二牛已经决定了要跟着李承前去西北，索性就提议把自家闺女送到府上来。李承前自然不会反对，这才有了长乐所言之事。马上就回去。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李承前还是想再看看，毕竟看别人丢脸，那也是相当愉快的一件事。外面，崔浩有些愣神，看着眼前三个加起来100好几十岁的家伙跪在地上感恩戴德的跟个磕头虫一样，他就像是见了鬼一样。如果是以往有人这般，他会欣慰的搓搓胡须，然后心安理得享受别人的感恩戴德，同时也会彰显一下他的和善。但此时此刻，他却恨不得一脚将这三个装模作样的家伙踹到城墙根底下去。他做个揖就已经是在做戏了，毕竟他又不是金阳人，还不至于替金阳老百姓感谢他们。他不过就是想借此再刷刷声望，在金阳老百姓面前展现一下自己对金阳百姓的在意。结果这几个不要脸的做得更狠，直接跪了下来就给磕了一个。这搞得他就像一个外人一样，杨林三人才是和金阳老百姓一起的，直接把他的如意算盘给打落了。但这会儿他是有气都没地方撒，没招啊，他必须得承受啊。崔浩心累，以前在金阳无往不利，怎么自从李承前到了金阳，他就有种寸步难行的感觉了。他其实想差了，如果抛开家世来说，单单在商业竞争上，他还真的未必斗得过这几个老流氓。就像现在这三个人不要脸起来，那是说跪就跪，说磕就磕，他可能吗？不可能的。他得维系一个读书人的脸面。从这一点来说，他除非有超强的经商天赋，否则他如何跟这几个老流氓斗？至于说他们以前为什么一点还手之力都没，那还不是畏惧崔家势大，仅此而已罢了。强忍着心里的怒气，崔浩说道：“诸位有心了，今天起大早想来看笑话来着，结果自己成了笑话，身心俱疲，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但又不得不将这仨一个个扶起来。没办法呀，老百姓还瞅着呢。不管怎么着，这戏都得做下去。”杨林三人也是缺德，就撅着屁股跪那里，大有一股你不亲手扶老子起来，老子就一直跪下去的架势。就这，你让崔浩怎么整？这仨不要脸，他还要呢。刚一起身，杨林就激动地说道：“这几年要不是崔家帮衬，我们金阳的父老乡亲这日子过得只会更苦。要不我再磕一个，否则很难表达我内心的崇拜和感激之情啊。”说完，杨林做事又要跪下去，崔浩连忙拉住他说道：“大可不必，大可不必，都是大唐子民，这是我们应该的。”嘴里这么说，心里恨不得马上喊几个人将这些家伙用麻袋套起来扔河里。太可恶了！杨林当然不会继续跪下磕头，目的达到了就成。他之所以先声夺人，不就是想让老百姓看清楚谁才是自己人吗？达到了这个目的，他嘿嘿一笑道：“听说崔家粮铺遍布大唐，这些年倒是为大唐做了不少好事。要不是有崔家粮铺，天底下有多少人得食不果腹啊？”这话算得上是夸耀了。但这突如其来的夸耀倒是让崔浩傻眼了。这家伙又准备做甚？崔家粮铺的确不少，但也没夸张到遍布大唐的地步。莫非他是想要捧杀崔家？杨掌柜说笑了：“我崔家虽然有几家粮铺，但断然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至于说这些年嘛，自然也是做了些事。”崔浩措辞十分小心，毕竟我崔家累世大族，见大唐子民食不果腹，理应出手相助，哪怕是崔家人节衣缩食，也义不容辞。呵呵，杨林心中对其说法极为不耻，但脸上依然是挂着笑意的说道：“是极是极，崔家毕竟是千年望族，乃国之栋梁，上能为国分忧，下能体恤黎民。”说到这里，杨林话锋一转道：“我听说崔家粮铺在整个大唐都实行的是统一粮价，可是如此？”听到杨林的话，崔浩猛然一惊，他知道他又上当了。这些家伙一个比一个狡诈，粮价统一，
统一怎么赚钱？长安城的粮价和遭了几年灾的泾阳粮价能是一回事吗？当然，悬殊其实也不大，但悬殊不大也就意味着还有悬殊。只是这会儿杨林这般问，他肯定不能说清河的粮价比泾阳低太多啊，那是自然。崔浩心在滴血，他知道自己的打算已经被这些家伙看透了。原本他想回去就把粮价下调，既然你们想玩，我当然要陪你们玩。只不过杨林一句话就把他想下调粮价的想法给打消了。杨林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既然李承前说了要让崔家的粮食烂在仓库里，那就得把粮食烂在仓库里。在他看来，李承前还是太年轻了，很多事情都太想当然了。虽然他们这种方法的确能置缓崔家的粮食发卖，但要是人家降价呢？1斗比他们便宜个1文钱，老百姓还是愿意买的，哪怕他们卖的是陈粮。但老百姓哪管这些啊？陈粮是不能吃，还是不能填饱肚子？便宜才是王道。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候，双方势必会打起价格战，而他最怕的就是李承前让他们降低价格跟崔家耗。毕竟是生意人，做生意的目的说到底还是为了赚钱，如此这般破坏市场的行径，对于商人而言无疑是自掘坟墓。所以杨林很果断地将崔家准备降价应对的策略给掐死在了萌芽阶段。你降一个试试，你敢降到9文钱1斗，我拼着命也要卖8文。但你还敢降吗？降到7文的话，那我免费帮你崔家扬名，一定让所有有崔家粮铺的地方都知道，崔家在泾阳的粮食只卖7文。到时候你崔家又当如何应对？所以当崔浩察觉到的时候，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这一次他是真的栽了，彻头彻尾的栽了。没再多言，崔浩直接走进了崔家粮铺。原本人满为患的崔家粮铺门前，此时也是门可罗雀。怎么办？怎么办啊？崔掌柜在铺子里急得团团转，他才是粮铺的掌柜，粮铺出了问题，他都不知道该怎么跟族里交代。崔浩则是皱着眉头，一言不发。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他之前从没朝这方面思虑过。抬头看了一眼对面，杨林几人正一脸笑嘻嘻地看着这边。多少年了，他们终于出了这口冤枉气。至于李承前，则是在崔浩两人回到店铺后，也起身离开了。既然泾阳的事情告一段落，他就必须得着手继续西行了。说到底，泾阳还是离长安太近了。这一次，他不打算再做任何停留，弄足了粮食就直奔陶州。改良后的马车也早在前几天就弄好了，如今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回到宅院后，李承前吩咐道：“都准备一下，我们也该启程了。”在泾阳耽搁了太长时间，随着李承前的一声吩咐，不多的人瞬间就忙碌了起来。要说留在泾阳唯一的好处，就是几个伤兵在朝政的照料下都好转了许多，别的不说，至少起码已是无碍。至于李承前自己的伤，也在朝政每日的调养下养得差不多了。后院里，张二牛的闺女张小花怯生生地站在春花的身旁，可能是因为名字里都带有一个花，春花对这个小姑娘格外的照顾。小花，你以后就陪着长乐一起玩好了。李承前说道，孩子还小，不用给他安排什么事情做，陪着长乐一起玩就可以了。后面这话是对春花说的。春花本来有一说两句丫鬟就得从小调教的话，但见李承前盯着她，当即就闭口不言。她现在有些害怕李承前这样盯着她，再一想左右不是皇宫，也顾不上那些规矩。小花和长乐两个人都有些内向，这会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愣是没一个人开口。对于这个，李承前也不在意，由着他们去，孩子嘛，只要多接触几次，自然就凑到一起了。至于那几个小乞丐，李承前暂时让杨林帮着安排在一个宅子里，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把他们打整干净。申时刚过，杨林几人就上门了。看得出来，几个人今天很是高兴。李承前在正厅等着三人，这三人也是干脆，一进门就准备下跪磕头。李承前见状，直接说道：“赵岩，你看看，谁敢磕头，你就给我扔出去。”赵岩笑眯眯地看着几人，就看谁敢。这么一下，三人笑了笑，也不再有这个打算。其实他们真没什么坏心思，只不过是想感谢李承前帮他们报了这些年积郁已久的仇。公子见谅。杨林笑了笑说道。打过几次交道后，他发现李承前其实蛮好说话的，跟当初的崔家全然是天壤之别。摆了摆手，说道：“客套话就没必要说了，我马上要离开泾阳，之前让你们准备的人手可有准备？”这么快？杨林也没想到李承前这么快就要离开了，在泾阳已经待得太久了，就这2天吧。李承前说完，话音一转，有些不悦地问道：“怎么，你们都还没准备？”“准备了，早就准备了，不管准备没准备，这会儿都得点头承认。”李承前点了点头，看了看杨林，说道：“你问问王玄策，他要不要跟我走？”对于王玄策，李承前的想法就简单多了，宁错过勿放过，万一真的就是他所知道的那个王玄策呢？这样的羊毛还是得薅。这个说到王玄策，杨林犹豫了。李承前看了他一眼，杨林立马说道：“倒不是我不愿意，主要是王玄策并非我杨家人，他也很尴尬。不说他愿意不愿意，关键是王玄策的主，他做不了啊。无妨，你且先问问，如果不愿，就把他带来见我。没遇到就算了，遇到了，怎么着也要薅走，哪怕弄错了，这也是个读书人啊，总比身边一群莽夫要强一些，不是？”杨林点了点头，他知道这事情已经不是他能决定的。公子，我们之前商量过了，此去西北就由老朽陪公子一同前往。就在这时，李勤俭站出来说道。他这么一说，李承前都愣住了，他还真没有这样的想法，毕竟故土难离。不过真要说起来，有李勤俭这样一个人帮衬着，其实也是好事，他完全没道理拒绝。只是你们李家离得开你吗？无妨，
我们商量过，今后老杨坐镇金阳，老王去长安，我就跟随公子去西北好了。家里2位老兄弟也会帮我照看着。说到这里，他笑了起来。我也不怕他们不尽心帮我照看家里，毕竟这一次他们俩都把自己儿子交给我了，要是不尽心帮我看着家，我就把他俩儿子教成一个混球。当然，最后这句话他是开玩笑的。冬月23，冬日里难得一见的太阳刚探出头的时候，李承前的宅院前已经停了10数辆马车。他的动作很快，没2天时间，当全部准备妥当的时候，他也终于启程继续自己的西行。门外，李勤简几人都在，哪怕杨林和王德全也来了。在他们身后的便是此次3家挑选出来跟着李承前去西北的族人。对于商人而言，远行还真算不得什么，行商不就在一个行字上面。只不过让人意外的是，站在李勤简身边的正是王玄策。提到王玄策，说来也奇怪，杨林只是给他提了一嘴，他想都没想的就点头答应了。对于他，杨林还是有些不舍，毕竟这几年多亏了他才能抗住崔家的打压，有他在，未来面对崔家的时候多多少少都要抵足一些。但这是王玄策自己的决定，他也无法改变什么。对于这一切，李承前其实没啥感慨。于金阳而言，他终究只是一个过客，不可能在这里停歇太久。2位有心了。牵着长乐走出了宅子，看见杨林2人也在，李承前拱了拱手。杨林急忙笑着回道：公子客气了，若非公子出手，我等心中这口郁气，只怕他日黄土附身也仍是鸡胸难卸。对于李承前，他们确实感激，当然更多的还是敬畏。不说别的，就说当初他们正苦恼如何将粮食运回来的时候，那些商人却是一个个上赶着来帮忙。他们再自负，也不会认为自己有这么大的面子，唯一的可能就是别人知道他们身后是谁。就凭这一点，他们就清楚自己真的抱上大腿了。同样是世家大族，嫡系和旁系还是有区别的。诸位也莫要客气，金阳之行说到底还是得诸位相助，否则也没那么顺利。临行前，李承前倒也没有表现得太过强势。我之前让你们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妥当了。妥当了。李勤俭说道，这几天长安那边的生意非常好，每天都有粮食运到金阳来，昨天我们就安排好了，让他们把我们需要的东西直接绕城运到了西城外10余里的地方，这会儿应该已经在那边等我们了。李承前点了点头，也没再看住了这些天宅院，手一挥道：上马。随着李承前一声令下，20亲兵着甲上马，虽然人数不多，但也颇有几分气势。几个小乞儿这会儿站在马车旁，看看身上穿着的新衣服新鞋子，还有手上那一双自己压根不认识的手套，多了几分茫然。他们知道自己真的遇到贵人了，不是贵人，谁会给他们几个要饭的置办这一身行头？但同时他们也很茫然，乞丐做久了，对于这种突然的转变总是有些不适应。谁也不知道当他们踏上这马车后，将来又会是什么样的。未来在这一刻开始变得迷茫了起来。张二牛父女也有些手足无措，这马车说是他一手打造的都不为过，但他又何曾想过有朝一日他能坐进去？最为淡定的反而是王玄策和李勤俭2人。当李承前命令亲兵上马的时候，2人就开始安排3家人上马车。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坐上张二牛他们新弄出来的这种马车，但对于他们而言，有马车坐就不错了。糙汉谁跟你讲究颠簸不颠簸？等所有人都上了马车，李承前朝杨林2人拱了拱手，道：两位，长明商号暂且就交给你们了，希望我在临长安之时入耳皆是长明，定当不负公子所望。杨林2人躬身而言。李承前拱手告辞，没有过多的言语，也没有必要说太多的东西。出发。李承前一声令下，原本安静的车队终于动了起来。等李承前上了马车，充当马车夫的刘三长鞭一挥，这一边也意味着李承前的金阳之行彻底的告一段落。马车外，杨林2人唏嘘不已，他们也没想到，仅仅是这个少年路过一遭金阳，就让他们乃至是金阳发生了这般变化。跟上去送送。王德全叹了一口气，道：怎么着也要送出城？杨林点了点头，2人直接上了停在一旁的马车跟了上去。在这支车队里，可还有他们的儿子，此番一别，也不知道何时才能相见。与此同时，金阳城西门，西门这会儿其实也很热闹，在城门口两边各有2帮人，左手边的是以黄松为首的金阳本地商人，右手边则是崔浩领着一群崔家人。而在城门楼子上，金阳县的父母官崔明远也站在那里。李承前要离开的消息，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算不得秘密，更何况李承前也没有刻意隐瞒，没必要。虽然3拨人都在这里，但大家好似很默契的井水不犯河水。此时3拨人都是心态各异，黄松等人自然是懊悔，长明粮铺开业的事，他们又何尝不知道？如今满城的老百姓谁还去崔家铺子买粮食？陈粮就不说了，比人家新粮还贵。一时间，杨林3家的口碑在金阳城那是直线上升。大家谁不知道他们是在长安城赚了钱，专门买了些粮食来回馈乡里。至于手套生意，那就更不用说了。而崔浩一行人的心态则更复杂了，有庆幸李承前终于离开了。李承前在金阳的这段时间，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了一把什么叫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有愤恨，若非不是他，金阳崔氏也指日可待。但就是李承前，让他们好不容易积攒的声望，一夜之间化为泡影。有无奈，不管你使出怎样的手段，人家在云淡风轻过后，一切烟消云散。相对于他们双方，崔明远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就当初一句凭什么，直到今日他都找不到答案，或者说他找不到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他想做一个好官，至少得是一个为民做事的好官。但事实是什么？事实就是做贪官容易，清官次之，唯独想做一个为民做事的好官，
难上加难。当日他明知崔家限制粮食发卖是为什么，但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百姓被他们愚弄，还要为他们歌功颂德。他又能做什么？马车里，李承前将最近发生的一切细细地思索了一遍，他害怕遗漏什么，给自己留有隐患。说到底，还是这个大唐没给他足够的安全感。当然，这么说可能也不对，只能说是他自己太缺乏安全感了。长乐坐在马车上打着哈欠，显然是昨晚没睡好。自从张小花住进宅子里以后，他两人整天就腻歪在一起。同龄人嘛，总是要多一些话题。哥，不能让小花坐我们这辆马车吗？打了个哈欠，长乐拽着李承前的胳膊说道。李承前其实无所谓，他们这辆马车改装之后宽敞又暖和，而且也不感觉颠簸。但张二牛哪敢让自家闺女坐上李承前的马车呀？倒不是说怕李承前对他闺女做什么，而是怕自家闺女不懂事，惹怒了李承前可不好，那是要命的。行了，出城了再说吧。李承前没办法给小姑娘解释的太细，只能打个马虎眼。很快，车队到了西城。来了。黄松看到车队的时候，顿时说了一声，下意识的还站了起来。要说后悔不？当然后悔。早知道会是今天这个局面，当晚说什么他也不会走的。之所以今天一大早就来到西城，不就是为了看看还有没有机会搭上这条被他错过的大腿吗？崔浩等人也看到马车过来，顿时一个个神情有些复杂。他们今天来其实就是想看看李承前走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说，粮食都不带走。如果让他们发现李承前拉着大批的粮食离开金阳，他们还是会闹腾的。有任何机会挽回他们在金阳的声望，他们都愿意尝试一下。只是让他们遗憾的是，李承前的车队虽长，但你要说装了大量粮食，那不是扯淡吗？到了这一刻，他们才算是明白，李承前是一点机会都没留给他们。城门楼子上，崔明远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他此时也说不上是个什么心情，很复杂。公子，黄松和崔浩他们都在城门两边，要停一下吗？充当车夫的刘三问了一句。马车里，李承前淡淡地说道：不用，出城。对于这些人，李承前已经没有任何想再见一眼的兴趣，哪怕是为了装逼，他都提不起精神来。见车队没停下来，崔浩叹了口气，说道：这就是失败者吗？没有抓住李承前的把柄，那他宁愿被李承前奚落两句，也总好过于如此无视。当然，一大早他带这么多人来这里，其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刺激李承前一二，然后让他奚落自己一番。倒不是他犯贱，只是想自救罢了。另一边，黄松几人倒是要轻松许多，眼看着车队走出城门也没停下，虽然有遗憾有后悔，但也无话可说。说到底，还是他们自己抓不住机会。不过就在这时，落在最后的一辆马车停了下来，杨林和王德全走了下来。这两个不要脸的老东西，看到这两人，杨姓商人骂骂咧咧地说道：真当了别人的狗腿子，我呸！这就是典型的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与此同时，长安城皇宫，长孙皇后看着面前整整齐齐摆放的一双双手套，眼眶的泪水止不住的就流了下来。而在他面前，李世民的儿子女儿站了一排，这是你们大哥让人送来的，说是怕你们大冬天的冻着。看着这些皇子皇女，长孙皇后语气略显不善的说道，尤其是看向李泰的时候，还顺势瞪了他一眼。李泰也懵逼啊，自从李承前当日离开长安后，他就老实多了，和李克一样，整天把自己关在王府里读书，除了给长孙和李二请安以外，他都不怎么出王府。怎么也没想到，今天又被长孙拎出来给训斥了一番。母后，大哥现在到哪里了？李泰小心地问了一句。自从李承前走了后，长孙对他们这些家伙态度那叫一个差，尤其是李泰，亲儿子嘛，拾掇起来一点心理压力都没。说到李承前，长孙的神态又温柔了起来。当娘的嘛，有几个不心疼懂事的孩子？李泰其实也是知道这一点，所以投其所好。行了行了，你大哥到哪里了？母后也不知道，这些手套都是你大哥弄出来的，你们兄弟姐妹一人一双。想到李承前，长孙皇后有些兴致缺缺，说完就吩咐人把这些手套分给他们。其实也不用分，每个人的手套都不一样，而且上面都绣着他们的名字。长孙不过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他们多多少少记得一些李承前的情罢了，不要总是在背后给李承前使绊子。而朝堂上，李二听完了众臣的奏报后，问道：朱清近来可听闻长安有一物，名为手套？知晓的，陛下。说起这个，程咬金大大咧咧地从武将中站了出来，衣袍一摆，一双挂在腰间的手套就被他取了下来，说道：老臣第一次见这东西就知道，这是为我们5人量身打造的。实不相瞒，自从有了这东西后，我就一直盼着尉迟老黑能不能早点回来。嘿嘿嘿，他话没说完，但大家都懂他的意思。不过常年和他不对头的孔颖达闻言，冷哼一声道：肃国公不愧是粗鄙之人，这手套一到手，想到的就是打打杀杀，实则有辱斯文。老夫本就不是斯文人。程咬金才不惯着他，说道：老夫就是一莽夫，咋的？不服？不服咱俩比划比划。他二人向来如此，文武百官也习以为常。陛下，此物若是用于军武之中，的确是一利器。李靖说道：尤其是在冬日里，虽然冬日里作战不多，但不多不代表没有。若是将此物普及于军武之中，别的不说，在冬日作战，我大唐军队定是要多一分底气。李二点了点头，他也是这么认为的。这东西最合适的地方，的确是军队。当然，他提及这个东西断然不是这么简单。对于李世民而言，他提及任何一件事都不可能是那么简单。一个皇帝一言一行都恐有深意。见文武百官都对这手套倍加推崇，李世民终于露出了笑意，问道：不知朱清可知这手套来自何处？这话一出，满朝文武都懂了。
在场的有几个不知道这东西是谁弄出来的？长明商铺，长乐、明、高明，这名字都贴脸上了，谁人不知道？说起这事儿来，房玄龄也好，魏征也罢，谁没有唏嘘一声，廉颇老矣。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李承前居然是用这种方式破的局。当时他们还想让崔家人来称李承前的斤两，结果斤两没称出来，崔家自己倒是搭进去了。如今在长安勋贵圈子里，金阳、崔浩都成了一个笑话。此时大殿上，崔氏的官员一个个尴尬不已。这事儿闹的，陛下。房玄龄说道：“此物乃西城长明商铺所售，听说是从金阳而来。”对于李承前在金阳的事情，其实大家都知道，但这种事儿没法明说，毕竟明面上李世民已经下发了圣旨，李承前是替天子巡狩天下，体察民情去了。听到房玄龄回答，李二很是满意的笑了笑。不管怎么说，儿子有本事，当爹的嘚瑟一下，这不过分吧？此物既能造福百姓，又能利于军中，当赏。李世民极为满意的说着，他这几句话把满朝文武都听愣了。不是，你认真的？李二当然是认真的，李承前不能赏，那是没办法的事，但是长明商铺可以赏啊。对于金阳发生的一切事情，真当他李二不知道？不，他知道的清清楚楚，甚至他都让百七司把杨林三家人的老底都刨了出来。赏不了李承前，那就给他加点砝码，至少让杨林几人知道李承前的分量。商人重利而妄议，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只要一想到自己那双绣了金边的手套，李二就觉得这儿子还行。不在长安就不在长安吧，反正那小子的表现到现在为止，他还是满意的。之前他还担心李承前在金阳吃了崔家人的亏，到时候连带着皇室的面子都给丢尽了。结果证明他想多了，人家不过略施小计，崔家就吃了一个闷亏，自己顺带还发了一笔。要知道，刚收到这消息的时候，李二那叫一个高兴，当晚还特意把李承前酿出来的酒给整了一杯，虽然辣嗓子，但他愣是故作豪迈的给咽了下去。能让这些士族吃扁，李二想想就高兴。哼，连我儿子都斗不过，你们凭什么跟我逼？至于说危险，他还真不在意，他难道不是一刀一枪杀出来的？就赏长明商铺一块匾额，上书利国利民。李世民说道：“望他们不负厚望，切莫行见利忘义之事，多行利国利民之举。如此一来，当是商人之楷模。”群臣傻眼了，这他妈的，老子给儿子站台啊！有这块牌子挂着，谁还敢不开眼的去招惹长明商铺？但你要说反对吧，他妈的找不到理由啊，就连魏大喷子都哑火了。不说别的，人家卖的东西真要抬爱一些，也不是当不起这4个字，而且每年为朝廷贡献的税银那也是实打实的，赏赐一块牌匾还真不算逾越，这他妈没得喷啊！关键是在朝的谁家不是长明商铺的大客户？要论起享受，还不是他们这些人享受了？你总不能干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的是吧？这多少有点不要脸了。当然，不要脸的人也不是没有，比如我们的崔大人，听到这话稍微愣了下神，就站了出来，躬身道：“陛下不可，商人重利而妄议，如此厚赏，过了。”真要说起来，整个朝堂估计就他们崔家不是长明商铺的大客户。没办法，人家长明商铺点名了，卖谁都不卖崔家人，所以说崔大人说这话底气还是足的。崔大人此言差矣。孔颖达捧着个护板站了出来，商人重利不假，但也绝非是每个商人都是如此。我大唐商人千万，难道说皆是如此？陛下此举为天下商人树立了一支标杆，也让天下商人明白，只要用心做事，不迫害百姓，朝廷并不会轻贱于他们，有何不可？他说完，又是一群人连珠炮似的，你一言我一语。对于他们来说，赏个牌匾就赏了，真要把李二逼急了，他赏个更大的，你怎么着？崔大人看了看大殿上其他氏族家的人，希望他们帮忙说句话，结果所有人都躲避着他的目光，搁那装木头。大哥，咱别闹，不说别的，我们可都光顾了的，人家只是不卖给你崔家，可没说不卖给我们啊，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开这个口啊。最终独木难支的崔大人只得悻悻地坐了回去。其实他也知道，他没办法改变什么，哪怕士族一起上，也没办法改变什么。说到底，左右不过是一个牌匾罢了，你还能真的跟李世民玩辞官那一套？这事定下来后，李世民又说道：“金阳县令崔明远在任期间尽职尽责，力不可有纪要。”谁也不知道李世民怎么突然就提起了崔明远。不过既然问到了，高士廉站了出来，他今年刚进吏部尚书，对于官员的考核本就是他的职责范围。回陛下，金阳县令崔明远吏部考核连续5年中上。李世民点了点头，说道：“5年苦了他了。如此官员，吏部为何不简拔？”这高士廉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是他们不简拔吗？是人家崔明远不干好不？你指擢升金阳县令崔明远为陶州别驾，这才是李二真正的目的。对于崔明远这个人，他最近也仔细了解过，虽然也是士族官员，但的确是一个一心为民办事的好官。尤其是之前他在崔浩府上对崔浩等人说的那番话，当时深得他心。对于简拔崔明远，大家没意见，哪怕是崔家人这会儿也都有骨子与有容焉之感。当然，这也是李二刻意为之。皇帝嘛，一言一行皆有深意。李世民的安排断然不止这些，很显然，他是在给李承前到了陶州之后铺路。不管是从文臣还是武将，他都做了安排。说到底，李世民还是很在意自己这个嫡长子的。当然，这一切李承前不知道。当长安下朝的时候，李承前一行人已经和梁队会合，继续上路了。杨林三家安排来的人，除了几家的子侄外，其他都是一些糙汉，人数也就50来人，每家都派了不到20人。
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运送粮食。不过你也不要认为这些糙汉除了运送粮食就没啥用，真要碰上劫道的，他们可都是生力军。约莫刚到位时的时候，车队选择了一个地势还算宽阔的地方停了下来。一早上的舟车劳顿也该休息会儿了。平日里1日2餐无碍，但刘三、赵岩这些人可饿不得肚子，这一路上还得指望他们来着。公子当真是有化腐朽为神奇之能。下了马车，李勤俭就朝着李承前这边走了过来，一脸不敢置信地说道：“我也坐过不少马车，但是像公子这样的马车也实属罕见。一路舟车劳顿，竟然没有一丝疲意。”他倒也并非全然恭维，说实话，这一路他最担忧的就是舟车劳顿，毕竟上了年纪，哪能跟年轻人相比？上马车之前还是心神忐忑，总觉得这要遭罪一回，但为了家族，这罪得遭啊。只不过当马车缓缓行驶之后，他就察觉到了异样，顿时是眼冒金光。隔得不算太远的张二牛听到有人称赞这马车，憨厚的鹅笑了笑，整个人也是十分得意。李承前倒是没太在意，弄这马车就是贪图享受的，否则1000多里地谁扛得住？这马车要是发卖的话，估计长安城里那些做马车生意的得哭。李承前没说话，李勤俭便继续说道：“作为一个商人，他如何看不到这东西的商业价值？自从见识过手套的暴利后，他就发现这赚钱啊，还得赚勋贵们的钱。那些家伙有钱也舍得花，更重要的是愿意享受。这样的马车要是弄到长安去，还不得让那些勋贵们趋之若鹜？”李承前笑了笑，说道：“行了，就别打马车的主意了。说到底，也不过是一笔小买卖罢了。但你真要这么做了，那些以打造马车为生的工匠又靠什么谋生？做生意赚钱没错，但得弄明白什么钱能赚，什么钱不能赚。这种夺人饭碗的勾当，少做。再说了，我们哪有那么多人来制作马车？当初他之所以要把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就是出于这个考虑。”李勤俭其实不以为然，商场如战场，谁还管这么多？自己没能力，怪得了谁？只是李承前都这么说了，他也就不再多言，没意义。而一旁的王玄策却是点头说道：“公子所言极是。”站在一个读书人的立场，他当然见不惯商人唯利是图、锱铢必较的性格，这也正是商人让人厌恶的地方。在他们聊着的时候，春花几人已经升起了几个炭炉，安置了一张矮桌。“公子，我先去处理一下埋锅造饭的琐事。”见状，李勤俭当即躬身告辞。总共100来人，埋锅造饭也绝非易事。李承前点了点头，说实话，他觉得有李勤俭在，倒是很多事情都要轻便许多。“玄策兄，坐。”李承前随口说道。正准备跟着李勤俭去帮忙的王玄策，当即拱手道：“公子抬爱，玄策出身平微，当不起公子一个兄字啊，公子叫我玄策便可。”李承前笑了笑，说道：“当日我让杨林知会于你，原本还以为你会推辞一二，不知这是为何，让公子见笑了。”王玄策说道：“公子出身高门，自然不知我等的无奈，就说今年得陛下赏识的马周来吧。公子认为我与马周相比如何？”马周？李承前有印象，贞观年间寒门贵子的代表吗？闻言说道：“马周有宰辅之才，若是与你的话，知之甚少，尚且不好判断。与马周相比，本就是我给自己脸上贴金。”王玄策倒是说的坦然，但纵使有宰相之才的马周，不也得人举荐吗？在这之前，不也是别人府上的门客吗？历史记载，马周是受长河举荐，从此青云直上。王玄策的意思其实很简单，马周尚且如此，我又何尝不需要这样的机会呢？虽然说前朝就开了科举，本朝也有科举，但科举取士又岂是那么简单？说到底，这年头的官员最多的还是恩荫入仕，其次便是举荐，真正科举出来的真不多。王玄策说完，李承前就懂了。不过对于这个，他还真没啥好说的。为了自己的前途，付出一些是必然的。相反，也只有这样的人才适合在这个官场上厮混。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压根就不适合混迹官场。对了，不再提及这个话题，李承前问道：“我比较好奇，当初你是怎么帮杨林在崔家的打压下坚持下来的？虽然你也是读书人，但崔家对你这种无根无底的读书人，怕是不会客气吧？”说到这个，王玄策也笑了。崔家当然不是我可以匹敌的，不过也不需要我匹敌，不是吗？于崔家而言，我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人家从未拿正眼瞧过。李承前点了点头，是这么个理。王玄策继续说道：“我当时不过是去拜访了一下我们的县令崔大人，问了他一个问题，他也想卖关子，毕竟想获得别人的举荐，就必须表现出相应的能力。”什么问题？李承前很配合地问了一句。王玄策说道：“我问崔大人，金阳县令到底是谁？”妙啊！李承前闻言也忍不住拍手叫好。崔浩这些年因为崔家大量往金阳运送粮食的关系，在金阳城声望很高，弄得老百姓都对他感恩戴德的，很是亲近。但崔明远虽然是金阳的父母官，但正因为是官，哪怕官声再好，但和老百姓还是有些距离的。没办法，官和民天生就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到了这一刻，李承前100%肯定，这家伙就是他知道的那个王玄策。这是手段，过于熟悉了。当然，事情具体的过程当然也不是王玄策说的那般简单，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李承前真的捡到宝了。几天后，长安，王德全坐镇长明商铺。一开始他还是有些担忧的，毕竟开业的第一天，那些勋贵子弟就嚷嚷着要砸了这铺子。说不担心，那是假的。不过在当初他们3人商议的时候，商量来商量去，发现也就王德全适合坐镇长安，李勤俭要跟着李承前去西北，这是必须的。那么留守金阳的人就只能是杨林了。王德全总的来说
守城无虞，进取还不足，放到泾阳估计能被崔家吃得死死的，也就勉强在崔家打压下苟延残喘的杨凌能支撑1-2。用屁股想都知道，等李承前走了，崔家一定会反击的。不过在长安城坐镇了2天的王德全倒是有些疑惑了，这2天来铺子里的勋贵子弟都安分了许多，这反倒让他多了一些疑惑。就在这时，一群差役走了进来，王德全立马站了起来，迎了上去。生意人有几个不知道阎王好见小鬼难逃的道理，掌柜的何在？衙役高声问道。王德全急忙拱手道：不知道几位官爷造访小店，可有吩咐？你就是掌柜的？衙役问道。王德全点了点头，说道：不才，正是在下。接贬吧。衙役说道：朝廷念及你们制作手套有微末功劳，也实为利国利民之举，特赏赐匾额1块。这些衙役都是出自长安县衙，为了给长明商铺赏赐这么1块牌匾，朝堂上也是闹哄哄的。赏赐好说，但谁去就为难了呀。最后大家一思量，得让长安县衙去。左右人家也是在你长安的地界上行商，本就是你长安县衙的分内之事，就这么一拖2、3、5，锅就甩到了长安县衙。但县衙这边总不可能让县令大人亲自去吧？几个商户罢了，有这个脸面吗？到头来，这差事就落在了几个衙役身上。这也就是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朝堂上那些文武百官对李世民此举并未反对，但具体如何做，那可商榷的地方就多了。而李世民对此也不在意，他的目的达到了就行。再说了，真要是当朝仆夜亲自去送这么1块匾，估计李世民得骂人，没这么抬举商人的。不过这会儿，王德全却是震惊了。什么情况啊？这是卖个手套还卖出1块匾来了？做了这么多年生意，他何时遇到过这种情况？但转念一想，他懂了，真的懂了，这一定是公子背后的陇西李氏出力了。但不管怎么说，做这么多年生意，这种事儿他依然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迷迷糊糊的接了匾额，在衙役和伙计的配合下，终于将这匾给挂了上去。直到这时，看着牌匾上利国利民4个大字，王德全仍然觉得不真实。恭喜掌柜的，长安城商人无数，但得朝廷赐匾的贵店可是独一份，日后贵店定当是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在长安城当差的就没一个是白给的。王德全一听这话，连忙拱手致谢，同时又从袖笼里掏出了一些铜子，塞进衙役的手中。大冬天的，辛苦几位跑一趟了，拿去给兄弟们买壶酒喝喝。衙役笑得见牙不见眼，手里不着痕迹的掂了掂，少说的有40、50文，当即就笑道：对了，我家大人让我转告掌柜的，生意人重利而忘义是本性，但切莫见利忘义，告辞。说完，衙役拱手离去，留着独在原地的王德全一脸的茫然。想必这最后一句话才是最重要的吧？王德全这般想，若不是自己掏了那几10文铜子，这衙役未必就会据实相告。估摸着这长安令和他们公子有些渊源，这是在借此敲打他们。但他哪里知道，这句话其实是李二交代下来的。衙役也会错了意，若是他真因为没有拿到赏钱而刻意隐瞒了这句话，估摸着他的下场也不会太好。只能说，有些时候真就是运气，既是自己的，也是别人的。话分两头说，此时的李承前已经出了齐州境，这会儿一行人正在一边休整，一边琢磨前行的路。如果我们继续往前走的话，过了秦州便可抵达陶州。李勤俭说道。不过齐州到秦州这一段盗匪横行，沿途可能会遇到一些危险。我之前行商的时候走过这一段，对此倒是有些了解。李承前这会儿也是眉头紧锁，他也没想到被称为盛世大唐的贞观年间居然还有盗匪这个东西。这也多亏了他不是一个人过来的，否则啥不知道，还真搞不好被这些打家劫舍的强盗给掳回去做一个小强盗了。那不走这一段呢？一旁王玄策问了一句。李勤俭想了想，说道：不走这条路的话，就得绕路北上走陇州。不过这样绕路的话，不说耽搁多少天，起码我们的粮食就是不够的，到时候需要在陇州补充。我说你们墨迹不墨迹，就说那些强盗有多少人，杀了不就得了。刘三在一旁听不下去了，大哥，我们是太子亲卫，一伙乌合之众还需要我们绕路？这他妈传出去了，我们这里往哪里搁呀？先听听，不着急。李承前其实想绕路来着，对于刘三他们的战斗力，说实话他是真不看好。可别忘了，这些家伙他是怎么认识的？穿越的第一天，这些家伙就因为操练受了伤，就这水平，谁敢把命交给他们？人数倒是不多，一股强盗也就几十人，但是敌暗我明，就怕出岔子。李勤俭说道。大唐的盗匪其实也不可能太多，太多的话早就被朝廷派兵给剿灭了。这些强盗也清楚，所以他们把人数控制得很严格，就几十人。你啰里吧嗦半天，刘三无语道：听你说的，我都以为有几百人呢，不可莽撞。李承前有些犹豫，主要是他信不过刘三等人的战斗力。别他妈我好不容易跑到这里来了，结果被一群强盗给掳去了，那他还真对不起这个人。公子无妨。赵岩在一旁抱拳说道：公子可以先行在这里整顿一番，我带梁武先去前面探探，若是事不可为，我们再北上不迟。他比刘三心细，知道李承前的担忧是什么。听他这么说，李承前安心多了。倒不是他胆子小，如果说他了解这些人的战斗力，那自然不会如此。关键是这些人他第一次遇见的时候就是一群倒霉蛋，小命啊，不能因为盲目给弄丢了，那对自己太不负责了，更何况还带着这么多人。很快，赵岩带着梁武亲兵一人双马打马而去。赵岩其实能理解李承前的担忧，他心思细腻一些，这一路走来他也察觉到了一些东西。这种情况说是没用的，
必须用实力来证明自己。谁让他们之前在李承前面前丢过脸呢？至于说这一带的盗匪，他还真没放在心上。哪怕他们只是东宫的亲兵，但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兵，要是连一群乌合之众都对付不了，那当真是白瞎了这么多年的戎马生涯。所以此行，赵岩并非只是想探探路那么简单，他必须展现出他们该有的实力。杀几个人不过分吧？斩几级首级不过分吧？这才是赵岩的想法。而李承前这边，他其实没有太过担心。跟赵岩这些人要说感情有多深厚，那纯属扯淡。说句冷血一些的话，要是现在赵岩等人出了意外，死在外面，李承前一准儿带着人北上陇州绕路，除非有一天他真的有能力了，才可能想起这个地方曾经有人杀了他的人，而他最多也就是派人剿灭这些盗匪，仅此而已。咋的？还得让他拼命去给赵岩等人报仇，不死不休？不好意思，未来如何不敢说，至少这会儿的李承前可没有这样的思想觉悟。感情这个东西是培养出来的，就这么简单。公子，刚刚2个糙汉在林子里抓了2只野兔。李承前发呆的时候，李勤俭走了过来。原本正和小花玩闹的长乐，一看到2只活着的兔子，顿时就凑了过来。放这儿吧。李承前起身瞅了一眼，随口说道：“大哥，我们要吃了它们吗？”长乐一边用手小心翼翼地摸摸兔子，一边问了一句：“孩子嘛，总想将这些小动物养起来。”李承前笑了，说道：“烤兔子味道可是很香的，怎么，你不想试试？”一听到这话，长乐舔了舔嘴唇：“我也不想吃啊，但很香的呀。”在皇宫里，作为大唐公主，吃穿用度都是有讲究的，说是锦衣玉食，其实受限很多。思量了片刻，真的只是片刻，小姑娘果断放弃了养兔子的想法，拉着小花就跑了。临走之前，还可怜巴巴地看了一眼2只兔子，嘀咕道：“救不了你们啊。”李承前看乐了，自从有了小花，小姑娘胆子大多了。当然，胆子小的也不是没有，就比如之前李承前收下的那些小乞丐，跟着李承前他们也这么多天了，但是胆子却是变小了。这事说起来就有意思了。之前他们还在要饭的时候，遇到李承前也不带犯怵的，但如今真跟了李承前以后，反而没有了以往的胆色。其实真说起来也正常，只是解释起来有些啰嗦。看了一眼离他老远的几个小家伙，这会儿几个小家伙也是凑在一堆，自己捡了些干柴，烧了一堆火。年纪小的2个还时不时的朝李承前这边看看，当然他们看的其实是李承前脚下趴着的2只兔子。过来，李承前招了招手：“大哥，贵人喊我们过去呢。”正看着这边的小姑娘，当即说道。那年纪最大的小乞丐转过头看了一眼，然后喊上几人道：“过去吧。”对于现在的生活，他们就像做梦一样，身上有新衣服，脚上有新鞋，听说长安勋贵人家都未必有的手套，他们也是人手一双。以往1日2餐还时不时的饿肚子，但自从跟了李承前后，1日3餐管饱，这样的生活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步登天。等几人走了过来，李承前看着站成一排的几个小家伙，说道：“姚大、姚二、姚三妹、姚四、姚五、姚六、姚七妹，不是，你这都取的些什么名字？”李承前脑壳疼，他之前让那个为首的小乞丐给他们几个取名字，这名字取得既是真好记，就是后世那些网络小说作者也他妈取不出这么错的名字。小乞丐挠了挠头，说道：“我想着我们都是要饭为生，又记不得自己姓甚名谁，干脆就用姚作姓好了。而且我们本身就相依为命，就像亲兄妹一样，这样也挺好。先这么叫着吧，等长大了再说。”李承前心累，取名字也不是他的长项，索性就先这么着得了。说完，李承前又喊道：“长乐、小花，过来。”长乐正和小花闹腾，听到李承前一喊，立马屁颠屁颠的跑了过来。以后你们2个玩的时候，带着点三妹和姚四、姚五、姚六还有七妹，听到没？李承前说着的时候，心都累。这破名字取得，不过张小花和长乐倒是不介意，2个玩了几天，感情好着呢，当即就拉着几个小家伙跑了。几个小家伙也不敢拒绝，就这么怯生生的跟着他们。对于这一切，李承前没在意，孩子就是这样。等他们走远后，李承前看了看姚大和姚二，说道：“你2个年岁大一些，就别跟着他们一天瞎混了。”2人点头不语。李承前继续说道：“先把这2只兔子处理了，没问题吧？”“没问题。”姚大说完，当先就提着2只兔子跑去处理了，姚二也紧跟其后。看着这2人离去，李承前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这姚大肯定藏着些秘密，一个小乞儿说不出他先前说的那番话，从他的言辞间来看，至少读过2年书，这就有意思了。读过2年书，也就是说家境不差，就算家境算不得好，但家里待他定然是不薄的。这么一来，问题就来了，是什么缘由让他连自己的姓氏都不要了？这可是大唐啊，可不是后世就他这般做法，那叫什么？数典忘宗，会被天下人所不齿的。至于说记不得自己名字，哼，到底是记不得还是不想记得？刘三，李承前喊了一声，刘三立马应声而至。以后姚大和姚二就交给你，好好教教。说完，李承前压低声音道：“姚大身份可能有些问题，平日里不着痕迹的套他的话，摸摸底，但切莫着急，别被一个小孩子识破了你的伎俩，那可就丢人了。”刘三摸了摸头，道：“这教他们舞枪弄棒的自是没问题，但要说套话，这我……”听他这么说，李承前就明白了，这家伙干不了这事。也是，武人哪有读书人那么多心眼？想到这里，他突然想起一个人，一拍脑门，怎么把他给忘了？要说心眼子，谁能有他多啊？得，你就教他们舞枪弄棒得了。
李承前嫌弃地挥了挥手，他不是说非要探查别人的秘密，只是他这个人缺了些安全感，任何可能对他产生威胁的，他都不打算轻易地糊弄过去。当长乐津津有味吃着烤兔的时候，属于赵岩等人的战斗已经拉开了帷幕。这不是什么雪耻之战，也不是什么荣耀之战，说到底就是赵岩他们自我证明的一战。当然，说是一战，那完全是夸大其词了。就一群拦路抢劫的盗匪，对于他们而言，还真算不得什么。只不过狮子搏兔亦用全力，这个道理赵岩还是明白的。弄清楚没？瞅着义兄弟快马回来，赵岩当即就问了一句。打马来的马业故作轻松地说道：“这有什么清楚不清楚的？就在前面山头盘踞着一伙盗匪，人数倒是不少，将近小100人，但多是妇孺，真正的盗匪也不过20-30人左右。就20-30人？”赵岩当即松了一口气。马业本就是斥候出身，这种事情他是不可能搞错的。那还等什么？赵岩说道：“都记好了，待会儿但凡反抗者，杀，不论男女老少。”当战争露出他的獠牙时，仁慈2个字早就被抛却到了10万8千里。作为今年老族，他们这些人比谁都清楚这个道理。什么妇孺，什么老弱，一旦双方交锋，只有胜利者和失败者，仅此而已。说话间，赵岩一马当先，众人引从。路上，他们还俘获了2个放哨的。对付一群乌合之众，于他们而言，无疑是大材小用。当然，唐初之时，民风彪悍，草莽之中也不乏豪杰，众人也不敢大意。俘获了2个放哨的盗匪后，众人也是愈发小心。阴沟里翻船，那可就丢脸丢大了。不过一炷香的功夫，众人就来到了山寨外不远处。地势算不得险要，看上去说是土匪山寨，更不如说是避世的村子。这会儿寨子里倒是热闹，这真的是一个盗匪山寨？有人疑惑地问了一句。马业也是摇了摇头，说道：“我第一眼见到的时候也不敢相信，这不和我们村子一样吗？但人家事实上就是。你们看看寨子外面立的那杆旗，就是他们这一票的名头，来往这一条路上的，谁不知道他们虎头寨的威名？不过他们这些人也是看碟下菜，就我们这支队伍，在这条路上不去招惹他们，都算他们烧高香了。就他们这点人，也就敢欺负走单帮的，休得胡言。”赵岩当即说道：“公子自有公子的顾虑，我们只要做好我们该做的事就行了。”马业这话就差明着说李承前胆小怕事了。作为属下，这种话是断然不能说的。赵岩打算有空单独找马业聊聊，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心思。毕竟当初他们21人选择追随李承前，有自愿的，自然也有被裹挟进来的，这个没法说。其他的就不说了，就这么一个寨子，我们要是拿不下来，就太丢脸了。赵岩说道：“再等会儿，等他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快马冲阵，务必一合之下拿下这个寨子。届时，但有反抗者，杀！不过你们都给我记住了，我们说到底终究不是屠夫，那些老弱妇孺若是没有反抗之心，你们也别杀红眼了，不管不顾的乱来。真要是误了公子名声，没你们好果子吃。”赵岩也担心这些杀胚杀红了眼乱来，当即就叮嘱了一句。众人笑着点了点头。一群人缓缓地朝着寨子移动。有时过半，天色渐暗，不能等了，再等下去天都黑了，到时候与我们更不利。赵岩也想不明白，这些盗匪做个饭怎么这么磨磨唧唧的，有时都过半了，还在那里磨叽。其他人也点了点头。对于这群盗匪，他们哪怕足够小心了，但说起来也真没当回事儿。走，回去牵马。赵岩说完，转身就走。因为他们这会儿距离盗匪的寨子不足100米，马匹就没带来，而是放在后面，也担心被寨子里的那些盗匪给察觉到了。很快，当众人再次打马而来的时候，赵岩再次让众人检查了一下各自的兵器后，顿时大喝一声：“冲寨！”10数骑顿时直奔虎头寨而去。让他们意外的是，一直到他们冲到寨门前，这些盗匪才反应过来，这才拿起刀枪准备御敌。就这样的素质，面对一群久经沙场的老族，会是个什么情况，可想而知。说是砍瓜切菜也不为过。不过是半炷香的功夫，寨子里除了躺在血泊中的10数人外，其他人皆是匍匐在地。不是，这就结束了？有人一脸意外地说道。他们还以为会有一场殊死搏斗，谁知道这就完了。赵岩也有些意外，早知道这样，我还等个屁啊！一个冲锋不就结束了战斗？谁是当家的？赵岩极其无奈地问了一句。官爷，当家的不就搁那躺着吗？有跪在地上的汉子小声地说了一句，顺势还指了指方向。赵岩看了一眼，顿时无语，这大家的居然还是个倒霉蛋。不是，你们好歹也是盗匪啊，就这么降了？有人不解地问了一句。这打的杀心刚硬起来就萎了，是真他妈难受啊！好歹你让我多杀2个啊！官爷的大军都到了，我们还怎敢反抗？跪在地上的盗匪心里也是苦闷。妈的，我们就几10人的寨子，连骑兵都招来了，这还打个屁？不投降等你们咔嚓咔嚓的砍脑壳？问了一阵，众人明白了，搞半天他们当自己是官军剿匪的了，这他妈不是天大的误会是什么？不过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他们这些人说是盗匪都给绿林上的兄弟丢脸了，就是一群有便宜就占，有危险就跑得住，哪怕是在绿林中，那也是上不得台面的家伙。说到底，搞半天都是他们自作多情。真要说起来的话，还是李勤俭草木皆兵了。弄清楚了这些，众人都是兴致缺缺。行了，今晚就在这扎营，顺便审审这些家伙。明天一早，马业，你去通知公子，这都什么事儿啊？赵岩也有些无奈，老子裤子都脱了，就这？当李承前听完马业的汇报后，整个人也有些愣神，看来还是自己太小题大做了。不过作为一个在后世经历过千锤百炼的家伙，他脸皮之厚，在同龄人中绝对是独一份。
闻言，脸不红，心不跳，说道：“那行，刘三，安排一下，准备启程。怕死是个什么错？呸，那就不是错好吧？”很快，一行人再次启程，来到虎头山山脚的时候，赵岩已经将整个寨子里连人带物资的都弄了下来。本来赵岩还想弄2个人头邀邀功，但自从拿下寨子后，他就没有了这样的想法，总有种滥竽充数的丢人感觉。公子，这些人怎么处理？李承前看了看这些盗匪，说实话，活了2辈子，活着站在他面前的盗匪，他还真没见过。不过这打眼一看，顿时兴致缺缺，也都是2只眼睛1张嘴，并没有传说中的3头6臂，摆摆手，说道：“手上有沾染人命的，砍了吧；没沾染人命的就算了，由他们去。”对于剿匪，李承前没兴趣，若不是为了在手底下这些人中不露怯，杀人他都不愿意。说到底，他的思想还是后世那一套，要想彻底适应大唐的生活，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再说了，他们又没有打劫自己，至于打劫别人，跟他有什么关系？而李承前话音刚落，有2人拔腿就跑，不用说，这2人手里一定有人命官司。而他2人刚跑，王进快马就追了上去。与此同时，妇孺中立即就有人跪了下来，绝望地喊道：“不能放啊！放了他们，我们就没活路了。”虽然妇孺中有这些盗匪的家眷，但更多的还是他们掳掠而来的。李承前要是把这些人放了，他们一准还会重操旧业，那他们的日子可就难过了。公子，赵岩在李承前身边解释了一番。李承前闻言一听，当即说道：“若是你们愿意跟我们走，那就一起走。不管日后想办法回家，还是继续跟着我，都由你们自己。未来他需要不少人，哪怕是妇人，所以刚刚听赵岩一解释，他就动了心思。至于其他人，他不想管，自己的队伍中成分复杂一些没关系，但绝对不能有对自己可能抱有敌意的人，哪怕是孩子也不行。对于这些妇孺来说，这本身就不是什么选择题。难不成继续留在强盗窝里？”当即，一群人感恩戴德地说着，然后迅速站到了一边。在虎头山，李承前并没有耽搁太多时间，没必要也没意义。收缴了一些必要的物资，比如武器、铁器后，李承前一行人再次启程。与此同时，长安、义国公秦琼府邸，程咬金、牛进达2人也在。他们3都是瓦岗旧臣，平日里走得也近一些。这些年，随着秦琼的身体每况日下，一般有事儿大家也就都上他家来商议。陛下这次任我陶州统军，到底有何深意？牛进达说着，皱了皱眉头。相比自己2位老兄弟，他现在可是有点拉垮。这俩都是国公了，他连个侯爵都还没混上。不过说起这事，几人也是陷入了沉思。秦琼摇了摇头，说道：“说不好，陶州与吐谷浑交界，莫不是陛下又想对吐谷浑动兵了？这才打完突厥，不会这么快就对吐谷浑动兵吧？”牛进达说道：“真要是对吐谷浑动兵，肯定也不会只是动我一人啊，你们可能都想差了。”程咬金闻言说道。2人齐齐看向他，在他们3人中，要说最精明的，当属这老家伙。不过程咬金没急着开口，看了看侍候左右的仆役，见他这般，秦琼立马摆了摆手，仆役们马上退下。直到这会儿，程咬金才压低着嗓门说道：“我昨晚也琢磨了一晚上，总觉着这次陛下让你去陶州任统军，可能跟我们那位殿下有关，和太子有关。”牛进达更是迷惑，太子不是要去西域吗？听他这么说，程咬金摇了摇头：“你咋想不明白呢？西突厥和吐谷浑都把去西域的路堵死了，你指望殿下带着20多个人凿穿谁啊？别说是太子，就算是你我，给我们20来人，你敢说凿穿他们？所以这不明摆着的吗？殿下不可能去西域，至少现在不可能。”秦琼点了点头，是这么个理，这个大家之前也都思虑过。可是殿下在大殿之上可是言之凿凿要去西域的，这要是没去成，对殿下的声望可是有着极大的影响。牛进达还是有些想不明白，食言而肥在这个时代还是很败人品的。程咬金说道：“影响啥呀？影响人家说不去了吗？人家又说什么时候去了吗？都没有吧？既然如此，殿下在陶州筹备去西域，可以不可以？谁还能逼着殿下去啊？真要有人敢这么做，就算陛下不说什么，你看看皇后娘娘会不会放过他？”对这一切，程咬金还是看得很清楚的。李承前不可能直奔西域而去，真要这么干的话，那真和送死没啥区别。所以最好的选择也就是先在边境州府筹划，甚至索性就在边境州府待着。他们这些人一直认为李承前之所以一气之下就跑了，肯定是察觉到了长安城里最近可能会有危机，否则当朝太子怎么可能干出在大殿上自枪的事情？就因为这样的误会，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其实都蛮小心翼翼。知节说的没错，秦琼也说道：“看样子陛下是在给太子准备了。还记得前2日陛下把崔明远也捉为陶州别驾了吗？现在又把老牛安排到陶州统军，看来10有8九就是太子殿下要在陶州落脚了。”程咬金点了点头，说道：“不过这也看得出来，至少现在来看，太子并没有失宠。陶州是什么地方？那是陇右李氏的传统势力吧？再看看老牛，老牛是陇西狄道的吧？你们说，在陇右李氏的势力范围内，加上出自陇西的老牛，太子殿下能有啥危险？说白了，让出自陇西的老牛任陶州统军，就是为了照看着点太子殿下。只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有些人喜欢主动出击。”贞观5年腊月28，当牛进达正准备上任陶州统军的时候，李承前一行人也将抵达陶州桃源县。真要说起来，陶州府至临潭，还算不得边城，再往西北方向多走1天，还有一河州。但陶州桃源县就属实能称得上边城了。早在秦州出来后，就先行一步的李清简等人，这会儿正在城门口等着。公子，
庄子已经安置妥当。见李承前下了马车，李勤俭上前躬身道：“这一路上，他都在琢磨李承前的身份，为此没少和王玄策两人猜测。只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他们心中陇右李氏的嫡系，竟是当今太子。”李承前点了点头，说道：“赶了这么久的路，走2步吧。”他话音刚落，长乐和张小花就从马车里钻了出来。这段时间可把这些小家伙给憋坏了。也好在这马车经过改装后不那么颠簸，否则这1000多里就是活受罪。按照公子的要求，在桃园西城外10里左右的地方置办了一个庄子。李勤俭在一旁说道：“公子是要在这城里逗留片刻，还是直接回庄子？”“回庄子吧。”李承前说道。对于这城内，李承前其实没有什么想法，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让李勤俭在城外找了一个庄子。一来是他们人不少，7七八八加上来100来号人；二来嘛，在城外他也方便一些，尤其是西城外。车队停下来后，来往的路人纷纷投来了好奇的目光。说到底，桃园终究只是一个小地方，说是县城，但治下加起来也没多少人。对此，李承前并没有多在意，看了看长乐，见他和其他孩子都能跑能跳的，倒也松了口气。1000多里的路程之所以走了30多天，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桃园地势较高，2000多米的海拔对他来说虽然无碍，但对长乐来说未必就吃得消。不过现在看来应该没问题，一路上循序渐进，小家伙倒是没有表现出不适应来。在这桃园县城里走着，不管是李承前还是长乐，都有几分新鲜感。毕竟这种充满了异域风情的小城，哪怕是后世，李承前也没见过。穿过了属实没多大的桃园县城，李承前一行人再次上了马车，直奔城外的庄子。说实话，就桃园这样的小县城，住在城内或者城外，真没多大的区别。来到庄子上的时候，整个庄子也充满了异族风情，对此李承前倒是没觉得有什么。既然到地方了，大家也要好好歇息一阵。就要过年了，这2天让大家都松快些，有什么等年后再弄，不急着这1-2天。李承前说道。一旁的李勤俭笑道：“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还别说，当初在虎头山下收下的那批妇人，这次倒是帮了大忙。要不是有他们，老朽也不能这么快就把这庄子拾掇好，别亏待了人家。”李承前说道：“到了这里，我们人生地不熟，能依靠的人不多。”说着，李承前就牵着长乐走进了庄子里最大的宅子。没人注意到，此时的李承前连脚步都轻快了许多，长时间紧张不安的情绪也终于有了舒缓。天知道他这段时间是怎么熬过来的。大唐是好，他从不觉得大唐哪里不好，但再好的大唐也不是他的大唐。直到此时，远离了长安，终于有了一个落脚之地，他才感觉自己的命运又重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唯一遗憾的是，哪怕距离长安千里之遥，这里也仍是大唐的领土。倒不是对大唐有什么意见，而是因为恐惧。去玩吧，别到处跑。看着长乐心猿意马的跟在自己身边，李承前摆摆手就把他放了出去。小姑娘最近有了玩伴，性子也活泼多了，这样挺好。等长乐跑出去后，李承前一个人坐在房间里，陷入了沉思。如今的确是远离长安了，但未来的每一步都将寸步难行。最关键的是，当他真想找人商议一二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连一个可以信任的人都没有。不管是朝政，还是刘三、赵岩、王进等人，又或者是李勤俭、王玄策，说起来他人不少，100-10来号呢。但这么多人，又有哪一个他敢全心全意的去相信？命只有一条，怎敢轻许？难道说死了他还能再穿越回去不成？真要如此的话，他早就自杀穿越回去了。去把赵岩、王进、刘三叫来。李承前摇了摇头，最终还是把这几人喊了过来。既然不知道应该相信谁，那就相信一开始就跟着自己的，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事后在旁的秋月应了一声，当即就去喊人了。其实也不用喊，刘三那狗腿子一样的家伙就在门口。很快3人就到了。我们此行的目的你们都是知道的，哪怕我们暂时落脚桃园，但最终还是要西行的。我最后再问一次，可还愿意继续跟我走下去？若是不愿现在走，还来得及。这样的问题李承前已经问了第2次。他其实知道这样问不合适，但他如今真的缺人手。刘三当即拱手道：“誓死追随公子。”其余2人也是齐齐拱手。他们其实私底下也和兄弟们谈过，尤其是赵岩还专门找马业聊过。对此大家都表示没意见，于他们而言，在哪里从军都是从军，没差别。李承前也无奈，这话他也听了好几遍了，但他怎么可能因为别人的几句话就把自己的小命交到他们手里？在后世，那种为了朋友两肋插刀的豪情壮语，他听少了吗？张口兄弟闭口帖子的人，他又见少了吗？说出去牛逼哄哄，兄弟朋友一大堆，喊吃饭、唱歌、按摩，那是乌拉拉的一片人。但真当遇到事的时候，还在的其实也就那寥寥几人。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他，怎么可能因为别人嘴上2句话就轻易相信他们？当然，李承前现在还不理解，这个时代便是如此。他不敢相信的原因，不过是2个时代的风气不一样罢了。深呼了一口气，李承前笑道：“既如此，从今往后，我们定要在这西北之地闯出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他不是想通了，他是说服了自己。既然李勤俭都敢相信杨林和王德全会帮他照看自己的家业，他又凭什么不敢相信这些人一次？难不成他还不如这些古人？而且不相信他们，他还能相信谁？说到底，还是他向自己妥协了。这一天过年了，昨天李承前还说让大家休息2天，这下好了，直接就过年了。这使得整个庄子里格外的热闹，不管大人还是孩子，都显得很是忙碌。
要说起来，最满意的当属虎头山下才跟着李承前的那群妇孺。于他们而言，只要有个地方能过安生日子，至于是在什么地方，他们还真不是太过在意。因此，他们是最感激李承前的一群人。当初李勤俭要提前来置办产业，他们也是最积极的。对他们来说，这个庄子就是他们的家。现在，谁要是敢来庄子里闹事儿，他们绝对会唾弃能唾弃的一切家伙事，捍卫自己的家园。旁人可能很难理解失而复得的那种珍惜。过年嘛，吃的自然要丰盛一些。不过唐朝的食物再丰盛，也就那么一回事。至少李承前提不起多大的兴趣。看着忙碌的庄子，李承前会心一笑。如果人生便是一直如此，好像也不错。要是再过几年能娶一个腰细屁股大的老婆，那他这一趟大唐之行好像也不亏。当然，这只能是想想。他的身份注定了他过不了这种悠然在南山的生活。有些时候，很多事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主的。作为李世民的嫡长子，他争是争，不争也是争，身不由己说的就是他这种人。在野的皇子那也是皇子，更遑论还是当朝太子。说起来，他对权力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欲望。也许是他还没有体会过权力带来的好处，他只是想在这盛世大唐活下来而已。但他哪里知道，有些时候想要安逸的活着，也需要权力支撑。尤其是出身皇室的他，这不，麻烦就来了。公子，最近桃园来了不少鲜卑人。赵岩疾步走到李承前身边说道：“昨日下午和李掌柜闲聊之际，听他提了一嘴，今早上我就让马业带人去城里探查了一番。鲜卑人，那不就是吐谷浑人？可是商贾？”李承前问道。不过这话他自己都不信，桃园县城他也见过，就那破败的景象，咋看都不像商贸发达的样子。赵岩摇头道：“马业说是军汉，而且还是骑兵，他是斥候出身，这点眼光还是有的。”听赵岩这么一说，李承前立马重视了起来。我这还没到吐谷浑，他们就来人了，这是巧合还是什么？李承前和其他人不一样，他有着严重的被害妄想症，只要有自己没弄清楚的情况，不用多想，直接就当是来害自己的好了。至于是不是，弄清楚再说。前世有句话不是很流行，总有刁民想害朕，你让马业盯着点，能摸进桃园的不是赤水园一带的大宁王慕容顺，就是交河郡一带的慕容孝俊。李承前捏了捏嘴唇，仔细思考了一下，从桃园西出的话，就是这两个家伙的地头。相对来说，他更希望是慕容顺，毕竟这家伙他多多少少知道一些，说起来还是一个比他原身还要倒霉的倒霉蛋。前隋的时候投隋封可汗，结果在回去的路上得力助手就被人给暗杀了，这使得他不得不屁颠屁颠的跑回去找隋炀帝庇护。隋朝什么结果大家都知道，最后李渊夺了天下后，让他爹慕容福允帮忙收拾李鬼，作为答谢，又把慕容顺送回了吐谷浑。而这时慕容福允已经新立了太子，慕容顺回国后也是尴尬的一批。最后在大唐攻打吐谷浑的时候，这家伙果断的带人投唐了，也终于如愿以偿的做了一回可汗。但你如果认为到了这个时候，这货就时来运转了，那你想多了，1年不到的样子，他就被自己部下给弄死了。毕竟长时间没在吐谷浑生活，买他账的人可不多。就这么一倒霉蛋，李承前觉得如果是他的话，倒是个好事。这他妈就是一个指路明灯，好不好？至于慕容孝卷，这人李承前不清楚，以前看的书也没怎么对其描写，也就最近特意了解了一下。但不管从哪方面来看，还都是慕容顺好对付。那我要不要让马业他们？赵岩说着，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这些人混进城来容易，但是死了也是白死。李承前摇了摇头，说道：“暂时不用，主要是搞清楚他们此行的目的，必要的时候抓一个审审倒是没问题。不过动作尽量小一些，莫要让官府的察觉到。虽然现在不知道官府那边知不知道我们落脚在这里，但多小心些准没错。对了，年后让马业也带人去赤水园一带探查一番，我年后要亲自去那边看看。”对于李承前而言，年后去吐谷浑是必要的，毕竟这会儿正是吐谷浑那些牧民日子不好过的时候，真等他们缓过了这一阵寒冬，那他再去也没什么用了。雪中送炭的是恩人，锦上添花的是什么？那我们人手严重不够。赵岩有些苦恼，20来人说上去很多，但真要做起事来，总有种捉襟见肘的感觉。李承前想了想，说道：“李勤俭他们带来的那群壮汉，能不能选点人出来用？我见当时出了虎头山，那些家伙也是一人分了把武器，看上去挺像那么回事的。让他们打架斗土匪，问题不大。毕竟我朝的庄稼汉都能上阵杀敌，但忠心这个问题无法保证。”赵岩其实知道李承前对哪怕是他们都不是100%的信任，这他能理解。真要是李承前对谁都掏心掏肺，他反而有些害怕。点了点头，李承前说道：“先这么着吧，也不着急，辛苦了这么长时间，加上大过年的，就别折腾大家了。这2天吃好喝好，等过完这一阵再说。”虽然着急，但李承前清楚，有些事还真就记不得。忠诚这个东西不是明码标价的，谁也不敢为此做保证。但李承前也不在意，如果无法让他们忠诚自己，为我而战，那就给他们足够的利益，让他们为自己而战。世间的事情就是这么操蛋，你能背叛任何人，但唯一背叛不了的就是你自己。利益吗？李承前给得起。别忘了，对付这些蛮子，他手里可是还有个大杀器。对于李承前来说，过年不过年的，他真没什么感觉。唯一让他欣慰的，无非就是看着一群孩子跑来跑去，为他的生活平添了些许生机。总之，来大唐的第1年就这么过去了，毫无新意，也没什么欣喜，很平淡，也很无趣。至少他是如此。当然，像长乐这样的孩子就另当别论了。自从来了桃园，这家伙撒丫子玩疯了，可能是少了约束，
也可能是多了一些朋友，整天那叫一个乐呵。但他的变化却是唯一让李承前欣慰的一个点了。毕竟这是第一个因他而改变的唐朝人。当然，刘三等人也在变化，只是这种变化李承前还没察觉到罢了。过了元日，李承前就开始一个人练习骑马。骑马这事，不管是他还是原身李承前都会点，但想要在战场上驰骋，那还是远远不够。在出秦州后，他也骑了一段，不过也仅仅只是一段。长时间骑马，除了刘三那些糙汉，还真不是谁都能扛得住的。当然，骑术李承前还是很在意的。不说别的，骑马打不赢的时候，跑路老子也要比别人快些，不是？这一天，就在李承前练习骑术的时候，马业寻了过来，看着老远还在骑马的李承前，便跟赵岩说道：“公子这是真要去吐玉魂？”不得不说，李承前练习骑术还是下得蛮的。废话这么多，有屁就放。跟自己这些老兄弟，赵岩向来如此，大家也都一样，倒也没什么介意不介意的。马业耸了耸肩，说道：“刚抓了一个吐玉魂的细作，这不就来问问公子该怎么处理吗？”听到是这个事，赵岩严肃了起来。这是之前李承前交代过的，思虑了一下，当即就骑马朝李承前奔了过去。哪怕是在外面练习骑术，李承前身边也有不下10人在暗中保护。对于一个太子来说，这样的保护力度其实是不够的，但现在人手短缺，也是无奈之举。出了什么事情？李承前见赵岩过来，问了一句。马业他们抓了一个吐玉魂的细作。一听这事，李承前当即说道：“人在哪儿？带我去看看。”他也想搞清楚，为什么他人还没到，吐玉魂的细作就先到了，这究竟是巧合，是什么别的原因？很快，几人就回到了庄子附近。人被马业安置在了庄子外的一个房子里，平日是他们这些人在外巡逻的时候歇脚的地方。这年头的异族人还是很好认的，不管是从头饰还是衣着，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当然，李承前也就能认出这是个异族，具体是哪一族的，他还真分不出来。在他看来，所有的异族好像都一个样。这会儿，这将近1米8大个的鲜卑人，也不知道是被灌了什么药，还是被打晕了，绑在屋里一根柱子上。你们有人会吐玉魂话吗？李承前问了一句。众人皆是摇头。身为汉人，自当说汉话，谁学那些鸟语啊？不会吐玉魂话，抓回来炖汤吗？李承前有些心累。公子，这家伙会说我们官话。马业犹豫了半天，还是说道：“作为一个专业斥候，他岂会犯这种错？”听他这么一说，李承前有些愣神，误会了。不过就以他的厚脸皮，尴尬不存在的，当即就不满地说道：“那还等什么？赶紧弄醒啊！问问他们此次前来所为何事？”对于这些吐玉魂的探子，李承前还是很上心的，就是因为时间上太过巧合，虽然这种可能性不大，但还是由不得他不小心。李承前不尴尬，尴尬的就是马业了，只得舀了一瓢冷水泼在了这细作的脸上。大冬天啊，一瓢冷水迎面来，只要没死透，都得有点反应才是。哇，事实上也是如此，一瓢冷水下来，细作直接呜哇的叫着。李承前摆摆手，说道：“赶紧的，问问他来干嘛的。”说完，李承前就溜了出去。这群糙汉能怎么问，也就那一套呗。不多时，房间里就传来了啪啪啪的声音，这过程中还夹杂着一个成年男子的惨叫声。听了一会儿，李承前听不下去了，又走远了些。过了小半个时辰，赵岩沮丧地走了出来，说道：“卑职无能。”很显然，他们并没有让那个细作开口，这也正常，能充当细作的，哪一个不是对自己的主上绝对忠诚的？真要是这么容易就开口了，李承前反而还瞧不起他。当然，这也说明了吐玉魂哪怕如今内部矛盾重重，也绝不是他短时间能对付的。想了想，李承前说道：“去找一只羊来，再弄点盐给我。”他想到前世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据说比10大酷刑还残忍的酷刑，以往没机会，现在倒是可以试一试。但愿网上那些臭不要脸的不是吹牛逼。赵岩虽然不知道李承前想做什么，但还是很快牵来了一只羊，找个凳子把他脚上松开，放在凳子上。李承前进屋，直接说道。马业立即照办，没能让这家伙开口，让他觉得很没面子。这会儿就想看看李承前有什么办法。卑鄙的唐人，有本事放了爷，真刀真枪的跟我干。这会儿细作已经被打得血渍呼啦的，但嘴上却是继续用着蹩脚的大唐官话叫嚣着。李承前没搭理他，笑了笑道：“真刀真枪，不用，对付你用不了那些。”把他鞋袜脱了，把盐抹在他脚底板上。李承前说完，就在一旁看着。很快，马业做完了这一切。认真的说，这会儿房间里的味道很是浓郁，甚至盖过了血腥味，但没一个人在意的。尽管放马过来，求一句饶，爷爷都是你养的。细作一脸的不屑。李承前不管他，继续说道：“把羊牵过去。”赵岩有些不明白，但还是牵了过去。结果刚一过去，闻到盐里的山羊就直接开始伸舌头舔着细作的脚板心。一开始大家还不知道为什么，但随着细作不可控制的大笑时，众人在看李承前都是一脸的心悸。这乃是在笑啊，感觉比之前受刑时还要痛苦。盐没了，再给他加点盐。李承前话刚说完，那细作大声喊道：“我说，求你把这羊拉出去。”他不怕别人折磨，但是这种不可抑制的笑让他感觉到了恐惧。世间诸多酷刑他都不惧，但唯独这让人笑得生不如死，着实让他抵抗不了。是大唐传来的消息，说是大唐太子可能要接到吐玉魂前往西域，我们就是前来打探一下虚实。实在是怕了，细作当下就交代了。而他的话让李承前顿时心里一紧，一个问题冒了出来：是谁？别说李承前，就连赵岩、刘三还有马业等人都愣住了。长安居然有人把消息传到了吐玉魂，
说是通敌卖国都不为过。而他们的反应刚好被细作看到了。细作又不傻，能干细作的有几个是没脑子的？只是一瞬间，他就知道自己面前的少年究竟是谁了。李承前，大唐太子。这个发现瞬间就让他绝望了。落在别人手里，他也许还有点价值，但落在这位手里，他有个屁的价值。继续，一定要弄清楚他到底是谁的人。李承前这会儿也发狠了，长安这是有人要置他于死地，直接把吐玉魂的细作都给招了过来。不管对方是谁，都已经不死不休了。别！细作一听李承前这话，连忙说道：“我是大宁王的人，大宁王并非对殿下不敬，只是让我等来确认消息是否属实。我们殿下也想和大唐交好，真是这样。”严刑逼供他不怕，但他真受不了这种无法抑制的大笑。其实干他们细作的对这些严刑逼供的手段都是做足了心理建设的，甚至在选拔的时候还曾体会过熬刑。但关键是这种让羊舔脚板心的事情他没经历过呀，这玩意儿他扛不住啊。听他这么说，马叶看向了李承前，心里也是服了。之前他们不管用出什么手段，这家伙都跟茅坑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结果李承前随便折腾一下，这小子居然直接就怂了。我说的话不好使了。李承前眼睛一瞪，这会儿他正是怒火正盛的时候，语气极其的不善。马叶一听，赶紧重新给正在疯狂挣扎，嘴里不停叫嚷着的细作脚底板抹盐。很快，一阵近乎癫狂的大笑声伴随着痛苦求饶声再次响起。而李承前只是看了一眼，随口说道：“赵岩，马叶，跟我出来。”出了房间，李承前刻意走远了一些，说道：“马叶，你记住了，待会儿多问几遍，尤其是消息来源，他背后是谁，以及此行的目的，所有的问题都要注重细节，可以换不同的方式去问，但不要让他停下来，同时又不能让他死那么早。还有，如果3次不5次他交代的细节都几乎不差分毫，那就差不多了。别马虎，具体是慕容顺还是慕容笑卷，对我们来说区别太大了，听明白没？”明白了。马叶听得有些发寒，就这样一套流程走下来，他觉得再硬的汉子估计也坚持不了几个回合。以前他们只见识了李承前仁慈宽厚的一面，但今天的李承前却是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太子应有的狠辣。快去，每次的细节都要记清楚。李承前催促道。等马叶转身进屋后，李承前继续往庄子的方向走，脑子里想了很多。赵岩就一直在身后跟着，对于李承前表现出来的狠辣，他是一点意见都没。用他的话说，这才像一个帝国继承人该有的样子。不能再拖了。李承前说道：“之前王静找回来的那个打造兵器的工匠怎样？老不老实？”赵岩闻言连忙说道：“还行，接触的不多，自从出金阳后，那家伙都是跟着张二牛的，要不我把张二牛找来问问？”“行，你去把张二牛找来，顺便把王玄策还有李勤俭也喊来。”李承前说道。是时候进吐玉魂了。他不喜欢这种自己完全无法掌控的局面，尤其是这种明知道有人要害自己，但又不知道对方是谁的无措感，这让他感到了强烈的不安。很快，李承前回到了庄子里，在住宅的正厅里等着赵岩把人喊来。没多久，张二牛第一个赶到。李承前也没墨迹，直接问道：“最近和你在一起的那个铁匠，你可了解？”“公子说的是方铁匠啊，挺好的呀。刚到庄子上，庄子里很多铁器都是他打的，干活也卖力。”张二牛对现在的生活没有什么不满意的，自家闺女每天和主家妹子带着一大群屁大的娃娃满庄子的折腾，也没见他饿着肚子回家。关键是人家穿的还干净漂亮，比当初跟着他这个当爹的饥一餐饱一餐的要强太多了。不说别的，李承前之前许诺的衣食无忧，至少现在来看，人家是兑现了的。所以在庄子里，他干活也很是勤快。不是说干活，是说这个人咋样？李承前又问道。和这种家伙打交道，你得说透，不然他真不知道你是啥意思。听李承前这么问，张二牛明白了，点了点头，说道：“方铁匠人不坏的，之前说是私造军械，也是想弄2个钱给他娘治病，这不后来被抓了，娘也死了。若非公子出手相救，他哪还有命出来啊？”闻言，李承前也点了点头，孝顺，也就说人品大差不差，现在也就将就着用，其实他也没得挑。那行，我这里有几张图纸，你拿回去赶紧和方铁匠给我打造出来，手头上其他的事儿都先放放。说着，李承前将早在长安就画好的图纸递给了张二牛，在张二牛要走的时候，又说道：“你顺便再问问方铁匠，他会打造哪些兵器？记住了，别说是我问的。”张二牛刚走，王玄策、李勤俭还有赵岩等人进来了。玄策，交给你一个任务。王玄策躬身道：“公子请说。”他其实也一直在等李承前给他派任务，否则他很难证明自己的能力。李承前说道：“从明天起，庄子里所有的小孩子都交给你，也不用干别的，就是教他们识文断字。不论男孩女孩，也不管是那些小乞丐，还是当初虎头山下跟我们来的那些富人家的，有一个算一个，都给我弄到学堂去。我在庄子的西面给你划分几间房子，充当学堂之用，有问题没？”王玄策有些愣神，搞半天就是让他当个教书先生，但他还是点了点头。既然选择了依附李承前，他其实也没更多的选择。李承前继续吩咐道：“李掌柜，你今晚把所有妇人集中到一起，也不干别的，帮所有孩子准备好文房4宝，如果不够的，2个人用一套，再不够3个人用一套。”“长乐有，就不管他了。”“好的。”李勤俭也兴致缺缺，这都叫什么事儿啊？对于他们的反应，李承前都看在眼里，笑了笑，说道：“别以为这是小事儿，不安置好这些小家伙，尤其是长乐，你怎么指望我带你赚大钱？”听他这么一说，李勤俭眼睛一亮。李承前道：“明天一大早，
你就去城里买粮食，能买多少买多少。桃园没有就去灵潭，跟你带来的那些粗汉直说，我们要赚大钱了。对于这些人，李承前只能以利诱之，他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利他给得起。果不其然，听他这么一说，李勤俭整个人都精神了。背井离乡千多里，不就为了那2个琐碎银吗？当李承前得知长安有人要害他的时候，他那该死的被害妄想症又发作了。老子都跑到大唐的边境来了，还不肯放过我吗？等王玄策等人都退下后，李承前一个人陷入了沉思。他在琢磨这个人究竟是谁？崔家？不会的。一来双方没有生死大仇，二来这件事儿要是被李二知道了，他不会放过如此机会的，定会将崔家连根拔起。李二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善的家伙，杀起人来的时候他毫不手软。那些文武大臣也不可能。一来是他在出长安的时候立了一个暂且来看还算不错的人设，而且也没有触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没道理这样做。最重要的是，大唐的文武节操虽然碎了一地，但底线还是有的。通敌叛国这样的事，他们还真干不出来。那会是谁？那些所谓的兄弟？倒不是没可能，皇位之争从来都是伴随着血雨腥风的。如果自己死在了外面，他的那些兄弟才是最直接的受益人。但问题是，暂且谁敢这么做？通敌叛国一旦暴露，别说染指皇位了，爵位甚至小命都未必保得住。而暂且对他威胁最大的李克和李泰，如今就算不是如坐针毡，日子也定然不好过。再说了，长孙皇后还没死呢。李承前皱着眉头，他实在想不明白究竟会是谁。他哪里知道，对于幕后之人来说，他是李渊的孙子，李世民的儿子，或者说姓李，就已经是他的原罪了。当然，他更想不到，这其中的曲折离奇，又是某一位父亲的用心良苦。大哥，大哥！就在李承前心烦意乱的时候，长乐蹦蹦跳跳的跟小花一起跑了进来。其他那些孩子不敢到李承前跟前造次，尤其是那些富人家的，都被那些妇人叮嘱过。不过张小花不怕，张二牛也不管，他觉得自己跟着李承前来到这地方，那就是把命卖给了李承前。一开始还有些拘谨，但真当李承前兑现了他的承诺后，他就很果断地认为这个少年主家是个不错的主家，而自己闺女跟着主家妹子瞎折腾，也就由着他去。除了嘱咐他守规矩些，其他的就放羊了。你也别指望一个糙老爷们儿真的能带好一个孩子。说实话，这么多年来，他就没哪天觉得带娃有如今这般轻松。抬头看到跑进来的长乐，李承前吓了一跳。好家伙，这哪儿还是大唐的公主啊，跟个泥娃娃差不多。春花，春花，赶紧的，带着小祖宗去洗洗。说着，李承前站起身，摸了摸小家伙黑乎乎的脸，笑道：“你这是扒了灶台了呀？”小家伙吃力地提着一个小竹篮，笑嘻嘻地说道：“才不是呢。”说着，将手里的竹篮提了起来，很是得意地说道：“今天姚四他们抓了几只兔子，我亲手给你烤的鹅。”听他这么说，李承前愣了一下，接过竹篮一看，里面放着一只黑乎乎的烤全兔。虽然卖相是真的差，但这一刻他心里暖暖的，被人惦记的感觉是真的很好。不错，我们长乐长大了练。怜惜地揉了揉小家伙的脑袋，心里之前积攒的郁气也在这瞬间消散了不少。而春花其实早就跟了上来，如果是以往的话，他一定会大呼小叫，但今天没有。快跟春花去洗洗吧，都快成小花猫了。李承前笑着说道。长乐叮嘱道：“记得尝尝鹅。”说完也就跟着春花洗澡去了。等小家伙离开后，李承前拿出里面的烤全兔，苦笑了一声。就这黑炭头一样的玩意儿，估计也就只能是出自长乐之手。让门外的秋月找来一把小刀后，李承前就开始享受这难得的美食。等小家伙收拾利索回来的时候，见李承前真的在吃他烤的兔子，脸上那就一个欢乐。当然，他欢乐不是因为李承前吃了他烤的兔子，而是最近他发现李承前胃口不好，总想给他找点合胃口的。对此，李承前自然不知。见小家伙回来，放下小刀说道：“从明天开始可不能再这么贪玩了，要开始进学了，知道不？”听到进学，长乐也是一愣，赶紧了点头。这段时间都玩疯了，他把这茬儿都忘了。对于进学，他不抗拒，毕竟从小就习惯了，而且他本来就听话懂事，倒也没让谁为他进学的事操过心。那小花他们能陪我一起进学吗？长乐问了一句。小花扯了扯长乐的衣摆，明显是不想让他们为难。李承前却是笑道：“都去都去，你们那一帮小屁孩都去进学。”听李承前这么说，长乐高兴的又蹦又跳。对于进学，他本身就没有拒绝的想法，但如果还有这群小伙伴一起，那自然是意外之喜。而张小花有些呆愣的问道：“我也能进学吗？”“能啊，为什么不能？”李承前笑了笑。但真要说起来，他们还真是沾了长乐的光。若非是想给长乐找点事儿做，他现在哪有时间搞这些？当天晚上，所有孩子都知道了明天要进学，一晚上那叫一个兴奋。第二天，当孩子们兴高采烈的去进学时，李勤俭却是带着30来个糙汉买粮食去了。而李承前的赚钱大计也正式拉开了帷幕。当然，他真实的目的自然不是为了挣钱，但只有挣钱才能把所有人拧成一股绳。如果无法让一群人从思想上完成统一，那就让他们从目标上达成一致。这是李承前能想到最简单却又最行之有效的法子。这2天寻摸个打猎的去处，过2天我们打猎去，顺便也到了检验一下你们实力和我骑术的时候了。李承前对跟在身旁的刘三说道。刘三点了点头，我听马爷说过，东南边过去几十里有座山，猎物蛮多的，打猎对他们这些军汉来说不过就是游戏。点了点头，李承前倒是没多说什么。打猎嘛，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到时去吐一魂的时候好糊弄那个小家伙。这会儿
他真发现了，带了这个小家伙，很多时候做事都束手束脚的。但要说到后不后悔，他倒是真没想过。李承前是个很务实的人，哪怕是放个屁，那么这个屁也一定是有目的的。当李清简买回粮食后，李承前就把那些妇人召集了起来，教他们如何发酵。是的，没错，李承前又开始酿酒了。高度酒在大唐其实没什么市场，充其量也就程咬金、尉迟老黑这些自诩豪放派的家伙会故作豪爽的喝他个2大碗。但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口感还是不能让他们接受。无数年的历史沉淀或者说是习惯，让他们适应了低度酒，低吟浅唱才是他们喝酒的目的。但在这一片土地上，那可就未必了。当然，李承前不知道，高原上的酒文化此时还没发展起来，他算是捡了一个便宜。要再过些年，文成公主进藏后，酒文化才算是彻底的在这一片土地上大放异彩。不过随着李承前的横空出世，这一段千古美谈到底还能不能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就犹未可知。这次酿酒，李承前选择的是青稞，哪怕他再无知，也知道青稞酒曾经在这一带的历史地位。再说了，就这地儿，他去哪里弄那么多的大米？酿酒的工具张二牛和方铁匠也都弄好了，将酿酒的工艺交给朝政后，李承前终于开始为前往吐谷浑做最后的准备了。打猎？是的，你没听错，最后的准备工作就是打猎。没办法，在前往吐谷浑之前，他必须把那个小家伙安抚好。这个小家伙自然就是长乐。思前想后，他也就想到了这一个法子。当长乐听到要去打猎的时候，很是激动。能出去打猎，对一个古代的孩子来说，那简直就是迪士尼套餐。唯一让长乐有些郁闷的就是，这次打猎李承前只带他一个人，其他的小伙伴都得在学堂进学。而李承前给出的理由很简单，也很直接，因为那些小屁孩连自己名字都还不会写，不好好进学，打什么猎？思前想后，长乐还是决定跟自己哥哥去打猎，非常果断地抛弃了那些小伙伴。好吧，他也觉得这么大的孩子还不会写自己名字，怪丢人的。当长乐坐在李承前马背上的时候，李承前这才露出了一张诡计得逞的嘴脸。他要做的就是让长乐自己觉得打猎还不如和自己的小伙伴在学堂里进学来的舒服。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就长乐这么大的孩子，自然是愿意跟同龄的小伙伴一起嬉戏，打猎只不过是心血来潮罢了。而李承前多贼啊，这打猎一打就是7天，都别说7天了，第2天那股子新鲜劲儿一过，长乐就吵着要回去。不过这一次李承前没有迁就他，非要实打实的打足7天的猎不可。顺便他也练习了一下子自己的骑术，而跟着来打猎的足足有50人，除了马业带着几个人悄咪咪的摸进了吐谷浑探路去了外，剩下的都在，而其余的则是李清简带来的那些糙汉。你要说让他们去和吐谷浑真刀真枪的干一场，那他们肯定心有不安，但你要说带他们去吐谷浑挣钱，那没得说，一个二个都是打足了精气神，准备去发大财。背井离乡千余里，谁不想赚个盆满钵满，衣锦还乡？再说了，又不是让他们去抢劫，只不过是去做生意，从行商的角度来说，这他妈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只不过当钱都进了他们的口袋后，再有人想打这笔钱的心思，那时候你就会见到商人其实也是血。当然，李承前把这些人都拉出来打猎，也有筛选之意，并不是每个糙汉都能适应接下来的变化。一连7天，李承前一行人捕获了不少猎物，刘三那个狗腿子竟然还捕杀了一头雪豹，这要是放在后世可还行。而长乐这几天每天都是苦着脸，早知道打猎这么枯燥，还不如待在庄子里和小伙伴们进学啥的，好歹1天的学业结束后还能玩点别的。反正他是打定主意了，下次再打猎死活是不来了。唯一让他高兴的就是刘三捕获雪豹的时候救了一窝小狐狸，这让他高兴的不行，总算是出来这么久有了点收获。等他们回到庄子上的时候，朝政也刚好把酒给酿出来了。对于朝政来说，酿酒是一件让他很激动的事情。一开始他并不愿意接这个差事，但当他听李承前说酒精就是这么弄出来的后，他立马就全身心的投入了进去。可以说到了此时，对于李承前而言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而这个东风则是牛敬达。之前李清简去灵潭买粮食的时候带回来了一个消息，就是陶州统军换人了，换成了牛敬达。李二这个时候把牛敬达弄来，其目的不言而喻。李承前要想去吐谷浑，他必须先安置好长乐，而安置长乐又有2点尤为重要，一是安全上，2是心理上。心理上，李承前已经准备妥当了，安全上，那就真的只能依靠牛敬达了。其实这也是当初他之所以会告诉长孙他会在陶州落脚的原因，他也想借此试探一下李二对他的态度。不过事实已经很明显了，至少现阶段李二对他并无厌恶，否则也不会把牛敬达特意安排到陶州任统军。当然，就算李二没有把牛敬达安排来，李承前依然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别忘了，长孙还有一支商队就在陶州，那可都是长孙的嫡系，让他们用命护着长乐都没问题。算算时间，牛敬达应该也到陶州上任了吧？李承前说道。这样，赵岩，你带上春花一起去一趟灵潭，你去找牛敬达，就说我请他来桃园做客。至于春花，你不用管，他知道做什么。赵岩一听，瞬间就懂了，他们要去吐谷浑了，这是李承前在做最后的准备了。估计等牛敬达一到桃园，也就是他们西出吐谷浑的时候，当下也没迟疑，立马躬身告退。驰骋沙场是每一个军人最渴望也最厌恶的一件事，很矛盾也很真实。当牛敬达进驻桃园后，李承前果断地选择了去打猎。只是这一次当李承前再次找到长乐的时候，长乐是说啥都不去了。开玩笑，打猎一打就是7天，谁愿意跟你去啊？
这几天他和他的一群小伙伴伺候几只雪白的小狐狸，那叫一个乐呵，这不比打猎有意思多了。对于这个结果，李承前很满意。反正之前出去打猎也打了7天，这会儿出去个7、8天什么的，长乐也只当他是打猎去了。可以说，为了照顾长乐的感受，李承前是煞费苦心。等长乐屁颠屁颠的和小花去学堂后，李承前也带着大队人马出了庄子，酿酒作坊外面，李承前一行人都在这里。这次去吐玉魂，这东西是必须要带的。他还想在高原上的吐玉魂人心中留下一个好印象。这次你们也知道，我们是去做生意的。李承前这句话是对赵岩等人说的，这群厮杀汉杀心太重，得提前知会声。不过在吐玉魂做生意，肯定会遇到诸多的麻烦，甚至可能有性命之危。如果不想去的，无妨留在庄子里就是。当然，愿意去的不多说，这次利润的30%，我给大家均分。换句话说，就是人人有份。对于赵岩他们，李承前不用以利诱之，但是对于李勤俭带来的这些人，不以利诱之，他实在想不到更好的办法。说实话，人家愿意跟着他来，就是为了赚钱的。要是钱都赚不到，谁他妈愿意跑这么远？甚至是去吐玉魂冒险。当然，去吐玉魂做生意，他们是一点意见都没有。商人嘛，不管去哪里做生意，只要能赚钱就行。这就是商人最让人鄙夷的地方，没啥立场。而那些糙汉一听李承前这么说，顿时一个个激动了起来。跟着李勤俭3家做了这么多年的事，就没见过主家这么大方的，这还不拼了命的去干。青稞酒这个东西，以前虽然没见识过，但最近庄子里都在酿，他们也喝过。虽然口感是赶不上长安的酒，但一口喝下去，身子暖烘烘的，这个感觉还是很舒服的。尤其是这大冬天，就凭这，他们也知道这东西在吐玉魂绝对有市场。见没人站出来，李承前又走过去，低声对王静说道：“这一次，你们几兄弟虽然留了下来，但你其实知道的，不比我们在外面轻松。别的要求都没有，但是长乐一定要保护好，轻易不允许他出庄子。如果真遇到什么危险，谁都不要管，带着长乐就去找牛敬达，他不会不管的。”王静这次不去，主要是长乐身边不能没有自己人，再加上春花几人都是留下来照顾长乐的。至于说李承前这话是不是太过绝情了，那他管不着。王静点了点头，李承前又看了看朝政，说道：“这次要你跟我走一趟，属实是过分了，抱歉，当初对你的承诺到现在都还没兑现。”朝政笑了笑，拱手道：“能知道酒精的原理，我就很满足了，这还是公子抬爱。”他倒是没太多的想法，作为一个医痴，他是真的痴迷于此。很快，一行人将青稞酒用坛子装好后，就直奔吐玉魂而去。与此同时，桃园牛敬达其实有些头疼，他这刚到陶州上任，屁股都还没坐热乎，就被李承前请到了桃园做客。关键是他还没办法拒绝。李二让他出任陶州的目的，不就是保护李承前和长乐公主的吗？这两位要是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出了什么差池，那他就算是有再多的军功，也休想翻身。当然，这也是一个机会，只不过机会往往都是伴随着危机一起来的。家主，桃源县县令求见。就在这时，家将来报，像牛敬达这样的将军是有家将的，每次出征也好，去外地坐镇也好，他也都会带着自己的家将。让他进来吧。牛敬达头疼，这正主还没见着，就来了一个打听消息的，这让他很是无奈。桃源县县令姓陈，字定安，鬼知道谁给他取了这么一个字。陈定安40来岁，说实话，40来岁还才混了一个县令，要不是寡妇睡觉，要不就是机场跑道。牛将军远道而来，下官却是没有及时接待，倒是让牛将军见笑了。陈定安一进来就满脸笑意的说道，脸上的表情和他嘴里的话完全不搭。牛敬达也笑呵呵的说道：“陈大人客气了，我这也是临时起意，临时起意。唐朝时期的武将地位还是很高的，就说这一州统军从品级上就高了县令不止1级。朝廷这次先是调来了崔大人，又把牛将军这样的猛将派了过来，不知有何深意？”陈定安是一点不客气的问了出来。按理说一把年纪了，这样的话不该问才对，但陈定安还就问了，这搞得牛敬达有些尴尬，这能说吗？当然不能，难不成告诉他当今太子如今就在你的治下？这不是扯淡吗？朝廷有什么深意，老夫不知，但识君之路，忠君之事本就是为人臣子的本分。牛敬达打了一个哈哈。陈定安笑了笑，说道：“牛将军所言极是，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朝堂上要对吐玉魂动手了，毕竟这些年吐玉魂屡屡犯边，这才把牛将军这样的猛将派来坐镇。实不相瞒，当我得知牛将军将要出任陶州统军之时，我都已经在着手做战前准备了。莫非不是这事？”听陈定安这么说，牛敬达也是一愣，当即说道：“没有的事儿，大唐这些年天灾连年，不宜动兵。”他还真怕这陈定安会错了意，闹得边疆不宁。但听他这么说，陈定安却是笑了，他懂了。至于他说什么战前准备，呵呵，听听就好。这老家伙就是来探口风的，只是他知道自己人微言轻，像牛敬达这种天子近臣岂会跟他吐露实情，不得已之下才用起了这种小心思。文人嘛，动起心眼来，哪里是牛敬达这样的武将能够应对的？贞观6年正月11，赤水园，这是李承前自穿越以来第一次走出大唐的境内，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舒坦，就像是被困在牢笼里的鸟儿重新获得了自由一般。和后世一样，赤水园仍旧是一片荒芜的景色，也许常人看上去确实多了些荒凉，但李承前却喜欢这天高海阔的感觉。当然，这是因为冬天开春之后，新绿铺满大地，又将是另一番景色。以前读书的时候，总是听老师说没见过大草原，
永远也无法真正体会到无边无际的感觉。这一刻，李承前很想说，我体会到了。地广人稀，自古以来就是这片土地固有的特色。公子，刚找到马业留下来的标记，意思是让我们在这里等他。赵岩从一个山丘下来后，直接说道。马业是知道李承前此次的行程的，既然说让他们在这里等，定然是很快就能赶回来。李承前点了点头，说道，让大家都休息会儿。这一次，李承前没有选择坐马车，既然到了别人的地盘上，再怎么小心都不为过。真要是遇到危险，骑马总比马车快。很快，一行人开始安营扎寨，不管是那些糙汉还是赵岩他们，干起这活来都算利索。说起来，这日子来吐玉魂，那真的是遭罪。不说别的，就这呼呼刮的西北风，就让人不寒而栗。不过好在，他们这次人手一双皮手套，真皮的披风也是一人一件，为的就是保暖。还别说，公子就是比几位掌柜的大气。我说，就这批手套在长安城至少能换5担粮食，就不说这披风了。我的个乖乖，我这辈子什么时候这么奢侈过？把几十石粮食招呼到身上了。围着火堆烤火的一群糙汉，顿时就聊了起来。对于这一趟，他们很满意。还没赚到钱，但实惠已经落到身上了。你把掌柜的和我们公子比，有人不屑地说道，你忘了前几年我们是个什么光景了？虽然说没饿死，但就算年景最好的时候，啥时候吃过一天吃过3顿的？自从跟李承前出了金阳后，那他们1日3餐顿顿都是干的，这在他们这些人看来就是造孽啊。不过对于李承前来说，他不在意吃能吃得了多少，关键是让这些人归心。而他就是用的这种不着痕迹的小手段，慢慢的将这些人从李勤俭他们身边给吸引过来。跟着他们会有什么前途？饭都吃不饱，还是跟着我吧。危险是危险了些，但饭管饱，钱不少挣，这样难道不好？李承前这个人吧，对谁的信任都有限，所以干起这种挖自己人墙角的事儿，一点心理负担都没。就在埋锅造饭的时候，几匹快马跑了过来，众人本能的提起自己的武器，哪怕是那些糙汉，如今也是人手一把长刀。保护主家的财货，他们会不会尽心尽力不好说，但保护自家的财货，他们绝对会拼命。来之前，李承前就说了，这笔生意的30%都是大家的，再加上每人身上披的、手上戴的都价值不菲，由不得他们不拼命。李承前这人吧，做事目的性太强。你以为他给这些糙汉又是手套又是披风的，单单就是为了让他们保暖？扯淡，他就是给他们找一个拼命的理由。就连这些东西的价值，都是他让李勤俭告诉他们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放在这个年代，那也相当实用。是马业。赵岩仔细的看了2眼，说道。一听是马业，众人顿时松了口气。不是说怕，能不拼命，当然还是不拼命的好。公子，前面20里有一个小部落，人数不多，不超过500人。马业一下马就说道。500人的部落其实不少了，哪怕在吐玉魂，其实都算不得小部落了。慕容顺现在在哪里？李承前问道。马业说道，应该在赤水城。应该？李承前对应该这个说法很不满意。在就在，不在就不在，什么叫应该？马业也很无奈，说道，之前我们的人的确探查到了他在赤水城，但之后就一直没露过面。但是大宁王府每天都有人进进出出的，这确实不好判断，暂且跳过这个。李承前又问道，之前那细作交代的核实过没？差不多都核实了。马业说道，所有细节都对得上，就是慕容顺的人。至于长安是谁传出来的消息和慕容顺的目的，暂时还不知道，估计这个就只有慕容顺自己才清楚。点了点头，李承前没再多问，这些答案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当下便转身对大家说道，抓紧时间吃饭，吃饱了我们就要去做生意了。听好了，我们是去做生意的，不是打劫的，收起你们那贪婪的眼神。当然，真要遇到不长眼的，该动手的时候也别娘们唧唧的，人家都准备抢你兜里的铜钱了，扒你身上的衣衫了，那不得跟他们拼命。好吧，兜里这个词他们听不懂，貌似这个时候的衣服还没兜，但是铜钱2个字他们能听懂，只要能听懂这2个字就行了。填饱肚子，众人收拾了一下便继续出发。20来里地，也不过是半个多时辰的功夫，众人就赶到了。为了表示自己的善意，李承前特意让李勤俭先去人家部落里知会一声。关键是他发现李勤俭这老家伙居然会吐玉魂话，不让他去让谁去？不过李勤俭倒也不介意，他是真的以为是来做生意的，本着生意人为了利益勇于冒险的精神，他大大咧咧的就跑人家部落里去了。而在李勤俭去打招呼的时候，李承前骑在马上仔细的观察着这个部落。单从账房来看，人的确不可能太多，之前没多问，现在倒是有机会问到他们的牛羊这些还多不多？隔得远了，看得不真切。不算多了，他们这几年也倒霉，连年雪灾，他们可汗又没能力管他们，听说就这个部落几年前还有1000多人来着。李承前点了点头，这是好事儿。你们不苦不难，我来做什么？我不就是来送温暖的吗？至于慕容顺，哼，既然你都把主意打到我头上来了，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李承前当初之所以选择陶州这个地方落脚，其原因就是因为陶州和吐玉魂的赤水源接壤，而赤水源刚好又是慕容顺的地盘。不管怎么说，在李承前看来，整个吐玉魂最好对付的肯定就是这个慕容顺了。这位一辈子都在为倒霉蛋3个字代言的家伙，咋看咋像是指路明灯。柿子嘛，自然是要捡软的念。而此时，李承前眼中的软柿子还真就不在赤水城。要说起来，此时慕容顺就在距离里城前不足100里的一个小部落中。慕容顺30多岁，身形很是挺拔，看上去颇有几分粗犷豪迈的感觉。一边用精致的小刀割着羊肉，一边问道：“弄清楚了？”
账房里除了慕容顺还有2人，其中一人说道：“弄清楚了，大唐太子的确到了陶州，我们的一个兄弟失踪了，十有八九就是被唐人给抓了。他就是之前带领细作摸进桃园的斥候头子楼宁，个头很矮，但一双贼溜溜的眼睛仿佛能看穿一切。光听他这姓氏就知道这家伙是有来头的。楼姓在吐谷浑就相当于崔卢郑王在唐朝一样，有点意思。”慕容顺说道：“被抓的那人会不会透露出我们的底细？他的意思是被俘的那家伙会不会出卖他？”楼宁很是自信地说道：“殿下尽管放心，我楼氏子弟从不出叛徒。”对此他很自信。慕容顺点了点头，说道：“还有什么新的消息没？”根据最新的消息，大唐太子可能已经进入了我们赤水园的地盘。楼宁轻声说道。听到这个消息，慕容顺噌的一下就站了起来。这么快？但很快他就是一阵狂笑。待他笑完后，这才说道：“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啊！他要是在唐境，我拿他还没办法，但既然到了赤水园，我们要是不做点什么，实在是太对不起他的这份厚礼了。”楼宁和另外一人都是一脸疑惑地看着他，完全不知道他想做什么。听好了，召集所有亲随，所有的，全力给我截杀大唐太子，务必别让他活着回到大唐境内。慕容顺有些癫狂，而听慕容顺这么一说，楼宁2人都是一愣。殿下疯了不成？哪怕是在赤水园截杀大唐太子，那依然会捅破天的。就算大唐这2年年景也不好，出了这事儿，就算是最顽固的保守派，估计也会叫嚣着马踏吐谷浑，这是灭国之祸呀！殿下，如今我吐谷浑怕是不宜和大唐起冲突吧？这要是引得唐皇暴怒，恐有灭国之灾呀！一直没吱声的那人忧心忡忡地说道。他年岁和慕容顺相差无几，虽然这个时候西域诸国已经尊李世民为天可汗了，但那也是在人前人后的话，还没几个舔狗舔成这样的。无妨，慕容顺说道，我们总得给唐皇找一个合理的借口出兵吐谷浑才成，就这个借口其实就挺好的。这2人都是一脸惊异地看着慕容顺，大家都是聪明人，只是一瞬间就明白了慕容顺的想法。可吐谷浑终究是我吐谷浑人的吐谷浑，若是引狼驱虎，我吐谷浑又当何去何从？那人说完叹息了2声，何至于此啊？慕容顺冷哼了一声道：“你以为我那弟弟会放过我吗？等他日他登上了大汉的宝座，可还有我容身之地。至于我那父汉，他有当我是他儿子吗？昔日前我入隋为质，结果呢？结果就是我刚走他就在立太子。这些年我在汉人的领土生活的时间都比吐谷浑多，为何？你们不知当年的尼洛州怎么死的？你们忘了？”说到这个，2人沉默了。慕容顺叹息了一声，继续道：“你们以为李承乾为什么选择陶州落脚，从我赤水园进入吐谷浑，还不是因为他觉得我慕容顺好气？他为何不去河州？因为从河州出境，那是慕容孝卷那老匹夫的地盘，他不敢，他只敢来欺负我这个没什么用的大宁王。”说到这里，慕容顺怒发虚张，但哪怕我就算不能继承大统，可我也是吐谷浑的王，凭什么被他一个13岁的少年人所轻贱？卑职万死难辞！楼宁2人立马说道：“主辱臣死，这个道理放在吐谷浑也行得通。”慕容顺哪里知道，他自污的话还真就是李承乾的想法，真要让他知道了，估计能气吐血。不过这会儿他却没这个心思，2个手下都捏着鼻子认了，他也没空想这个。楼宁召集我们所有的亲随，全部换上慕容孝卷亲随的打扮，在赤水园截杀大唐太子。如果能把他撵到交河郡的边界上再截杀，那最好不过。有了决定的慕容顺，那是相当的果断。而到了此时，楼宁2人也不再反对，哪怕他们知道此举会给吐谷浑带来什么，但作为慕容顺的嫡系，他们必须得做些什么。而且慕容顺说的也没错，李承乾今年满打满算也就13岁，凭什么敢瞧不起他们？这不是欺负他们赤水园没人吗？当然，心中的忧虑还是有的。慕容顺何等聪明的人，自然是看懂了这一切，说道：“不用过于担心，届时唐军来袭也不会对我们如何。记住，有些时候孱弱一些，并非是坏事。慕容孝卷不是厉害吗？让他去顶着好了。至于今后，本王自有安排。吐谷浑这片土地，唐人终究还是离不开我们的。”李承乾其实想错了，慕容顺的确是悲催了一辈子，但并不是说这个悲催的家伙就真的一无是处，有些时候真的只是生不逢时。你要真说他没用，是个废物吧，吐谷浑的国相天柱王就是死在他手里的，而慕容浮云正是因为见他举国降唐后才自缢而亡。就这样的一个人，你能说他是废物吗？换句话说，真正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名头的人，怎么也不可能是废物，只能说能力有高低之别罢了。对于慕容顺这样的人来说，只要能达到目的，他比谁都疯狂。杀天柱王的时候，他不疯狂吗？背叛慕容浮云降唐的时候，他不疯狂吗？李承乾怎么敢想这是一个废物啊？在吐谷浑的地盘上杀了李承乾，把锅甩给慕容孝卷，估计连李二都不会怀疑，因为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慕容顺就是一个倒霉蛋，还怂。一个回国即位，走到半路上就跑回去找隋炀帝庇佑的人，难道不怂？但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个人怂的时候是真怂，但疯起来的时候也是真疯。花开2朵，各表一枝。当慕容顺正在打着他的如意算盘之时，李勤俭却是乐呵乐呵的从别人部落走了出来。不得不说，作为一个商人，李勤俭绝对是合格且优秀的。只不过去了半炷香的功夫，就跟部落的头人讲好了：“公子，他们对我们的青稞酒很是满意，邀请我们进去坐坐。”李勤俭满脸笑意的说着。之所以这么顺利，
其实还是青稞酒的原因。那部落头人只是喝了一口，起初有些烧心，但跟着就感觉心口暖烘烘的，这对他们来说可是个好玩意儿，当即就向李勤俭发出了邀请。走，去看看。说着，李承前看了众人一眼，待会儿大家都警觉一些，害人之心我们没，但防人之心一定要有。听他这么一说，众人很是认真的点了点头，确实不能麻痹大意。当然，李承前之所以敢进去，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部落人不多，真要是有个上千人，他还真不敢。但就500人的部落，除去老人和妇孺，真正有一战之力的其实也就100来人。虽然人数还是倍数于他们，但这点人想跑还是不难的，毕竟还有赵岩他们这些征战沙场的老卒。再说了，既然决定出来拼命了，这点险都不感冒，那还拼个屁，回家躺着不舒服。尊贵的唐国客人，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美丽的草原做客。部落头人面带微笑的说着，就不加翻译的过程了，不太想水字。这个年代还没有高原这个说法，只要是成片一望无际的草地都能叫草原。李承前同样是一脸的笑意，打扰了，我等行商至此，想必是受那神骏的马路指引而来，这才有幸遇见这草原上的猛士。他其实很不习惯这一套，但没办法，必须得来2句。这还是他来大唐后恶补的，马路这玩意儿居然被土域浑人当作图腾一样。听李承前这么说，部落头人很高兴，于他们而言，被人尊重是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至于说这些是唐人，他不在意。来土域浑做生意的唐人很多，时常就能遇到。自古以来，商人都是最没立场的一群人，哪怕是2国交战，也不影响私底下商人偷摸的行为。当然，要是被抓到了，是个什么下场，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不过富贵险中求，甘愿为此冒险的人，历来都是大把的。诸位远道而来，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牛羊肉。部落头人很热情，哪怕这些年因为连年雪灾，牛羊因为难以熬过严冬大量减产，但他依然拿出了为数不多的牛羊肉招待众人。草原上的汉子，除了那些善于钻研权谋的，大多都是豪迈的性格，为人做事也是相当大气。生意成不成的先不说，反正这一顿肉是搭进去了。草原猛士的款待不敢推辞，请。李承前故作豪迈地说道。一口肉下肚，李承前抬手，站其身后的赵岩立马将一坛酒放在了李承前的桌上。这是我们大唐的青稞酒，虽入口辛辣，但酒入腹中却是犹如一团烈火般燥热，想必也只有真正的猛士能甘之若饴。听李承前这般说，部落头人顿时豪爽大笑，道：贵客所言极是，先前有幸一尝，确实如此。对于这个酒，他是极爱的，尤其是这冬日里，一口酒下去，浑身暖洋洋那个感觉，让他十分舒坦。至于说入口辛辣，这本就是猛士喝的酒，焉能如甜水一般？吃吃喝喝之间，众人又交谈了一番。在交谈中，李承前得知这个部落名为叔孙部，其头人也就是眼前的这个汉子名为叔孙昌蒲。按照叔孙昌蒲的说法，早些年他们叔孙部远比如今庞大，只不过近些年才衰败成如今模样。叔孙部能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繁衍不息，头人属实没有找到小部落的首领称呼，500来人称可汗，太不要脸了，所以以后小部落的首领统一称呼部落头人，功劳甚伟。李承前极其不要脸地恭维了一句，但他的这话在叔孙昌蒲这里却很是受用。这些年他能将部落维系成现在这个样子，确实是殊为不易。贵客过奖了。虽然心里很享受，但叔孙昌蒲还是叹息了一声，说道：实不相瞒，如今我们叔孙部已经到了强弩之末的境地，也许明年或者后年，叔孙部也会像无数先辈那般彻底在草原上消亡。这是为何？李承前故作不解地问了一句。说起这个，叔孙昌蒲满脸的愁容。这些年雪灾连年，粮食减产，牲畜难熬严冬，就连我们部落里很多族人度过这个漫长的严冬，都像过了一道鬼门关。他说的一点都不夸张，这就是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困境。这个年代真就应了那一句话，老天爷赏饭吃。在技术和工业都尚未革新的时候，谁又不是看老天爷的脸色？睿智的布萨波可汗难道就放任你们自生自灭？李承前明知故问。此时的慕容浮允倒是想管，但他有那个能力吗？整个土域魂都在遭灾，他能怎么办？哎，叔孙昌蒲一声长叹，但没有解释，这终究是家丑，家丑岂可外扬。李承前见状安慰道：智慧的草原猛士终将走出黑暗，迎接黎明的到来。这话还是很受用。叔孙昌蒲当即就一脸虔诚地说道：智慧的草原猛士从不惧怕任何灾难，我们终将走出黑暗，直待黎明将至。李承前这会儿心里却是乐开了花，你们不惨，怎么能体现出我的价值？睿智的头人，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帮你们的？李承前一脸真诚地问道。叔孙昌蒲其实早就在等李承前这话了，这会儿直接说道：我们缺少一切可以抵御严寒的物资，不知贵客可能帮我们从大唐境内贩卖一些？还有一口气，叔孙昌蒲说了很多，从御寒的物资到粮食，再到药材，从他急切的语气还有所需的物资中，不难看出叔孙部真的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我定当尽力。得到李承前的答复，叔孙昌蒲一脸感激地说道：贵客若是能帮我们叔孙部度过这道难关，那贵客将永远是我们叔孙部最亲密的朋友。当叔孙昌蒲目送李承前一行人带着他们大量的皮毛离开部落的时候，心情其实是很复杂的。在某一刻，他不是没动过某些心思，尤其是看见他们每人都披着一件看上去就很暖和的披风时，那发自内心的贪婪差一点就占据了他的整个思潮。但最终理智还是战胜了贪婪，说到底还是他们叔孙部承受不起任何的损失了。哪怕李承前一行人不过半百之数，但真要打起来，
他们也会出现死伤。一个部落如果失去了强壮的勇士，未来不是消亡就是被人吞并，这并不是他想看到的。头人就这么放他们离开吗？身旁有人问道。叔孙昌仆叹了口气，终究还是没接着茬，说道：把这些酒收好，给族人分下去。这该死的天气是越来越冷了。总的来说，这笔生意不亏。如果后续李承前真的能给他们带来一些御寒的物资，那这笔生意其实真能做。而离开了叔孙部的李承前，这会儿却在沉思，土御魂人的生活状况越差，越是他想要看到的结果。他是来帮助他们的，这一点他从来没有改变。一个团体被攻破，最好的手段永远都是从面外，绝不是从外内。武力也只能是辅助，永远都成为不了核心。无数的历史已经无数次的证实过这个问题，因为缺少内核，武力换来的永远都是反抗。当然，例外也有，但那是绝对实力的压制。李承前如今可没这个实力。再说了，一个外族者并非不能成为统治者，历史上成功的案例不是没有。李掌柜，接下来我们生意的核心要放在御寒物资和药材这一块上，你今后留点心。李承前吩咐了一句。粮食他现在其实没更好的办法，一来是大唐自己目前都缺少粮食，二来则是运输过于麻烦，一个500人部落所需要的粮食，就他这点人还真没法从大唐境内弄过来。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叔孙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真要到了那个时候，他自然也有办法。公子是想扶持叔孙部？李掌柜人不傻，这个时候如此举动，就是等于帮叔孙部度过这个难关。而且御寒的物资从后面一车一车的皮毛上就不难看出来，在叔孙部的时候，李承前就有了这个想法。李承前摇了摇头，说道：也算不上扶持，今后我们生意的核心终究是在土御魂，提前做一些安排罢了。没办法跟他实情相告，总不能告诉他我想在土御魂找一块落脚地吧。马业，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还有什么小部落吗？李承前问道。马业想了一下，说道：向北30里还有一个不大的部落，人数和叔孙部差不多，叫做普氏部。行，那我们就去普氏部。李承前从不会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很快，众人又赶到了普氏部，如法炮制，众人再次和普氏部的头人商谈了一番。相比起叔孙部，这普氏部更惨。部落里说是有将近500人，但有超过100人都缠绵于病榻之上，真正还有自主行动能力的也就将300来人。就这，普氏部的头人还吹嘘他们部落在赤水源都算不得小部落。说实话，如果这都算不得小部落，李承前真的不敢去想小部落究竟有多小。就在李承前和普氏部的头人在帐房商谈的时候，一个普氏部族人走了进来，说道：头人，有族人在我们部落附近发现了不少探马。他只说了这么一句，普氏部的头人当即就站了起来。如今正是他们部落最虚弱的时候，而恰巧此时部落周围出现探马，可不是好兆头。草原上从来都是弱肉强食，有能力你能吞并所有你能吞并的部落，没能力那就等着被别人来吞并你好了。这般想着，头人看向了李承前，心说该不会是你们起了什么小心思吧。随着他的眼神，帐房里的土御魂人顿时紧张了起来，一个个拔刀出鞘，怒目圆睁地看着李承前一行人。赵岩等人只是瞬间就护在了李承前身前，这样的变故他们也是没想到的。李晴捡下了个够呛，顿时就是一个哆嗦。李承前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还是故作轻松的扒拉开护在身前的赵岩等人，径直走了出来，说道：头人怕是误会了，我们就是来做生意的，并没有其他的心思。他其实也算不得慌，只是第一次遇到这张剑拔弩张的局面，还不适应罢了。而刚刚来报信的族人也是立马说道：头人是土御魂人，不是唐国人。他有些尴尬，好像是在自责自己的言语不清，导致了这样的误会一般。头人一听，哈哈大笑，哈哈，误会，误会，都是误会，让贵客见笑了。虽然脸上在笑，但是心底却是怒不可遏。我们普氏部这才刚落难，就有人想来试我刀锋，是谁的人？可有看清？头人当即问道。问话的时候，眼光其实一直在打量李承前等人。族人说道：最奇怪的就在这里，看他们打扮，不像是我们熟知的那些部落，倒像是高昌王领地上的那些人。高昌王？一听族人这么说，头人心底顿时就警惕了起来。通常这种情况都是代表要动手了，不然谁会开始藏匿自己的出身？还高昌王？谁不知道高昌王慕容孝俊是布萨波可汗的新侣 LV3生之臣，而他之所以屯驻交河郡，一是为了防御大唐，二就是为了钳制大宁王慕容顺。在这样的情况下，若非特殊情况，高昌王怎么可能让自己领地上的人跑到大宁王的领地上制造矛盾？而且他们普氏部离大宁王所在的赤水城还有几百里地路，就算路过都路过不到他这儿才对。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一定是有人想打他普氏部的主意，但又不敢露出真容，只能藏头露尾的。这也正常，昔日里他们普氏部强大的时候，也不是没这么干过。不过李承前一听这话，顿时一惊，他知道缘由了。操，这他妈是奔着我来的呀！当即就在心里思索对策，很快他就有了决议，一脸同仇敌忾的说道：头人若是不弃，我等愿助诸位一臂之力。妈的，得赶紧把这些人诓骗进来，起码得让他们和我站在同一阵营。他多贼啊！这哪是帮普氏部，这分明就是将普氏部提前绑在自己的战车上。而普氏部众人也是一愣，顿时都有些激动。大战前夕还有如此生力军，那当真是意外之喜。只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就因为他们习惯性的思维，一个误会，从此就被绑在了李承前的战车之上。而慕容顺做梦也没想到，他的阴谋诡计刚刚开始，第一个摘桃子的却是李承前。人都是自私的，向来如此。
当普氏族人听到李承前这么说的时候，那可就不管你是不是一时口快了。既然都开口了，那我就当真了。当下，普氏部落的头人就一脸郑重地说道：“若是我普氏部落能渡过这个难关，定当将诸位奉为上宾。”他们普氏部落满打满算，现在还能骑马作战的也不过将近100人，比李承前他们强不了多少。至于说为什么没有怀疑李承前和那些人是一伙的，其实真没必要。这是他们草原上的习惯，吞并其他部落，壮大自身，也许会找人合作，但绝不会找唐人合作。再说了，如果对方真要里应外合，他们还真没什么好办法。与其怀疑这怀疑那，让李承前的人脱离自己的视野范围，还不如放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真要临阵反水，他们也不至于被人掏了老窝，哪怕就算在一起，他们也会防着一手。能与草原上的勇士为伍，也是我等的荣幸。李承前其实比他们还要急切，他还不知道这些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但他却知道，在草原上没有这些土著做掩护，那他的日子一定很惨。很快，他就在脑海中构思了一个大概的计划。不知头人可有多余的服饰？李承前说道：“我们这身打扮很容易引起两国误会，还请头人莫要多想。”一听李承前这话，头人对他的话就信了大半。这时候还挂念着两国纷争的人，不大可能掺和进他们吐谷浑内部的争斗中来。就这样，在两个都心怀鬼胎的家伙唆使下，两群原不相干的人走到了一起。当李承前带来的人都换上了吐谷浑人的服饰后，李承前对着他自己的人说道：“我们此次草原之行原本极为顺利，相信大家都看见了，草原上的朋友给予了我们最浓重的款待，同时也带给了我们丰厚的回报。回头看看，那些马车上都是我们此次的收获。”说到这里，李承前话锋一转，怒声道：“但现在有人盯上了我们，想要抢夺原本属于我们的财富，你们愿意吗？”他怎么会对这些家伙说实话？知道实情的其实也就他和赵岩这些亲卫，最多加上一个李清简。至于李清简带来的这些糙汉，一直都在外面守着自家的马车。这会儿听李承前这么一说，顿时怒吼道：“不愿意？开玩笑！之前那些皮货装上马车的时候，他们就在不停地计算他们能分得多少。这会儿有人来抢，他们当然不干。抢别人的都好说，但是抢我的，我还不跟你拼命。”这会儿他们也终于明白为什么之前要他们换上吐谷浑人的衣服了，原来是为了跑路的时候方便。在他们强大的自我理解之下，李承前很满意的点了点头，说道：“你们都是最质朴的生意人，除了偶尔遇到过土匪以外，没经历过这些。如果害怕，我不怪你。没关系，站出来，没人会笑话你，因为我们要面对的终究是草原上的狼。没人站出来，这不开玩笑吗？这时候站出来，回去哪儿还有脸分钱啊？再说了，就这些人，其实也都是李承前当初打猎的时候精挑细选出来的。”看到这一幕，普氏头人好像又懂了，他开始明白了李承前的想法，因为汉人有句话叫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会儿他就更加相信李承前他们是真的想帮他们了。毕竟这样一想，大家好像都有自己的目的，有目的就对了，没有目的才真的值得怀疑。赵岩带人出发，你们在前，他们在后。李承前说完，赵岩就带着10多个亲卫骑马走在最前，那些个糙汉也是急忙骑马跟上。好在大唐上午，大多数人对于骑马都不陌生，再加上之前打猎的时候，李承前也真的让他们刻意的训练过几天，虽然肯定赶不上这些草原上的汉子，但骑个马跑起来还是没问题。有劳贵客了。到了这时，头人很是恭敬的低了低头。李承前说道：“我们汉人有句话叫做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头人不必在意，我知道头人心中有疑，你们跟在我们后面即可，让诸位草原上的勇士也见识见识我汉家禳的风采。”说完，李承前给了李勤俭一个眼神，两人也是立马跟了上去。而一直护佑在李承前身边的刘三几人也是急忙跟在左右。公子，我们就是来做生意的，干嘛要淌这趟浑水？一出了普氏部落，李勤俭就哀声问道：“犯不着啊。”李承前冷哼一声道：“你以为我们不淌这趟浑水，出得了人家部落？”听李承前这么一说，李勤俭也是一愣，他好像明白了，那公子的意思是我们就表个态，借机逃走。就在他以为自己明悟了的时候，李承前一句话又把他吓得差点摔下马去。逃走？都不说，我们此行的收获全都在人家部落里，就那些探马，你以为他们真是来找普氏部落晦气的？哼，那些家伙十有八九都是来找我们的。说完，李承前不再搭理他，让刘三将赵岩喊了过来。待会儿你带自己兄弟先过去，如果他们跟你们打探我们的踪迹，二话不说直接动手。如果他们真的是想对付普氏部落，那就表明我们唐人的身份。说到这里，李承前又叮嘱道：“记住，过去的时候快马狂奔，其实都不用等他们打探，只要看他们的反应就知道了。如果他们看到你们既没跑也没朝你们冲过来，那十有八九就是冲着我们来的。”赵岩点了点头，这事儿他懂。等赵岩再次去了前面后，李承前又说道：“刘三，你待会儿负责让那些糙汉全部散开，尽量的挡住我们身后的视线，别让普氏部落的人看出什么端倪，知道不？”刘三一听也是秒懂，但一想到自己一走，李承前身边就没几个人了，这不用管我。李承前挥挥手道：“我肯定离你们很远，管好你们自己就好。”当刘三也离开后，李承前长叹了一口气，他也没想到，他来草原上的第一天，这原本还算宁静的草原就要掀起一阵新的波涛骇浪。李承前一行人此时分成了3个梯队，赵岩带着10来人急速在前，中间是刘三带着的30来糙汉，最后面则是李承前几人。从赵岩到李承前的距离也就不到1里地。
至于李承前身后1里地的样子，则是普氏部落的骑兵。要说不紧张，那是不可能的。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换谁也怂。李承前也不过是凭着30来岁的实际心理年龄在硬撑罢了。没有说话，李承前在心里仔细地思索着现在的局势。活了2辈子，可能这是他最冷静的时候。真要说起来，现在的局势可能就李承前最清楚。他的危机主要来源于2个点：前面未知的敌人和后面普氏部落的骑兵。普氏部落的实力其实是摆在明面上的，也就几十人，与他而言，面对普氏部落，他尚且能做到进退自如。而且从普氏部落的表现来看，是有非敌。真要是敌人的话，怕是不会轻易让他们离开部落。从这一点来说，这2批人断然不是一起的。如此来看，也就赵岩他们所要面对的，才最有可能是他们的敌人。至于说敌人是谁，李承前不清楚，但这个问题在此时此刻反而是最无关紧要的。想通了这一点，李承前顿时就松了口气。后面普氏头人看到李承前等人有模有样的向外面摸过去，也松了一口气。他们若是真和那些贪婪无耻的家伙交上手，我们就冲上去。无论如何，此时有人帮忙，一定不能放跑了这些人。头人说道，这样的机会可不多，一旦让这些汉人事后离开，我们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抛开思维的误区和信息差来说，这普氏头人其实并不蠢。如果那些人真的是来打他们部落的主意，此时有人帮忙，肯定要扩大战果，最大程度的消耗敌人，否则等李承前他们事后离开，他们的实力瞬间减半，那时的他们未必还有能力做到这一切。而在草原上，你都将探马放到了别人部落门口去了，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按照草原的习俗来说，他的这个判断一点问题都没。最前方赵岩等人这会儿却是有些热血翻涌，这一群沙胚天生就是战场上的魔鬼。可能别人会畏惧战场，但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最向往的地方。什么情况你们都知道，待会儿我们奔袭而去，若是这些人不退，杀！赵岩厉声说了一句，众人皆是点头。情况他们当然知道，这些人里面也就他们知道李承前的身份，更知道之前还有吐玉魂的细作摸到了大唐境内，就是为了摸清楚李承前的情况。结果他们今天刚到吐玉魂，探马就已经摸到了他们身边，这意味着什么？不需要人解释了。马业这会儿也是憋着一肚子火，他也是斥候出身，结果他还没摸清慕容顺的底细，结果却被人摸到了李承前的跟脚，这让他觉得很是丢脸。片刻之后，赵岩打马在前，其余人紧跟其后。与此同时，在普氏部落附近的探马其实也发现了这一幕，看到了赵岩等人打马来，但他们并没有跑的意思，因为从穿着来看，这些人都是普氏部落的人。别慌，普氏部落的人应该是发现了我们，误以为我们是来打他们主意的。领头的人说道，刚好跟他们解释一下，顺便打听一下唐人的消息。他其实知道这样不好，但好巧不巧的是，他们侦探听到了一些消息，说有一支唐人商队在附近活动，他们这才过来。当然，他们也不觉得自己这事儿干得不地道。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慕容顺的亲随，是这赤水园的主人。偌大的赤水园，什么地方他们去不得？说起来，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其实也是一个误会。一来是人数很符合普氏部落现在的情况，二来是10来人为先锋，后面几十人压阵做后援，显然是有试探的意思。但他哪里知道，这只不过是李承前担心那些糙汉第一次经历这种阵仗，害怕出现大量的伤亡，影响士气。不过他们的这种应对，对于赵岩等人来说，完全就是机会。眼见这些家伙动都不动，赵岩等人怎么可能还不明白他们的意思？当下一个二个都是策马狂奔，要的就是出其不意。作为汉族，他们不可能会无视这种机会。至于说会不会是误会，这就不是他们考虑的了。在误会和需要承担的风险面前，那算个屁。这会儿众人也没说话，都是多年的老兄弟了，这点默契还是有的。当赵岩他们和探马相距不足100米的时候，探马头子终于发现了不对劲儿，太近了，这些人居然还没有减速的意思。不对，走！说话间，他急忙打马就准备跑，但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赵岩等人离他们已经不足50米。杀！赵岩一声厉喝，众人也是迅速将绑缚在鞍背上的马槊给提了起来。由于这些探马尚未提速的原因，很快两边的人就交战在了一起。电光火石间，马业率先拿下了第一个人头。双方人数相当，有心算无心，顿时就打得这群探子抱头鼠窜。误会，都是误会！探马头子急忙说道：“我们听到消息，有一队大唐细作在附近活动，特意过来看看普氏部落有没有危险。”他不说这话还好，一说这话，众人顿时杀心更重。果然，这些家伙果然是来寻摸我们的，杀！一个不留，这是所有人心里的默契。而一直盯着这边的刘三也是急忙喊道：“冲！这些无耻的强盗想要抢光我们身上最后一件衣衫，我们能答应吗？不答应。这能答应？他们身上披着的可是几十石粮食，能答应个球！”说话间，一群人快马朝战场涌了过去。赵岩他们10来人都占据了上风，他们还怕个屁！后面李承前见状也说道：“跟上，不要离大队伍太远。他也得防着后面的普氏部，如果跟大队伍的距离太远，难保后面的普氏部会做出什么来。”一时间，冬日的草原上响起了罕见的金属撞击之声。赵岩这会儿其实不着急，当然说不着急也是相对的，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不想折损人手在这里，这不是他们怕死。当他确定这些人就是来寻摸他们的后，他很清楚他们接下来要面临的是什么。他们要是折损人手在这里，对于接下来保护李承前安全的离开吐玉魂就有了不小的风险。其他人也懂这个道理，都是沙场上的老兵，谁也不是蠢货。这会儿他们要做的就是缠住这些家伙，
等刘三带人过来，集中所有力量，一举将其击破。而他们的意图，这些探子也察觉到了。他们又不是瞎子，之前还掉在后面的那些人，这会儿都是举着刀策马狂奔。如果连赵岩他们什么意图都搞不清楚，他们还做个屁的探子！突围！突围！探马头子疯狂地咆哮道：“回去告诉大王，普氏部落反了！”听到他这么说，赵岩眼睛一亮，可以适当的放走1、2个。一开始他们还担心听不懂吐谷浑的话，但自从和叔孙昌仆聊过后，孤陋寡闻的他们才知道，自从孝文帝推行移风易俗、强行汉化后，汉化居然成了他们的通用语言，反而吐谷浑话成了类似地方方言一般的存在。先有人用，这个具体原因后面再说。战场上不单单是赵岩眼睛一亮，就连马业等人也反应了过来，这是彻底将普氏部落拉拢过来的机会啊！而且事后普氏部落还得感谢他们。在这样的默契下，众人有意无意的故意松开了一道口子，制造机会让他们跑。但在故意松口子的同时，众人也没松懈，一直纠缠着众人，跟他们拼了。探马头子眼见着刘三一群人离他们只有不到100米，顿时就急了起来。一时间，赵岩等人也是不敢懈怠。不过对此大家也都有准备，不管什么样的战斗，临死反扑都是最惨烈的。好在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汉族，对此还能应付。真要说让他们镇斩这些探子，其实也不是做不到，但不敢保证自身不付出代价，这是他们现阶段不敢承受的风险。至于说刘三带着一群乌合之众赶来，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那就难说了。从心理上来说，这是绝对压制力，但从实力和配合上来说，那就不好讲了。有些时候还真不是人多就一定能赢，1+1也绝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发挥出等于或大于2的效果。跑！就在这时，探马头子瞅准一个机会，冲到了口子处。当所有人都以为他准备突围的时候，结果这家伙直接挡在了就近的一个探子身前，硬挨了一马硕。而那个探子也是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打马就跑，一点也不眷恋战场。探马头子管都没管这些，大声喊道：“缠住他们，让祖荣跑！”赵岩也看到了这一幕，瞬间做事就要去追，只不过电光火石之间，攻守易位。原本想着拼命的吐谷浑人，这会儿只想缠着赵岩等人，给那个叫祖荣的家伙争取一点时间。原本缠着吐谷浑人的赵岩等人，这会儿却是下了死手，做出一副无论如何都要截杀那个叫做祖荣的架势。而这一切的原因，不过是刘三已经带人冲了上来，这就是心理上的压力。探马头子不知道刘三带来的只是乌合之众，他不敢赌，全军覆没没关系，但至少要把普氏部落已反的消息传回去。赵岩等人这会儿心里是真乐开了花，操，还有这样的好事儿！临死反扑确实危险，但如今他们不反扑了，反而在保存体力，以求最大限度的给那个家伙拖延时间。那他们的机会可就来了。很快，因为吐谷浑人少了一人，赵岩这边多出来的那个家伙立马帮着就近的马业拿下了2杀。胜利的天平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朝着赵岩等人倾斜了过来。在这种优势下，当刘三带人赶到的时候，吐谷浑人只剩下了区3人。其实，当吐谷浑人选择拖延时间的时候，他们的下场就已经注定了。你想拖延时间，就必须保存体力，不能全力以赴。但别人呢？他们只会杀得更加凶猛。这么快？刘三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说道：“你们这些家伙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生猛了？你们是唐国人？”一听刘三这么说，被数十人围在中间的探马头子顿时一惊。他一直以为这些人是普氏部落的。我们什么时候说我们是吐谷浑人了？自从上了战场，为了不暴露身份，这么长时间众人都没开过口，就是杀。虽然吐谷浑人也说大唐话，但是口音还是有区别的。老子们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些唐朝人。马业戏谑地说道。作为斥候，被吐谷浑的斥候抢了先，这让他很没面子啊！探马头子绝望了，一声咆哮之声响彻天际。该死的普氏部落竟敢勾结大唐！是的，这是他得出的结论。若不是如此，为何大唐的人会出现在他们普氏部落，还身着他们普氏部落的服饰？赵岩都快看傻了，他妈的，这也行？就在这时，刘三在他耳旁小声说道：“动手吧，普氏部落的人快来了。”听他这么说，赵岩也就不再多言，看了看刘三身后的那数十糙汉，说道：“你们想不想试一试？斩杀了他们，战利品都是你们的。终究还是要让这些家伙试一试，否则未来他们不但不会成为助力，反而有可能成为累赘。”糙汉中有10来的胆子大的当下就骑马上前，别的不说，这些家伙的马可都是好马。说话间，10多个人就满眼冒光的冲了上前。赵岩等人则是看着这一幕，听着那些没来得及冲上去的人长吁短叹。很快，3个探子就被一群被利益冲昏了头脑的家伙斩于马下，有个倒霉蛋还被人临死反扑之时给划拉了一刀。就这，嘴里还一直喊道：“我的人头是我的。”果然，利益才是战争最好的驱动器。而随着3个探子的倒下，一场小规模的遭遇战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结束了。但谁都没有松懈，因为谁都知道这些人不过是一群探子罢了。真正的战斗这才刚刚拉开了帷幕。不管哪个年代，战争从来都是为利益服务的。当李承前骑马赶到的时候，那冲鼻的血腥味让他很不适应。作为一个后世人，哪见过这个？加上地上躺着的10数具尸体，差点没给吐了出来。好在他强行压住了那一股恶心，勉励了一番众人。他很清楚，这样的场面他总归是要学会适应的。还跑了一个人。赵岩走到李承前身边，小声对他说着刚才战场上的一些情况。听赵岩说完，李承前一愣，好家伙，这家伙居然还有带兵的能力啊！不得不说，就当时的情况来讲，
赵岩处理的已经很好了，完全没得挑剔。哪怕是他当时在场，也未必有他处理的更好。李承前略一琢磨，说道：“让马业带人追上去。不追不行啊，打到现在，普氏部落还没有真的和那些交上手，这就无法将他们彻底的和自己绑在一起。”马业其实也听到了，他懂李承前的意思，他是斥候出身啊，追上去不就是为了重操旧业吗？当下马业也没迟疑，带着几个兄弟就追了上去。李承前他们还不能走，还得在这里等普氏部落的那些家伙。很快，普氏部落的人就到了。其实他们一直就在后面，也是小心翼翼地盯着这边。不好意思，手下这些人终究是不如你们草原上的勇士，让跑了一人。李承前说道。不过头人放心，我已经让人追上去了。普氏头人大笑着说道：“公子多礼了，能得公子相助，本就是我普氏一部的荣幸。我普希若对这草原起誓，若是公子不负我普氏一部，我普氏一部永远都是公子在草原上最亲密的朋友。若为此事，草原之上将再无我普氏一部。”学着李承前的人称呼他为公子，是普希若示好的一种表现。至于誓言，他这个誓言是有前提的。基于这个前提，在他看来，这个誓言对他的约束力其实有限。李承前则是不管这些，很是高兴的也说了一些类似的话。而普希若的人则是在仔细的检查地上的探子，良久才有人说道：“头人是大宁王的人，他们在赤水原土生土长，对于这一片土地上的势力范围太过了解，哪怕这些人换上了高昌王亲随的服饰，还是被他们一眼就认了出来。毕竟这慕容顺的亲随在赤水原也是横着走的存在。”大宁王一听是大宁王，普希若瞬间懂了，他这是整合我们赤水原所有的势力了吗？说话间，他陷入了沉思。同样陷入沉思的还有李承前，居然是慕容顺。说实话，对慕容顺他突然有些看不懂了。以前看过的书里面，慕容顺都是一个倒霉蛋外加软骨头的形象，不是投降这个就是投降那个，他究竟要干嘛？李承前想不明白，但想不明白归想不明白，这丝毫不影响他开始胡诌。见普希若还在沉思，当即就说道：“听说这大宁王是你们布萨波可汗的长子，未来整个吐谷浑都是他的，他为什么要对你们普氏一部动手？就他？”李承前这话说完，普希若还没开口，他身旁的一个族人说道：“在汉人那边生活了10多年，早就没有了草原人的豪爽，一举一动都像个读书人一样，成天的就变招法的盘剥我们。若非他是可汗的长子，我早就一刀宰了他。”不得胡言。普希若瞪了说话的家伙一眼，道：“公子有所不知，大宁王虽然是可汗的长子，但并不受可汗的重视，否则堂堂大宁王怎么可能来我们赤水原？”他其实也想告诉李承前，这大宁王不足为惧。要说起来，他们一个普氏部落怎么也不可能是大宁王的对手，这会儿能有一个帮手，那就多一分希望。但有些话作为草原人他又说不出口。李承前故作听懂了的点了点头，又问道：“那大宁王为什么要对付你们普氏部落？反正不管怎么说，这锅他是甩定了。”“对，慕容顺那倒霉蛋就是要对付你们。”作为一个后世人，别的会不会暂且先不说，甩锅他要是都不会，那真就白混了。还别说，普希若还真的给出了解释，说道：“大宁王这些年一直在想尽办法盘剥我们赤水原的土著部落，哎，看来他是真想走到那一步了。他这话说的也没错。当然，慕容顺其实不是想盘剥他们，而是想整合他们，让他们有更大的能力去共同抵抗这连年的雪灾。可能是慕容顺在汉人的土地上生活的时间太长了，他觉得汉人的那一套真的不错。大灾大难之前，大家抱团取暖才是正理。但是一个部落就是等于是一个大家族，凭什么和别人整合到一起啊？大家谁不想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就这，慕容顺和他们产生了不小的隔阂。但慕容顺还是坚持的认为，彻底整合才是唯一的出路。而他们却认为，慕容顺这么做的目的是想彻底的控制他们，以达到壮大自身的目的。这么一说，我好像懂了。李承前装模作样的思考了一阵，说道：“也就是说，大宁王之所以冒充高昌王的人对你们出手，是让你们感觉到危机感，然后主动向他靠拢，驱使着你们不得不完成各个部落的融合。”说完，李承前心里快乐开了花。我真他妈是个天才，这么完美的计划，我都能帮慕容顺补齐。而听他这么一说，普希若顿时一惊，有道理。细细一想，好像还真就是这么回事。所有人上马！一想到这个，普希若当即就说道：“大宁王不仁，休怪我们不义。他们的人肯定就在不远处，正好这会儿有唐国贵客相助，跟我冲上去灭了他们。”他也不傻，不管李承前答不答应，先把李承前绑在自己战车上再说。而且不说李承前他们已经做了这一场，就现在还有一些人已经追了上去，他就不信李承前连自己的人都不要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也认了，左右他们是没有退路了。严格来说，普希若并非一个愚蠢的人，只不过信息差加上经验主义，再加上李承前的分析，他完全有理由相信慕容顺就是要对他们动手了。假扮高昌王的人逼迫他们融合到一起，那肯定要杀鸡儆猴，而他普氏部落只不过是不幸的成为了这只鸡罢了。那么在此时，他就必须将李承前绑在他的战车上，说句不该说的，最不济他们还有一条退路不是？哪怕这条退路他都不敢去想，但真到了那一步，他慕容顺能走，我普氏一步也并非就不能走。至于李承前此时也是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才有空看了看之前被划了一刀的倒霉蛋，问道：“朝政怎么样？有碍没？”“无碍，这小子也是运气好，加上此前我又专门准备了一些酒精，将养2天就没事了。”李承前之所以带着朝政，就因为他是唯一的大夫，在关键的时候能起大用。走过去看了看那个家伙，问道：“能行吗？不行的话，先在这等着，我安排2个人留下来。”
没事的，公子，就是这马，这家伙哪怕到了这时候都还惦记着他的战利品。这事儿之前赵岩也说过，按理说李承前在，他是没资格分发战利品的，当时不过是想激起这些人的血性罢了。李承前摇了摇头，说道：马不行，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缺马。他这话一说，刚刚参与了围杀那几个探子的10来人顿时没了精气神，包括其他跟随李清简一起来的人也是如此。不过李承前又补充道：马是不行，但回去后不管你们是死是活，战利品都按市价给你们算清楚。真要是不幸死了，那就让李掌柜给你们捎回家里，要是回去的时候大家都还活蹦乱跳的，那就由得你们自己。李承前怎么可能不知道利益才是驱使一切的本源，这样的错误他怎么可能犯？果不其然，一听他这话，众人心动了。马不马的无所谓，只要能捞着实惠，于他们而言都一样。再说了，他们现在用的马还是人家李承前的呢。当时出长安的时候，李二给李承前一行人配的是1人3马，一开始倒是不少，但现在看来倒是有些不够用了。公子，那我们现在？有人问了一句，其他人也是目光炯炯的等着李承前说话。刚刚他们啥都没捞着，眼巴巴的看着别人发财，那心里别提多不得劲儿了。走，上马，追上去！李承前见到他们这副表情，当下也是心里大定，士气可用，想要打劫我们，也不怕崩了他的牙。刚刚他和普希若交谈的时候，身边都是赵岩等人，这些家伙当时还在关心自己同伴的伤势，倒是没留意他们。当然，其实就算他们留意了，也不在意，只要能发财，商人也不是不能客串一下盗匪，更何况还是在这吐谷浑的境内，回大唐就算被人知晓了，官府都不会追究。至于李承前敢追上去，其实原因也简单，跑掉的那人既然认为这是普氏部落的反叛，那么以他们对普氏部落的了解，绝不会来太多人来对付普氏部落，毕竟他们主要的目的还是搜寻他，这是其一。其二则是慕容顺既然让自己的人乔装成了慕容孝俊的人，说明他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究竟要干什么，肯定也不会派太多人的出来，能派出来的人只能是心腹。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慕容顺既然让自己手底下的人乔装成慕容孝俊的人，就说明他对自己肯定没安好心，搞不好就是想杀了自己，栽赃给慕容孝俊，否则他没必要乔装成慕容孝俊的人。既如此，他没道理放弃和普希若的合作。如果能借此先截杀一批慕容顺的人，顺便还能和普希若加深合作，那他回到大唐的希望就要大多了。就现在，他倒是可以带着几十人跑，大不了舍弃马业等人，但这赤水园都是慕容顺的地盘，这边跑出去未必就不会遇到慕容顺的手下。与其如此，还不如从这里打开局面。基于此，李承前没道理不追上去。普希若一行人其实速度不快，就是为了等李承前一行人跟上来，双方都将彼此当成了一大助力，可以说他们天生就有合作基础。与此同时，祖荣一路狂奔20余里，终于赶到了他们临时扎营的地方。说起来，他们临时扎营的地方还是普氏一部的草场，只不过离普氏部的大本营远了些罢了。如果他们的探子不摸到普氏一部的大本营，普希若哪怕知道他们在自己地盘上扎营，大概也不会说什么。毕竟如今的普氏一部没落到头了。什么？普氏一部反了？扎营在此的百夫长属实没找到吐谷浑时期的军队官职，只找到将军一级。百夫长在这里不为何？上书早有记载，顿时大惊。祖荣急切地说道：是的，我们刚探听到有支唐人商队在那附近活动，结果刚靠近，都没等我们解释，普氏一部的人就杀了上来。谁让你们靠近他们帐房的？百夫长气得咬牙切齿，你这不是挑衅是什么？我们离他们帐房还有2里多地，而且当时好吧，他们平日里嚣张跋扈惯了，想想也是，作为慕容顺的亲随，赤水园的主人，有什么地方是他们不能去的？别说他，这百夫长何尝不是如此，还不是大大咧咧的带人扎营在此？混账东西！百夫长也知道这会儿说什么都晚了，当即大喊道：走，先把老六他们救出来再说。说话间就吩咐所有人准备朝着普氏一部狂奔去。而在他们不远处，马业带着几个人默默地观察着这边，只是听见营地里顿时战马嘶鸣，顿时就说道：撤，他们要追来了。本来就是来做样子给普氏一部看，顺便探查一下情况，这会儿眼见人家要倾巢出动，他不跑还等什么？只是他也没想到，刚刚一场结束，这么快就要开始第2场了。这规模不大，但强度却是不低。不管是李承前还是普希若，他们此时的选择都不多。2个心怀鬼胎的人都想紧紧将对方绑在自己的战车上，这样的合作其实并不牢靠。只不过因为种种误会，加上李承前刻意的引导，使得双方都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罢了。当马业几人狂奔而来的时候，李承前明显松了口气。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可不想折损任何一个人手，尤其是马业这样的经年老卒。公子，他们来了。看到李承前和普希若在一起，马业当即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恰好能让普希若听见。李承前还没开口，普希若就恨恨地说道：他们居然还真敢来！这更坚定了他的想法。对于这一点，慕容顺其实真的冤枉，但怪不了别人，要怪就怪他太急于求成。当然，这些草原蛮子目光短浅也是重要的原因。有多少人？李承前帮普希若问了他最关心的问题。当然，李承前自己也很关心这个问题。马业说道：起码100人。我们来的时候，他们正在整军，最多在我们后面不到5里地的样子。5里地，就算我们原地不动，估摸着也就不到1炷香的功夫，他们就能赶到。普希若皱了皱眉头。草原上地势开阔，哪怕知道对方将从哪里来，也不是每次都能找到合适的伏击点。说着，普希若看了一眼李承前。这会儿，李承前一行人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
他们普氏部也就将近100人，虽然个个都是草原上的勇士，但真要打这样一场遭遇战的话，他们的损失肯定不小。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也不敢折损太多族人。李承前其实明白普希若的意思，笑道：“头人放心就是，都到了这时候，我们早已经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若是你普氏一部被攻破，我们难说不被他们所灭口。”普希若一听，确实是这个理。站在他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慕容顺肯定不想自己的所作所为暴露，那么就在此地的李承前一行人就一定是要被灭口的。这么一想，心里顿时大定，同时也为之前将其绑在自己战车上的高瞻远瞩而沾沾自喜。一旁李勤俭是真的服气了，这明明就是奔着他们来的，结果每次当普希若摇摆不定的时候，李承前都能用3言2语坚定其信心，甚至还将其视为救命稻草，这他妈到哪儿说理去？公子谦虚了。普希若笑道：“草原上的汉子不说虚的，若是公子能助我们普氏一部渡过难关，将来公子但有所求，我普氏一部定将竭尽全力。”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站在普希若的立场上，此时的李承前都值得他感激一番。没有李承前一行人，他现在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收拢族人，找个地方躲起来，避其锋芒。他们这些马背上的汉子还好说，但是部落里的那些老弱妇孺又该怎么办？头人客气了。李承前说道：“现在我们要思虑的是接下来该怎么办。对方马上就要到了，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有公子相助，怕他作甚？”普希若大大咧咧地说道：“冲上去灭杀他们，让他们知道草原永远都是归属于真正的勇士。”他这一套颇有几分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意思，但你要真以为他就是这么鲁莽的一人，那你又错了。哪怕到了此时，他也在担心李承前是表面上答应，背地里偷摸着寻个机会跑路，所以他想裹挟着李承前的人一起冲上去，到了那时两军大战一起，可就不是你想跑就跑的了。虽然这样也有可能有折损，但普希若绝非是一点折损都承受不了的。只要将李承前一行人绑在自己的战车上，这点折损对他来说倒也不是不能接受。李承前明白他的意思，故作沉思了片刻，说道：“此举不可。”为何？普希若盯着李承前问道。普氏一部的实力，对方知道，既然敢来，断然是认定自己有绝对实力，哪怕不能碾压，至少能血拼一场。普希若说道：“不错，大宁王的亲随人数虽然不多，但也的确是我吐玉魂最好的勇士。”普希若这人倒也算实诚，哪怕此时他和慕容顺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却也没有因此轻贱于他。我们现在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不就是他们不知道我们具体有多少敢战之士吗？如果按照头人所言，我们一股脑的全冲上去，于他们而言，除了意外以外，怕是再无影响。公子是什么意思？普希若问道。李承前道：“我们需要一支骑兵，在双方交战之时，突然出现一支骑兵充当援军，那才会对他们造成极强的心理压力。他虽然没打过仗，但后世电视可是没少看。按照他的想法，就是在双方斗得旗鼓相当，谁也拿对方没有招的时候，这时候再出一支骑兵为援，一定会最大程度的击破对方的心理防线，从而迫使他们在集中出乱。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正面遭遇战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抗住，不能被人打崩了，否一切都是白瞎。”普希若想了想，觉得这也是个法子。两军交战不分伯仲的时候，突然看到对方还有援军，那对士气的打击还是相当大的。很多时候压死骆驼的往往就是那最后的那根稻草。公子想当这支骑兵？普希若又问了一句。李承前笑道：“是也不是，我的想法是让我手底下最能打的那10几个和普氏一部的勇士冲上去，而普氏一部替换下10来人和我剩下的人充当援军，只要他们冲上去能抗住第一波不溃败，我们届时援军出现定会让他们军心涣散。”李承前是真的在认真思考怎么破敌，而普希若听他这么一说，顿时就笑了。只要有他的人冲上去就行，至于说留下一些人充当援军也不是不可以，毕竟汉人有句话，兵者诡道也。最终普希若带着10余人和李承前的30来人掉在了最后，其他人则是策马狂奔。一场大战即将拉开帷幕。当然你说双方加起来估计也就200人的战斗称为大战，可能是有些夸张，但事实上200人的战斗冲击力其实也不小。公子年纪不大，但却是罕见的少年英才。普希若难得的恭维了一句，他留下来也是李承前的意思。按照李承前的想法，当前方大战焦灼之际，再由普希若带着人前去支援，绝对更能打击敌人的士气。李承前笑了笑，说道：“过誉了，小子也不过是多看了2本书而已，都是纸上谈兵，当不得头人如此称赞。”他们这会儿倒是不着急了，不管是普氏族人还是赵岩等人，临走之前他们都分别交代过，不论如何要硬扛住第一波的冲击。至于他们，连行踪都无需遮掩，只要适时追上去即可。而在前面，赵岩等人也是打马狂奔。对于李承前的想法，他们都懂。而普氏一部的族人这会儿也是一个个怒气冲冲。对于慕容顺，他们是真的忍了很久了，但谁能想到都忍成这个样子了，慕容顺还是要拿他们开刀。有句话怎么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不过是片刻的功夫，众人就看到了对面百10快马朝着他们狂奔而来。他们看到了对方，对方自然也看到了他们。看到他们的第一时间，祖荣的心里就是咯噔一下，6叔他们都死了。若非如此，普氏部的人不会这么快追上来。百夫长，就是他们！祖荣愤怒地说道：“6叔他们一定战死了，我要为他们报仇！”说完，祖荣一马鞭狠狠地抽在了马屁股上，顿时就冲了出去。而看到对面快马狂奔而来，百夫长也是怒火直冒，这普氏部落的人还真反了，否则谁敢在这赤水原截杀他们？普氏一部谋反，冲，给我杀！当下百夫长暴喝一声，
此时已经不是他说退就能退的，别人都举着刀枪冲上来了，难道还能让他打马就跑？那大宁王的脸面往哪里搁？再说了，就普氏部落这不到100人，他还真没放在眼里。别看他们人数比别人多不了多少，但作为大宁王的亲随，这份自傲还是有的。再说了，他哪怕有1万个理由撤，但有一个理由却是让他不得不迎上去。对面赵岩看到他们冲上来，顿时大喜，他就怕这些家伙停下来，两边开始掰扯，那很容易出现纰漏。当下也是喊道：“就是他们，兄弟们，给我冲！”一瞬间，他带来的那些人都冲了出去。而一旁普氏部落的人见状，心说：“我们才是草原上的勇士，被这些汉人给比下去了，那得多丢脸！”当下也有人喊道：“杀！莫要让汉人兄弟看我们笑话！”只是片刻，双方人马就交战到了一起。要说赵岩等人还是猛，今年老卒战场上的经验比慕容顺的亲随都丰富，只是双方接触的瞬间，就在众人的配合下，将冲在最前面的几人斩于马下。唯独跑掉的，居然又是那个祖荣。普氏族人，你们莫非是真要谋反？百夫长一边挥刀大战，一边厉声质问道。他是真的认为这些家伙想要谋反，否则怎么会对他们出手？而且初一交战就是如此的惨烈。他这话一出，赵岩等人心里都是一愣，怕就怕他们双方对峙，这要是一对峙，可不就暴露了吗？当下也是杀得愈发的凶狠起来。而普氏这边领头的，就是当时跟在普希若身边接话的那个家伙。闻言当即说道：“谋反？我呸！原来这就是你大宁王府打的如意算盘，偷袭不成就打算用谋反的罪名来诛杀我普氏一部。可是你们也不看看自己身上披的那层皮，你有什么立场来指责我？我倒要问问你们，你们是不是背叛了大宁王，投奔了高昌王？漂亮！”听到他这话，赵岩等人顿时松了一口气。这也是当初李承前为什么要将普希若留下来的原因。普希若这个人喜欢想，喜欢琢磨，但他身边的这些人可就没他那么多心思了。尤其是这个家伙，那对慕容顺是深恶痛绝，绝对会先入为主的将慕容顺当成一切的幕后主使。百夫长一听也是一愣，他倒是没忘自己如今是高昌王亲随的装扮，关键是这事儿没法解释啊！难道他说我们装扮如此，就是为了冒充高昌王的亲随，在赤水原劫杀大唐太子？这他妈是要命的好吧？本来慕容顺在赤水原就不怎么得民心，这要是让他们知道了，还不得直接传出去，到时候都不需要高昌王做什么，大唐的皇帝估计就得怒而兴兵了。冥顽不明，杀！百夫长不想解释了，他发现不论如何，这普氏一部必须灭了。就凭他们发现了自己一行人冒充高昌王的人，这些人就得死了。否则，日后大唐太子在吐玉魂死于高昌王亲随之手的消息传出来，这些人立马就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了。这种后患不可留。他之前之所以放着搜寻大唐太子的头等大事不做，也没去禀报楼宁和大宁王，就是担心普氏部落发现他们的身份。现在看来，自己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一时间，双方的大战变得更加激烈起来。当然，真要说起来，普氏一部并非他们的对手，毕竟他们的确是草原上最好的勇士。只是他们也没想到，普氏部落里竟然混着10多个大唐的汉族，关键是这些家伙配合极其默契，一个不留神就让他们钻空子偷一个人头，这让他们打得很是被动。赵岩等人的策略很简单，杀人是目的，救人不是。有限量的消耗普氏部落的实力，其实也是他们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双方交锋不过是半炷香的功夫，各自都死伤了将近10余人，战况之惨烈可想而知。对于他们双方来说都没有退路，百夫长不能退，必须杀人灭口，否则就是一个莫大的隐患。普氏一步也不能退，部落生死存亡之际无路可退。就这个原因，注定了这是一场不死不休的战斗。金属的敲击声，战马的嘶鸣声，再加上不时有人传来的哀嚎和绝望之下的怒吼声，这就是战争。哪怕仅仅不过是200来人的遭遇战，他也一样惨烈，一样残酷。百夫长不能退，普氏一步不能退，赵岩等人同样不能退。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所以每个人都无路可退。这也注定了是一场不死不休的战斗。杀！普氏部落的人倒下了一个又一个，但是杀意却也是越来越强盛。他们的背后是家园，不战又当如何？冲！百夫长他们又何尝不是如此？今天放过了普氏一步，将来就有可能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战场上比拼的永远都不是个人武力，而是团队，是勇气，是悍不畏死的精神。力斩100人亦可全身而退的勇士不是没有，但这样的人真的很少。再说了，100人可敌，1000人呢？10000人呢？在战场南边的小山坡上，李承前看着远处的一幕，虽然看得不真切，但也算是第一次见识到了冷兵器交战的残酷。该我们了。普希若眼瞅着大战越来越焦灼，语气中充满着豪气。作为草原上的勇士，他从不惧任何战斗。李承前点了点头，说道：“头人先带人冲下去，引以为援，给敌人制造压力。我的人分2次紧随其后，给他们制造出我们有着源源不断的援军假象。”虽然李承前临时改变了计划，但普希若也没说什么。到了这个时候，他没理由再怀疑李承前，那就有劳公子了。说完，举起刀怒吼道：“冲！”他很干脆，没有任何拖泥带水。而他的族人同样干脆，听到普希若一声冲，当下就打马而下。不过片刻，10多人已经快马奔袭了数百米，而正在交战的普氏族人发现普希若带人来了，当即就大喊道：“兄弟们，杀！头人带着援兵赶到了！”这是早就定好的策略，只要发现普希若带人来，他们就配合造势。而听到这声音的百夫长也是一愣，普氏部落能战之士就这么多了呀？
普希若还能从哪里弄来援兵？一马硕隔开了身前对手劈过来的刀，打眼一瞅，当即喊道：“别怕，普希若那老匹夫就带着10来人，估计是把部落里能挑出来的都挑出来了，怕他作甚？给我杀！”他自然知道该如何提升士气。在这个紧要关头出现一支援军，对于他们来说是很打击士气的。他现在是真的后悔，早知道不管如何都要带点弓箭的。但是之前他们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劫杀大唐太子，自家的箭矢都有特殊的标记，为了不暴露身份，就没带出来。莫慌，后面还有援军，给我杀！很快，普希若带着10来人就冲进了战团，直接就找上了拿着马槊的百夫长。他们突然多了10多个生力军，本来就对百夫长他们构成了强大的压力，而普希诺的话更是像一把刀子一般戳在了众人的心里。这还怎么打？一开始双方就打了个旗鼓相当，这会儿多了10多个生力军，压力本来就大，要真是还有援兵，这还打个屁！别听这老东西胡诌！百夫长当即一边和普希若硬拼，一边喊道：“普氏部落算上牲口，所有公的都在这了，他从哪里去弄援军？难道是把那些婆娘也派上来吗？那正好，杀完了这些畜生，刚好让兄弟们泄泄火。”他必须提升大家的士气，所以言语中尽是粗鲁。不过他在提升自己这些人士气的时候，同样也激怒了普氏一部，这使得双方的战斗变得更加的惨烈起来。刘三，到你了，带10来人给我冲下去！远处，李承前深呼了一口气，他还是小看了慕容顺的这些亲随，原本两边杀得旗鼓相当，他还以为普希若带人一下去就能彻底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他忘了，为了活下来，人的潜力是无限的。没办法，他只得让刘三带着10多人再次冲下去，给慕容顺的那些亲随制造更大的压力。刘三是个好战分子，正准备打马就去，李承前突然说道：“这样，你们一个一个冲，每10几20米的样子，跟上一个，所有人都上，尽量让他们以为我们后面的援兵源源不断，给他们最大的心理压力。”说完，又对那些糙汉说道：“听好了，战利品5成归公，其余的都是你们的，回桃园后统一结算。”那些糙汉一听，顿时眼睛一亮，恨不得立马就冲下去。虽说少了一半，但大家都知道，这一半就不少了。对于刘三来说，用计什么的跟他无关。李承前说干啥他就干啥，当下也没迟疑，点了点头，又对那30几个糙汉交代了一声，第一个就冲了下去。刘三也不是傻子，他让之前参与格杀了那3个探子的糙汉都跟在自己后面，其余人最后。说到底，他对这些家伙冲上战场其实不怎么看好。不过这些家伙却不是这么想，你让我打仗，我可能确实不行，但是让我抢钱的话，娘西皮的，给我来10个。很快，一溜的人马再次奔向战场。说实话，看到这些人一个一个犹如天游一般的涌向战场，李承前心里都在打鼓，到底行不行，他也不知道。不管怎么说，他终究是没这方面的经验，只不过是结合了自己后世的种种知识来判断这一切。但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谁又料事如神？见那些糙汉都冲了下去，李承前身边包括他在内，仅仅就剩下6人，一个李勤俭，一个朝政，另外3人则是负责护佑他的。王清、方平，你俩现在什么都不管，找个地方分开躲起来。至于你们的藏身之处，对任何人都不要说，记住，是任何人。李承前说道。他必须做最坏的打算。王清一听，顿时愣住了，说道：“公子身边的人手本来就不够，我俩要是一走，不，你们只要躲好，我才是最安全的。”李承前摆了摆手，说道：“记住，只要听到我遇险的消息，无论如何，你们都要想办法把消息给我传回去。当然，只要你们藏好了，其实没人敢动我。”到了这个时候，他的身份反而成为了他的护身符。李承前从来都不是一个将自己生命视为儿戏的人，就算曾经的他是，现在也不是。他穿越到大唐，只是想活着，自由的活着，所以他又怎么可能将自己置于险地？他没思量过这场仗要是打输了怎么办吗？他想过的，所以他才让王清和方平找个地方藏起来。只要他们还活着，他就一定能活着。不管是慕容顺还是慕容孝俊，哪怕是慕容浮允，都不敢拿他怎样。这就是他身份的好处。当今天下，大唐的国力最强，谁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名正言顺的劫杀大唐太子？不管慕容顺是什么目的，就从他让亲随乔装成慕容孝俊的人来看，他其实也不敢。这就是李承前的底气，也是他的底牌。想到这里，再想想慕容顺，他突然笑了。跟我斗？你凭什么呢？不说李承前，继续将目光放在战场上。随着普希若的加入，慕容顺的这些亲兵其实已经很吃力了。之前双方就占了个势均力敌，这会儿又多了10来个生力军，这压力自然就大了。当普希若看到刘三这家伙提着马槊拍马而来，当下就大声喊道：“勇士们，杀！我们的援兵到了！”这会儿他心里也是震撼，这刘三屁股后面跟着1溜人，因为角度的原因，感觉就像是援兵源源不断一般。随着他的高喝，普氏一部战意更盛，而与之相反的则是慕容顺的亲随，顿时只觉亡魂大冒。这该死的普氏部落居然还有援兵，这是他们如何也想不到的，当下就士气锐减。百夫长心里也郁，这些人他妈的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不应该啊！此消彼长之下，慕容顺的亲随也是节节败退。本来他们的压力就很大了，这会儿再有援兵，他们如何能敌？更让他们恐惧的是，这援兵就像是源源不断一般，一会儿蹦出一个，这还怎么打？赵岩等人瞅准机会，也是欺身而上。只是片刻，慕容顺的亲随又有几人被斩于马下。撤！百夫长看了眼，顿时痛苦地喊道：“不能再打下去了，再打下去就要全军覆没了。哪怕是普氏一部，也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但他们全军覆没，这个消息就没人能传出去。势均力敌能战，生死相搏，哪怕险胜也能战，但是这种对方不断涌现出援军，瓦解他们的士气，那就没法战了。本来就已经到了生死相搏方能取胜的地步，对方还有生力军加入战斗，那还打个屁！随着他一声高呼，本就无心再战的亲随迅速脱离战场，打马就跑。而普希若岂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跑掉？当下也是大喝一声：“追！勇士们，杀光这些窥忌于我们家园的强盗，为后来者戒！”只是瞬间，原本的遭遇战就变成了追逐战。草原上，两股烟尘迎风而起。远处，李承前看到这一幕，终于松了口气，这才说道：“我们也跟上去。孤零零的留在这里，其实并不安全。远远的跟着大部队，多多少少还是要心安一些。公子，要不我们先去把王清和方平寻回来？”最后一个亲卫说道。这会儿，慕容顺的亲随已经溃败，暂时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李承前身边的护卫力量不够，所以他才有此一说。不过李承前却摇了摇头，说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急，在我们彻底安全之前，就让他们潜伏起来。只要他们还安全，我们同样安全。谁知道之后是个什么局面？李承前必须留一手，万一被慕容顺的人给堵住了，这也是他活命的一个底牌。”说完，也没多做解释，率先就骑马跟上。慕容顺的亲随这会儿也是玩命的在跑。一开始他们还真没将普氏一部放在眼里，但随着双方交战，大家都没有退路，也就没人留守。加上赵岩那些杀胚，双方倒也打了个势均力敌。但随着普希若带人加入战团，哪怕只是10来人，却也给他们制造了很大的压力。哪怕如此，他们都还有必胜的决心。可是随着刘三带着人再次奔向战场，他们彻底绝望了，因为他们已经发现想要全歼普氏一部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他们杀一个，对方就多一个甚至几个，这他妈无休无止下去，谁能杀得完？而普氏一部由于源源不断的援军，士气大盛，实力也愈发强大。到了这会儿，不跑难道留下等死？人就是这样，当希望越来越渺茫的时候，剩下的就只有绝望。追，能杀多少杀多少！普希若大喊一声，这一声其实不是说给自己人听的，而是说给慕容顺亲随听的。他也知道撵狗入穷巷必将面对绝望下的临死反扑，这样一来，他们可能还会有伤亡，这可不是他想看到的。大战到此，他普氏一部死伤30有余，这已经让他很心痛了。到了这里，可能就有人好奇了，他们是游牧民族，咋没弓呢？有的，只是最近几年连年灾荒，他们已经没多少见识，而不多的弓箭，其实他都留给了部落里那些老人。那些老人的确没有能力再参与这样的冲阵，但挽弓射箭的能力还是有的。他也是担心自己等人全部折在这里，给部落里留下一丁点的希望罢了。哪怕这样一来，他们会打得很艰难，但这重要吗？不重要的，他们所有的浴血奋战，不就是为了让族群繁衍下去吗？赵岩等人听他这话，心里也松了口气，这样挺好。他们也不想赶尽杀绝，总得有人把普氏一部的消息传出去，这也能让慕容顺分一些心，少把念头打到他们身上。一路追杀至普氏一部的草场边缘，普希若手一扬，众人勒马而停，不追了，回去。众人遗憾地看着绝尘而去的40多骑，他们也想把这些人全部留下，但真的不能再追了，否则部落遇到危险，他们都没办法驰援。赵岩等人也不想追了，毕竟李承前还在后面，他们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保护李承前，本末倒置的事可不能做。一路搜捡战利品，很快众人就看到了迎面来的李承前等人。公子果然大才！看到李承前，普希若大笑着迎了上去。李承前却是怒目圆睁，一脸愤懑地盯着普希若，怒声道：“头人是何意思？”他这话一出，赵岩等人立马严阵以待起来，而普氏一部也是一愣，什么情况？刚刚不还携手杀敌来着？怎么这就翻脸了？一瞬间，刚刚结束战斗的众人再次剑拔弩张起来。李承前想制造冲突吗？当然不是，但他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态度，清楚明了地告诉普希若：“你的想法我懂。”普希若尴尬一笑，手一抬，身后那些普氏族人顿时放下了手中的兵器，但却没有放松警惕。公子误会了。普希若笑道：“追杀至此，我们已经无力再追，唯恐他们前面还有伏兵，是吗？”李承前冷笑道：“该不会是头人故意放跑他们，想把我们这些人彻底的绑在你们普氏一部的战车上吧？”普希若咳嗽了2声，好吧，他还真有这样的想法，把这些人全部杀完了，对谁最有利？当然是李承前啊！在普希若看来，李承前盲目的掺和了进来，现如今最该做的就是杀人灭口，然后他就可以离开草原，回到大唐境内。但他怎么可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如今他普氏一部伤亡30余人，实力锐减，若是不得李承前一行人的帮助，之后他们拿什么抵抗？再说了，慕容顺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拿他们开刀了，灭口不灭口的对他们来说其实都一样。当时他都准备暴露李承前他们大唐人的身份，彻底让李承前和慕容顺对上，但最后为了避免彻底和李承前等人交恶，这才放弃了这个想法。没有的事儿，实在是力有不逮。普希若当然不会承认。李承前脸上一脸的怀疑，但也同样扬起了手。赵岩等人见状，也是将马术收了起来。对于他们这位殿下，众人是愈发的服气了。其实放跑这些人对他们来说没任何影响，但李承前就是能将利益最大化，说句难听的，就是能完美的将屎盆子扣在别人头上，还让人挑不出理来。战利品，我的人先挑。李承前冷冰冰地说道。普希若闻言大喜，他知道自己的小把戏被人看穿了，这会儿就怕李承前跟他翻脸，左右不过就是一些战利品，和族群生死存亡之危相比，那都是小事情。当下就说道：“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此一战若非得公子相助，我普氏一步堪忧啊。李承前没再多言，手一挥，赵岩等人乐呵乐呵的去收取战利品了。到了此时，刚刚的剑拔弩张也彻底消磨了。这一幕看得跟在身后的李勤俭叹为观止。做生意他的确是一把好手，但是这种事情他可就不咋地了。而这会儿他也开始怀疑起李承前的身份了，这真是陇西李氏的嫡系吗？赵岩等人看上去一个个都像沙胚一般，怎么可能是普通的护卫？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这点眼力劲儿还是有的。李承前没有管他，看了看骑马而来的普希若，倒也没有急于开口。这会儿他心中应该还有不满才对。是我欠考虑，公子莫要多心。普希若很是殷勤的说道。叹了口气，李承前说道：头人这事儿办得不地道啊。普希若有些尴尬，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对于草原上的汉子来说，如此坑朋友确实不地道，但他哪里知道，如今他被李承前坑得死死的，居然还要向别人道谢，这他妈到哪里说理去啊？见火候也差不多了，李承前说道：接下来我们可就麻烦了哟。对此，普希若点了点头，的确，放跑了这么些人，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集结更多的人再来。但对他来说，放跑不放跑，其实结局都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放跑了他能将李承前彻底的绑在自己的战车上罢了。当然，他也不知道，其实最应该杀人灭口的反而就是他们，真正需要放跑那些家伙的反而是李承前一行人。搬家，这地方留不得了。普希若想了想，说道：事到如今，只有迁移部落这一条路可走，要是还留在这里，搞不好一会儿别人又带来人了，这对他们来说可就是灭顶之灾了。经历之前的失败，他们肯定会派更多的人前来，他们不是每次都有这么好的运气。李承前会心一笑，这才是他要的结果。头人心中可有目标？李承前问道。普希若摇了摇头，说道：目标暂时没有，但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大草原上，想找一个地方暂时藏起来，还是能做到的。他这话完全就是吹牛逼，目标他还真有。狡兔三窟，作为一个在草原上世世代代生存的族群，怎么可能不给自己思量退路？只是这些话他是不会跟李承前说的。说到底，哪怕我们合作过，但关系还真没好到那个地步。李承前懂，当下也没多言，手一挥，众人赶紧收捡战利品，就往普氏部落赶。100多人在大草原上来去如风。一回到普氏部落，李承前先是了解了一下自己手下的伤亡情况，让他欣慰的是，除了赵岩等人受了点轻伤外，其余人倒是屁事儿没有。这不碍事，有朝正在，这点轻伤当不得多大个事儿。当下就说道：所有人收拾好东西，准备回桃园。李承前突兀的一句让普希若顿时一愣，刚刚还准备去安置一下那些伤员的他，立马就朝李承前这边走了过来。公子，如今你们贸然离去，大宁王怕是不会轻易放过你们啊，还是和我们在一起的好，大家彼此还能有个照应。好好的，怎么李承前说走就要走？普希若完全有些搞不清楚状况。李承前却是摆摆手，说道：普氏一部如今已无危险，我也完成了对头人的承诺，可是你们有地方避难，我们没有啊，还请头人理解。如今唯有回到大唐，我们方能安全。你连个藏身之所都不愿意说，我能不逼你一下？普希若闻言，哪不知李承前的意思，但他也属实为难，那地方是他们普氏一部最后的希望。原本他也是打算带着李承前一行人朝那地方赶，临了的时候再想办法将李承前一行人甩掉，但现在看来显然是行不通了。犹豫再三，和部落里几个老人又商议了一番，普希若终于走进账房，拿出了一张羊皮地图，道：公子请看，这是我部落早年发现的一座山谷，因为那一带一直草场不丰，没有哪个部落在那里落脚，要是公子不嫌弃，不妨跟我们一起去避避风头。对于这个年代的地图，李承前看不太懂，让赵岩上前查看了2眼，见赵岩点头后，这才说道：头人若是早这样，何至于此？他也需要一个在吐谷浑的落脚点。对于李承前而言，桃园从来就不是他的终点，哪怕他在桃园有一个庄子，但何时见他对那个庄子上心过？他真正想落脚的地方一直都是吐谷浑，原因无他，只是因为大唐的每一寸领土都是李二的，那个他曾经敬仰，如今害怕的李二，只有踏出大唐的领土，他才觉得自己的人生可以自己做主，仅此而已。所以当机缘巧合之下，普氏部落误以为慕容顺是要整合赤水原各个部落的时候，李承前就筹谋着如何抓紧这次机会。事实上他也做到了，普氏部落也终究和慕容顺站在了对立面，一口气杀了慕容顺数十亲随，哪怕慕容顺脾气再好，肯定也要做些什么，否则他何以服众？那些亲随又该如何看他？按理说赤水原不大，面积也就5万平方公里不到的样子，具体多大，简单的来说也就后世半个江苏大而已。是的，你没看错，就有这么大。再加上吐谷浑地广人稀的特点和古时候交通不便的因由，就如今赤水原还有广袤的土地上荒无人烟，在这种情况下，普氏一部知晓一些险境避祸也就成了人之常情，而这险境正是李承前想要的地方。你要是让他这几十人在赤水原寻找这样的险境，运气不好，没个10年8年他都找不到。公子先忙，我也要安排族人准备迁移。普希若深呼了一口气，也不知道心里怎么想的。那地方本来就是普氏一部给自己留的退路，现如今就这样让别人分享了去，要说心里没疙瘩，断然是不可能的。但他也明白，此时若是没有李承前的这一行人，他们的迁徙之路极为难走。就他们部落里老弱妇孺算在一起，也就300人左右的样子，而真正能战敢战之士不足100人，真要遇到慕容顺的亲随，他们哪来的抵抗力？哪怕就是加上了李承前一行人，前路也是堪忧。头人莫要多想，如今我们的处境都是一样，
若是有足够安全的地方让我们栖身，相信我，我一定会和头人面对之后将要面对的一切。李承前言辞诚恳地说道。占了人家便宜，当然要说两句宽人心的话。普希若沉重地点了点头，倒也没有多言，转身就忙着安排自己的族人准备迁移了。至于李承前，则是笑了笑，回头对朝政说道：“先帮赵岩他们处理一下伤口，记住，我需要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恢复作战能力。”朝政点了点头，这些家伙的伤都是轻伤，加上之前受伤的时候，大家也帮着给自家兄弟包扎过，倒是费不了他多少功夫。看了一眼普氏部落那边的伤员，李承前又说道：“给我们自己人处理完伤口后，帮着他们也处理一下。记住，酒精这个东西暂时别用在他们身上。”朝政虽然不懂李承前这话是什么意思，但也点了点头。很快，整个普氏部落就开始忙碌了起来。忙碌起来后，很容易就能看出几家欢喜几家愁。相对于普氏一部因为放弃生存了这么多年的家园而满脸的愁容，李承前这边则要欢快得多。尤其是那些糙汉，这次他们可是赚大发了，不单有做生意赚来的羊皮，还有一场大战缴获的战利品，这让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是笑意连连。虽然之前的大战他们是最后上的，但也正因如此，等他们上战场的时候，那些家伙早就溃败了。得整场大战下来，他们无意伤亡不说，还抽空捡了几个人头，再加上最后李承前借故发飙，他们还捞着了第一批收捡战利品的美差，这会儿能不笑得见牙不见眼的吗？一直折腾了小半个时辰，眼瞅着天色渐渐变得暗淡了下来，普氏一部才收拾妥当。没办法，他们人多牲口多，家当也多，300来口子人，收拾起来自然要些时间。公子可以出发了。普希若走了过来，说道。李承前点了点头，这有啥好说的，那就出发呗。哪怕现在天色已暗，那也得出发啊。不管是站在李承前还是普希若的角度来看，别说只是天黑了，就算是今晚天上下刀子，那也得动，要不然等着慕容顺晚上派人来把他们从被窝里拖出来砍脑袋。所以对于现在出发，众人都没意见。不过在这个时候，那就必须得说一说普希若这个人了。在出发之前，普希若干了一件事儿，让李承前彻底的不敢再小看古人。这事儿其实也不复杂，很简单，但也很细心，同时也是很狠心的一件事。普氏一部因为家当多，所以马拉的板车都有数十辆，而这数十辆马车里有10来辆马车极为特殊，因为上面装的全是石头。一开始李承前还不知道这马车是用来做什么的，正好奇呢，就见普希若和他们部落里的一些老人含泪相拥，然后那群老人径直走到了那些装满石头的马车边上，赶着马车就走了。在寒冬的夜里，那萧索却又洒脱的背影给李承前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李承前懂了，那一刻他突然发现，任何一个族群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绚烂的印记，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收起你们廉价的眼泪。眼瞅着族人眼泪水在眼眶中打转，普希若说道：“为了部落，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如他们一般。今天他们不过是先行者，若是明天需要我们为了部落牺牲的时候，我们同样也是先行者。记住，他们是我普氏一部的勇士，哪怕他们再也提不起刀，拉不开弓，但他们永远都是我们普氏一部的勇士。现在我们要做的只有离开，如此才能不负他们用生命为我们争取到的机会。所有人听令，出发！”李承前摇了摇头，同样上马说道：“出发！”虽然话这么说，但他的目光还是看向早已被夜色所淹没的那些老人。马车有辙，普希若为了避免被慕容顺的人追着车辙撵到他们，居然想出了如此狠辣的方法。如今大部队还没出发，地上就有了好几个方向的车辙。李承前在想，如果有一天他遇到了同样的困境，他是否能像普希若一般狠心？这一夜注定是奔波的一夜。不过谁也没有抱怨，都只是默默地赶着路。他们知道，当那些老人赶着装满石头的马车离开后，生命就已经走到了尽头。哪怕慕容顺的人没有追上去，离开了族群的老人也无法熬过这个寒冬。但为了族群，他们依然义无反顾地去了。他们伟大吗？当然，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李承前还是想不明白。终于，他问道：“刘三，你们拿命在战场上拼，究竟是为什么？还有李掌柜，你抛家舍业的跟着我来到这西北苦寒之地，又是为何？”刘三打个哈哈说道：“我们能为啥？活着呗，活着才能跟着公子吃香的喝辣的。”这家伙的话没法听，完全没有参考价值。李承前看向了李勤俭，李勤俭想了一下，一脸苦笑的说道：“来这西北，无外乎是想跟着公子做出一些成绩，上可光宗耀祖，下可为子孙后代积攒一些家业。”李承前点了点头，这没错。一个人不顾一切的奋斗一生，不就是为了家里老者老有所依，幼者又有所顾？但回头再想想那些老人，他突然发现他的确不是一个合格的太子，因为他的心还不够狠。至少现在他还没办法让那些老人在本该颐养天年的年纪，用生命最后的余光发挥余热。沉默了良久，李承前说道：“赵岩呢？”听他这么一问，刘三当即呼喝了一声。赵岩闻声而至：“公子，你找我？”赵岩问道。李承前说道：“之前收捡战利品的时候，慕容顺那些亲随的衣服可有收捡？”赵岩点了点头，他知道现如今的处境，有些事儿不用李承前说，他都自己做了。见赵岩点了点头，李承前小声的说道：“问问马业附近有没有人数不多的小部落。”公子的意思是？赵岩其实懂，当下也没让李承前多言，说道：“属下懂了，我这就去找马业商量一下。如今明面上是慕容顺要整合整个草原部落，既然这样的理由他们都帮慕容顺想出来了，要是不灭几个小部落，如何坐实慕容顺的恶行？”李承前没有多言，苦笑了一声，突然觉得有些讽刺。之前他还在联系那些可怜的老人，这会儿却是亲手将屠刀举了起来。一时间，
他觉得自己虚伪无比。曾几何时，我会用杀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但你让他停下来，不可能的。如果不坐实慕容顺的恶行恶事，普氏一部早晚会察觉到不对，那时候不说影响双方的关系，甚至还会交恶。而且不将这赤水园彻底搅乱，他又该如何在这立足？冷血这个东西从来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天成长的路上一步一步改变的。行至月上中天的时候，普希若终于让众人停了下来。公子，我们现在差不多出来50来里地，可以休息会儿了。普希若对李承前还是很重视的，专程过来说道，让大家合衣而眠，然后把哨探放出去10里之地，再不休息会儿，很多人都扛不住了。其实李承前的人还好，但普氏一部老弱妇孺都有，这要是再不休息会儿，他真怕出事情。至于说危险，危险自然是有的，不过他为此也做了不少安排，问题不是很大。那就休息一会儿。对此，李承前没啥意见。对于如何在这草原上求生，他相信普希若比自己更有经验。将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这是后世交给他的东西。听李承前这么说，普希若这才急忙带着人去忙活。而在众人开始休息的时候，李承前却是坐在一个火堆旁，陷入了沉思。他在想，如何才能在接下来的草原动荡中将利益最大化。可能他自己都没察觉到，在不知不觉间，他已经逐渐开始了阴谋化。想着想着，李承前可能因为一天的忙碌睡着了。等他醒来时，天光大亮。不知道是他们运气好，还是普希若的那些安排真的起了作用。昨晚一夜平安。李承前醒来的时候，大家都在忙碌地准备着早餐。粗略地看了一眼，李承前好奇地问道：“怎么感觉像是少了些人？”普希若又把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分了出去。刘三叹息地说了一声。李承前闻言一愣，也没再多言。他懂，站在一个族群的头人位置来说，普希若其实并没做错什么，他只是在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族人最大的生存空间，这算是错吗？不算的。但是对于那些老人来说，这是不是太过于残忍了？李承前不知道他们中间的每个人是否都是自愿的，但这样的事对他来说还是有些难以接受。但他似乎也忘了，就在昨晚，他还极其恶毒的想要挑起整个赤水园的混乱。两相比较之下，他才是那个恶人。而且普氏一部如今的遭遇，又何尝不是他一手造成的？人啊，就是这样，能找到1万个理由宽恕自己，却找不到一个理由原谅别人。又过了几天，李承前一行人终于无惊无险的来到了普希若所说的山谷。不得不说，普氏一部的确是很会找地方。虽然说赤水园一带多是盆地，海拔也不高，但并非说整个赤水园就全都是盆地，四周的山势也是极其险峻。而普氏一部找的正是这么一个地方，四周环山，气候条件也更加恶劣。李承前估摸着，这里的海拔就算不到3000，也无限接近3000了。而那山谷更是一绝，说是山谷，更像是一条峡谷，仿佛曾经有巨人手拿战斧，将一座大山一分为2了一般。这山谷距离我们部落约莫300来里的样子，加上气候条件恶劣，一般很少有人来这里，倒是让公子跟着我们受苦了。普希若一直到了此地，整个人才松了一口气。这一路上，部落里的老人大多都被他沿途丢下了。要说他心里是个什么感受，估计没人知道。这地方叫什么名字？李承前问道。普希若摇了摇头，说道：“还没取名，要不公子给取一个？”李承前脑子一动，会心一笑，道：“日月山如何？坐西朝东可观日，坐东朝西可养月。”日月山。普希若轻声念了2句，说道：“不错，就日月山。日月山这名字，那可就有讲究了，至少对李承前来讲是有讲究的。他清楚这个地方将来极有可能就是自己在吐玉魂的大本营，怎么可能没有讲究？时间回到3天前，当李承前等人还在朝日月山日夜兼程的赶路时，慕容顺却是气不打一处来。没办法，出了这么大的事儿，百夫长必须向楼宁汇报，而楼宁也得向慕容顺禀报。所以当慕容顺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那叫一个气，指着楼宁的鼻子骂道：“你们就是这么办事的！”他是怎么也想不明白，好端端的怎么就和下面的部落发生了冲突？关键是这个节骨眼上还让别人发现了他们冒充慕容孝俊的事。这以后要是传出李承前被慕容孝俊的亲随所杀，他还有好日子过吗？不说唐皇会怎么样，就是他那个当可汗的爹，估计就会亲自把他绑起来送给唐皇。谁让他这些年就从没受到过他爹的重视，卑职无能，我马上就派人屠了普氏一部。楼宁也憋屈啊，这事儿能怪他吗？谁让你这些年要整合这些部落，让这些小部落一个个人人自危？你以为他们不怕呀？但是这话没法说，站在他的立场上来说，部落整合的确是一条出路，毕竟他们楼氏一族也是大族，哪怕部落整合了，他们也有很强的话语权。慕容顺想了想，说道：“记住，那个什么普氏一部，一个人都不能留。在解决他们之前，暂时不要对付李承前。不管怎么说，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得解决。他也不是傻子，在没有确定消息是否传出去之前，他不会冒险的。”楼宁也知道这个道理，点了点头，又说道：“殿下，之前我的人说普氏一部有援兵，我们要不要调查一下这些援兵的来历？我总觉得这些援兵来历有些问题。我问过，就普氏一部附近都没有部落异动，但在冲突发生前，普氏部落附近有一支唐人商队在活动。”慕容顺问道：“你的意思是，那支唐人商队极有可能是李承前的人？”“不是没这个可能。”楼宁说道：“如今各个部落都因为这些年的雪灾，实力锐减。别说我们暂且没有对付普氏一部的想法，就算真的有，他们难道就不怕自己部落也遇袭吗？所以他们哪来的援兵支援普氏一部？”听楼宁这么说，慕容顺陷入了沉思。这个事情他就必须好好琢磨琢磨了。如果那支唐人商队真的就是李承前一行人，
那这件事儿就有些不对头了。首先，我们假设这支唐人商队就是李承前一行人，而普氏一部的所谓援兵也是他们。按照这个假设来分析的话，就算普氏一部的人怀疑我们要对他们出手，但是李承前一行人有什么理由帮助普氏一部？利益？就普氏一部来说，他们有什么资格跟大唐的太子谈利益？他们给得起什么？如果不是利益的纠葛，那就一定有别的原因。账房里还是如前几天一般，就3个人，一直没说话的中年人说着说着就看向了楼宁。不是，姓邱的，你看我做甚？楼宁不满地嚷嚷着。两人都是慕容顺的亲信，但楼宁对这个不怎么吱声的家伙有些发怵。如果殿下的假设都成立，那么大唐太子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邱伯文说道，他已经察觉到了我们的目的。不可能。邱伯文一说完，楼宁顿时就直起身子反驳道，此次我派出去的都是精锐，不可能1天不到就把自己的动机给暴露了。没有什么可能不可能的。邱伯文老神在在地说道，如果殿下的假设成立，那就只有这一个原因。小小的普氏部落还拿不出利益请动大唐的太子为他出手，除非是大唐太子本身就有意出手。慕容顺沉默了，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也同时是他最不想看到的。李承前可以杀，唯独一点就是不能暴露这一切的背后是他所为。只要确保了这一点，杀一个李承前其实没什么。哪怕有人怀疑他，只要找不到切实的证据，还能拿他怎么着？他都想好了，如果大唐因此迁怒吐谷浑出兵征伐的话，他绝对二话不说，第一时间就投了。谁又能想到一个不战而败的人敢劫杀大唐的太子？但现在的问题是，李承前知不知道？思量了片刻，慕容顺说道，暂时说这些都没用，我们依然没有具体的消息。这样，楼宁，你现在就派人把普氏一部还有那支唐人商队给我找出来。如果那支唐人的商队真的是李承前一行人，他又真的知道了我们的动机，那么接下来他们一定会有所动作，我们等等看就好。楼宁有些没明白，邱伯文倒像是听懂了，点了点头。你别管什么动作，从现在开始，赶紧的把那个什么普氏部落的人全给我揪出来。慕容顺懒得跟他解释，他这会儿正烦着，这计划永远也赶不上变化，他还得思量，如果邱伯文说的都是对的，他该怎么处理？这个处理不好，那就是灭顶之灾。殿下其实不必如此，这对我们来说未必不是好事。当楼宁出去安排人搜山捡海的时候，邱伯文倒是一脸轻松地说道。慕容顺一听，顿时眼睛一亮，问道，即将安出？在隋唐生活了太多年，不管是生活习惯还是说话习惯，都颇有几分汉人的模样。殿下既然猜到对方若真的是大唐太子的话，下一步会怎么走？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索性我们就借此真的将赤水原上的部落给整合了，把这名头给做实了。一听邱伯文这么说，慕容顺神色一喜，他懂了。坐实冒充慕容孝俊的名头，从幕后走到台前，将自己的目的清清楚楚地摆在大家眼前。如果有机会，还真能顺便将赤水原的大大小小部落给整合了。至于劫杀李承前，开什么玩笑？我杀的是赤水原不服王化的乱臣贼子，跟大唐太子有什么关系？想通了这一点，慕容顺轻松了不少，只要再等几天消息，他就能确定那些人是不是李承前等人。所谓的计划，不就是为了随着变化而变化吗？而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番决定，贞观6年的赤水原注定了尸山血海。慕容顺的决议，最终的践行者自然是楼宁，因为手底下一次性折损了半百之数，使得他也是极为恼怒。当晚就召集所有亲随直奔普氏一部的领地。其实他也知道，这会儿赶过去肯定是摸一个空，但这并不妨碍他去抄人家老底。再说了，要是去都不去，你咋知道人家离开后是往哪里走的？几百人的迁徙，总是要留下一些痕迹的。到了这时，就能看出普希若之前的所为究竟有多明智了。在他的迷魂阵下，楼宁也得喝洗脚水。当然，说到这里，可能就有人要问了，那些老人不过就10来辆马车，还分了几个方向，这和大队人马的痕检还是有区别的。有，肯定有。所以人家的马车上才装满了石头，目的就是为了让这区别更小。同时，普希若还让族里仅剩不多的敢战之士分别跟着他们，其目的就是为了将这区别拉得再小一些，然后沿途又分批绕路赶回来。就这样，愣是把楼宁耍了个团团转。楼宁是真的头疼，东南西北4个方向，你看哪边都有可疑。分兵吧，怕遇到埋伏，毕竟有前车之鉴；不分兵吧，又怕选错了。你以为到了这里就结束了？不，普希若还有一个神操作，在他们大部队后面，居然还有几位老人赶着几辆装满了石头的马车，分批次的故意掉在最后面，误导楼宁。就算楼宁瞎猫碰上死耗子，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他也得疑惑呀。这他妈疑兵太明显了。你追上去，第1辆马车如此，第2辆马车还是如此，第3辆又是如此，第4辆马车你还追吗？可以说，普希若将追兵的心思拿捏得死死的。不过，也正是靠着他这种谨慎小心的安排，所以他们才会一路有惊无险地抵达日月山。而这几天，楼宁却是在草原上发了疯一般的穷搜普氏一部，凡是被他追到的普氏一部的族人，死了的曝尸荒野，但只要还有一口气的，都被他折磨得死去活来，非要从他们的口中得知普氏一部的藏身之所不可。与此同时，当李承前在山谷里安顿下来后，他有些感慨，这的确是一个好地方。从大唐的方向来看，这里地势偏西，但从吐谷浑的方向来看的话，这里地势偏东。一开始他还不清楚这些，通过赵岩等人的解释后，他发现这地方居然和桃园的直线距离并没有多远。若不是被这一片连绵不绝的大山挡住，从这里他都能直接穿插回桃园。山谷里，李承前的帐房中，朝政、
赵岩、马叶等人，包括李勤俭都在，都安顿好了吗？李承前问道。对此，李勤俭回道：安顿好了。普希若还是很客气的，给我们分了5个账房，吃的方面和他们也没啥区别。另外，我们自己这边还留了点粮食。李勤俭现在就像这群人的管家一样，零零碎碎的事情都是他在处理。虽然他对李承前的身份有了些许怀疑，但不管怎么说，现如今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他没得选择。哪怕这条路是错的，就现如今的情况，他也得走下去。普希若那家伙现在还得指着我们，当然得客客气气。刘三不屑地说道：这老小子心是真够狠的。当晚他们部落里出来了300多人，结果到了地方后，居然只剩下了200来人。到了这会儿，李承前其实懂了普希若的想法，他这是壮士断臂，说起来也是无奈之举。300多人到了这个条件更差的山谷后，别的不说，人吃马嚼的就要了他老命。既然没能力养活这么多人，索性就让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和那些受了伤、指定好不起来的家伙，再为这个族群做一些贡献。心是狠了一些，但这却也是保全族群的唯一法子。总不能到时候大家都被拖死在这山谷之中吧？行了，这个就不说了。李承前说道：赵岩，你们的伤势都好些了没？我的意思是有没有一战之力？没问题。赵岩说道：我们都只是轻伤，加上有曹大夫帮我们处理伤口，早就没大碍了。李承前点了点头，说道：现在我们的情况大家都知道，慕容顺肯定是对我们起了坏心思，但我们既然帮他找了一个口实，那就得帮他把这个口实做实。这样，我待会儿去找普希若谈谈，让你们出去打听一下外面的消息，但你们记住，出去后一定要把慕容顺准备整合整个赤水园大小部落的口实给做实了，不用对大的部落下手，就朝那些小部落动手，最好是逼着他们向我们这边靠近。对于这些家伙的战斗力，李承前见识过了，亲眼所见的东西总是能让人多一些信服力。所以，对于他们能不能做好这件事，李承前其实并不担心。公子，恰在这时，李勤俭有些犹豫地说道：我们现在其实只要坐等风头过去了，然后回到桃园即可，为何要冒这个险？他想不明白啊。现在这样不是挺好吗？躲在这山谷里，等外面的风声过去，然后他们回大唐就是。慕容顺再厉害，还敢追到大唐不成？李承前看了看他，说道：李掌柜，还记得我之前问你为何抛家设业的也要跟着我来这西北苦寒之地吗？记得。李勤俭有些愣神，这两者有必然的关系吗？李承前说道：当时你说是为了光宗耀祖，也是为了给子孙后代积攒一些家业，对吧？李勤俭点了点头，没错，是这样。但他还是闹不明白，李承前这会儿说这个是为了什么？李承前又说道：那我告诉你，现在摆在你眼前就有一个天大的机会，若是成了，别说光宗耀祖，哪怕是加官进爵也未尝不可。他这话一说完，李勤俭一愣：你不会真以为慕容顺无缘无故的就想对我们这些商人动手吧？李承前说道：你真当我们只是简简单单来吐谷浑做做生意？这些年吐谷浑屡屡犯边，真当朝堂上就没有一点反应？你再想想，为什么我们前脚刚到，牛敬达就成了陶州统军？话说到这个份上，李承前不再多言，他相信以李勤俭的脑子会自己脑补出一场大戏出来。果不其然，李勤俭一听顿时一惊。是了，李承前身边这些护卫他早就怀疑了，现在来看，这是朝堂上要对吐谷浑动手了。李承前就是打探消息的先锋军，如此说来，那真就是天大的机会了。富贵险中求，他若是能在这场灭国之战中立下微末功劳，那对他李家来说都是天大的赏赐。而李承前这边有了动静，慕容顺也终将如愿等到他想要的消息。平静了数年的赤水园也将为一场血腥盛宴拉开帷幕。贞观6年正月16，大唐境内万家灯火恭贺元宵的热乎劲儿还没过，李承前却在山谷中和普希若相顾无言。公子也看到了，如今我们虽然暂时远离了战火，但这处境其实并不妙。普希若叹了口气，实力弱小就是如此，抵御风险的能力太差了。李承前笑道：头人无需多虑，我不是派人出去探查情况了吗？若是情况允许，我自会想办法。赵岩等人已经出发了，想必没2天就有消息传回来。哎，普希若话到嘴边还是没有张口。李承前也不问，只是说道：普氏一部若是想长期在这里谋生，我倒是觉得头人如今应该让人修筑一些工事。这地方虽然偏僻，但终究还是赤水园的地界，只要慕容顺想找，早晚还是能找到的。未雨绸缪啊，头人。这其实也是普希若所担忧的，这世上哪来的净土？偏居一隅也得有偏居一隅的实力。思量了半晌，普希若才说道：我们草原人逐水草而居，像公子说的修筑工事非我所长啊。说完，普希若就这么看着李承前，他想知道李承前会怎么回答。李承前却是没想那么多，这地方他看过，山谷核心最深处有10来里，最宽处也有3里地的样子，若是堵住两边的口子，当是一手难攻之险地。这事儿头人放心，既然如今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我自不会袖手旁观。说着，李承前喊道：李掌柜，弄了你就带我们的人和头人一起，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我们短时间安身立命的地方，切莫敷衍了事。好的，公子。自从李勤俭发现李承前此行的真正目的后，他就安心多了。虽然此行很危险，但正应了那句话，富贵险中求。李承前之前就跟他透了底，要把这普氏一部变成自己人，所以这事儿他做起来自是不会含糊。听着这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普希若心里咯噔一下。最糟糕的局面还是发生了。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李承前如此殷勤的帮他们，必有所图。但如今他能拒绝吗？不能的，他没法拒绝。那就多谢公子了。
普希若说完这话，就和一脸笑眯眯的李勤俭一起离去了。修筑工事也的确是当务之急。同一时间，赵岩等人已经将一个数十人的部落屠戮干净，而他们此时也全然是高昌王亲随的打扮。这身打扮还是当初他们收捡战利品时扒尸扒下来的。走，去下一个，记住，能杀的一个不留。赵岩连战场都没打扫，就继续吩咐道。众人也没意见，军人嘛，不就是为了杀戮而生的吗？一连2天，赵岩等人屠戮了4个部落，都是人数不多的小部落，但哪怕是小部落，这也使得整个赤水原人心惶惶。加上突然消失的普氏一部，有心人开始琢磨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大宁王慕容顺让自己亲随冒充高昌王的人屠杀赤水原的部落，以达到逼迫各大部落整合的消息在赤水原传了开来。只是1天时间，这消息就如风一般传遍了整个赤水原。赤水城大宁王府，慕容顺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一巴掌狠狠地拍在了桌案上，说道：还真是如此，他要等的动作就是这个。这也从侧面证实了李承乾就在普氏一部，没谁是傻子，这是好事儿啊。邱伯文在一旁说道：殿下，现如今我们刚好能坐实这个名头，然后让楼宁找到普氏一部，彻底围剿他们，连开口的机会都别给他们，一个不留。别看邱伯文斯斯文文的样子，但是真发起狠来也是真的狠。对于这样的事情，慕容顺其实并不觉得有什么，但他还是摇了摇头，说道：能坐实这个名头倒是没错，但真要坐实了这个名头，无非就是给我们乔装成慕容孝俊的人找了一个合适的借口。哪怕我们借此杀了李承乾，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任何好处。慕容顺不介意杀谁，但不管是杀谁，总得有个目的。没有目的的杀人，就算是他慕容顺也不会干。当然，这的确是杀李承乾最好的时机。殿下多虑了，堂堂一国太子潜伏进了吐谷浑，说他图谋不轨都不为过。这个时候杀他，哪怕事后暴露了，殿下也有大义在身。彼时就算大唐举国来袭，殿下也可裹挟大势与之抗衡，不求胜，但求不败的太难看，也对殿下将来争夺大位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说到底，邱伯文还是希望慕容顺依靠大义继承慕容福允的大位，而非内斗。慕容顺又哪里不懂他的意思，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说道：你想的太简单了，若是让唐人知道他们的太子死在了我的手上，我告诉你，我若不死，他们必不会退兵。汉人啊，把脸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是不可能放过我这个始作俑者的，包括你，他们一样不会放过。至于不败，你没见过他们的强大，你压根就无法想象到他们到底有多强大。他在汉人的领土上生活了那么多年，对那些人也了解甚广，不管是前隋还是如今的大唐，又岂是他们小小吐谷浑能够抵抗得了的？从这一点来说，慕容顺还不算傻。按照历史的进程，再过几年，也就是贞观9年的样子，大唐就灭了吐谷浑，最后也是他率领全族投唐。邱伯文叹了口气，他知道自己这位殿下已经没了草原人天生的悍勇，但他还是说道：但现在就算我们不动手，这位大唐太子也极有可能知晓了我们的意图，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先发制人，抢占先机。慕容顺摇了摇头，突然灵光一闪，站了起说道：不是，我为什么非要杀李承乾？我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要他的命，只是想借大唐的力量达成自己的目的，为什么非要纠结于杀不杀他？说到这里，慕容顺喊道：来人，赶紧派人去通知楼宁，让他从现在开始不用遮遮掩掩，强迫那些部落整合，如有不从，杀。同时让他派人，哪怕是掘地3尺，也要把普氏一部的人给我找出来。记住，是找出来，围而不攻。他想到法子了，妈的，我不敢杀，有人敢啊！而随着他一声令下，沉静了多年的赤水原顿时就骚动了起来。在楼宁得到消息后没多久，第6个部落被屠戮殆尽。不过这一次很多人都看清楚了，杀人者楼宁是也。当楼宁掺和到赤水原的血腥杀戮之后，画风突然就变得暴力了起来。可能是因为这几天他诸事不顺，加上之前死了那么多兄弟，这一下有了慕容顺的许可，使得他一下子就暴露了本性。整个赤水原大大小小的部落也就100多，结果1天之内愣是让他灭掉了10个。他也不像之前赵岩等人做的遮遮掩掩，直接大明大放的告诉所有人，大宁王要整合整个赤水原的部落，不服者杀。这样一来，使得赤水原剩下的部落一个个都是战战兢兢的。要知道，楼宁不过是大宁王的亲随，手底下也就1000多人，但大宁王手里还有一支人数将近2万的宁王军，对付他们这些人绰绰有余。出事了！马业收到消息后，就急忙赶到了赵岩等人的临时驻地。马都没来得及下，就急急忙忙说道：慕容顺疯了，他真的在派大部队强行整合赤水原的各个部落，到现在至少灭掉了10来个小部落了。赵岩听这话，当即就站了起来，这完全出乎了他们的预料。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想把李承乾甩给慕容顺的这个黑锅给他坐实，结果人家直接将计就计，这就让他完全失去了分寸。你让他打打杀杀的没问题，但让他琢磨这些东西，算了吧，非他所长。所有人上马，撤！当下赵岩也没有犹豫，直接带着人溜了。这草原上是待不得了。同一时间，日月山，李承乾正和普希若站在山谷口发愁。这大冬天的，修筑城墙简直就是要了老命。普希若叹息了一声，地上冻得跟啥一样，这要怎么弄？但问题是，你不弄吧，到时候被慕容顺摸了过来，他们可就成了瓮中之鳖。在南阳弄。李承乾摇头说道：这是保护我们的第一道关卡，若是我们连一道城墙都没有，这晚上有几个人睡得着觉的？普希若点了点头，是这个理。
可是你看，他们连地基都挖不动，就怕我们城墙还没修好，大宁王的人就已经摸过来了。现在说这些没用。李承前看了一眼山谷两旁本来就不多的树，说道：“让人把两旁的树都砍了，烧也要给我把这块地烧出来。”普希若无言，但他也知道这是现在唯一的办法。很快，山谷里不多的壮劳力就拿着家伙事开始砍树，看上去倒是一副热火朝天的样子。但李承前心里叹了口气，他知道是他把事情想简单了。想要在吐玉魂立足，哪有那么简单？而且这时间也太快了，根本就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准备。公子，这活不好干啊！一旁李勤俭凑过来说道。李承前吐了一口气，看了看周围，没什么人，就连普希若都卷起袖子帮忙去了，这才说道：“好干不好干，都得干。记住了，这地方是我们扎根在吐玉魂的一根钉子，对我们比对他们更重要。”点了点头，李勤俭说道：“这个我懂，只是……行了，别说这些了。”李承前摆了摆手，问道：“你这几天摸清楚他们的存粮没？还有多少？能维系多久？”差不多摸清楚了，如果单单是青稞的话，估计不足10天的。不过他们还有些牛羊，倒是还能再撑几天。但我看最近大家体力消耗都不小，估摸着比以往消耗的也要多些。对于这个，李勤俭早就摸得门清。如果不是因为和慕容顺发生了冲突，他们其实没这么惨，只是这一跑路就看出他们底蕴的不足来了。李承前其实就是在等他们把粮食都消耗完，想要收服这些人，你不在他们最绝望的时候，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根本就无法达到最好的效果。当然，收服普氏部落最大的难点其实还不是这个，而是普希若这个人。对了，这几天你找2个精明一点的伙计，到处转转，看看有没有从这一片大山回到桃园的路，记得这事儿做隐蔽些。李承前又说道。李勤俭知道李承前的意思，当下也就是点头，并没多言。最近和普氏部落的人接触的怎样？正是差不多交代完了，李承前随意地问了几句。说起这个，李勤俭笑道：“这些草原上的汉子其实蛮好相处的，性格都比较直，说出来可能让公子笑话。之前在金阳的时候和我们大唐人相处吧，总感觉一个脑子不够用，但和这些草原上的汉子就不同了，我觉得半个脑子就差不多了。”他这话倒是实在话，草原上的汉子喜欢玩花花肠子的还真不多。两人一直在山谷口聊到了日暮时分，就在他们准备回去的时候，一队骑兵打马来。正在山谷口干活的人顿时一个个紧张了起来，有人甚至还绰起了武器。一直到看清楚来人是赵岩他们，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公子，出事了！赵岩话刚说完，就看到普希若也凑了过来，赶紧闭上了嘴。李承前问道：“出什么事儿了？”慕容顺疯了。赵岩说道：“可能是因为普氏一步跑了，他发现自己计划暴露，现在变本加厉，将整个赤水园搅了个天翻地覆。”对于这样的结果，李承前早就知道了，这本来就是他安排赵岩等人出去的原因。正当他准备说几句谴责慕容顺的话时，赵岩又说道：“现在慕容顺的亲信楼宁带着1000多人在赤水园跟个疯狗似的，谁不听他的，直接就将其部落屠戮殆尽。我们回来之前，整个赤水园约莫有大大小小10多个部落被他从草原上除名。他真的疯了！”听到赵岩的话，普希若愣住了，这是下了决心要彻底将赤水园的部落整合到一起啊！李承前也是一愣，我操，难道是真的？现在楼宁已经向赤水园的所有部落下了最后通牒，15天内所有部落必须整合到一起，违者灭其族。赵岩怕李承前误会，赶紧说道。听他这么一说，李承前确认了，但同时也愣住了，这是不对劲儿啊！赵岩带回来的消息着实把普希若给吓惨了，当下就继续吩咐着族人继续干活。休息？还休息个屁！大宁王这是真的疯了，短短几天时间屠灭了10多个部落，这还不疯？真要说起来，如果慕容顺早这么干，他还真可能完成这项壮举。只不过这么干的话，赤水园的很多部落将会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不死一批人，谁会听你的？但慕容顺之前却是没这么干，原因很简单，怀柔。通俗点来说，就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站在慕容顺的角度来说，那自然是另外一回事儿。他是真的觉得将所有部落整合在一起，对大家都有好处。这种想当然的想法，也使得他一直觉得是这些家伙不理解他。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也尤其重要，那就是他天然的认为这赤水园，哪怕是一头羊，都应该是他慕容顺的。就是在这样那样的心理下，之前他一直没想过要这么干，但这一次不行了，由不得他不下定决心了。哪怕损失再大，他都必须这么做。和预谋劫杀大唐太子相比，这点代价算得了什么？当普希若因为强烈的危机感，加班加点的在忙活的时候，李承前却是回到了账房里，一言不发。慕容顺的这个举动，于他而言，实在是难以理解。难道说他之前给慕容顺扣的屎盆子，阴差阳错的让他蒙对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如果不是如此，想到这里，李承前眉头一皱，看了看众人，问道：“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慕容顺疯了。刘三摇头说道：“他觉得除了这个原因，实在是找不出第二个原因。”对于刘三的话，李承前当作没听到，他是不指望这家伙说出什么具有建设性的提议了。李勤俭倒是捋着胡须说道：“会不会是我们弄错了？这慕容顺本意就是如此。”不可能。赵岩接话道：“当日我们和他们的探子交战的时候，那探子说得清清楚楚，他们的确是在寻摸一支唐人商队，而且他当时如果是说谎的话，不会一直等到我们快靠近他们才准备逃，完全说不过去。”赵岩给出的理由很有说服力，那对探马的表现至少证实了一开始他们对普氏一部没起什么心思，是被他们硬逼着走上这条路的。那就怪了，
李勤俭说道：“这黑锅明明是我们扣在他头上的，他就这么接受了？黑锅？目的？”李承前眼珠子一转，说道：“不好，慕容顺应该是猜到我们和普氏一部的人在一起了。”说完，李承前又问道：“赵岩，你们出去后做了什么没有？还是说这一切都是慕容顺的人干的？”我们出去后，先后一共灭了4个小部落。赵岩如实说道。李承前想了想，说道：“不着急，你把你们出去后发生的一切慢慢讲清楚。”听李承前这么一问，赵岩也知道李承前肯定是发现了什么，当下就把他们出去后的事情讲了个明明白白。也就是说，慕容顺大张旗鼓的整合这些部落，是在赤水园已经有了谣言以后。等赵岩说完，李承前问了一句，点了点头。赵岩说道：“是的。那这么一说的话，慕容顺肯定猜到了，我们就和普氏一部在一起。”李承前肯定的说道，心里却是有些不可思议。这些古人还真的不好对付，就一个慕容顺都这么难缠了，长安城里那些老家伙估计更难缠。不可能吧？刘三有些不敢相信的说道：“我们没有暴露过自己啊！”你懂个屁！李承前没好气的说道：“他们为什么要等赵岩一行人行动之后，谣言彻底在赤水园传开后，才明火执仗的干这件事儿？别人是在确认消息，慕容顺这个老匹夫一定猜到了我们会这么干，将扣在他头上的屎盆子给他坐实，结果人家索性将计就计，自己站出来将这个黑锅给背在了身上，真贼啊！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他还没办法确定这个信息，可是一旦我们这么做了，他反而能确定了。不是，我有点想不明白，为什么就一定是我们，而不会是普希若安排人干的？”刘三问出了众人都想问的问题，为什么不能是普希若，而一定就是我们？李承前心累，身边全是这一群莽夫，也的确不是个事儿，叹息了一声，说道：“普希若不会这么干，站在他的立场，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老老实实的带着自己的族人躲起来，哪怕是想办法迁徙到别的地方去都可以，唯独不会在这个时候蹦跶出去。他是一个部落的头人，他的首要任务是让这个部落繁衍下去，明白不？反观我们才是此刻最想赤水园乱起来的一批人，因为站在慕容顺的立场上，我们肯定是想逃回大唐境内，不把赤水园弄乱起来，在他眼中，我们都没机会逃回去。最重要的是，他居然将计就计，主动背上了我们扣在他头上的屎盆子。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察觉到了我们知道了他之前的动机，现在要想办法将他之前的行为找一个合适的说法。你们就不好奇他为什么连辩解都没辩解，就直接背了这黑锅？就是因为他知道不能辩解，他要的就是坐实。现在你去问他，他一准儿都说这一切都是他做的。不得不说，李承前这脑瓜子是真的好使，七七八八的就分析的大差不差。些微地方可能有些疏忽，但于大局其实已经无碍。不行，这个地方不能待了，至少暂时不能待了。李承前说道，在没有弄清楚慕容顺真正的意图之前，这个地方都不能待了。刚好最近普氏一部的粮食也快见底了，我们就借着弄粮食的当口，先离开回大唐。这样，李掌柜，之前让你找几个精明的伙计去找路的事儿，你不用管了，让赵岩带人去。这几天，你尽可能的带着人帮普希若多做点什么。对于李承前而言，未知的才是可怕的。现在不知道慕容顺究竟想要做什么，这使得他的心里七上八下的。逃回大唐境内就成了他此时为数不多的选择，但他忽略了回去的路其实也不好走。李承前做事向来都有股雷厉风行的劲儿，当他做了决定后，立马就开始着手这方面的事宜。2天后，李承前再次找李勤俭确认了一下目前山谷中的粮食情况后，对李勤俭说道：“李掌柜，这次可能要委屈你了。”无碍的。李勤俭现在也看开了，既然想捞这开疆拓土的功劳，肯定是有一些危险的，但他却也不惧，这是能改变家族命运的机遇，要是抓不住，才让人懊悔。想想英国公武士霍不也是商贾出身，就是因为抓住了机遇，从此鲤鱼跃龙门，一跃成为了大唐开国公。我会留下来稳住普希若，公子放心便是。李承前有些不好意思，这人终究是选择追随自己来到了这西北苦寒之地，但现在却要把他一个人留在这地方。说实话，他多多少少是有些汗颜的，但此番肯定是不能带上他的。一来是李勤俭上了年纪，他们此行本就危险重重，带上他也只是带上一个累赘；二来嘛，普希若那边也的确要留下人安抚，思来想去，就他最合适。到时候你从你带来的人里面选几个留下来负责你的安全，若是不可为之时，让他们护送你离开，不用顾忌太多。李承前终究还是少了一些狠力。李勤俭倒是摇了摇头，说道：“不必了，公子此行可能更需要人，我留在这山谷中当是无碍。”要的。李承前说道，多多少少还是挑几个人，在这土御魂境内，终究还是自己人更靠得住。说完，李承前也就没再多言，转身找普希若去了。赵岩他们已经在寻摸从这片大山穿插回大唐的路，他也需要跟普希若商议筹粮的事。普希若自从得知慕容顺已经撕破脸皮，在草原上掀起了一阵血雨腥风后，顿时就感受到了如山的压力。说到底，这日月山仍然在赤水园的地盘，慕容顺真要铁了心的寻摸他们，也不过是花些时间罢了。一开始他带着族人来这里，就是认为慕容顺不会太过于把他们当回事，但现在他可不敢这么想了，所以这几天他每天都带着人在忙活。公子找来是有什么要事？看见李承前过来，普希若放下手上的活，问道。如今他对李承前可是愈发客气了。李承前说道：“没什么要事，就是不知道山谷里的粮食还能维系多久。”说到这个，普希若顿时就有些尴尬。之所以他对李承前这般客气，其实也是有目的的。实不相瞒，山谷里的粮食估计撑不到10天了。本来我也准备找公子商议一下，不知道公子方便不？他当然也不会说实话，
真要是山谷里的存粮连10天都维系不了了，他指定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头人请说。普希若尴尬地笑道，粮食的事儿还得指望公子才行。如今大宁王正在草原上搞风搞雨，我们这些人也没门路找粮食，以前倒是可以，但现在怕是没人愿意和我们做交易。说完，普希若有些尴尬地搓了搓手。赤水原还是有一些大部落的，这些年他们就靠着和大部落的交易苟延残喘着，但如今他们也不敢出去交易啊。左右还是李承乾等人方便一些，毕竟是汉人商队，加上慕容顺早年在汉人的地界上生活了不少年，对境内的汉人商队印象都还不错，这也是他为什么非要将李承乾一行人和他们部落绑在一起的原因之一。必要时候，他们的身份是能给他们提供便利的。当然，他不知道慕容顺在赤水原折腾出这么大的动静，就是为了李承乾，否则他肠子都得悔青。李承乾其实也猜到了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只是没想到他会这么直接。当下两人就这个问题简单的交涉了一番，很快就定了下来。最终让李承乾意外的是，普希若居然还给他安排了几十位他们部落里的勇士，帮着李承乾回大唐弄粮食。这一点其实很容易理解，慕容顺就算要寻摸到这个地方来，也一定不是短时间的事情。毕竟就普希若所了解的情况来看，慕容顺这会儿还在收拾草原上其他的部落，这就是他可以利用的时间差。别的不说，他必须在慕容顺寻摸到这里之前囤积足够的粮食，否则等慕容顺的人找到这里的时候，不管他们到时到底能不能修好抵御他们的城墙，都无济于事，因为人家压根就不用管你，为而不恭，都能把你们饿死。至于说普希若为什么要派人帮李承乾，这里面他的思量就多了。总之都是为了族群的繁衍。跟普希若商量好了这个事，李承乾其实也松了一口气。又过了一天，当赵岩等人无功而返后，李承乾坐不住了，不能拖下去了，得赶紧离开。他也怕被慕容顺堵在这里啊。普希若不知道，他还不知道吗？慕容顺做了这么多，不就是为了对付他？所以在慕容顺看来有时间差可以利用，但是在他看来其实并没有。正月19早上，李承乾果断地带着人离开了日月山。对此普希若没意见，甚至还把部落里为数不多的弓箭分出了一大半配给给了那些他安排给李承乾的族人。在他看来，起码在开春之前，慕容顺的人是摸不到这里的，但他们的粮食虽然没有他说的那么夸张，可也撑不到开春。当务之急还是粮食。李勤俭没走，朝政也没走，因为普希若给安排了一些人的原因，李承乾索性给他们2人留下了10来人，甚至还把自己的亲卫也留下了2人。单从这一点来说，李承乾还是不够心狠。真要心狠一些，谁管他们的死活？加上普希若安排的人，李承乾此行共有90来人，说起来倒也不少了。不过让李承乾没想到的是，出门遇见鬼这种事儿，他居然也遇到了。出日月山的当天下午，他们就遇到了正在屠戮一个小部落的楼宁。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之前手下被杀的缘故，还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杀胚，反正最近几天楼宁在赤水原一带杀疯了，但又不从者，一个字死。草原上的部落征伐向来都是最惨烈的，这其实并没什么好说的，无数年的历史，每一个崛起的部落都是这么过来的。公子，前面发现了楼宁正带着人在屠戮一个小部落。刚出日月山没多久，马业就快马来报。跟李承乾出来的普氏族人一听这话，顿时就警觉了起来。他们此行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探查虚实。普希若是个很谨慎或者说疑心很重的人，之前那些消息都是李承乾的人带回去的，不管是出于怀疑还是质疑赵岩等人的能力，他都想自己的人确定一下这个消息。毕竟这个消息对他们普氏一部太过于重要了。这会儿一听马业说楼宁就在前面屠戮一个小部落，一伙子人顿时就动了心思。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他们想亲自去确认一下这个消息。李承乾偏过头看了一眼蠢蠢欲动的普氏族人，语气平淡地说道：“稳住。”公子领头的普氏族人正准备开口，李承乾一抬手，语气不悦道：“我说的话难道听不懂？”临行前，普希若当着李承乾的面告诫这些族人，在外面要听李承乾的吩咐，至于说私底下怎么跟他们交代的，这就不得而知了。是以这会儿普氏族人也不好说什么，但脸上表现出来的桀骜，是个人都能察觉到。想想也是，一群草原上的勇士让他们臣服于一个10多岁的少年，谁心里都会有些不服气。别忘了我们此行的目的。李承乾好歹也是一个活了2辈子的家伙，对于他们的不服气，又怎么可能没有察觉？当下便说道：“在山谷里还有着你们的族人，我们的兄弟都等着我们弄粮食回去。难道真要到他们饿死围城之时，你们才能想起我们此行的使命？”他话说完，这群普氏族人顿时安静了。对于他们，李承乾也很头疼。这些人吧，用好了的确是自己的助力，可关键是这些人和他不是一条心啊。要不是当时无法拒绝，李承乾是绝不想带着这些家伙一起出来的。1加1大于2的时候很多，但1加1小于2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见这些人安静了，李承乾又说道：“临行前，你们头人将你们交给了我，那我就得保证你们的安全，但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服从我的命令。若是做不到，你们现在大可自行离去，不管你们是回日月山，还是马上去找楼宁报仇，那都是你们的事，自己考虑好。”公子说笑了。领头的普氏族人说道：“头人既然让我们此行都听公子安排，自然不敢违背。这人叫普勒伯伯，天知道谁给他取的这么个破名字，不叫全名叫伯伯的话，总感觉是在占人便宜。”李承乾没搭理他，又跟马业确认了几句后说道：“这样，你现在继续盯着他们，记住别惊动他们，我们从东边绕过去。他现在不想和楼宁发生冲突，主要是弄不清楚慕容顺究竟是个什么意图，暂时还是避其锋芒的好。再说了，他此行本来就没有和慕容顺硬碰硬的打算。
毕竟就他这180人，也不够本钱和人家硬碰硬。公子，你看我们要不要也出2个人跟马兄弟一起去？毕竟这草原上我们更加熟悉，真要是被发现了，我们也好有个照应。普勒伯伯还是不想放过这样的机会，闻言说了一句。李承前略一琢磨就明白了，感情这些人还有核实消息的任务在身，当即就说道：也不是不可以，但丑话说在前面，去了之后一切都得听马业的，若有不从，影响了我们大队人马的安全，杀无赦。这是自然。普勒伯伯当即就点头道。很快他就从族人中选了2个跟着马业离开了。而等他们离开后，李承前则带着人准备从东边绕过去。暂时和慕容顺的人起冲突是极度不明智的选择，但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并不是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来。也就在马业带着人离开一炷香的功夫，他们又回来了，而且这次明显带了些许仓促和紧张。隔着老远就听到马业似乎在喊着什么，只是碍于太远听不太清。但不管听不听得清，李承前也好，赵岩也罢，哪怕是普勒伯伯都意识到出事儿了，准备战斗。这是李承前说的第一句话。马业如此表现只有一个原因，他们暴露了。这会儿不是追究他们为什么暴露的原因，而是该如何应对。这一瞬间，李承前的脑子就跟高速的马达一般在疯狂的运转。他之所以没有在第一时间招呼大家跑路，只有一个原因，马业回来了。作为一个专业的斥候，马业不可能不知道暴露后应该往哪里跑。不管是为了他自己还是为了李承前他们这些人，如果后面有大部队追击，他肯定不会跑回来，而是想办法把敌人引开。如今他敢跑回来的原因只有一个，敌人不多。这是李承前在一瞬间就想明白的事。当然同样想通这个的还有赵岩他们，他们没有李承前那么多心思，就一点，他们相信马业不会害他们，仅此而已。如果是你们的人使得我们暴露了，休怪我不客气。说完，李承前又冷冷地看了一眼普勒伯伯他们。毕竟马业这么久都没出过这样的岔子，结果他们的人一跟上去就出了问题，这不得不让李承前心中生疑。别说他了，就连普勒伯伯自己心里都是这么想的。原本好端端的事儿，突然就出了岔子，这换谁都会心有疑惑。当然李承前这会儿说这些其实不合适，真要追责那也是事后，现在还得指望大家同心协力才是。说这些话对内部的团结还是有影响的，这也说明了此时的他还不够成熟。楼宁的人发现我们了，就在后面，40多人。就在这时，马业的话终于清晰地传了过来。李承前一听，果然当即喊道：所有人听命，杀光这批人，我们立马就跑。想法永远都是美好的，李承前哪里能想到，就是因为这一遭彻底开启了他和慕容顺之间在赤水原的大战。一听到人数不多，众人其实都明白了，这些人必须死，他们不死就会招来更多的人。至于此时，众人也没时间问马业究竟发生了什么。普勒伯伯，你们的人善于骑射，给我顶在最前面。李承前说完，普勒伯伯转过头看了他一眼，他担心李承前把他们这些人当作炮灰。看什么看，楼宁要找的人是你们，我们这些人大不了被他们盘剥一番，他还敢对我们动手不成？真当我大唐雄师百万式摆设不成？你们上不上？不上赶紧走，爱上哪上哪去，等你们走了，我还可以和他们做个生意。到了这一刻，李承前嚣张十足，摆出一副这可是你们的事，与我们无关的态度，这让普勒伯伯很是头疼。的确，至少在他看来，这还真就是他们自己的事。跑吗？肯定不能跑啊！他们跑了，谁去给山谷里那些族人寻摸粮食？指望李承前？笑话！他们跑了，李承前不出卖他们，那都得谢天谢地。勇士们，给我冲！没得选择，普勒伯伯当即就带着人冲了上去。见他们冲上去，李承前笑了：小样，就你们还想和我斗？要命的活，肯定得让你们去干。亲疏有别，这不很正常吗？赵岩，你们也带人跟上去，记住，拉开距离，别被对方一阵骑射都给带走了。李承前说着，又看了看那些糙汉，道：你们也是，我们出来是发财的，发财肯定要拼命，但拼命的前提是得有价值，别傻不愣登的，待会儿都给我放机灵点。对于这些家伙，李承前不抱太大的希望，指望他们像赵岩等人一样，能在战场上杀个7进7出，简直就是做梦。他们最大的用处就是虚张声势，打打顺风仗没问题，逆风仗估计也就一鼓而下。很快，一群人冲了上去。别说普勒伯伯这些人的确对得起勇士2个字，那骑术让李承前看得心悦诚服。当李承前在后面看见追逐马业的骑兵刚刚冒出头时，普勒伯伯等人挽弓踏箭，只不过是片刻功夫，50来人已是连射数箭，那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绝无半点拖泥带水。一时间，昏暗的天空上仿佛一片黑云疾驰而过。追逐马业而来的骑兵中，顿时有人跌下马，还不等他们张弓射箭，普勒伯伯等人已到近前。而就在此时，赵岩等人也寻摸到了机会，快马加速冲了上去。既然追兵已经来不及张弓射箭，他们自是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战机嘛，向来都是稍纵即逝。一时间，双方厮杀到了一起。追兵们本来在人数上就处于劣势，加上这几天他们在草原少，几乎没遇到过什么像样的反抗，发现马业等人的时候，也没太当回事，就追了上来。结果没想到被普勒伯伯他们一阵箭雨打了个措手不及，这使得他们战成一团时，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先机。只是片刻，除了极少数人脱离战场逃了出去外，其余人都被普勒伯伯和赵岩等人阵斩当场，打扫战场，把能用的东西都带走。李承前也没想到这一次的遭遇战这般快，打马上前后还是有些不敢相信。不过他也算是见识了骑兵冲阵的优势，那真的是一阵箭雨过去，顿时就打开了局面。
当然，这也和他们占据了绝对优势，加上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有关。要是双方都有所准备，是不可能让他们这般迅速的解决战斗的。公子，还跑了几个人？普勒伯伯有心想追上去，但李承前摇了摇头，看了看一边的尸首，说道：“忘了他们怎么死的了。”仅仅一眼，李承前又赶忙将目光挪开，他还是不能适应这种血淋淋的场面。至于说他没让人追上去，主要是到现在他都还不知道马叶等人是怎么暴露的。这般想着，李承前在人群中寻找着马叶。马叶也知道这会儿李承前要找他了解情况，急忙骑马跑了过来，说道：“公子，这只是楼宁留下来的小部队收拾战场的，他带着人已经去了下一个部落。你们是怎么暴露的？”李承前有些疑惑，他这话一问，就连赵岩也好奇了起来。马叶可是老斥候了，还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岔子。一旁普勒伯伯也走了过来，想听马叶怎么说。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岔子出在他们族人的头上。趁着这会儿大家在收拾战场，刚好把这个情况了解清楚。说起这个我就来气。马叶顿时就一脸不爽地说道：“当时那些追兵根本就不可能发现我们，结果普氏部落的那家伙非要凑近一些探查清楚，不管我怎么说都不听，结果不就暴露了。”一听马叶说完，李承前顿时就怒了，冷眼看向普勒伯伯，说道：“这就是你的族人，能行不能行？不行就滚回去！”妈的，他刚开始差点被吓死了，结果是被这些家伙给牵连的。普勒伯伯很尴尬，只得说道：“待会儿我一定给公子一个交代，只是这会儿我们的2个族人还没回来。”说着，他还疑惑地看了看马叶。马叶耸了耸肩，大大咧咧地说道：“回不来了。他被发现后就被那些家伙一箭给射死了，另一个死没死我不知道。当时我喊他撤，他和我跑的方向不一样。”在他们说着的时候，战场也打扫得差不多了。其实也没什么好打扫的，主要就是收集一些兵器和马匹，毕竟这些都是他们之后保命的本钱。对了，那个楼宁带了多少人？李承前突然问了一句。马叶说道：“也就200来人，不过这会儿折损了这么多，真要是遇上了，跑还是能跑掉的。公子，你看。”就在这时，赵岩指着之前那些追兵逃跑的方向说道。李承前顺着他指的方向看了过去，顿时也是一惊。只见那个方向隐隐约约之间，又有一队骑兵正在朝着他们疾驰而来。楼宁不是走了吗？李承前心中一惊，怎么他们这么快就了？正当李承前犹豫要不要跑路的时候，普勒伯伯伸手指向那群疾奔而来的骑兵，说道：“最前面的好像是我们族人。”说着，那疾奔而来的人越来越近，众人也看清了，就10来人。能确定吗？李承前问了一句。普勒伯伯又看了2眼，点了点头，说道：“确定，就是之前跟马兄弟一起去的。”得到普勒伯伯的答复，李承前又说道：“所有人都做好准备，如果来者不善，先发制人。不管是不是普氏一部的族人，小心一点总没大错。”这就是李承前的想法。赵岩等人自然是听他的，一个个直接把刚刚收缴而来的弓箭拿在了手上，一副挽弓踏箭的架势，随时准备开弓。普勒伯伯见状也没说什么，换做他也会如此，谁也不会把自己的小命交到别人手上。普勒伯伯，你带人上去看看。”李承前说道。对此，普勒伯伯自然没意见。只见他手一招，10多个人就跟他冲了出去。说起来都差不多，他们一个个也是左手抓着缰绳，右手都搭在腰腹上，显然也是有所防备。快马奔驰，双方的距离也拉得越来越近。李承前死死地盯着这一幕，还好，双方终究是在距离彼此不到10米的位置停了下来，两边好似在沟通着什么。很快，普勒伯伯骑着快马回来，说道：“公子，那些人就是刚刚被楼宁所屠戮的那个部落的。”听普勒伯伯这么一说，李承前弄明白了。搞半天，这些人都是楼宁的俘虏。之前楼宁屠戮他们部落的时候，这些人是仅剩的幸存者，本来是由刚刚追杀马叶的那批人看着，准备让那些追兵压着他们，将部落里的粮食物资给送回赤水城。谁知道那些追兵都追马叶他们去了，留下5个人看着他们。按理说5个人看着他们也够了，毕竟他们连把刀都没有，那些人还拿着弓箭防备着他们，不管怎么看，他们也翻不起什么浪花来。但谁知道，这时候普氏部落的那个族人居然摸了过去，抽冷箭放倒2个后，让他们看到了反抗的希望，配合着普氏的族人，硬生生把剩下的3个都给解决了。这不，抢了他们的马匹和兵器，一行人就朝着这边跑了过来，路上顺带还把仓皇而逃的几人给收拾了。把你们那个族人喊来。李承前真心觉得这家伙牛逼，就这活，估计赵岩去也没他干的利索。普勒伯伯一听，马上吩咐人去喊那人过来。李承前再次打量了一下骑马过来的普氏族人，说实话，他有些难以置信，这家伙个头也不高，看上去还有些瘦不拉几的。公子，那人一过来，马上就恭敬地对李承前说道。倒不是他对李承前服气了，而是他也有着自己的难言之隐。李承前仔细打量了他一眼，问道：“之前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楼宁的人会发现你们？”这话他不是帮自己问的，而是帮普氏部落的那些家伙问的。他知道那些家伙并不相信马叶说的话，但他信，所以为了之后大家有一个良好的合作基础，他问了。说到这个，这人顿时就泄气了。他之所以对李承前表现得很恭敬，就是这个原因，支支吾吾的说了半天，和马叶说的还都是一个意思。顿时普氏部落的人也都泄了气。之前他们的确不相信马叶说的，毕竟谁不相信自己人？亲疏有别，李承前会，难道他们就不会？但是这会儿一个二个却是跟霜打了的茄子似的，顿时都蔫了。搞半天他们还以为是马叶污蔑了自己族人，原来一切都是真的。行了行了，一个个的都精神点，谁还没犯过错不是？说到底他也是为了把情况弄清楚，虽然是犯了错，但事情都发生了，还能咋样？他要是现在活着站我跟前，我一准让人砍了他。
但人都没了，我还能去鞭他尸不成？李承前知道他们这些人为嘛是这么个反应，当下摇了摇头。事情发生了，怪谁都没用，他还能因此牵连这些人不成？废话，当然不可能，这些人现在还是他的依仗好不好？对了，公子。那人听李承前这么一说，当下就松了口气，立马又说道：我这次还带回来了一个消息，不知道对公子有用没用？你说。李承前好奇是什么消息。那人说道：是这样的，我在救下那些人后，他们说楼宁带人去屠伊势部了。伊势部虽然和我们一样是个小部落，但这个部落向来都是以悍勇著称，想必楼宁此番怕是不会太过顺利。你什么意思啊？李承前突然笑了，他有些明白这家伙的心思了。果然，这人说道：如果我们救下伊势部，他们100%愿意跟我们走。还别说，李承前是真的动了心思，他现在缺什么？缺人啊，尤其是缺为他命是从的人。就普氏部这些家伙虽然也算能听他的安排，但真要说起来还算不得自己人，毕竟他对他们其实没太大的帮助。这要是在伊势部陷入绝境的时候，李承前带人将他们救了下来，不说让他们俯首称臣，但总归是会对他多一些好感。把那些人喊过来，我了解一下情况。李承前没有轻易表态，而是让他把刚刚获救的那些人喊来，他也想通过这些人的反应再看看究竟要怎么做。很快那些人被喊了过来，他们也不傻，一看这架势，摆明了这里是这少年人说的算。多谢诸位的救命之恩，我伊势一部铭记在心。为首的中年男人当即就说道：你也是伊势部的？李承前之前倒是没问，这会儿有些意外的看着众人。中年男人说道：伊势曾经也是草原上的望族，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才造成了今日的局面。听中年人一解释，李承前就懂了。说白了就是家族大了，内部闹矛盾分家了，这很正常，吐玉魂的先祖也是这么从慕容氏分出来的。若是诸位能帮我不复仇，我等愿意誓死追随。中年男人说完，忐忑的等着李承前的答复。李承前却是会心一笑，这家伙是真的聪明，他又不傻，这家伙的目的可不是复仇。李承前叹了口气，这世上是真没傻子啊。说吧，你们还有多少族人？不是说你们，而是说那些妇孺。听到李承前这么问，中年人也是一愣，不过很快就反应了过来，尴尬的说道：不多，20来人。他知道自己的心思被这少年人看穿了，誓死追随，那真就是说的好听罢了。他现在就是想给部落里的那些妇孺找一个庇护。说起来，这人是真的奇怪。你说慕容顺大饼也化了，鸡肉也露了，他们这些家伙就是宁死不从，可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又愿意屈服于另外一个人。但你无论怎么想，在赤水原这片土地上，谁的大腿能有慕容顺的粗？李承前有些时候都搞不明白这些家伙怎么想的，可真要仔细琢磨一下，发现这好像又是人之常情。通俗点来说，就是老子打不赢你，但还他妈的就不服你，习以为常了，对不对？当然，这也就是李承前这么瞎琢磨，其中自然还是有一些他不知道的内情。我可以庇护你的族人，没问题。你也看到了，我是大唐人，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我甚至能把你们的族人迁移到我大唐境内去，这都是小事。但我们汉人有一句话，你要记住。李承前分析了一下利弊后说道。中年人一听，当即一喜，他自然是看中了李承前唐国人的身份。一个少年人带着这么多悍将在草原上驰骋，其背景绝非那么简单，先进罗衣后进人，也并非是汉人的专利。这会儿听李承前这么一说，立马开口，不知道是什么话，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不管你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思说的这句话，既然你说了要誓死追随，那在你死之前都得为我马前卒。李承前语气严肃了起来，若是做不到，我今日能避二等，他日也能叫二等，生死两难，考虑好再决定是不是要追随于我。说完，李承前也就不再看他。收服这些草原人没那么容易的，他算是发现了草原人的性子的确豪爽，但他妈的花花肠子也不少。果真不论在任何年代，都不是傻子可以驰骋的。而李承前说完，中年人却是有些作辣了。我那也就是说个漂亮话而已，不是说汉人都爱面子吗？我这么一说，不应该是你受宠若惊，嘘寒问暖，怎么搞得跟一场交易一样了？这让他有些作辣。漂亮话和承诺那是两回事。既然李承前正儿八经的这么说了，那他们要是以后但有违背，就算李承前放他们一马，他们也没脸在草原上立足。若是能帮我们复仇，誓死追随又何妨？就在这时，中年人身后传来了一个较为苍老的声音。李承前之前倒是没注意，这群人里面还混着一个老头子，这会儿循声看过去，笑道：老人家倒是抓了一手好字眼。行，没问题，我帮你们复仇，你们今后为我卖命，可否？对于这样的要求，李承前几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开什么玩笑，他和慕容顺本来就已经势不两立了，有没有他们，他都不会放过慕容顺。从慕容顺开始对他起了坏心思的那一刻起，李承前和他之间就没了任何和解的可能。若是如此，我等愿往。中年人接口说道：只是我还有一个小要求，不知道能否答应我？我家公子对你们够客气了，休要得罪进尺。一旁刘三提起马槊，指着中年人，很是愤怒地说道。他觉得这人太不知好歹。李承前手一摆，说道：你先说，如果做不到，那今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便可。楼宁这会儿去袭杀我伊氏的另一部落，我想请公子带人相助。中年人说道：当然，若是事不可为，自然不会让公子平白无故的去冒险。他这会儿其实想了很多，伊氏虽然现如今分割成了很多个小部落，平日里也是见彼此都不顺眼，毕竟他们每个部落都是以正宗伊氏自居。
但真当面对外敌的时候，他们还是愿意出手相助的。不管内里怎么乱，对外的时候倒是都能不计前嫌，齐心协力。当然，这也不是他全部的原因，他也想在那一支医师部的面前显摆一下谁才是正统医师的继承人。最重要的是，他需要李承前用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听他这么说，李承前没说话，他在沉思，或者说他在衡量利弊。现在就和慕容顺的人正面冲突，的确不明智，但如果利益足够，倒也不是不可以。反正早晚都要和慕容顺对上，早一点晚一点，本质都是一样的。万一我们赶过去后，他们投降了怎么办？到时候我们千里送人头，礼轻情意重。李承前问了一句。中年人摇了摇头，道：不可能，大宁王为什么最先对我们动手？就是知道我们这些人永远不会答应他的条件。因为我们这些人与吐一魂来说，其实和公子的身份差不多，只不过是我们来得更早些罢了。对于这一点，中年人很自信。说实话，李承前动心了，倒不是说什么报复慕容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利益。这一份利益足够他冒险一次。如果救下医师部，他的实力将再次暴涨不少，届时他的底气自然是更足一些。医师部有多少人？我说的是能战的。李承前问道。中年人想都没想，说道：不低于200。这么多？李承前一愣，不低于200，楼宁才带了多少人去？估计都没200，当然不排除楼宁另外安排了其他人。不过这200人属实不少了，普氏一部之前也才不到100人。虽然我们都是医师部，但实话实说，他们继承了先祖的汉勇，哪怕是女人，只要不是在生孩子，骑上战马也是草原上的勇士。中年人说完有些尴尬，比起汉勇，那的确是赶不上人家。李承前琢磨了一下，小声地问赵岩：你怎么看？打仗的事儿李承前不懂。赵岩思量了片刻，低声说道：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的话，能试一下，真要全盘接收了医师一部，对公子来说绝对是好事。前面有200人玩命，后面还有他们100来人随时准备偷袭，还别说真的够楼宁喝一壶的。得到赵岩的答复，李承前爽快地说道：行，这边简单安排一下，我们马上就去。富贵险中求，说到底李承前还是看中了其中的利益。李承前也并非是脑子一热就做了这个决定，他其实也认真的思考过。不管那边战况如何，先带人去看看总是没问题的。如果势不可为，他当然掉头就走，但如果有可能，这种机会还是要争取的。如果他手底下再多哪怕100空闲之士，他的底气也要足一些不是？怎么称呼？动了这个心思，李承前就直接问了一句。中年人其实在李承前答应下来后，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只不过是他以退为进的一种方式，却没想到眼前这个少年人直接应承了下来。这会儿听李承前这般问，回道：伊元丰。他其实也认命了，只要李承前能庇护他们族人，这条命卖给他也就卖给他了，并非不能接受的事情。伊元丰，李承前念叨了2遍，说道：这样，你现在去收拢你的族人，让他们先找一个地方避一避，速度要快。如果因为你们耽误了时间，等我们赶过去的时候，楼宁他们已经结束了，那可就怪不得我了。伊元丰点头，赶紧回去安排。等他一走，李承前又说道：马叶，你先带人去探查情况，我们马上就跟上来。有了决定，李承前做事向来干脆利落。很快，一群人就动了起来。另一边，伊元丰带人离开的路上，语气沉重地对其他人说道：你们刚刚也听到了，今后我们的日子怕是没那么好过了。他真要能帮我们报仇，给他卖命就是了。草原上的男儿，难不成还怕死不成？就是，只要能报仇，能宰了楼宁那厮的脑袋，卖命就卖命。他的这些族人对此倒是没什么意见。一个数百人的部落被楼宁屠戮的仅剩30来人，心中的怒火早已淹没了理智。伊元丰一想，也是，他妈的，部落里就他们几十人了，如果有机会报仇，卖命就卖命得了，这年头给谁卖命不是卖？想通了这个，伊元丰倒也没那么多感慨了。很快也就半炷香的功夫，伊元丰就带着不多的族人回来了。他们本来就走半道上了，倒也没多耽误功夫。安置好这些族人，伊元丰就来到李承前身边，也没说话，意思却是很明显：我们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李承前问道。这会儿他身边围着不少人，都是各个团队的领头人。听李承前这么一问，都是点了点头。看了看这勉强100人的队伍，李承前也是心中苦笑。你敢信，这勉强100人的队伍居然分成了4个阵营？虽然各怀心思吧，但也的确都有去偷袭楼宁的理由。赵岩他们就不说了，李承前说啥就是啥。那群糙汉现在的领头人是刘三，他们的想法很简单，能赚钱就行。而且他们又不傻，也发现了李承前对他们这些人极为照顾，但凡有危险的活，其实都没落到他们头上。至于普乐伯伯，他想的更简单，既然现在已经跟大宁王翻脸了，当然是自身实力越强越好。抱团取暖在哪个年代都能行得通。都检查一下自己的兵器，尤其是弓箭和箭矢。李承前说道。刚刚收缴了那些追兵的弓箭和箭矢，这会儿就连赵岩他们都是人手一张弓。再次确认没问题后，李承前大手一挥，出发。一瞬间，众人策马奔。当然，李承前永远都是被赵岩等人护在最中间的。安全吗？时时刻刻都要抓。等李承前一行人遇到马叶的时候，天色已经暗淡了下来。现在什么情况？李承前直接问道。马叶摇了摇头，说道：我看这一时半会儿还打不起来，楼宁那些人这会儿估计还在等人，可能他也没把握就那点人拿下这个医师部。李承前点了点头，预料之中的是，楼宁既然被慕容顺所倚重，自然不会是傻子。我看这楼宁10有8九是打算等到医师部的人都熟睡后再搞偷袭。
易元峰说着，看向马业问道：“他们距离医事部还有多远？”10里开外。马业看向李承前说道：“我觉得他说的差不多。楼宁他们的人虽然驻扎在医事部10里开外，但连点火光都没，这显然是不想暴露自己。而且我们也试过几次，根本就无法穿插进去通知医事部。那就差不多了。按照我们草原人的习惯，平日里探马最多派出5里地。”一旁的普勒伯伯也说道：“当然，他这话水分有点大，真要平日里素来无事，谁大半夜会放探马出5里地？不过他们的话，李承前还是信的。楼宁也不是傻子，既然知道医事部不是一块好啃的骨头，绝不会贸然强攻，偷袭才是最好的选择。这强攻下来，哪怕他们人再多，死伤也一定不会少。这样，我们也先休息，今晚必定是一场恶战，但所有人都给我合衣而眠，并且不允许用明火取暖。既然楼宁想搞夜袭，那我们就给他来一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李承前说完，又看了看马业，说道：“今晚你们就辛苦一点，给我盯死了楼宁那些人。记住，他们极有可能还有援兵，真发现了援兵，放他们过去就是。草原人自然有草原人在野外取暖的法子，这一点李承前也见识过。当他们这边准备以逸待劳的时候，楼宁这边也是烧着牛粪在取暖。将军，你说这大唐太子究竟躲在了哪里？我们放出去那么多探马，居然都还没找到他的跟脚。”楼宁手下的副将闲着无聊问了一句：“屠戮这些部落，不过是为了他们寻摸李承前做掩护罢了。当然，顺便能将这些部落彻底整合一番，对慕容顺来说怎么也不亏。”楼宁这个人5大3粗的，倒是颇有几分草原人的风采。这会儿搓着手烤着火，火光映射在他的脸上，使得他脸上纵横交错的刀疤在明暗交替的火光中多了几分狰狞。听副将这么一说，楼宁面露凶狠地说道：“不管他在哪儿，我都一定会将其揪出来，用他的人头祭奠我们死去的族人。我楼氏跟着大宁王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的确，自打他跟随了慕容顺之后，楼氏从没有一次折损过这么多人。行了，不用管他，哪怕他是大唐太子又如何？到了草原上，一样是砧板上的肉，还能飞了不成？”楼宁说道：“通知兄弟们，等楼宽的人一到，立马动手。”对于楼宁而言，杀戮就是此时宣泄心中怒火最好的方式。如果说之前他对慕容顺要对付李承前还有些反对，那么现在他就是这一思想最忠实的拥趸，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他楼氏族人死了数十。当然，他还不知道，就在今日下午，李承前又把他楼氏族人屠戮了数十人，2次加起来都快过100了。如果知道了，楼宁这会儿估计也没什么心思琢磨医事部了。子时刚过，李承前正坐在火堆旁琢磨着今后的思路。这大冬天的，他可不像这些家伙，还真能睡得着。楼宁的援兵来了。就在这时，马业回来了，小声地说道。李承前顿时来了精神，问道：“多少人？”如果对方来了个300-500人，李承前一转撒腿就跑。以少胜多的神话，他信，但他信不过自己，更信不过手底下这批人。100来人，马业说道：“我们要不要？”马业的意思李承前懂，他想趁着这机会先将楼宁的援兵拿下，那之后再和医事部联手对付楼宁，可就简单多了。他们这边也有100来人，加上医事部200多人，对付一个仅100多人的楼宁，那还不轻轻松松。而他们借着月色埋伏这些援兵，有心算无心，其实也不是做不到。这一手颇有几分围点打援的意思。但李承前还是摇了摇头，说道：“放他们过去，不用管。”可这战机稍纵急，马业有些想不明白，反正都是要打，为什么非要等他们两边的人汇合到一起再打呢？先解决一波不好吗？哪有战机？李承前不等他说完，笑道：“现在我们打这些援军，你能100%保证一个不放过，又能100%保证不到半炷香的功夫就把这些援兵全歼。稍有差池，楼宁那边的人来救援怎么办？到时候别说医事部会不会被这大战惊醒，他们就算惊醒了，他们会来救援我们？别太想当然了。我们的确有想法来救援他们，但他们此时可不一定会管我们的死活。”李承前说完，马业一愣，好吧，还真是这个理。他不知道李承前都没把话说完，真正重要的压根就不是这个，重要的是没有这些援兵，楼宁怎么给医事部制造巨大的压力？200多的空闲之士是很多，他很想要，但他更清楚，如果这些家伙不被楼宁打个半残，没有灭族之危，他此行最多叫做锦上添花，绝对算不上雪中送炭。既然想送人情，肯定就送一个大的呀，不痛不痒的人情，人家嘴上会表示感谢，心里会怎么想？没你们我们照样能行，无外乎就是时间长一点的问题，这就是人性。当然，这也不是他全部的心思，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只不过他不方便讲罢了。有些东西，懂的人自然懂，不会问；不懂的人，你就算解释了，他一样不懂。赵岩，通知所有人，该做好准备了。等马业走后，李承前给身边的赵岩吩咐了一句。他突然发现，还是赵岩靠谱。这样的问题他没发现吗？肯定发现了，但人家就是不说。哪像马业，脑子都不带转弯的。看来这马业今后注定就是一个做斥候的料。就在李承前这边所有人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楼宁这边也等来了他们的援兵。2股人马汇聚到一起，也有200多人。这么些人偷袭一个医事部还是没问题的。人都到齐了，准备一下，开始吧。楼宁没有过多的废话，该做的战前部署早都已经做过了。之所以等到现在，就是为了等楼宽带人赶来。很快，200多人借着夜色的掩护，开始朝医事部围了上去。他们刚出发，马业又回来报信了。李承前得信后，看了看蠢蠢欲动的众人，也说道：“行了，诸位，今晚到底有没有收获，就看这一哆嗦了。但丑话说到前面，待会儿过去了，怎么打，什么时候打，听我的。但凡有人敢违背，莫要怪我手下无情。”说着，
李承前看了看伊元丰，伊元丰赶紧说道：“既然我等已经选择誓死追随，公子放心便是。到了现在，他们也确实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至于普勒伯伯，这会儿是一言不发，之前的事儿让他们普氏一部的族人感觉很丢人，所以他私底下也交代过族人。出发！”李承前手一挥，众人朝着之前楼宁驻扎的住的赶了过去。马业，你们继续在前面盯着，如果发现有楼宁的探马，解决掉。马业领命而去。约莫丑时左右，李承前一行人已经越过了楼宁等人之前的驻地，距离伊势部也不过是5里地左右。公子，在伊势部东面2里地左右有一个小缓坡，我们可以去那边，既能居高临下俯视战场，届时冲阵的时候也有益处。伊元丰骑马到李承前身边说道。他对伊势部倒是了解不少，毕竟大家都是伊势部。李承前一听这地方不错，当下就让人先去探探。毕竟和伊元丰不熟，哪怕他们说要誓死追随，但这话于现在的李承前而言，也就是听听，真指望他当真，那才是想多了。很快，探马回来，跟李承前小声的知会了一下情况后，李承前这才带着人朝那边赶过去。不过片刻的功夫，一行人就来到了小缓坡上。刚一爬上小缓坡，众人就看到下面有一处地方，火光四起，人头攒动。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楼宁动手了。楼宁其实并没有他表现出来的那般鲁莽，大半夜的偷袭，先就是一轮火箭齐射，直接将伊势部照了个亮堂堂的。跟着就是密集的箭雨跟上，力求最大程度的消灭伊势部的有生力量。等伊势部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有了不小的伤亡。至于说楼宁为什么不直接带人冲进去，那不废话吗？几百人纵马疾驰，是头猪都被吵醒了，还不如先借机消磨一些伊势部的有生力量来的实在。在双方交战之前，多解决一个敌人，待会儿自己就减少一分压力。将近500人的大战，可能是两世为人的李承前见过最大的场面了。好在后世人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态，倒是没让他有什么丢脸的表现。相反，他还觉得太远了，看得不真切。能真切吗？1000米开外，又是大半夜的，就这还是借助着滔天的火光才能看到人影攒动。这一刻，他十分怀念前世的望远镜，要是有这玩意儿，那看的才叫一个真切。公子，所有的探马都解决了，我们还可以向前推进半里地。恰在这时，马业又回来了。这一晚上，感觉就他们最忙。对于马业的话，李承前还是相信的，当下也没犹豫，直接手一挥，众人再次向前推进了半里地。不过这一次没人骑马，都是下马牵着，该注意的时候还是得注意。推进了半里地，众人看得就更加清晰了。因为楼宁偷袭在先，抢得了先机，加上本来他们就人多，倒是从头至尾的就占据了上风。大泥王倒行逆施，今日你楼宁就算屠灭了我伊势一部，他日你又将是个什么下场？战场上，伊势部落的头人愤怒地咆哮着，说话间还不忘挥刀斩杀。双方这会儿已经是战成了一团。没办法，楼宁也想直接远程攻击，用弓箭解决掉这些人，但想法很好，可根本就做不到。伊势部不管怎么说，都还能找些掩体，但他们不行。所以在一轮箭雨过后，楼宁直接就带人冲杀了进来，打的就是一个措手不及。但他妈的这是人啊，不是牛羊。就算是牛羊，你要杀他，他也会挣扎，会跑得好吧？一时间，虽然楼宁他们占据了上风，但也并没有真的拿下伊势部。废话忒多，楼宁一刀将眼前的伊势部族人劈翻在地，不屑地说道：“我楼宁今后什么下场，用不着你操心。今日你等若是不肯降，伊势一部当族灭人亡。”说完，楼宁刀一挥，喝道：“杀！不论男女老幼，若是不降，死！”畜生！伊势部的头人悲愤地咆哮道：“都听好了，我伊势自古以来就没怕死的，哪怕是死，也给我死在马背上！杀！杀光这些该死的强盗！杀光了他们，我们日子不过了！杀羊宰牛，吃他的3天3夜！杀！”顿时喊杀声仿佛穿破了云霄。伊元丰没说错，这一支伊势部的确是继承了他们先祖的悍勇。虽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虽然死伤惨重，但哪怕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依然斗志高昂，仿佛天生就是一群战士一般，不顾生死的拼杀。远处，李承前听到那带着愤怒的喊杀声，心里也是颇有几分感慨。当然，他也就能听到这嘈杂不清的喊打喊杀的声音，至于其他的，他也听不清楚。公子，现在伊势部士气最是高昂，我们若是出手，定能将楼宁打个措手不及，而且还能刺激伊势部爆发出更强烈的士气。一旁，伊元丰说道。虽然他们伊势内部矛盾很多，但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同宗同族的族人在愤怒和绝望中厮杀，他有些按耐不住了。而且他说的也没错，这会儿伊势部士气高昂，他们如果冲下去偷袭楼宁，楼宁腹背受敌之下，的确很难受。这也能更强烈地激发伊势部的战斗意志。当然，这里面有几分显摆，几分报复的心思，估计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反正就他们而言，打楼宁一准是最积极的。毕竟这会儿伊元丰这些人，一个个脸上都是一副怒不可遏的模样。不着急，李承前却是摇了摇头，说道：“来之前我就说了，此行听我的，明白吗？”对于李承前而言，这会儿他不会出手的。伊势部死的人还不够，他们也还不够绝望，那他出手干嘛？既然要雪中送炭，那肯定是在他们快要彻底崩溃的时候去送最为合适。这真的是千载难逢的战机。又一个伊势部的族人说道，言语中甚至还有些蠢蠢欲动。李承前看了他一眼，语气冰冷地说道：“我说的话你听不懂，还是说你听懂了但不想听？若是如此，你们大可自行前去，无需问我。”公子说笑了。伊元丰一听李承前这话，
顿时有些明悟了。李承前这是在借机试探他们这些人，当下就对自己族人呵斥道：“还不赶紧向公子请罪！是我鲁莽了，还请公子说。”伊元丰在他们这些人里面威望还是很高的，一听他这么说，那人也是赶紧低头认错。李承前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再次将目光看向了战场。他的确有这个意思，如果伊元丰等人连最基本的命令都不听，那就没必要留在身边。不过伊元丰倒是聪明，很快就反应了过来。一旁普勒伯伯笑嘻嘻地看着这一幕，到现在他倒是多多少少对这个少年人有些服气了。他们之前可是吃过这个亏的，为此还搭上了族人一条命，虽然在最后的战斗中又折损了几个族人，不过那倒是在他们能接受的范围之内。战争从来就是如此，上了战场，谁能活下来，谁活不下来，那都是天意。战场上，楼宁等人也杀疯了，最难啃的就是伊势部这样的犟驴。有些人你杀人杀得多了，他们会怕，但碰上伊势部这样的犟驴，你杀得越多，他们越是愤恨，越是愤恨，战意就越是强盛，越是难缠。碰到这样的家伙，不把他们屠戮殆尽，你很难真正的征服他们。伊元熙，你当真要带着你的族人一起走向灭亡？楼宁咆哮道：“还不投降？难道你以为我不敢屠戮了你整个伊势部？”投降？伊元熙不屑地说道：“你问问我部落里的勇士，我们部落几百年来有没有投降的勇士？没有。”顿时，一群人齐声高呼，虽然只有数百人，却犹如山呼海啸一般，划破了寂静的夜。既然如此，那就去死吧！楼宁愤怒地咆哮道：“杀！”一时间，大战再起。草原上的部落吞并从来都是残酷的，所以伊元熙并没有抱怨。当年他们伊势一部最强大的时候，也是如此吞并的其他人。今日轮到他们衰落了，被人吞并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楼宁，今日你最好把我们伊势一部屠戮殆尽，否则只要还有一个伊氏族人活着，他都会没日没夜的袭杀你楼氏一部。伊元熙近乎疯狂地挑衅着楼宁，他知道这样会刺激楼宁，但那又如何呢？今晚要么大胜，要么灭族，没有第三条路可以选择。投降？苟延残喘？不可能的！楼宁也是满脸的愤怒，他知道这些家伙难缠，所以一直等到楼宽的人到了才动手，但也着实没想到这些家伙这么难缠。哪怕他们的族人死了一个又一个，但他们却是越战越勇，越战越强，这就让他很难受。他知道能打赢，但这样打下去，他们也损失惨重。这几天可能就他们让他们打得最费劲。楼宽，你带人去冲击帐房。楼宁表情狰狞地说道：“既然他们冥顽不灵，那就让他们看着自己的族人一个个死在他们面前。”楼宁也发狠了，他要在心理上让这些人绝望，让他们首尾难顾。虽然这样可能会刺激他们爆发出更强的战斗意志，那又何妨？难不成还怕了他们不成？最重要的是，这也极有可能直接摧毁他们的心理防线。一个男人为什么愿意拼尽一切的厮杀？不就是为了用自己的胸膛保护背后的家人吗？楼宽也是个狠人，听楼宁这么一说，当即怒吼道：“冲帐！楼宁，你这个畜生！”果不其然，眼见楼宽真的带人冲帐，伊元熙顿时暴怒。他不怕死，但他害怕看见部落里的那些老弱妇孺死在他面前。伊元熙，你不该威胁我的！楼宁一刀将身边的一个伊氏族人砍翻下马，一手紧握缰绳，使得坐下战马停下来，然后用沾满了鲜血的刀拍了拍自己满是疤痕的脸颊，一脸戏谑地说道：“看到没？这满脸的疤痕都是我楼氏族人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你居然拿此威胁我，那我就让你亲眼看着你伊氏一部今日是怎么族灭人亡的！”他这边刚说着，楼宽一只马槊上挑着一个2、3岁的幼童，就从一个帐房里冲了出来。只见他手腕一翻，一伸一缩之间，马槊就将那孩子刺了个对穿。不，一个伊氏族人绝望地喊了一声，话音未落，那幼童却已被楼宽抛到了最近的火海之中。见状，他骑着马，没有任何犹豫，直奔火海。这一刻，伊氏族人悲从心来。楼宽横枪立马，怒喝道：“还不降？跟他们拼了！”伊元熙此刻双眼通红，近乎绝望地咆哮着：“降！降了以后就能保证这群畜生放过那些妇孺。”缓坡上，李承前等人一再向前推进，此时距离下方的战场也就将1里地的样子。如果是白天，他们肯定不敢靠得如此近，但如今借着夜色的掩护，加上马业等人不断地清理着附近的探马，倒也无碍。当然，就算被发现了，其实他们也不惧，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底气，他们才敢靠这么近。而看着刚刚那一幕，迟迟没人言语。他们其实看得不算真切，但大致也猜到了是怎么回事。此时，李承前双拳紧握，那是愤怒的表现。作为一个后世人，怎能无视如此恶行恶事？反观其他人，倒是淡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他们见过太多了。就在李承前还在犹豫的时候，楼宽再次挑起一个孩子，冲出了一个帐房。这次他二话不说，直接就将那孩子丢进了附近的火场。孩子痛苦的哀嚎声，在这寂静的旷野里显得格外的嘹亮。通知下去，该我们上了。李承前不想再等了，这样的画面他看不下去。他知道，他其实再等等，哪怕是楼宁和伊氏一部打得2败俱伤，甚至伊氏一部被楼宁屠戮殆尽，他都将是最大的获益者。但他等不下去了，战争的残酷已经让他失去了应有的理智。这就是后世人的弊端。安得太平数十载，不知太平从何来。其余人自然不知李承前此时的心理，但听他这么一说，众人还是有些激动的，尤其是伊元丰等人，他们早就按耐不住了，只不过碍于李承前没有开口，他们无能为力罢了。一瞬间，众人齐刷刷的上马。待众人准备完毕，
李承前指着楼宽，对赵岩说道：“这人，我要活的。”众人一听李承前这话，顿时明了，哪怕这话是对赵岩说的，普乐伯伯、易元丰等人也是重重的点了点头。这人死定了，因为他们从李承前平静的语气中感受到了一股子冰寒的味道。深呼了一口气，李承前说道：“冲！”一声令下，众人打马下，刘三带着一群糙汉护持在李承前左右，也是紧随而上。不过百步，普乐伯伯等人纷纷挽弓踏箭，只是片刻间，一阵箭雨倾泻而下。战场中，楼宁等人顿时一愣，纷纷提刀格挡着从天而降的箭矢。伊元熙看到这一幕，却是脸上一喜，顿时高呼道：“勇士们，我们的援兵来了，都给我冲！”虽然他也不知道这援兵是哪儿来的，但不妨碍他抓住这样的机会。很明显，这箭雨就是奔着楼宁他们去的，哪怕也误伤了他们的人，但那又如何？终归还是楼宁他们顶在最前面。楼宁，纳命来！就在此时，冲在最前面的伊元丰等人直接就从背后凿穿了楼宁等人的后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大半夜的，居然还有人来救援伊氏一部。楼宽，你带人去后面御敌，我先解决了伊元熙这个老东西。楼宁重新开始部署，他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掉进了别人的陷阱之中。是谁？是谁在算计我？楼宽是我的，谁都不许抢！一听到楼宁居然让楼宽带人来抵御他们，普乐伯伯顿时高呼了一声。楼宽正准备带人迎上去，听到这话，顿时就是一个趔趄。我这是扒了他家祖坟，还他妈没交手就被人给惦记了。面对突然被刺的普乐伯伯众人，楼宁他们也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而普乐伯伯也好，易元丰也罢，都是骑兵里的佼佼者，为什么要选择缓坡？不就是为了冲阵的吗？根本不等楼宁调整好部署，就已经将其阵型冲了个七零八落的。至于伊元熙，那也是个人精，一见是伊元丰带人来了，当即喝道：“勇士们，给我宰了楼宽那畜生！我要用他的人头祭奠死去的族人。”他清楚该如何去刺激族人的战斗意志，毕竟就楼宽而言，伊氏族人皆是抱着最大的怒意。就在刚刚，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刽子手将两个孩子丢进了火海之中，一瞬间，数十族人都是怒意滔天般的朝着楼宽冲了过去。楼宽正头疼呢，突然只听赵岩喊道：“我家公子说了，那楼宽要活的。”对，那楼宽要活的。伊元丰怕伊氏族人误会，赶紧说道：“楼宽行此恶行恶事，就这么死了，那是便宜他了。”本来还有些怀疑赵岩等人动机的伊氏族人，一听伊元丰这话，有道理，真要是就这么杀死他，还真是便宜他了。楼宽却是一脸懵逼，不是，我他妈究竟招谁惹谁呢？这刚冲进战圈的人，好像就是奔着他来的一般，一个二个都要将他生擒活捉，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呀！顿时，楼宽暴喝：“我倒要看看你们想怎么活捉我！战场上杀人不难，但要活捉，你当我是羊圈里的羊吗？”一时间，众人又战成了一团。不过很显然，楼宁这边已经是节节败退了。一开始，他们还能压着伊氏一部战胜，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但随着普乐伯伯他们加入了战场，从背后给他们来了一下，战场上的局势瞬间就颠倒了。而伊氏一部见到有援军，一个个也是士气大振，有希望和没希望之下的反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另一边，楼宁听到赵岩的话，却是一愣，这是汉人。赵岩一开口，他就听出来了，只是稍一思索，他就猜到了这群人到底是谁了。伊元丰他认识，刚刚还在纳闷这群家伙怎么跑这里来了，但赵岩一开口，一切的谜团也就都解开了。普氏族人虽然有了猜测，但他还是试探性的问了一句：“楼宁，没想到吧？”到了这会儿，普乐伯伯也不再遮掩，直接骑马冲到楼宁的跟前，愤恨地说道：“想当日你派人偷袭我普氏一族的时候，可有想到今日？若非是他们偷袭普氏一部，何至于如丧家之犬，东躲西藏？”对于楼宁，普乐伯伯压根就没好脸色。确定了。普乐伯伯的话让楼宁之前所有的猜测都得到了证实，但是面对普乐伯伯这话，他没办法反驳。他很想说：“我他妈是去劫杀大唐太子的。”但他不能说偷袭普氏部落没问题，但要是劫杀大唐太子的消息传了出去，那他们整个楼氏一部都将遭遇灭顶之灾。我留下的人如何了？楼宁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愤怒。普乐伯伯闻言大笑道：“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不都看到了吗？伊元丰就在这儿，他们都在这，你觉得你留下的人还能活着？”说完，他对着伊元熙大声喊道：“伊氏部的勇士们，别怕，他楼宁是慕容顺的亲随，又如何？早前偷袭我普氏一部，被我们杀了半百之数，不也如丧家之犬逃之夭夭吗？今日我们又屠了他们半百之数，我倒要看看他们究竟要死多少人才知道，这片草原并不是他慕容顺，更不是他楼宁说了算的。这片草原是我们的草原，是勇士的草原，给我杀！你在找死！”楼宁大怒，挥着刀就朝着普乐伯伯冲了过来。普乐伯伯浑然不惧，挥刀迎上。一时间，两人倒也斗了个旗鼓相当。不过他们这边斗了个旗鼓相当，其他地方楼宁这边却是损失惨重。没办法，本来他们就只是占了个上风而已，现在有普乐伯伯等人的加入，加上伊元熙他们眼瞅着活命的希望都跟疯了一样，士气如虹。还有伊元丰那些疯子，他们是真的疯。白天就是这些家伙屠戮了他们的族人，如今整个部落十不存一，如今仇人见面自然是分外眼红。反观楼宁他们，士气被突如其来的普乐伯伯等人一搅和，顿时就泄了一大截，加上失去了优势，这仗是越打越心累。尤其是刚刚普乐伯伯等人冲进来的时候，硬生生的将他们的阵营分割成了几块，这让他们想彼此协防都难上加难。不远处，李承前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他此时距离战场不过200步的样子，这一刻他在犹豫，因为他身边还有30多个糙汉，他们并没有冲下去。主要是这样的战斗，李承前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适应。这些人打顺风仗没问题，但是打硬仗，李承前还真不放心。刘三，你觉得这场仗还要打多久？李承前问了问身边的刘三，刘三倒是一脸的不在意，说道：楼宁其实已经输了，估计他自己都清楚，他都已经输了，为什么还要硬撑？李承前有些不明白，那我就不知道了。刘三摇了摇头，说道：其实从赵岩他们分割了战场后，楼宁就已经没了胜算。一来他们的人数优势本来就不大，赵岩他们一阵箭雨过去后，他们就算是单独面对伊势部都失去了人数优势，更别说赵岩等人还冲了上去。二来嘛，就是士气，打了这么几次，我算是发现了，楼宁这些人没有打过真正的硬仗，要么靠着绝对优势碾压式的推平，这样的军队其实没什么好怕的，给我100个赵岩那样的老兄弟，我都能当穿他们。刘三虽然很多时候不靠谱，但是在这方面还是有些经验的。听他这么一说，李承前恍然大悟，他懂了，楼宁是在拿他们磨刀，可能最近发生的一切让楼宁意识到了他们的不足，今日打伊势部也有磨刀之意，否则他要是弄个1800人，一个伊势部还不得轻轻松松的平推，大唐都还有训练时的死亡指标，难道他吐玉魂还没有战损指标？不过这样也好，刚好能更大程度的消磨一些人。参天大树拔地起，百战雄师染红衣。楼宁的确有这个想法，作为慕容顺的亲随，他一直认为自己的族人就是这赤水原最骁勇的勇士，但最近他发现了问题。不说之前被普氏部和李承前偷袭而屠戮了半百之数，就说最近哪怕他们提前做好了部署去偷袭那些小部落，居然都有不小的死伤，这让他看到了危机。他们是谁？他们是慕容顺手中的刀，如果当慕容顺发现他手中的刀不利了，那这刀还有何用？所以这一次对付伊势一部的时候，他就想把这刀好好的磨一下。死伤一些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需要一支能打硬仗、敢打硬仗的真勇士。而对于李承前，这其实也是好事，如此打下去，受损最大的还是伊势部。伊势部空闲之士200有余，他们如果全虚全影的，李承前凭什么去收服人家？就算收服了他们，你又真的敢用他们？200有余，比他现在手底下的人加起来都多，别人又凭什么折服于你？所以说，李承前也需要楼宁帮着消耗一些伊势部的族人。这么一想，两人倒更像是蛇鼠一窝。楼宁还在奋战，只不过他时不时的东张西望，显然是在探查李承前的踪迹，否则就普勒伯伯还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对于楼宁而言，如果能将李承前揪出来，顺手给抓走，那就算是全军覆没，他也觉得值得。不过夜色中，哪怕李承前这会儿其实离他并不远，他也找不着人。本着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原则，他也不相信李承前敢在附近窥伺。将军，兄弟们死伤惨重，扛不住了，撤吧。这时有人喊了一句，楼宁这才有功夫回首了一眼战场，最终叹息的摇了摇头，大手一挥道：撤。很快，楼宁的部下一个个都杀红了眼，目的只有一个，脱离战场。说实话，要是继续这么打下去，他们可能还爆发不了这么强盛的士气，毕竟他们处处受人限制，不停地看到身边的人倒下，对他们的士气打击颇为严重。但听到楼宁的一声撤，众人仿佛看到了生的希望，斗志之顽强，差点将普勒伯伯他们临时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打了个措手不及。人就是这么讽刺。当然，这也说明楼宁的这些部下已经许久没有打过什么硬仗了。不多时，包括楼宁在内的大部分人都撤离了战场，不过他们并没有立马就撤，而是在不远处打马力和普勒伯伯等人相互对峙，没有急着离开，是因为还有人没撤出来。当然，他们能如此顺利地撤出战场，和普勒伯伯有心放开一条口子也不无关系。相比易元丰和易元熙两人，普勒伯伯要相对冷静得多。他很清楚，想要将这些人全留在这里，他们也许能做到，但就算做到了，他们自身也将十不存一。楼宁他们就算全死了，不管是楼氏一部还是慕容顺，都能马上再组织一起一支比他们人数更多的队伍。但他们呢？他们要是损失惨重，谁又能护佑他们的部落？易元丰和易元熙两人还准备带人冲上去。普勒伯伯说道：他逃不了的，放他一时又如何？说着，普勒伯伯转身看了看伊势一部犹如断壁残垣的部落，说道：他们还需要我们庇护。这话一出，易元丰两人都泄了一口气。是啊，这些老弱妇孺还需要他们。另一边，赵岩等人和伊势一部的族人正在围杀楼宽一行人，哪怕楼宁他们的战斗已经结束了，这边仍旧是杀了个天翻地覆。楼宽，你也想跑吗？赵岩冷笑一声道：今天谁都能跑，就你跑不了，乖乖受死吧。从楼宁招呼众人撤退开始，赵岩就盯着楼宽，既然公子说了，这人要活的，他自然得为公子分忧。放了楼宽，我让你们跑。楼宁看着那边的战士，无奈地说道。他这么说，普勒伯伯笑了，说道：要不是我们都知道，还以为刚刚那一仗是你笑到了最后。面对普勒伯伯的讽刺，楼宁倒也不在意，若非是最后关头普勒伯伯等人来搅局，今天的伊势部他灭定了。一时的得失，你就真当以为你们笑到了最后？楼宁不屑道：别忘了，我能输无数次，但你们呢？只要输一次，就是人死族亡的下场。他这话算是戳到了众人的痛脚上了。这话没毛病，楼宁就算再次全军覆没，他楼氏一部依旧是赤水原最庞大的部落之一，但他们要是如此，草原上将再也没有他们的痕迹。两位头人，既然楼将军都这么说了，还不多派些人将那楼宽给生擒活捉了？普勒伯伯不再搭理楼宁，
想要刺激他们，逼迫他们犯错，门都没有。一听普勒伯伯这话，两位医师部的头人瞬间了然，当即就分出了一些人去帮赵岩等人。你不是豪横吗？我就要当着你的面杀你的人，我看你怎么办？还敢战吗？赵岩一看又来了帮手，当即喝道：生擒楼宽，莫要管其他人。他这话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其他人要跑就放他们跑，但是楼宽不行。这就使得楼宽的压力愈发的大了，本来身边就只有几个人，还有些部下也被分割成了几块，这会儿众人都不管那些家伙了，他们直接就朝着楼宁跑了去。不是他们不想救，是实在没法救。当然赵岩这么做其实也是给楼宁一个台阶，否则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多部下还在血战，要是毫无作为，他今后还如何统兵？如今见就楼宽三人陷在里面，楼宁心一狠，撤！再不撤，他真怕撤不了了。临走前，他看了看众人，说道：几位，日子还长，我楼宁今天对这草原盟誓，不诛灭你几族，我楼宁誓不为人。说着，他又看向楼宽道：是我对不住你们，他日待我卷土重来，定用他们的人头祭奠你们的英灵。说完，他横刀一立，直接在自己本就满脸疤痕的脸上连划3刀，鲜血在火光的映射下滴落在战马的背上，而他身后的部下一个个悲从心来，皆是满脸的恨意。走！楼宁不愿看到楼宽等人的惨状，当下掉头就走。追吗？易元丰看得有些心里发凉，这样的楼宁不是他们愿意面对的。普勒伯伯苦笑一声道：追？拿什么追？楼宁说的没错，他能输1次，输2次，甚至更多次，但我们呢？1次都输不起，拿什么追？那也不能干等着他日后来报复，还不如现在追上去，杀一个保本，杀2个赚1个。有人不满地说道：你就不怕追出去遇到埋伏？普勒伯伯说道：慕容顺的亲随就他们这区200来人。听他这么一说，众人叹息一声，不再言语。说到底还是实力不够，家底太薄。楼宁丢下一地尸骸，撂下一句狠话后，终究是消失在了夜色中。没有人追，也没有人敢追，这才是他明知腹背受敌，也敢拿普勒伯伯等人磨刀的底气。而楼宁刚离开，李承前则带着人从黑暗中走了出来。看到李承前等人的时候，易元熙还愣了一下，正准备招呼人御敌，却听到李承前说道：我是让你们活捉，又没说不准伤他，有口气儿就行。一听这话，易元熙顿时就明白了，这少年人就是他们口中的公子。当下示意众人放下武器，不管怎么说，今晚都是这少年带人救了他们，草原人有仇报仇，有恩报恩。当即下马躬身道：易元熙替我一事一步，谢过公子的搭救之恩。做了这么多年的部落头人，他很清楚，这少年人才是普勒伯伯这群人的头。为了救援你们一事一步，我损失如此之大，你一句轻描淡写的谢过就完了？李承前这会儿心里很烦躁，语气上也就难免有些生硬。这易元熙有些尴尬，不知道该怎么接着茬。虽然理是这么个理，但话不是这么个话。另一边，楼宽和赵岩等人大战正酣，哪怕楼宽他们仅剩3人，但左突右冲的，弄得赵岩等人十分难受。当然，这一切不是说楼宽几人真的有多猛，而是因为李承前要抓活的，这反而使得赵岩他们有些束手束脚。而此时，赵岩一听李承前这话，显然是有些不耐烦了，当下就挽弓搭箭，既然只要有口气就行，那一切也就变得极为简单了。不多时，楼宽的2名手下力战而竭，正当楼宽眼见大势已去，准备抹脖子杀身成仁之际，赵岩一箭将其射下马，其余人见状立马扑上去将其生擒。至此，大战终于落下了帷幕。不知公子打算如何处置此料？眼见楼宽被生擒活捉，易元熙笑着问了一句。李承前如何处置楼宽，对他们一事一步来说尤为重要，这关系到他的决定。他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李承前非要活捉此人不可。李承前其实也犯难，他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活捉此人，只是当时看见这家伙将2个孩子扔进了火海之中，作为一个后世人，那饱受后世教育所熏陶的他，当即就是怒不可遏。战争是残酷的，他能理解，可稚子何辜？是以在愤怒的情绪冲击下，他才有了如此荒唐的决定。一开始，他在心里想了1万种怎么折磨死这家伙的法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愤怒也逐渐消去。这会儿听易元熙这么问，他又不知道该如何办了。说到底，后世的思维依然还在影响着如今的他。他是你们一事一步的罪人，就交给你们自己处理吧。最终，李承前将楼宽交给了易元熙，让他们自己处理。没有了最初的愤怒，他也下不去那样的死手。杀人不过头点地，他有些害怕自己将来会变成一个连他自己都不认识的魔鬼。既如此，还不如让医事部自己处理。说到底，他们才是最痛恨楼宽的人，没有人比他们更能体会到那切身之痛。听李承前这么说，大家都以为李承前此前特意要大家活捉楼宽，就是为了在此时给医事部卖一个好，当下也是笑笑。易元熙更是一脸虔诚的感谢着。只有李承前自己知道，他不过是愤怒消散后下不去手罢了。而一事一部的族人却不管那么多，听李承前这么说后，都是一个二个不怀好意的打量着楼宽。一刀砍了？真要一刀砍了，那还真就便宜了他。赵岩见李承前点了点头，当下也没多说，直接将这个家伙交给了一氏族人。很快，一群一氏族人就将楼宽给带走了。没多会儿，一阵阵痛苦的哀嚎声在这寂静的草原上宛如魔鬼的惨叫一般。公子与我一事一部有。易元熙正准备客套几句，李承前一摆手说道：行了，别说那些有的没的，直接点儿，我问你答。易元熙一脸的呆滞，不过他还是点了点头，当然心底下的警惕却是从没有松懈过。我今天是不是救了你们？李承前很直接。易元熙点了点头，
这没啥好说的，事实如此。李承前又问道：如果我们今天不来，你们伊势一部是不是被灭族了？伊元熙继续点头。正因为我们来救你们，所以现在你们活下来了，对吧？李承前继续问道。伊元熙依然点头。既然如此，我让你们怎么回报于我都不为过吧。毕竟若非是我，此时草原上怕是早已没了你们伊势一部。李承前说完，伊元熙一愣，话是这么个话，但理可就不是这么个理了啊。若是他们伊势一部愿意屈服的话，之前屈服楼宁他们就好了，何必要冒着人死族灭的危机跟楼宁他们玩命的做一场？李承前这话往深了想，可是有几分想要吞并他们伊势一部的意思。公子的确句句在理，但若是公子让我整个部落彻底臣服于公子，那与楼宁、慕容顺之流又有何区别？伊元熙说完，奇怪地看了看伊元丰和普乐伯伯，莫非他们的部落已经臣服于眼前这个少年人了？你别看我，伊元丰说道，我们部落如今十不存一，还能冲锋陷阵的勇士就你看到的这些了。他没得选择，部落到这时候其实已经打没了，依附于李承前也只是想让这个部落苟延残喘下去罢了。普乐伯伯没说话，他们普氏可不一样。而李承前听伊元熙这般说，笑道：头人这话说的，我岂有让伊势一部臣服之意？我是一个商人，在商言商，今日救援伊势一部的买卖，我损失很大，这损失自然就要在伊势一部身上找回来。不知道头人觉得我说的可对？公子想如何找回去？伊元熙谨慎地问道。如果李承前的要求过分了，那他也不惧再战一场。李承前笑着说道：很简单，今日为了伊势一部，我们损失几何暂且不说，但终归是救了你伊势一部，可对？我的要求也很简单，伊势一部的勇士在未来的1年里为我而战，全当是回报我此次冒着巨大的风险来营救你们。1年过后，我们两不相欠。因为之前楼宽的暴行，李承前最终没忍住，还是提前出手了，这导致伊势一部此时残存的力量比他的人加起来都多。而伊元熙的性格也让李承前断了收服他们的心思。这群人宁死不屈，过于强硬反而会适得其反。之前说话之所以那般强硬，其实也是他刻意为之，这就好比后世的砍价还价。先在你心里植入一个无法接受的天价，正当你琢磨该如何拒绝的时候，再给你一个完全在接受范围之内的价码。这时候两相对比之下，你反而觉得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事实也是如此。听到李承前这么说，伊元熙都愣了一下，这不是不能接受，别人的确是冒着很大的风险来援救了他们，没有李承前等人，今日就是他们伊势一部的末日。李承前见伊元熙动容了，又添了一把火，说道：想必头人也知道，今日之举，尤其是强硬的留下楼宽，使得我们和楼宁、慕容顺结下了死仇。未来楼宁肯定会想办法报复我等，届时整个赤水园都未必有我等的容身之地。怎么，头人打算袖手旁观？还是说你们伊势一部打算袖手旁观，眼睁睁看着那些曾经因为帮助你们的人被楼宁领着人在草原上追杀？最后这一句，李承前是对整个伊势一部说的。他说完，有个汉子就不干了，当即说道：我伊氏族人岂是你说的那种忘恩负义之辈？就是。很快他就得到了一群人的响应。草原人恩怨分明的性格被李承前利用到了极致。好在伊元熙还是冷静的，闻言说道：公子所言言之有理，只是经此一难，我伊势一部怕也是无力在此立足。若是我部落勇士都走了，这些老弱妇孺又当如何？不是他忘恩负义，而是站在一个头人的位置上，他不得不考虑这些。此事头人勿忧，说到底，如今我们都有共同的敌人。既然如此，我自然会安置好伊势一部的老弱妇孺。凛冬将至，抱团取暖也成了我们当下唯一的选择。说着，李承前又详细的将他对这些老弱妇孺的安排给介绍了一番。事已至此，伊元熙的确没有了拒绝的理由。毕竟李承前的要求真的不过分，左右不过是效力1年时间，而且人家的理由也足够充分。他们真的是在伊势部最危险的时候，冒着巨大的风险来救援的他们。当然，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李承前的那句“凛冬将至，抱团取暖”才是他们唯一的选择。这话算说到他们心坎里去了。加上李承前连他们的老弱妇孺都给安排好了，他实在找不到任何借口拒绝。而且真要是拒绝了，日后楼宁再次打上门来，还有谁愿意，或者说谁敢帮他们？既如此，那就如公子所言，直到明年今日，我伊势一部的勇士皆为公子的马前卒。伊元熙说道：但我尚有一个不情之请，还希望公子能答应。说。对于伊元熙的选择，李承前并不意外。衡量利弊之后，聪明人总会做出最利于自己的选择。伊元熙说道：这1年我们可能会风平浪静，也可能会连连大战。如果我伊势一部的勇士在这1年里死伤殆尽，还希望公子能善待我们部落里的那些老弱妇孺。不得不说，伊元熙还真的有个好习惯，未虑胜先虑败。若真如头人说的这般，那他们就是我的族人。李承前郑重的点了点头。这话李承前还真没敷衍他。事已至此，伊元熙不再多言。其实此时他真的没有太多的选择，就凭他伊势一部完全没能力抗衡慕容顺。既然头人没意见，那就赶紧收拾东西，这个地方待不得了。说完，李承前就开始吩咐起来。众人一听，也是马上开始忙碌。谁都知道这里绝非久留之地，而伊势一部的老弱妇孺也早就被大战惊醒，他们比谁都清楚，这昔日的家园已经没了。一个二个都是沉默着收拾着自己的东西。不过是一炷香的功夫，所有东西收拾完毕，伊元熙打马过来，叹息的说道：这一战我伊势一部的勇士伤者无数，不知公子有何安排？在草原上，尤其是这种环境下，
受伤就意味着半只脚踏进了鬼门关。李承前看了看躺在马车上的伤员，说道：“无妨，只要他们能挺到日月山，应该就无大碍。刘三，带着你的人将他们护送回去，告诉朝政，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兄弟，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治好他们。能治好？”易元熙听李承前这么一说，顿时一惊。瞧你这话说的！刘三打着哈哈说道：“我们跟随公子之初，比他们还惨，还不是公子想办法把我们治好了？现如今，谁不是生龙活虎的好汉子？”刘三也是个人精，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样的话。他这话一出，众人皆是一喜，这是好事儿啊！行了行了，少吹嘘两句。李承前说道：“现在说这些都没啥用，时间会证明一切。除了易元丰，你们俩都可以挑10来个勇士，跟刘三一起护送他们回日月山。”后面这话，李承前是对普乐伯伯和易元熙说的。至于易元丰，他们部落里就剩下这10来个人了，让他挑10来个人跟着一起回去，那是打他脸。易元熙和普乐伯伯倒也没拒绝，一个是不放心自己的族人，一个是需要给自己头人汇报一下情况。当下两个都开始挑选了起来。普乐伯伯倒是没挑太多人，就把几个受了轻伤的族人挑了出来，既能回去跟普希若汇报他们的情况，也顺便回去养养伤。易元熙则是实打实的挑了10来个人，显然他还是不太放心。对此，李承前也不在意，挥手让刘三就带着人护送这些家伙先去会合易元丰的人，最后直奔日月山。之所以让刘三带人回去，其实也是有压制普希若的意思，免得普希若动了什么不该动的心思。等他们走后，李承前看了看剩下的，居然还有200来号人。公子，我们这会儿该去哪儿？普乐伯伯笑着问道。李承前想都没想，反问道：“不应该是去追杀楼宁吗？”追杀楼宁？众人一愣，李承前也是一脸的疑惑，道：“你们不会真以为楼宁走远了吧？我敢打赌，他就在不远处盯着我们。若是我们不去追杀他，你说他会不会去追杀刚刚送走的老弱妇孺？”不是李承前学不会普希若那固步一阵的法子，只是情况不一样。这会儿要是学普希若那法子，和东施效颦无异。当然，他也料定了楼宁不会走太远。说到底，他们才是这草原上的霸主。暂时的退却，不过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死伤，并非是畏惧。再说了，真要走远了，他们这些人不就都跑了吗？所以，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楼宁都不会走太远。公子，楼宁的探马离我们最近的只有500步，他则带着其余人一路朝西边去了，不过速度并不快。恰在这时，马叶骑着马从黑夜中跑了过来。李承前很少让马叶加入到战局中去，他是斥候，斥候就该做好斥候的本职工作。点了点头，李承前问道：“能解决那些探马吗？”能。马叶说道：“但这次他们很谨慎，距离拉得很开，估计只要我们一动手，楼宁就能立马收到消息。楼宁也不是傻子，吃一堑长一智，他还能放任探马被吃掉不成？无妨，就是让他知道。”李承前无所谓的说道。到了这会儿，知道不知道其实已经不重要了。李承前要做的是骚扰楼宁，让他无暇多顾，为刘三他们争取一些时间。楼宁要做的其实也简单，就是不能让李承前他们消失在自己的视线之中。可以说，他们两人是各怀鬼胎，却又不谋而合。这，我们要是追上去，把楼宁逼急了，和我们死战怎么办？普乐伯伯有些忧心地问了一句。李承前摇了摇头，说道：“不会，于他而言，我们是啥？充其量一群丧家之犬，而他呢？他还有着大好未来。常言道，瓷器不跟瓦片斗，他犯得着跟我们拼命？”这话说起来的确不怎么好听，但还真就是事实。一瞬间，众人也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该悲哀。不过，听李承前把他都囊括进了丧家之犬中，再看看这少年，却是多了几分自己人的感觉。追吧，做做样子也得追一追。李承前说道：“刚好，真把他们撵跑了，我们也好找个机会脱身，否则后面一直吊着个尾巴，这日子还怎么过？”众人闻言也是这么个理，当下就跨上战马，直接奔着马叶说的方向追了去。这一次，普乐伯伯和伊元熙带人打头阵，还别说，这100多人冲起阵来，还真像那么回事。他们这边刚动没多久，楼宁那边就收到消息了。楼宁也是一愣，你们还真敢追上来？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将军，这些家伙欺人太甚，跟他们拼了吧！副将说道。楼宁一愣，诧异道：“拼？为什么要拼？等我们缓过劲儿，将手底下的部众都召集起来，到时候再对付他们不行？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候和他们拼？你觉得我们最近死的人还不够多吗？”他从没想过这个时候和伊元熙他们硬碰硬，没必要。练兵的时候死一些人，死也就死了，但真要把这么多人全交代在这里，他还真没法交代。撤，让他们追，我们去收拢部下，就怕他们不敢真的追上来。楼宁很无所谓的说道。骑兵就这点好，来去自由。李承前自然也不会下死手追他，没必要，达成目的即可。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李承前便带着人追到了另一条路上，有伊元熙、易元丰还有普乐伯伯3个赤水园的土著，李承前也不怕走丢。他们现在要做的反而是找个地方躲起来休整一番，连夜的大战，人困马乏的必须休息了，否则再遭遇楼宁，他们哪还有力气与人对敌？这会儿，李承前一行人正猫在一个前天刚刚被楼宁给屠戮了的一个部落里。虽然这里经过一场大战，哪怕过去了2天，但那股子刺鼻的血腥味还是很浓重。但这对李承前等人来说却是无碍，毕竟他们刚刚是从血腥味更浓烈的地方过来的。都自己找个地方休整一番，记住不能使用明火。李承前简单的吩咐了一句，自己也找了个帐房休息了起来。他也是熬了一宿，这会儿也累了。赵岩等人则是分别在李承前的帐房里外合衣而眠。
另一边，楼宁也带着人来到了一个熟识的部落。赤水原大大小小的部落100多个，有人反对慕容顺，自然也有人支持。这个部落就属于慕容顺的支持者。说起来比较讽刺，作为大宁王，慕容顺在赤水原的支持率居然连1半都没。你要说慕容顺在赤水原干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儿，那也说得过去。但最讽刺的是，慕容顺还真没干出这样的事儿。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基于赤水原大大小小的部落所着想。从这一点来说，他慕容顺的确没有任何的私心。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慕容顺在汉人的领土上生活了太多年，早就是一副汉人的思维模式，有些政策甚至是照搬的大唐或者前隋政策。这些政策在大唐或者前隋的确实用，但放在草原上可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你去给大宁王传个话，就说那人出现了。帐房里，楼宁小声地跟自己的亲兵说道，有些东西是不能用书信呈现的，万一出点意外，那就是滔天大祸。亲兵点了点头，也没多言。作为楼宁的亲兵，他自然知道那人是指的谁。对了，再问问大宁王怎么处理，是杀还是俘？楼宁说完，挥了挥手，示意亲兵赶紧去。等亲兵走后，帐房里只剩下了楼宁一个人。他用手小心地摸了摸自己脸上的疤痕，算不得多疼，但对他来说却是难以磨灭的耻辱。如果说在以前是慕容顺要杀李承前，那么从现在开始就是他楼宁要杀李承前了。来人！很快又一个亲兵走了进来。楼宁头也不回地说道，你回一趟赤水城，之前不是抓到了一些普氏部落的废人，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把这些家伙的嘴给撬开。我要知道普氏一部的藏身之地究竟在哪里。帐房里，楼宁的副将走了进来，犹豫了半天，他才说道，将军，楼宽他们慕容顺的亲随说是楼家军都不为过。当初慕容顺到赤水原救人大宁王的时候，楼氏部落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他的，所以这些年楼氏部落发展的也很迅猛。当然，慕容顺私底下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力量，那就不得而知了。这会儿，楼宁听副将这么问，不耐地摆了摆手，说道，如实相告吧。可这样一来，部落里那些老人怕是会借机发难。副将摇了摇头。一说到这个，楼宁也是头疼异常。像他们人口上万的大型部落，内里也并非都是一条心，有支持他辅佐大宁王的，自然也有反对的。最近他接二连三的折损人手，肯定会给部落里那些反对派留下口实。无妨，就如实相告。如果那些老家伙折腾狠了，早晚给他们来一把大的。楼宁说道，想我贺楼氏昔年何等风光，若非内斗，何至于落得如此田地？昔年楼氏也的确是鲜卑一族的贵族阶层，其地位于当今的崔卢郑王等有过之而无不及。彼时凡楼氏子弟出世，不可受悲观，可见其影响力。那需要再填补人手吗？副将问了一句。楼宁想都没想便说道，不让他们冲锋陷阵，难道全部留在族里当牲口一样养起来吗？你看看如今他们哪还有一丁点草原勇士的模样，哪还有我们先辈带领我们披荆斩棘，在这草原上为了一处草场和人拼命的悍勇。这些年他们养尊处优惯了，是不是忘了这安逸的生活是怎么来的？说到这个，楼宁是越想越气，越说越激动。他是真的想重现祖辈的荣光，否则他何至于攀附慕容顺？仅仅是为了在这赤水原作威作福吗？扯淡！真要想在这赤水原作威作福，他何必攀附慕容顺？说句不该说的，在这赤水原反对慕容顺，那叫政治正确。别忘了，慕容福云可从来就没信任过他这个儿子。当年李渊之所以把慕容顺送回吐谷浑，也未必就安了什么好心。他当时攀附慕容顺，一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借助慕容顺的威势将楼氏发展起来，从这些年来看，其实他已经做到了。其次，也是他最无奈的地方，相较于慕容顺，不管是如今吐谷浑名义上的皇太子达延芒节波，还是慕容福云手下的诸多心腹之臣，他都没有门路。不投靠一方力量，他楼氏一族未必就比一氏几部要强一些。毕竟楼氏和一氏其实都一样，都是后期才加入的吐谷浑。将军，我们真的要对付那人吗？副将犹豫了一下，还是将心中的疑问问了出来。李承前那可是大唐太子啊，他不敢想象，如果他们真弄死了这大唐太子，楼氏一部将受到怎样的影响。楼宁摇了摇头，说道，谈不上对付，他要是真摆出身份来，我肯定退避三舍。但他会吗？不会的，他要是摆出身份来，就他身边现在围着的那些人，第一个就会弃他而去。于他而言，身份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就看他怎么用了。至于说我们真要是趁乱杀死了他，麻烦肯定会有，但也未必有多大的麻烦。这些年大唐对东突厥用兵，虽然说是打赢了，还活捉了协力可汗，但仗打完了，才是大唐真正头疼的时候。教化一方可比打下一方要难得多。至于说我们，不管有没有那个人，大唐早晚都会对我们动兵的。就因为可汗这几年一直骚扰大唐边境。副将不解地问道。楼宁笑了笑，还是摇了摇头，说道，那都不是事。你以为我们那位可汗不知道这么做会触怒大唐？他清楚，他比谁都清楚，他就是故意的。故意的？副将有些不解。今天的楼宁可能兴致很高，说道，当然是故意的，我们这位可汗就是想试一试大唐对我们动兵的决心。你不会真以为大唐对我们动兵只是因为我们袭扰了他们边境吧？别想了，当我们立足于这片土地上的时候，就注定了有无数人会打我们的主意。至于说原因，可能就是这片土地既不姓隋也不姓唐，他姓土，吐谷浑的土，而不是大唐国土的土。所以说有没有那个人，大唐都会对我们出兵，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要知道这些年可汗可是屡屡犯边，但大唐却是一直在隐忍。我记得昔年唐皇登基之时也是这般隐忍，和协力可汗在渭水定下渭水之盟。如今呢，
协力可汗又在什么地方？楼宁将很多事情都看得很透，很清晰。事实上也的确如他所言，如果按照原本的历史进程不改变，也就2-3年后，李二就会派出绝对豪华的阵容一战灭齐国。至于为什么打，不管找出的理由怎样合情合理，其实都不过是借口罢了。之所以要打，无外乎吐谷浑的地理位置太过于优越了，被李二看上了。北上接着西突厥，南下就是吐蕃，西出是西域30国，东进便是大唐。这样的地理位置，谁看到不得眼馋一下？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副将问了一句。楼宁笑道：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记住，一切按照大宁王的吩咐去做就成，但一定要按照大宁王的吩咐去做，这一点很重要。副将点了点头，也不再多言。等副将走后，楼宁闭着眼睛在琢磨最近发生的事情。帮慕容顺整合赤水原的各大部落，这是必须的，这很符合他的利益。毕竟真要整合完毕后，他楼氏部落依然占有很大的话语权。然后就是对付李承乾，这个就有点麻烦了。杀吧，不合适；不杀吧，这小子又老是蹦跶，来添乱。别看他跟副将那么说，就真以为他不把李承乾的身份当回事儿，那不可能。否则他怎么可能派人去问慕容顺的意见？当然，慕容顺要说杀的话，那他就啥都不怕了。赤水城，大宁王府邸。当李承乾和楼宁各自心照不宣地进行休整之时，慕容顺也收到了消息。他要干嘛？慕容顺有些疑惑，他是真的有些弄不明白了。如果说之前李承乾和普氏一部搅合到一起，可能是察觉了他的意图，毕竟之前楼宁有一个探子落到了李承乾手里。但即便如此，李承乾最多怀疑他可能起了什么心思，绝对想不到他曾经打算对李承乾下死手。加上之后又传来一些消息，又刚好印证了他之前的猜测，和普氏一部搅合在一起的人就是李承乾。邱伯文也是皱了皱眉头，盯着来送口信的人问道：消息属实？我家将军是这么说的。来人是楼宁的亲兵。不太对。邱伯文摇着脑袋说道：按理说这会儿他既然察觉到了什么，就应该和普氏一部躲起来，等待草原上乱了起来后趁乱逃回去才对。他怎么还跟着掺和了进来？真把这赤水原当他大唐境内了不成？说着，邱伯文看了看慕容顺，问道：殿下，他来我们吐谷浑究竟所为何事？说是要借道去西域。慕容顺也摇了摇头，说道：但就他这般折腾，真要走到西域，还不得猴年马月？而且此行西域何止万里之遥，就他那点人走到西，不对，你说他是不是想收编一些人口，跟着他一起走西域？收编我们牧民？邱伯文想了想，摇了摇头，道：不可能，我们草原上的牧民逐水草而居，这是多少年养成的习惯，谁愿意跟他去西域？再者说，他拿得出什么样的利益，能打动那些牧民？最后，他这么做就是在挑衅布萨波可汗的无上威严，布萨波可汗岂能让他带着自己的子民离开自己的土地？慕容顺沉默了良久，没有言语，弄不清楚李承乾的目的，是他此时最为被动的。对了，殿下，邱伯文说道，当初传消息过来的人有线索了没？慕容顺摇了摇头，这事儿他也安排人去调查过，但那些人好像从没出现过一般，消息传出后人也就消失了。下面楼宁的亲兵见这两人越聊越起劲儿，赶忙说道：殿下，我家将军问，对于那人是杀还是服？还请殿下明示。他可不想再听下去了，这年头知道的越多，死得越惨。慕容顺听他这么一说，顿时也是一愣，他突然发现李承乾这么蹦跶出来，好像让他犯难了。你先下去，等我们商量完了再喊你来。邱伯文说道。怎么处理李承乾，绝对不是拍脑袋就能决定的。等楼宁的亲卫离开后，邱伯文说道：要是我们能找到在大唐给我们通风报信的那个人就好了。慕容顺也有些惋惜，真要能找到那个人，他们倒是可以合作一二。从此人的行径来看，分明就是想害死李承乾。不过也无妨，有动机且能做到这一步的人其实不多。邱伯文思虑了片刻说道：不管怎么说，这人在大唐的身份绝对不低，这是其一。其二，李承乾真要出了什么意外，他就算不是直接获益人，也绝对是间接获益人之一。慕容顺点了点头，说道：还有一点，他这太子之位极有可能被人盯上了。换句话说，唐皇那么多儿子，不一定非要他做这个太子。从他带着20来人摸到这苦寒之地来看，在唐皇心中，他并非不可舍弃的。但这依然支撑不了谋害一国太子的罪名。邱伯文摇了摇头，慕容顺说：这些是个什么意思？他还不知道吗？当下说道：哪怕在大唐境内有人觊觎他的太子之位，哪怕他真的不被唐皇所喜，但真要让他死在了吐谷浑，大唐一定会兴兵。不论是觊觎他太子之位的人，还是你猜测厌恶他的唐皇，都会怒而兴兵。殿下信不信？哪怕是接替他登上太子大位的人，都不会对我们有半丝感谢，有的只是深深的恨意。慕容顺叹了口气，没有说话。这个他最懂，最能体会。真的，昔年他不过未满10岁，就被他父汉送到了隋朝当质子。他前脚刚走，慕容福允就把他弟弟立为了太子。讽刺吧？相当讽刺。李承乾说什么皇家无亲情，他其实还不够资格。慕容顺才真正有资格说这个话。也不知道，若是让慕容顺得知了之前李承乾在太极殿上大放厥词的内容，是否会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殿下，福四城有急报。就在慕容顺沉默的时候，门外有人说道。一听到是福四城的消息，慕容顺当即让人进来。片刻，一个20多岁的汉子走了进来，拿出一个信封，递给了慕容顺，说道：殿下，这是王城内传出来的消息。慕容顺接过信封，检查了一下后，这才将里面的信件给取了出来。看完信件的时候，慕容顺愣了一下。邱伯文没急着开口，
他知道该他知道的，慕容顺不会瞒着他；不该他知道的，问了也没用。一直等慕容顺缓过神儿，这才挥挥手道：“来人，带他去用膳。”等那送信的人走了，慕容顺直接将信件递给了邱伯文，语气萧索地说道：“你自己看吧，我那副汉恐怕一直就在等着这一天呢。”邱伯文不知所以，但看完了信件后也是一愣。信里说，慕容福允得知慕容顺在赤水园整合部落，很是不满，欲派慕容顺的弟弟，也就是现如今的皇太子达延芒杰波前来赤水园安抚那些部落。我就说嘛，傅汉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在赤水园做什么？原来他早就在这里等着我。慕容顺摇了摇头，语气多了些自嘲。邱伯文对此其实并不意外，作为土御魂的可汗，慕容福允要是连这点能耐都没有，早被人生吞活剥了。想了一下，他这才说道：“其实这是对殿下既是危机也是机遇。”这话怎么说？慕容顺问道。邱伯文笑道：“殿下忘了，若是达延芒杰波殿下也到了赤水园，那我们赤水园可就热闹了。光太子殿下就有两位太子。”李承乾尚且不知道达延芒杰波也将来到赤水园的消息，更不知道慕容顺几人想用达延芒杰波来做套。此时见众人休息的差不多了，就打算带众人先回桃园。不过他刚露出这样的想法，赵岩就皱着眉头说道：“公子，这怕是不合适吧？他们可都是土御魂人，我们要是带着200多全副武装的土御魂骑兵入关，怕是会引来误会。”李承乾一想，对，还真让他忽略了。如今坐镇陶州的统军是牛敬达，真让这家伙发现有200来全副武装的土御魂骑兵逼近边城，天知道他会干什么。但还是得回去，李承乾头疼，主要是桃园还有长乐在，若是没有长乐，好吧，没有长乐他也要回去一趟。说到底，土御魂太穷了，他还真得从大唐想想办法。其实我们可以回日月山的。”赵岩说道。李承乾有些疑惑：“我们出来的目的是什么？”“今时不同往日了，公子。”赵岩解释道：“之前我们出来是因为日月山虽为险地，但我们要啥没有，守在那里被慕容顺的人一毒死，我们就成了瓮中之鳖。但现在不同了呀，一士2部，加上普氏1部，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人，能战之士已经多达300余人。不管他们抱有什么样的心思，可面对慕容顺的时候，至少都是一个立场。最关键是有这些壮劳力，我们可以打通日月山到桃园的路，到时候我们进退两可。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时候公子就应该在日月山，就算公子不在，普希若也不应该留在日月山。”如果说赵岩前面的话李承乾还没有动心，那最后2句话李承乾却是动心了。“不是，你们之前不是说日月山那边没有路通桃园吗？”李承乾没急着下结论，反而问道。赵岩说道：“让公子通行的路的确没有，但是让我们这些人通过的路还是有的，只是太过于危险，稍有不慎人就没了。”听他这么一说，李承乾懂了，不是悬崖就是峭壁。那你的意思是我现在得赶回日月山邀买人心，免得被普希若钻了空子？李承乾想了想，这的确是个问题。听到李承乾这话，赵岩搜肠刮肚了半天，才说道：“公子这怎么叫邀买人心呢？这明明就是礼贤下士。得了吧，没读过2本书就别拽文了。”李承乾笑道：“去通知一下，马上回日月山。”的确，刚刚收拢了这么些人，他的确要回去稳固一下战果。再说了，赵岩说的没错，总不能桃子熟了被别人给摘了吧？说到要回日月山，众人心思各异。刚收到消息的普勒伯伯就直接找上了李承乾，有些不满地说道：“之前公子让人送1士2部的老弱妇孺和伤员回日月山，我们没说什么，但此时公子带这么多人回日月山，我普氏1部绝不答应。”“你不答应？”李承乾笑道：“说说，你为何不答应？”普勒伯伯气呼呼地说道：“公子这不是明知故问？日月山乃我部最后安身立命的希望，岂能轻易和他人共享？公子去换来2部头人，就问问他们有没有这么一个地方？为什么不提出来？不就是还想给自己留一条退路吗？待我日月山后继无力之时，他们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安身立命。”对于这个，李承乾考虑过，但他的考虑和普勒伯伯的考虑注定是2个不同的方向。听他这么说，当下笑着问道：“那之前我让他们那些老弱妇孺回日月山的时候，你为何不阻止？都是草原上讨生活的，我也不想看到他们冻死在这草原之上。”普勒伯伯说的大义凛然。李承乾笑道：“是这样吗？我还以为是你看上了别人马车上的粮食和赶在最前面的牛羊。既然普氏一族有此大爱，我现在就让赵岩带人去追上那些老弱妇孺，让他们去日月山就好。我让1士2部带着粮食和牛羊，重新找一个地方躲起来就是。”这普勒伯伯不说话了，没有那些粮食和牛羊，要这些老弱妇孺作甚？之所以之前没反对，就是因为那些粮食对于他们普氏一部太重要了。不再提这茬，普勒伯伯小声地说道：“公子就不怕他们这些人到了日月山后反客为主？”“怕？怎么可能不怕？”李承乾说道：“鸠占鹊巢这种事儿，没见过也听过，但现在这个阶段，没有人会这么干。别忘了，你们都有一个共同敌人。”这个情况，李承乾怎么可能没考虑过？但他想把这些人融合到一起，强大自己的势力。换句话说，慕容顺在干的事，他也想干，只是他的手段更加温和，更加无形罢了。见普勒伯伯还有些不愿意，李承乾又和颜悦色地说道：“你想漏了一个问题，你就没想想，万一将来日月山守不住了，你们普氏一部可还有退路？也许有，也许没有，但不论怎么说，到了那个时候，是不是轮到他1士2部了？难不成他们还会丢下你们独自逃命？不可能的，就你们3方势力加在一起都不是人家的对手，真要分开了，连保命的机会都没。”普勒伯伯一听，好像也是这么个道理，半天也找不出一个反对的理由来。
李承前知道这家伙是唬住了，但普希若那个老狐狸怕是没这么好糊弄。不过这会儿也管不了那么多，先回去再说。很快，一行人朝着日月山出发。与此同时，福寺城慕容浮允坐在自己的帐房里，和妻子达延芒节波说道：“此次去赤水原收服当地部落是其一，其二便是寻摸到大唐太子李承前的踪迹。傅汉收到消息，大唐太子如今就在赤水原一带。”此时的慕容浮允虽然年近60，但精神尚佳。达延芒节波点了点头，倒也没多说话。他是慕容浮允的次子，仅比慕容顺小了1岁而已。和慕容顺不一样，达延芒节波就完完全全是鲜卑族后裔。慕容顺的娘可是汉人公主，这也是慕容浮允不喜她的原因之一。赤水原那边这些年对我们本就不满，我之所以让你大哥去那里，就是等这一天。没想到这一等就等了这么多年。记住，去了之后收心为上，但又切莫太过相信他们。总之，一切小心一些。你大哥也绝非是善辈，小心落进了他的圈套。话是这么说，但慕容浮允知道达延芒节波一定会中慕容顺的计。花开2朵，各表一枝。当达延芒节波准备前往赤水原，李承前准备回日月山的时候，慕容顺也终于做出了决定。其实也谈不上决定，福寺城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说白了，这就是慕容浮允曾经给他画的一个饼，一个很大的饼。当初他为什么愿意落脚赤水原，不就是因为这里部落繁多，但又不服王化吗？王化指的是谁？指的就是慕容浮允。赤水原这个地方比较特殊，在过去的几百年的时间里，这里几度易主。不过神奇的是，不管这里的主人变成了谁，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还是那些人。就说慕容浮允吧，他复国其实也没多少年，到如今满打满算也就10来年。你指望他复国10来年就对曾经的故土做到100%的掌控，那怎么可能？而且当初他们跑的时候，那叫一个狼狈。要说你慕容浮允跑也就跑了，你倒是招呼一声啊，哪怕是喊上大家伙一起跑也好啊。可慕容浮允当时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带着自己的亲随就跑了，留下这些部落傻不拉几的抵抗前随的大军。其结果是什么也就可想而知。如果不是前随自己玩崩了，慕容浮允想复国，这辈子怕是没什么机会。这也是为什么赤水原的部落不服王化的原因，不是不服，关键是你们也不中用啊。慕容顺当初正是看中这一点，想来赤水原发展自己的势力，毕竟他也久不在吐谷浑生活，加上母亲是隋朝的宗室女光化公主，所以他在吐谷浑几乎就没有自己的势力。如果能吃下赤水原这一片的势力，对他来说也算是多多少少有了些本钱。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居然是慕容浮允给他挖的一个坑，等的就是他和这些部落起冲突，然后他再跳出来主持大局，就和现在一样的。冲突刚刚爆发，就让达延芒节波来安抚那些部落，不就是让他来邀买人心的吗？坏人我都做了，眼看着桃子要熟了的时候，来了个说2句漂亮话就准备摘桃子的，这换了谁愿意干？这些年他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多少心血，才让那些部落愿意支持他、敬畏他？凭什么你达延芒节波一来说2句好听的，就想把这桃子给摘了？凭什么？博文觉得此事该如何处理？慕容顺思量了一下，直接将问题抛给了邱博文。邱博文其实在看完信件内容之后，心里也是凉了半截，这说明慕容顺是一点机会都没了，否则布萨波可汗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决定？这完全是让达延芒节波殿下踩着大宁王收服赤水原附近部落的心。到了这时候，他就不得不为自己考虑了。作为慕容顺的亲信，左膀右臂，将来达延芒节波上位后，他的子可未必就会好过。毕竟这世上可不是每个人都有着李世民那样的心胸。我们这位殿下此行，只怕不单单是为了安抚那些部落而来。沉吟了片刻，邱博文说了一句。他说完，慕容顺笑了。的确，如果是为了安抚部落，那么显然就是为了摘桃子来的。但要摘桃子的话，现在可不是最好的时机。以慕容浮允的老辣，不可能不知道。唯一的原因就是有其他的事儿不能再拖了。至于是什么，其实也很清楚，无非就是大唐太子。毕竟他都能收到的消息，慕容浮允没道理收不到。你说我傅汉对这大唐太子是个什么想法？慕容顺笑问道。杀是不可能杀的。邱博文先是摇了摇头，跟着又说道，不过这大唐太子要是落到可汗手里，确实要价值更高。这些年可汗一直在袭扰大唐的边境，有些时候我都想不明白，可汗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还不是想看看大唐对我们的忍耐极限在哪里。慕容顺随口说道，自从当年被前隋大军击溃后，我这傅汉其实早就不具备当年的神勇了。对于这一点，邱博文其实是知道的，就连楼宁那样的家伙都能猜到，他没道理猜不到，只不过有些话并不适合在任何场合之下说。当然，试探大唐是其一，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虚张声势，时不时的向大唐表露一下我们的实力，麻痹一下对方，让大唐误认为我们还像先辈那般敢战、能战、善战。说白了，也就是拖延一些时间罢了。毕竟狼要是很久不出去捕猎吃肉的话，很多人都会怀疑这匹狼是不是老了。慕容顺别的不行，但对他傅汉的心思却是摸得透透的。还别说，这还真就是慕容浮允的心思。自从当年他被隋炀帝如丧家之犬一般撵跑之后，他就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和中原大国的实力究竟有着多大的差距。所以复国之后，他一边袭扰四方，一边励精图治，想要让吐谷浑强盛起来。只是这些年连年雪灾让他很受伤，殿下也认为我们和大唐必有一战。邱博文问了一句。慕容顺笑道，你这话都多此一问，不说别的，就说你邱家放牧的草场外突然出现了一只狼群，你怎么办？邱博文没说话，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那如此说来，可汗只怕是想要一个活着的大唐太子，这对日后两国交战大有裨益。未必。慕容顺摇了摇头，说道：如果唐朝内部想谋害李承乾的人和我傅汉达成了合作，那就难说了。若是对方以除掉李承乾，换得吐玉魂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想必我傅汉会答应的。可汗就不怕汉人背信弃义？邱伯文有些不解。慕容顺说道：他怕什么？那人真要背信弃义，他到时将真相公之于众，大唐内部都得哗然一片，到时候他最多拍拍屁股继续跑就是。事实上，在原本的历史上，慕容福允在大唐打来的时候，还真就拍拍屁股又跑人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邱伯文其实已经有了答案，但还是问了出来。慕容顺说道：敌人，这世上哪来永远的敌人？通知楼宁，从现在开始，尽可能的遮掩大唐太子在赤水园的一切消息，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告诉大唐太子他现在是个什么处境。不管慕容福允是要死的还是活的，总之不让他找着人就对了。至于之前他也想杀李承乾来着，这并不冲突，如果有机会，他依然会下手。但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弄清楚慕容福允的意图之后。李承乾以为回日月山最大的阻碍是普希若，结果等他们到了日月山后，普勒伯伯不过是简单的跟普希若交代了2句，普希若就满脸堆笑的将众人迎了进去。这倒是让李承乾很意外，普勒伯伯都能看到的危机，没道理普希若想不到。眼瞅着普希若很热情的招待着一市两部，李承乾一时间有些无法适应。公子辛苦了，此番着实解决了我们眼跟前的粮食危机。等伊元丰和伊元熙两人各自去寻找他们一日道的族人时，普希若很是殷勤的对李承乾说道：对于他来说，此番收获良多。一来是他已经确定了消息的真实性，不单单他们，大宁王连伊氏部落都没放过，单就这个消息就比任何东西都重要。二来是粮食危机暂时的确可以缓解一下了。虽然伊氏两部的粮食也不多，也就勉强2个部落过冬而已，但好巧不巧的是，2个部落都死了不少人，尤其是伊元丰他们部落，几百人如今就剩寥寥数十人，这就使得他们的粮食瞬间充盈了起来。至于李承乾担心的那些事，普希若压根就没当回事。他比普勒伯伯，甚至比李承乾看得更远更细致。头人说笑了，这次要不是有普氏一部的勇士，想必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成果。李承乾客气道：只是这大宁王着实可恨，如今赤水园怕是顺其者昌，逆其者亡，想那伊氏一部原本也是数百人的部落，如今却是这般惨状。是啊，这大宁王着实可恨。普希若跟着嚷嚷了2句后说道：公子一路辛苦，我就先不打扰公子休息了。说完，普希若就带着普勒伯伯回到了自己账房。头人，你如此轻易答应让伊氏两一进账房，普勒伯伯刚开口，普希若就摆手打断了他，道：你先把这几天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跟我细细说来，任何细节都不要漏。普勒伯伯一愣，倒也老老实实的交代了起来。另一边，李承乾回到自己账房，刘三、马业、赵岩、李勤俭等人也都跟了上来。朝政呢？李承乾没看到朝政，问了一句。刘三说道：我们昨天一回来，朝大夫就帮那些人瞧病去了，先把他喊来，我有事情要交代。李承乾点了点头，那的确是朝政的性格，一个医痴，除了对医术有兴趣，对其他的都不感兴趣。刘三刚出去喊朝政，李承乾就问道：你们说说，这普希若到底是个什么意思？这么多人涌入日月山，他一点反应都没。众人还在疑惑，李勤俭却是说道：他该有什么反应？他不该有反应吗？李承乾有些好奇的说道：伊氏两部不管从哪方面来看，都比他们强，他们就不怕被伊氏两部吞并，或者被这两部鸠占鹊巢？有这个可能，但现如今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在没解决这个敌人之前，他们应该知道怎么选择。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那只能说明他们的路走到头了。李勤俭说道：这就跟我们做生意一样，这些年要不是我们抱团取暖，估计早被崔家吃的骨头渣子都不剩了。这个道理李承乾懂，摇了摇头说道：不是这回事儿，你没明白。我知道公子是什么意思。李勤俭说道：很正常的，对普希若来说，如今日月山就只有我们和他一部，很多时候他还受制于我们，加之还得担心大宁王的人找到这里来。其实这几天你们走后，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日夜3班岗，4个时辰一班，晚上睡觉都是合衣而眠，所有的家当其实都打包好了，只要有点风吹草动的，随时都能以最快的速度跑路。这突然多了几百人，不说别的，至少他们晚上睡觉都要睡得踏实一些。至于说担心这担心呢，完全没必要。说白了，在他们的眼里，可能只有我们才是外人，我们才是外人。听到这话，李承乾瞬间明悟了，原来是这样。弄清楚了这个问题，李承乾也就不再纠结了。刚好这会儿朝政也来了，先是给李承乾施了一礼，这才问道：公子唤我来，可有要事？要事没有。李承乾说道：就是问问昨日送回来的伤兵情况如何，除了有几个有些麻烦，其他的倒无大碍。朝政现在对外伤很是在行。李承乾点了点头，说道：朝大夫，这些人对我来说很重要，一定要尽可能的保住他们一条命，哪怕是缺胳膊少腿都可以，命要留住，明白吗？一听这话，朝政哪里还不懂，当即说道：公子放心。说完，朝政掉头就又去忙活了。等朝政一走，李承乾看了看马业，说道：你待会儿找刘三从那些糙汉中挑些精明的，去草原上活动活动，捞点消息的同时，再放一个消息出去。放什么消息？马业好奇地问了一句。李承乾想了一下，小声地说道：这样弄了，我让他们3部每部都给你派2个人，在草原上多和那些不满慕容顺的部落活动，他们遇到的问题，小问题能帮就帮，大问题你知道怎么做的，对吧？别人要是问你们从哪里来，就说从日月山来，记住一定要说日月山，而且要让你们一横的每个人都这么说。
马业不明白李承前这么做的道理，不过还是点头答应了下来。李承前之所以这么做，其实很简单，既然你们有民族的排他性，这我没办法改变，但我可以给你们来个地域的共荣性啊！扬日月山之名，以此来淡化伊势和普氏的名头，慢慢的让大家只知日月山而忘却伊势普氏，一直到最后，不管是你伊势两部还是普氏一部，出门在外都下意识的说道：“我来自日月山。”当然，这个操作肯定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见成效的，但对李承前来说，他现在最缺的是时间，最不缺的也是时间。当李承前、普希若都在交流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一切时，另一个账房里，伊元丰和伊元熙几人也是神色难明的商议着什么。不大的日月山，在本该喧闹的今日，却是出奇的安静。如今的日月山其实是非常畸形的，本就不多的几百人，却分出了好几波势力。这种情况，通常有个词形容他们最为恰当：乌合之众。如今，李承前要做的，就是将这些乌合之众揉捏到一起，形成一个哪怕不够强大，但也至少能做到齐心协力的攻守同盟。说到这一点，那就不得不感谢慕容顺之前的将计就计。若非慕容顺担心劫杀李承前的事情泄露出去，他也不会临时决定强行整合赤水源的这些部落，也就不会出现现在这个局面。可以说，如今的这一切是谁都没有预料到的。当天晚上，李承前就通知了3部，让他们每部都派2个人跟着马业等人去草原上探听消息。对于这一点，哪怕是部落里仅剩下寥寥数十人的伊元丰都没有拒绝。信息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当夜，马业就带着人消失在了日月山。等马业走后，李承前又和众人商议了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几乎都是围绕着日月山几百号人的吃喝拉撒的在琢磨。在这方面，李勤俭自然就成了话事人，他就是主管这个的。跟着就是赵岩等人的岗哨问题。赵岩最近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的人手愈发不足。桃园留下几人，马业带走几人，再加上李承前在草原上留下的后手又去了几人，七七八八下来，目前他们的人手是真有些捉襟见肘了。最终无奈，李承前只得让他们每个人带几个李勤俭带来的那一群糙汉。那群糙汉虽然不是军武出身，但不管是胆气还是身手，其实都不一定就比军武出身的家伙差多少。对了，平日里你们大可和那些草原上的汉子混熟一些。安排完这些，李承前说道：“草原上的人直爽，有啥说啥，跟他们相处直来直去就好。到了这个地方，暂时就把你们骨子里的民族傲气给我压下去，没什么胡人不胡人的，听话的都是自己人，明白不？”李承前这话说的就过于露骨了，但他没法子，跟这些大老粗打交道，说隐晦了，怕他们听不懂不说，还曲解了自己的意思。众人点了点头，他们其实也明白了李承前想干什么，只不过心照不宣的没有说罢了。李掌柜，你这一块也疏忽不得。李承前又看了看李勤俭，说道：“这么多人，一定会有发生矛盾的时候，别的不说，就说这粮食的分配，绝对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有人找着你，你就记住一点，公平、公正、公开，做到这3点就可以了，其他的都不要做。哪怕和那些牧民发生矛盾的是我们的人，你也要做到这3点，要慢慢的在他们心目中树立起我们公平、公正的形象出来，使得以后他们就算有矛盾，也会找我们主持公道。你明白吗？”李勤俭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他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理解的那个意思。李承前咳嗽了2声，说道：“记住了，我们是来帮他们的。”众人沉默不语。你这帮的真的够彻底的。行了行了，不说这些了。李掌柜，如今日月山哪项物资是最急缺的？我问的是最急缺的。李承前问道。说到这个，李勤俭想了想，说道：“之前是粮食，不过这次运回来的粮食虽然不多，但当下倒也不着急。真要说着急的话，那就是取暖用的炭炉，这玩意儿是真的稀缺。这大冷的天没有那东西，晚上睡被子里都觉得冰寒刺骨。古时候的冬天那是真的难熬，尤其是这西北苦寒之地，冬日又漫长无比，就更难熬了。别说人了，牲口有些都顶不住这严寒。没有取暖设备，没有保暖设施，纯纯的跟老天爷拼命，能拼赢的又有几个？其实这个问题，李承前真要解决也能解决，但现在解决起来太麻烦了。首先就是这矿，既然说到取暖的问题，怎么都逃不过煤矿，那玩意儿才是取暖的利器。当然，现如今李承前也不是说没办法解决这个矿，毕竟赤水源一带还是有些露天煤矿的，开采风险也不大。但要命的是，这碳它有毒啊！这年年又岁岁的，没少听人说谁中了碳毒死了。哪怕到了李承前后世那个年代，偶尔也能看到这样的新闻。而要遏制碳毒的话，那需要的东西可就多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做一个回风炉子，这玩意不难，关键是这里面需要的那种铁皮。这年代的铁匠要是能打出来，他还做什么铁匠？总而言之，就一句话，现在搞这些有些得不偿失。缺到了什么地步？李承前问了一句。要说缺到了什么地步，我这一时半会儿的也说不上来，毕竟普氏部落的事情还由不得我样样都插手。不过这几天普希若已经不允许他们的人在修筑工事的时候随意的烧火熔地了，每次烧火都顺带着做了个饭，从他这抠抠搜搜的劲儿来看，怕是够呛了。而且昨天我也看了，一是2部带来的干牛粪也不多，很难撑过这个寒冬。说完，李勤俭也是一脸的哀叹。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他曾经何尝没做过将一个童子掰成2半来画？有出现冻死冻伤的没？李承前没想到情况这么严重了，当下就问道。李勤俭摇了摇头，说道：“冻伤的有，还是朝大夫给瞧的，至于冻死的有没有，那我就真的不清楚了。”刚说完，李勤俭好像想起了什么，又说道：“对了，普希若之前好像说过几天可能还会有大雪。”
麻烦，这是李承前第一次觉得管理几百人居然是件如此麻烦的事儿。这一瞬间，他有些理解那些皇帝了。开玩笑，他管几百人就快崩溃了，一个皇帝，谁不是管理着整个天下的大忙人？想到这里，李承前下实的打了个寒战。这样，这个问题你别管，这几天留意一下几个部落。说完，李承前看向了赵岩，道：“你们最近只有一个任务，知道是干嘛吧？”赵岩自然知道他们最近主要任务是什么，当下也是点点头，并没多言。等大家都走后，李承前准备休息的当口，刘三又钻进了账房，小声的说道：“公子，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啥事？”李承前好奇的问了一句。刘三小声道：“再过不久就是陛下的寿辰，公子理当准备一份寿礼才是。”李二的寿辰在大唐算不得什么秘密，尤其是这些军武中的汉子，刘三知道倒也正常。正是因为知道见自家公子还没半分准备，这才开始着急。不过他这话倒是让李承前一愣，好家伙，他是真忘了。他跟李二本来就没什么亲情可言，要不是刘三提起，就算知道他啥时候的寿辰，也不会刻意去留意。这一下倒是让他做辣了。关键是这会儿去哪里给李二找合适的礼物？作为帝王，一般的礼物李二能看得上。公子，陛下喜欢骏马，我见伊元熙他们部落里有几匹成色不错的青海葱。一听刘三这意思，李承前瞬间秒懂。李二喜欢好马，这本就不是什么秘密，只不过这马是人家伊元熙的，不太好开口啊。行了，你去休息吧，剩下的我来处理。李承前摆了摆手。等刘三出了账房后，李承前却是皱起了眉头。这一夜他想了很多，一直到深夜他才睡下。与此同时，楼宁也在头疼。清兵已经带回了慕容顺的交代，但正是因为慕容顺的交代，才让楼宁格外头疼。他也有所担心的。将军，我们现在的处境有些不妙啊。清兵小声道：“族里那些老人对我们此次折损了这么多人，本就不满，不少人都吵着要去报仇，殿下却是让我们反而帮着那人，怕是会让那些老人借题发挥。这都是小事。”楼宁摆摆手说道：“族里那些老家伙还当是早年我们最强大的时候报仇，真让他们报仇了，明日我们就族灭人亡了。”对于部落里的内部矛盾，楼宁反而不是太过于担心。他最担心的还是慕容顺的态度。如果慕容顺为了缓和与李承前的关系，他很大程度会成为弃子。弃子是个什么下场，谁都清楚。殿下有没有说那位什么时候来？思量了良久，楼宁这才问道。清兵摇头道：“没有，就让我转告将军，必要的时候可以告诉大唐那位，就说我们可汗对他很感兴趣。”楼宁一只手很有节奏地敲着矮榻，一只手撑着下巴，陷入了沉思。慕容顺一个吩咐轻飘飘地传了过来，但对于楼宁来说，那真就是上头一张嘴，下头跑断腿，关键是跑断腿都没关系，这玩意儿还要命。这样，放弃寻找那些人，把所有人都给我集结起来，我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将整个赤水源不服的部落都给打服。楼宁思索了一下，说道：“通知所有人，这一次可能是关我们楼氏一部的生死存亡，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到了这时候，楼宁也顾不得什么练兵了。不管出于任何原因，他都不会支持慕容顺和李承前和解。这要是两边一和解，最倒霉的就是他。但他也知道，慕容顺要是倒霉了，他也没好日子过。所以说，拖住达延芒节波成了他唯一可行的方法。而达延芒节波此行明面上的目的，就是为了安抚赤水源的这些部落。那我就趁着你还没到的时候，先把这赤水源搅得天翻地覆。叹了口气，楼宁有些无奈，这就是他们这些人的现状，每一步都走得如履薄冰。次日一早，李承前起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朝政的账房里看看。说来也巧，李承前一进朝政的账房，就看到了普希若、伊元丰和伊元熙三人，当下说道：“三位头人早。”“公子早。”三位头人没想到李承前会来，当下也有些意外。随便找朝政了解一番情况后，李承前就跟三位头人一起走了出来。刚一出来，伊元熙就说道：“这朝神医真是神了，我都以为我儿此番定是难逃一死，没想到今早我来看的时候，那小子的呼噜声比我都大。”哈哈哈！说完，伊元熙豪爽地笑了起来。恰在这时，朝政从账房里出来，听到伊元熙这话，连忙说道：“神医之名不敢当，不过是昨晚公子特意交代了一番，让我一定要治好每一个伤员，又亲自指导过我如何处理这样的伤口，否则就令郎君的情况，神仙下凡也是生死难料。”朝政本来就不是留恋虚名之人，这话一出口，顿时就让伊元熙愣住了。片刻后，伊元熙拱手道：“公子大恩大德，我记下了。”普希若和伊元丰也是拱手感谢。这没得讲啊，人家自己的大夫还特意交代治好每一个伤兵，这就是把他们当自己人啊。有这样的大夫在，就他们这些厮杀汉都等于多了一条命。李承前乐了，没想到朝政这个耿直人，有些时候耿直起来居然还有如此蹊跷。应该的，都是自己人。李承前和颜悦色地说道：“既然都是自己人，何必分彼此？你们说是吧？”“对对对，都是自己人。”伊元丰最先嚷嚷了起来。昨晚他和伊元熙交涉过，结果不是很理想，所以这会儿他成了日月山里势力最薄弱的一方，满打满算也就30来人。对，都是自己人，日后公子有什么吩咐，直说就是。伊元熙和普希若也嚷嚷了起来。李承前听他们这么一说，当下就乐了，说道：“还别说，我还真有事想请几位头人帮帮忙。”几人一愣，这要求倒也没拒绝，都让李承前说来听听。李承前也不客气，对着伊元熙说道：“是这样的，我知道你们部落里有几匹成色上好的青海葱，不知道头人是否愿意割爱，当然我不白要。”说到这个，伊元熙有些为难，思量了半晌，最后还是说道：“行。”
也就几匹马。这样，公子待会儿就让人去我们那里牵。相较于族群的繁衍生息，几匹马倒也算不得什么。这个账一元息会算，那就感谢头人了。说完，李承前又看了看几人，说道：“左右没事，不如去我的账房里坐坐。刚好很多事情我们也需要商议一下，你们觉得呢？”李承前的账房里，几人围着一个炭炉坐了起来。整个日月山也就李承前他们有炭炉，这还都是之前带来的。三位头人都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一直这么僵持下去，怕是不行啊。总得拿个章程出来吧。如今日月山少说也有几百人，吃喝拉撒若是没有一个制度，就算没有外患，迟早也生内忧。李承前说完就看着几人，普希若也叹息了一声，说道：“确实该拿出个章程出来才行。虽说这地儿是我们的，但如今大家都是遭了难，还分什么你的我的？这老狐狸多贼！如今日月山上就他们最缺粮食，你们两部都有不少粮食，这还不得掉我们云点？要知道，他们普氏一部当时跑路的时候，除了极少数老人外，可都还在这里。而一氏两部可就不一样了，哪怕是损失最轻的一元西部，前前后后也损失了将近200来人。至于一元风部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他们是有充足粮食的。再说了，一元西部本来就比他们几部要大，也要富裕一些。确实，如今大家都不容易。”一元风说完，转身看着李承前开口道：“之前若非公子相救，我部也难以幸免。这样，我将我部所有财物统统交由公子处理，以公子之心胸，想必不会亏待我部那些苦命人。”一元风也不傻，如今日月山4股势力怎么看就他们部落最弱，但反观起来的话，却也是他们部落最富裕。所以说这些东西他们本就守不住。昨夜虽然和一元熙交涉过，但一元熙的条件是他无法接受的，既然守不住，还不如交给李承前。不管怎么说，李承前都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听一元风这么说，一元熙眼咕噜一转，当即说道：“我也是这个想法，公子处事公道，对我部也有救命之恩，交由公子处置，我们也放心。”他又不傻，左右他们部落人口最多，粮食虽然多一些，但在其他方面却明显不足，特别是在就医方面，不说别的，就李承前救活了他儿子这件事，就值得他赌一把了。而且他还答应了要替李承前征战1年，这会儿哪儿还拎不清这些？这么一来，所有人又把目光看向了普希若。普希若更光棍，直接就说道：“我看此法甚好，就按大家的意思来。”他怕什么？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这会儿都给了李承前又如何？给了你，你就得负责这么多人的衣食住行，怎么的？你还能拿着跑了不成？开啥玩笑？日月山几百人，还能让你几十人拉着这么多东西跑了？现在的情况摆明了就是谁当家谁头疼，这根本就是一个烫手山芋。当然，也就是给李承前。如果一元风提议交给一元熙的话，普希若可就不是这个态度了。他们三人其实很默契，别看他们都是草原人，其实谁都信不过谁。这些年在草原上也没少为了草场起过纷争，反而是李承前这个汉人对他们3部落都有些恩情，关键是彼此没有龌龊，更值得他们信任。至少在他们的认知中，李承前不会吞并他们的部落。再说了，哪怕他们没问过李承前的年纪，但就身高体胖的看上去最多也就15、16、17的样子，在他们眼中这还是个孩子。只是他们哪里知道，李承前要的就是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当下就受宠若惊的说道：“3位头人如此信任，实在是让小子惶恐。”说到这里，李承前话锋一转，道：“小子定当尽心竭力，管好我们日月山的家。”李承前要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名义。他们3以为这是个烫手山芋，但在李承前眼中，这就是个香饽饽。只要有了这个名义，他能做的就很多了，那就有劳公子了。3人拱手道：“他们哪里能想到，这不过才刚刚开始。”果不其然，李承前又说道：“既然说到这里了，那我们就一次性把目前日月山存在的问题都拿出来聊聊，看看能不能有个解决方案。”几人点了点头，这其实也是他们的想法。现在我们首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冬天怎么熬过去。普希若第一个说道：“这几天是越来越冷了，云也是越来越厚，估计要不了几天就要下大雪了。到时候别说我们的牛羊，就连我们自己都未必能熬得过去。”是的，一元风说道：“这天气的确是有大雪的预兆。还有，我们这日月山虽然还算隐蔽，但真要是让楼宁的人寻摸到了，扛不住的。”这倒是。一元熙也点了点头，说道：“再有下次，楼宁肯定不会只带那么点人了。真要让他追到这里来，就我们现在的实力，真扛不住。”等他们说完，李承前道：“既然现在大家都在一艘船上，我出个主意，你们看怎么样？”公子有话直说便是。一元风说道。李承前见另外2人也看了过来，这才开口道：“现在日月山的危险主要来自4个方面，一是外敌，2是后勤补给，3是过冬御寒，4是城防问题。这4个方面还是李承前搜肠刮肚临时整出来的，不过每个问题倒也确实有这样的情况。我是这样想的。”李承前见几人都没插话的意思，又继续说道：“既然大家都想在这日月山生存下去，那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解决？”一元风等了好一会儿，没见李承前说个具体方案，当下就问道：“齐心协力。”李承前说道：“只有我们都把力气往一个地方使，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李承前说完，几人都沉默了，这也在他的预料之中。太正常了，大家都是聪明人，李承前这话一说出来，他们就猜到了李承前的意图。但如果他们愿意这样的话，又何必跟楼宁拼个你死我活？之所以逃到这山沟沟里来，不就是为了部落的独立性吗？哪怕是只有寥寥几十人的一元风，这会儿都不再帮李承前搭腔了。一氏部的一元风和普氏部或者什么别的部落的一元风是不一样的，保持自己部落的独立性，这是他们唯一的诉求。而李承前此举，无非就是让他们联合起来，
形成一个新的整体，这跟被吞并有什么区别？见几人迟迟不肯吱声，李承前叹了口气，说道：“3位头人曲解我意思了，我的意思是，这日月山就是我们今后的家，就跟赤水园一样。以前你们是赤水园伊氏部落，赤水园普氏部落，对不对？以后不是了，以后你们是日月山伊氏部落，日月山普氏部落。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持自己部落独立性的前提下，还要守住这日月山的根基，这是我们最后的落脚地。如果连这里都没了，那我们就只能成为这草原上的孤魂野鬼。我知道伊氏两部肯定都有自己的后手，可是你们想想，慕容顺要是能找到日月山，你们的那些后手真的就靠得住吗？”问出了这个问题后，李承前不再言语，3人都需要时间来衡量。这也是李承前一早就料到了的，整合他们肯定不现实，还不如在他们头上再套一个框，给予你们部落最大的自治权，但同时又将你们牢牢地拴在一起。这其实就跟他们之前的状态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日月山可没赤水园，更没土御魂大。公子是怎么个意思？易元峰第一个问道，其余2人也看了过来。李承前见几人都松了口，这才说道：“之前我也说了，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出现在4个方面，刚好我们4个人一人负责一个方面。先前几位头人也都将各部的物资交由我来统一处理，那么后勤补给这一块就交给我，然后就是过冬御寒这一块交给头人，你如何？”说着，李承前看向了伊元熙，伊元熙当即摇头，说道：“不行不行，这个我做不好。头人放心，我有安排的。”听李承前这么说，伊元熙才勉强的点了点头。说着，李承前又看向了普希若，说道：“那城防的事情就交给头人了。无论如何，我们的确需要在山谷外面建起一座堡垒来抵御骑兵的冲锋。”普希若没拒绝，这活他其实做了有几天了。最后，李承前便看向了伊元峰，说道：“虽然我们有斥候在草原上打探消息，但还缺一支精锐骑兵解决突发情况，这一块就由头人你来负责吧。”伊元峰一听，摇头道：“我们部落目前还能上马作战的勇士就10来人，怕是难当大任。”李承前却是笑道：“之前我就说了，到了这一步，我们需要齐心协力，一定不能各自为阵。我知道大家其实对彼此都有怀疑，这个正常。我是这么考虑的，这4块我们每个都要派人进去，就好比我主管后勤补给，3位头人也要安排人来，哪怕我不会偷偷摸摸的把粮食什么的运走，更不会厚此薄彼。但你们没人了解，时间久了难免会心生猜忌，还不如直接透明，让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你们觉得呢？”几人点了点头，这确实没拒绝的道理。虽然说几人都将部落的物资都交给了李承前处理，但那只是表面上的而已，是因为他们都清楚李承前吞不下这些东西。但如果他因为跟谁的关系亲近一些，在物资分配上有所倾斜，这就难说了。李承前继续说道：“再说这一支必要的精锐骑兵，如果全都是我的人，你们安心吗？肯定不安心啊。所以说，这支精锐骑兵一定要大家的人都有，我们才能安心。还有过冬御寒、城防问题，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只有对方方面面都有所了解，才安心。但是以我们某一部的能力，又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齐心协力就成了我们目前唯一的可行之法。”李承前的这个安排其实是很有讲究的。就拿易元峰负责的旌旗来说，易元峰自己部落才多少人，能上马作战的也就10来人，他想有私心，估计都无能为力。这要是换了易元熙，那可就难说了。几人都不是傻子，只是听李承前这么一安排，瞬间就明白了。我看这样行。易元熙说道：“就是过冬御寒这件事儿，我可真没什么好主意。”李承前点头道：“这一点头人放心，我还有安排，一定让大家都满意。”那就这样，再这么拖下去，都不用大宁王打来了，我们自己就给自己都拖垮了。普希若也点了点头，这个法子他也没多大意见，既能解决问题，又能最大程度的保持自己部落的独立性，关键是对整个日月山的方方面面都能有所了解。很快，4人就达成了共识，统计起了各部人口。不统计不知道，如今整个日月山人口仅仅747人，能上马作战的也只有383人，就这还是算上了马业他们。得到这样的数据，众人又沉默了起来。就他们这实力，想要抗衡大宁王，简直就是以卵击石。忙活了好一阵，总算是分配完了人手。普希若几人也准备回各自的部落交代一番。等他们走后，李勤俭才说道：“公子，我们这是不是亏了？”“亏？”李承前笑道：“哪里亏了？行了，准备安排人去将他们3个部落所有的物资都给我拉回来。既然决定当这个管家了，那就得把这个家管好。这个家可不好当啊，公子。”李勤俭摇了摇头，对于李承前此举，他怎么都理解不了。真要好干，能轮到我们？李承前道：“无妨，你只要记住我之前跟你说的，公平、公正、公开，秉承着这3公原则，你就立了一大功。”很难给他解释清楚，李承前干脆搪塞了2句。说到底，李勤俭终究还是一个商人，做事情太过于看重得失，这是能用亏或者赚来衡量的吗？这是分配权，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让所有人都认可他的分配权，然后慢慢的让大家信服，习惯他执掌这个权利，这才是他看重的。李勤俭不知道该怎么当这将近800号人的家，李承前其实也不知道，大家都一样，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李承前知道一点，用真心换真心，当然这也是相对的。草原人性格直爽，用这个法子能收到奇效，但并不是适用于任何阶段。李承前说道：“我有个章程，之前就写好了的，你拿去看看，如果没有更好的法子，就按照我那个章程来做。”说着就把昨晚写好的东西交给了李勤俭。李勤俭接过来一看，脸上的反应很精彩：“公子这是早有准备？”“谈不上准备。”李承前淡淡的说道：“现如今我们必须学会接纳他们，信任他们。
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还要一起面对更多的危险，甚至成为彼此的臂膀，明白吗？以前在他的信任梯队里，刘三他们绝对是排第一的，其次是李勤俭他们，再然后是虎头山救下来的这些人，最后才轮到易元丰他们。亲疏有别，在之前他表现得很明显，但在昨晚刘三提议给李二准备寿礼后，他就想了很多。刘三这些人说是效忠于他，其实还不如说是效忠于李二的儿子。如果他不是李二的儿子，这些人会追随他远赴千里来西北。别开玩笑了，人家远在千里之外，都还记挂着李二的寿辰，不管他们是出于任何原因，都说明这位皇帝在他们的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一瞬间，李承乾就明白了，哪怕他现如今身边围绕着这么多人，但没多少是真的折服于他的。哪怕是李勤俭这些人，也只是折服于他背后的李家。可能除了朝政那个一痴是真心实意的信服于他，再也难找出第二个。所以他才有了这个决定。既然我改变不了这个世界，那就改变我自己，尝试着去接受，融入这个世界，去相信眼前还没有伤害自己的一切，然后一一甄别，不局限于他的民族、性别、年龄、出身，去接纳他们，认可他们，然后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他们信服于自己。明白了。李勤俭点了点头，说道：我这就去。他看得出来，李承乾给他写的这个章程是真的用了心的，条条框框都做得很详细。李勤俭刚出去，易元熙又进来了，说道：公子，我们那边人手都分配好了，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弄啊。李承乾站起身，说道：我之前在山谷里转悠的时候，瞅见过一个好地方，我先带你去看看。易元熙倒也没拒绝，跟着李承乾就出了账房。见两人出来，刘三和易元熙带来的其他几人屁颠屁颠的跟在两人身后，沿着山谷往里走了几里地的样子，就是整个山谷地势最宽的地方。我准备把所有的住房都统一安置在这里，你觉得咋样？李承乾指着面前最宽阔的地方，说道：这里是整个山谷地势最宽阔的地方，安置下我们这些人绰绰有余。地方的确是够安置我们这些人。易元熙说道：可是我们这么多人安置在一起，是不是有些？李承乾摆了摆手，说道：我知道你的顾虑，我考虑的是生存问题。首先，这个地方足够大，别说我们几百人，就是再多一些人也容得下。其次就是大家都在一起，很多时候不说彼此有个照应，就是在资源上我们都能节省很多。不说别的，几百人吃马嚼的，我们需要多少燃料？折腾来折腾去的，损耗得有多少？最重要的是，大家聚在一起，对我们熬过这个寒冬也有一些保障。听李承乾说了半天，易元熙问道：那我这就让人把账房往这里面搬。不着急，我这里有个图纸，你先看看。说着，李承乾就把昨晚准备好的图纸递给了易元熙。易元熙虽然看不懂，但就这图纸的工程量来看，有些不敢相信的说道：真要弄成这样，得多久？这个简单。李承乾说道：你分配的人手里不是有汉人吗？你问他们，他们多多少少都会一些，实在不会就去找李掌柜，让他帮你协调一下人手的问题。李承乾本来就没打算搞多复杂，主要是现在时间也来不及了。如果说还有几个月时间，他倒是能想到办法，这不是没有吗？那我试试。易元熙也不敢保证，反正他是看不太懂，但这玩意儿不懂归不懂，却也能看出李承乾是用了心的。交代完易元熙这边，李承乾和刘三朝山谷外走了去。路上，李承乾问道：赵岩他们出发了？出发了。刘三说道：之前几部的头人分配完人手后，赵岩带着人就走了，给我留下了多少人？李承乾问道。刘三道：83人，而且马业包括他带走的几个部落的人也算在内，这些老狐狸一个比一个贼，无妨。对于这一点，李承乾早有预料，这些人怎么可能全然相信自己？防一手，这不是很正常？你觉得赵岩他们成功的几率有多大？李承乾没纠结这个问题，反而问起了赵岩他们的情况。说到这个，刘三悄悄瞅了一眼李承乾，说道：其实就他们要从那里回桃园的话，几乎是肯定的。李承乾有些疑惑。刘三说道：我们上次探过，就一段路比较危险，约莫1里地的样子，只是过于危险，不敢让公子尝试。在悬崖之上？李承乾问道。刘三摇了摇头，说道：倒也不是悬崖，好像是一条河结冰了。河结冰了？李承乾一愣，急忙问道：胡闹，冰有多厚？这要是走到一半，冰裂了，这还有人？公子放心。刘三也是急忙说道：我们之前试过了，用石头砸都纹丝不动。一听他这么说，李承乾才算松了口气，但还是说道：带我去看看。现在？刘三有些诧异。李承乾点了点头，说道：对，现在。可现在就我一人啊，其余人不是跟马业去草原上了，就是跟赵岩走了，剩下的也都分到了3个头人那边。刘三觉得不靠谱。李承乾问道：给我们分配的不是还有那些3个部落的吗？这……刘三摇了摇头，倒也没有说什么。在他看来，那些人可没自己人靠谱。不要这样那的。李承乾说道：今后我们更多的时候还要倚仗他们，不管是我还是你们，在他们没有做对不起我们的事情之前，都要学会信任他们。可那是前往大唐的路啊，如果日后他们翻脸，凭借此路奇袭大唐，我们该如何面对大唐的百姓？刘三还是想不明白，这样至关重要的路，为什么要暴露给这些异族人？李承乾摇了摇头，说道：刘三，先不说我们还回不回得去的问题，也不说这条路我们走通之后，大唐军队会不会有所反应，就说一条，你凭什么认为他们会翻脸？如果你待他们如大唐子民，他们为什么要翻脸？如果你打心底里就看不起他们异族人，他们凭什么不跟你翻脸？你瞧瞧阿史那斯摩，他还是突厥人，心胸要开阔一些，只要认可我们的，愿意和我们并肩作战的，
那都是自己人，在他们没有做出对不起我们的事情之前，那就要绝对相信他们，哪怕是在战场上都是如此，明白吗？说到这里，李承前是由衷的敬佩李二，前世他最崇拜李二的就是李二的心胸。不管怎么说，那些真心投效他的异族将领，终究还是得到了善终的。不管是现在已经归降的阿史那斯摩，还是未来将要归降的阿史那杜尔、契必合力这些人，想起这个，李承前一拍脑门，擦，差点把契必合力给忘了。之前为什么将目标定在吐谷浑，定在陶州，不就是因为契必合力今年要自带干粮过来投降大唐吗？差点把他给忘了。说得好！就在李承前懊悔的时候，身后传来了伊元熙的声音。他本来带着人在山谷里研究李承前的图纸，这会儿正准备出去找人商量一下，刚好听到李承前这番话，当即叫了一声好。如果公子能一直保持这样的想法，我一事一步甘愿为公子的马前卒。其他几人也是满脸的笑意，不过碍于身份，倒是没有多言。头人说笑了，李承前笑道：“将心比心罢了，我相信头人也不会辜负我的，对吧？”哈哈，伊元熙豪迈的笑道：“那是自然，既然我一事一步说过，在未来1年的时间里，为公子的马前卒，必不食言。”这一次，他这话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了之前的委曲求全。那头人先忙，我这就带人去看看那条路是不是真的能通往大唐。若是可行，我们今后的日子可就好过多了。公子请。伊元熙说完，就静静地看着李承前两人离开。等两人走远后，伊元熙身边的人才问道：“他是不是故意说给我们听的？”这是他自己部落里的人。伊元熙瞅了他一眼，摇头道：“不是，我之前一直看着他们，他们的确没有发现我们。而且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信。别忘了你的那些兄弟是怎么就回来的。”山谷外，当李承前带着人骑马离开后，普希若和伊元丰呆呆地看着他们离去的方向，有些目瞪口呆。他说他找到一条路可以从日月山去大唐。普希若不敢相信地问了一句，伊元丰也有些不敢确定，但还是说道：“是这么说的，真的假的？”“真的。”恰在这时，伊元熙也来了。伊元丰疑惑地问道：“你也知道？”摇了摇头，伊元熙把刚刚他们听到的话再次复述了一遍。若是他真有如此心胸，我伊元丰就此为他横刀立马又何妨？伊元丰颇为感慨，他们是鲜卑人，还有一个名字叫胡人。哪怕他们祖上亲近汉家文化，改汉姓，习汉字，说汉语，着汉服，但在汉家王朝眼中，他们依然是异族。如今听到一个汉家子说这般话，怎能不让他动容？若是文皇帝听到这番话，怕是也该瞑目了。普希若也感慨了一声，深呼了一口气。伊元熙说道：“行了，行了，都忙活吧，再看看，再看看。”与此同时，李承前正骑着马，带着数十人朝着刘三所说的河道而去。一路上，那些吐谷浑人也是一脸不敢相信，他这是要带我们去大唐？嘘嘘，很快，跑在最前面的刘三停住了马，说道：“公子，就在前110步的样子，我们走过去吧。”那上面马蹄子站不住，之前不用他说，李承前都能猜到，这群天不怕地不怕的沙胚肯定在上面吃过亏，当下也点了点头，说道：“下马。”还没到河边，只见一个吐谷浑人挽弓踏箭，警惕地看着他们。打前的刘三当即喝道：“普路伯奇，你要干嘛？睁大眼睛看清楚，这是我家公子。”普路伯奇也是一愣，当即放下手上的弓箭，抱拳道：“不知道是公子前来，他也不会说什么道歉的话，就这么尴尬地拱着手。”李承前一看有些眼熟，问道：“就是你当初救了伊元丰他们？”普路伯奇点了点头，看了看普路伯奇身后拴着的马，李承前马上明白了他留在这里的目的，同时也感慨了一下，赵岩这家伙是真会挑人，如果让他去挑的话，他第一个也会挑这个普路伯奇。他们都过去了。李承前看了看不远处的河面，的确到了这里就没路了，除了从河道里走，还真没更好的选择。普路伯奇说道：“刚过去一炷香的功夫，百夫长让我在这里看着马。”说话的语气中，普路伯奇多多少少带着几分不悦。想想也是，让一个真正的勇士看马，换谁估计都有些不悦。李承前倒是没在意他的语气，赵岩如此安排，自然有他的用意。正当他准备走到河面上去试试的时候，刘三一下子窜到了他的身前，说道：“公子，我来。”他还是担心李承前出现什么意外。李承前闻言也不拒绝，看着刘三小心翼翼地踩在冰面上。他倒不是怕冰裂开，而是怕滑。之前他们可没少在这上面摔跤，不管你身手多好，这滑不溜丢的冰面都能把你治得服服帖帖的。师长这也太胆小了，看我的！后面伊元熙部落里的一个汉子见刘三这小心翼翼的模样，当下就嘲讽了起来，说着就跑了下来。普路伯奇看他跑下来，连忙护在李承前身前，朝着那人说道：“这跟草原上的冰渣子可不一样。”“啥一样不一样的？”那人说完就朝河面上跳了下去。看到他跳下来，刘三吓了一跳，嘴里骂骂咧咧的，两只脚不停地在冰面跳来跳去，身子也是歪歪扭扭的保持着平衡，就是为了躲开这粗胚。砰！果不其然，这粗胚一跳下去，双脚顿时没站稳，直接一屁股墩儿就坐在了冰面上，疼得他哇哇的怪喊，这也引得众人捧腹大笑。活该！刘三一边努力维系着自己的平衡，一边笑骂道：“人家普路伯奇都说了，这跟草原上的冰渣子不一样，你个犟驴非不信。”唯一没笑的是李承前，他看着普路伯奇，一脸担忧地问道：“赵岩他们怎么过去？”很显然，这些人都没有在冰面上行走的经验。百夫长他们走的是边上，一路都是摸着河道边的山岩过去的。普路伯奇说道：“其实只要注意一些，也还能走。”李承前这才点了点头，蹲下身子敲了敲被冻得硬邦邦的河面，嘴里呢喃地说道：“桃河居然结冰了，还这么厚，这让他有些意外。桃河是地下水补给为主，按理说不易结冰才对。”
当然，这会儿他可管不了那么多了，当下也是喜出望外。既然叫桃河，沿着桃河自然能到桃园，这个结果让他很满意。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冰面防滑的问题。这要是在后世，能解决的手段可就多了。可在这年头，说实话，还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不单单是人，还有马。要是眼睁睁的看着这样一条黄金伤到不能用，李承前估计能被气死。伯奇，你们部落里有人用草编绳子？突然，李承前想起了小时候在老家的法子。那时候也没什么防滑鞋，家里的老人还穿着草鞋。虽然他没穿过，但是到了冬天，家里的老人都会给他们鞋子上用草绳绑着。草绳有，普鲁伯奇说道，现成的不多，当时逃出来的时候，大家都顾着弄粮食那些东西去了，谁没事去拿草绳？不过这活简单，族里10来岁的孩子都会。李承前点了点头，看向身后说道，谁会去拿些草绳来？速度要快。我去。刚刚摔在地上的那家伙急忙嚷嚷道。很快，这家伙就从河面上爬了起来，小心翼翼地爬到河岸边，然后咻的一下就骑马跑了。众人又是一阵哈哈大笑。等他走后，李承前走到河边，用脚蹭了蹭冰面，倒不是怕冰面不结实，而是不想跟刚刚那家伙一样丢脸。试了一下，的确站不稳，估计只能等那家伙带着草绳回来后再说。你们之前骑马上来的？李承前问道。听李承前这么问，刘三有些不好意思的点了点头。当时是个啥情况？说说。刘三有些尴尬的说道，当时赵老大跑最前面，马的前蹄刚落在冰面上就翻了，摔的那叫一个惨啊，比刚刚那家伙嚎的还凶一些。百夫长怎么说是你跑最前面呢？普鲁伯奇疑惑的问道。刘三顿时反驳道，你晓得个屁，人家是百夫长，当然要在你们面前维护他百夫长的脸面。李承前一听就晓得是这家伙在拿赵岩当挡箭牌，赵岩的性格可比他要稳重多了，只不过这会儿也懒得拆穿他，而是好奇的看向刘三，说道，去把马牵来。不是，公子，这马真的在冰面上站不住。刘三急忙说道，我让你牵马来。见李承前有些不悦，刘三小心的将马牵了过来，正准备骑上去的时候，李承前说道，谁让你骑马了？说着，李承前把披风解开，直接扔在了冰面上，说道，踩着我披风，慢慢的牵马走上去，我要看看。别！刘三闻言赶紧把自己的披风解了下来，又将李承前的披风捡起来，说道，用我的。这要是让赵岩知道他的那双蹄子踩着李承前的披风，估摸着没他好果子吃。李承前也不拒绝，就看着刘三慢慢的踩在冰面上，牵着马往前面走。事实上，马走还是能走，就是站不稳，有些打滑。没走多远，李承前就让刘三把马给牵了回来，把马蹄给抬起来，我看看。刚穿上披风的刘三闻言立马就把马的前蹄给抬了起来。这一看，李承前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又捡了一根枯树枝在马蹄上扒拉了一下，终于想起来了，没有马掌。正当他准备脱口而出的时候，才想起他记不得马蹄铁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了，但他记得马蹄铁的确有防滑的功效才对。按理说，刘三那种情况就不应该发生，这也是为什么他之前好奇的原因。马蹄铁最早的历史不好判定，但大面积普及，普遍认定是元朝。专业人士手下留情。行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找到了原因，李承前让刘三把马蹄放下来，问道，伯奇，你们部落里有铁匠没？普鲁伯奇摇了摇头。李承前正准备问后面那些人，结果那些家伙也是不约而同的摇了摇头。像他们这种小部落，有铁匠的不多。这一下子又让李承前为难了。没多久，之前跑回去拿草绳的家伙终于赶来了，气喘吁吁的将草绳递给了李承前。接过草绳，李承前给其他人分了一些，说道，都绑在自己鞋上试试。说完，自己绑完就踩在了冰面上尝试了一下，果然比之前要好多了。其余人也是有样学样，一个个都有些不可思议。就在这时，赵岩等人也回来了，看到李承前等人，一个个都是不敢相信的模样。他们在冰面上如履薄冰，结果这些家伙居然还能朝着他们跑过来。虽然不时也有人摔跤，但比他们强太多了。等赵岩走到李承前跟前的时候，有些愧疚的说道，公子，前面的路还要再探，主要是太滑了。说着，他就眼巴巴地看着李承前的脚下。李承前一摆手，故作豪气地说道，不用探了，我知道了，走，回去准备一下，我带你们回一趟桃园。开玩笑，桃河如果不能通往桃园，还叫什么桃河？山谷里3个头人虽然各有分工，但这会儿却都聚在了一起。无他，就因为李承前真的找到了从日月山去大唐的路。我们要不要去看看？普希若有些异动。一元风却是摇了摇头，说道，等等吧，既然人家愿意相信我们，也带着我们的人去了，这会儿跑过去，我丢不起那人。一元熙也点了点头，确实，要不你派人去看看。叹了口气，普希若也不再多言。这条路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们可以依靠这条路逃生。如果慕容顺真要赶尽杀绝，投了大唐又如何？阿史那斯摩就是他们最好的榜样。不得不说，李二在这方面真的做得很好。不管怎么说，至少他展现出来的胸怀，足以让很多异族心甘情愿的投奔。不管是现在的阿史那斯摩，还是今年的弃璧合力，都是明证。这也是他能被尊称为天可汗的一个原因。就在他们苦苦等待结果的时候，山谷外突然有人喊道，回来了，回来了，他们回来了。一瞬间，众人立马打起了精神，朝着山谷外跑了去。李承前看到他们的时候，也是愣了一下，几位这是要干嘛？大宁王的人打来了。他这话顿时让几位头人脸一红，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没有。一看他们这表情，李承前懂了，说道，路找到了，具体情况让你们族人跟你们讲，
先帮我把所有回边草绳的人还有一应家伙事儿搞好，准备一下，我要去桃园一趟。真找到了？普希若不敢置信地问了一句。真的，真的，赶紧的吧。说完，李承前就骑马奔着自己账房而去，他还忙着呢。听他这么一说，几人顿时就捶了捶自己的手掌。这事儿成了，他们的退路无疑又多了一条。当下，几人也是赶忙去找人，这是正事，相较于这件事，其他的都不重要。公子这是干嘛去了？李勤俭看到李承前火急火燎的，也是问了一句。看到李勤俭，李承前说道：刚好，我马上准备回一趟桃园，估计要在桃园开一家店，你跟我一起回去。赵岩他们找到路了？李勤俭也有些兴奋，点了点头。李承前说道：路找到了，但估计不怎么好走，你要回去不？说到这个，李勤俭认真的琢磨了一下，最终还是摇了摇头，说道：算了，我就不回去了，这边事情还多，如果公子想在那边做点生意，我建议别在桃园，桃园实在太小了，放在灵潭吧。不用。李承前摆了摆手，说道：我做生意又不是为了赚多少钱，灵潭太远了，鞭长莫及的，就放桃园。眼见劝不动，李勤俭也就不再劝了，又问道：那公子打算做什么生意？就开个酒楼。李承前说道：能赚钱最好，赚不到钱也无所谓，今后就当一个据点用，行吧？李勤俭说道：那几个小崽子手里还有我们3家一起准备的1000贯钱，本来就是长明商号在这边做生意的本钱，公子尽管去用。李承前一愣，他倒是不知道。李勤俭笑道：如果可以的话，公子回来的时候把老杨和老王的2个儿子带过来，答应了他们好好调教一下这2崽子的。至于酒楼那边，公子可以交给我家那个，他跟我也学了这么多年，应该问题不大，庄子里还有些我们的老伙计，也能帮衬1、2，如果实在不行，公子看着办就是。点了点头，李承前也没多言，李勤俭这家伙还是可以的。先不说他愿意留在这边的事，起码他没有忘了杨凌和王德全。要知道，他一直以为这是朝廷要对吐谷浑动兵，这可是灭国之功，把杨凌和王德全的儿子带来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公子，公子，人都给你找齐了。账房外，普希若几人叽叽喳喳地嚷嚷着。李承前闻声急忙出去一看，好家伙，乌压压一片啊！顿时他也是头疼，用不了这么多人，100-10人就够了。李承前吐了一口气，一听他这么说，3个头人赶忙挑选了110个经验丰富的，然后说道：公子你安排，要是谁敢不尽心，我打断他腿。对，公子你吩咐就是。伊元熙也跟着嚷嚷道：要是他们不尽心，我连第3条腿都给他打断。李承前那个头疼，摆了摆手，就把自己的要求给他们说了，临了才说道：要快，1个时辰内，能行不？听到没？伊元熙急呼呼地说道：超过1个时辰，3条腿都给你打折。你个憨货，要把谁3条腿打折？还没完了，我没有3条腿儿，你个憨货，难道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正在伊元熙叫嚷的凶的时候，一个上了年纪的老汉上来就是一脚踹在了伊元熙的屁股上。众人哈哈大笑，伊元熙一愣，回头一瞅，好家伙，惹不起惹不起，赶紧躲到了一边。妈的，咋把这个老家伙给忘了？老汉也没搭理他，拱手说道：就这点活，要不了1个时辰，半个时辰就差不多了。李承前看了个乐呵，马上也反应过来了，这老汉居然是伊元熙的爹，当下拱手道谢。等这些人忙活的时候，李承前又让赵岩去把伊元熙送来的几匹青海葱给牵了过来，这次回去刚好把这几匹马给带回去。李二要过寿了，也该送回长安了。不到半个时辰，李承前要的东西全都准备好了。一时间，山谷外聚集了不少人。此番成行，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意义重大。行了，我先走了。日月山这边就请诸位多尽心，短则3-5天，最长不过8天10天的样子，我一定回来。易元丰马上说道：公子大可放心，日月山也是我们的日月山，定当尽心。对，公子大可放心。伊元熙和普希若也急忙说道：如果不是此番前往大唐的人中，以他们的族人居多，他们反而担心李承前一去不返。当即，李承前也不再多言，打马而去。不多时，众人再次来到那条冰河之前，李承前手一挥，众人下马，开始将用草编织的马蹄鞋给马套上。刘三那个粗胚动作最是麻利，刚套完就准备上马，不怕摔死你就骑上去。李承前没好气地说了一句，说完继续给自己鞋子上绑草绳。都听好了，冰面上马都给我牵着，慢些走，感觉脚底开始有些滑的时候，就把草绳换了。如果前面有路可以走，我们就沿着河道走大路。说着，他就小心地在冰面上试了一下，还行。刘三，牵着你马下来试试。没问题。刘三试了一下，马没问题，他也没问题。听他这么一说，众人都牵着马下来了。还别说，这玩意儿还真好使，至少比赵岩他们之前的速度快了许多。走了1个多时辰的样子，众人找了个地方歇息了一下。在歇息的时候，李承前把赵岩喊了过来，低声说道：你派几个自己人跑前面，万一遇到了牛进达的部下，知会一声，记住。说着，李承前回头看了看那些吐谷浑人，要让他们知道，但又不能让他们什么都知道，明白不？赵岩当即点了点头，就走到刘三那边活动身子骨去了。歇息了半刻钟，李承前起身喊道：行了，继续出发。就在众人起身的同时，赵岩喊道：刘三，你带几个人去前面探探路。为什么又是我？我还要留下来保护公子呢，你让普路伯奇去不行？刘三一脸的不乐意。赵岩当即说道：废话那么多，普路伯奇去，要是被大唐的军队发现了，还以为是吐谷浑来袭，赶紧的。不是，我的命就不是命是不？刘三嘟囔道：赶紧的，真发现了边军就回来报个信，磨磨唧唧的，
王八都没你活得久。两人一唱一和，将大伙都逗乐了。最终，刘三把一条缰绳往普陆伯奇身上一扔，我家公子的马就交给你了，磕着碰着了，我回来叫你好看。还不等普陆伯奇反应过来，这家伙带着俩人牵着马就跑了。走了整整一天，有路的时候众人骑马狂奔，没路的时候就在河面上如履薄冰，一直到天色渐暗的时候，刘三才折了回来，说道：公子，还有不到5里地就到我们庄子了，这里已经是我们桃园了。李承前有些不敢置信。刘三点了点头，说道：对啊，已经是桃园了。好家伙，公子是不知道，这条河就在我们庄子后面没多远。前面发现边军了没？赵岩装模作样的问了一句。就算真的有，现在也没了。没有，天知道我们会从这大山里摸下来。走走走，我带你们回庄子。说完，刘三屁颠屁颠的跑过来，抢走了普陆伯奇手上的缰绳，一脸狗腿的将缰绳又递给了李承前，道：公子上马，前面的路骑马没问题，半炷香就能到。李承前心里那个恨啊，我上你大爷！走了一整天，他这会儿腰酸背痛的，恨不得能躺下，哪跟这个粗胚一样。不过这家伙都这么说了，为了争口气，这马也得骑。一瞬间，众人打马扬鞭，还没到庄子，就看到一个小家伙哭哭啼啼的跑了过来。那一瞬间，李承前突然觉得自己身上的这点酸痛好像没那么痛了。李承前一下马，小家伙就扑在了李承前的怀里，也不说话，就是哭。什么？你确定？正在吃饭的牛敬达直接蹦了起来。清兵再次说道：确定。刚刚我们的人看到殿下带着数十土御魂骑兵进了庄子，听殿下的亲兵说他们是从赤水园回来的。胡闹！牛敬达气得脚把矮桌上的饭菜都踹翻了。临了，问道：殿下什么时候去的赤水园？你们一点风都没收到。清兵尴尬的说道：殿下的庄子我们也不。他也很无奈，一来李承前的庄子别说上门了，就连盯梢都不敢，二来又不能暴露李承前的身份，他们能做什么？算了算了。牛敬达摆了摆手，别说他们为难，他自己何尝不为难？来桃园也有一段时间了，连李承前的面都没见着，殿下是什么意思？听殿下亲兵说，这些都是殿下在赤水园的人。亲兵低声道。牛敬达听得脑瓜子都疼。按理说土御魂的骑兵进了大唐境内，作为守将，他应该立即出兵才对，大唐境内哪容得这些家伙来去自如？但关键是这些人是李承前的人。不过听到这些人是李承前的人，牛敬达也松了一口气。这些年慕容浮羽没少袭边，李二对土御魂也是一忍再忍，若非如今时机不对，早就兴兵讨伐了。这样，你们就等在庄子外面，最迟明天殿下应该会派人再和你们接触，到时候问问到底是个什么情况。牛敬达着霜了一下，也只能这样。他不知道李承前到底在赤水园做了什么，更不知道李承吃此番的意图，做起事来难免就有些畏手畏脚。那我现在就去安排。清兵说完就退了出去。庄子里，李承前牵着眼泪婆娑的长乐，有些感慨。这一次他出去10多天，可把这小家伙吓坏了，人生地不熟的，哪怕有小花他们这些小伙伴，心里多多少少都有些害怕。这么大的姑娘还哭鼻子，会变丑的。李承前坐在正厅里，揉着小家伙的脑袋逗着他。长乐嘴一瘪，气呼呼的，也不说话。脚底下几个白白的小家伙在长乐的脚下转来转去的。李承前见状，当即抓了一个放在膝盖上，说道：这个叫啥？白毛，难听死了。长乐一把从李承前手里把那小狐狸给抱了过去，他叫白小白，还不如叫小白。长乐哼了一声，道：他姓白，名字叫小白。费了好大劲儿，终于把小祖宗哄睡了。李承前轻声吩咐道：刘三，去把张二牛还有方铁匠喊来，赶紧的。在刘三去找方块匠他们的时候，李承前抱着睡着的长乐伏在桌案上，用炭笔小心地画着图纸。等方铁匠他们过来的时候，李承前刚好画完。公子有什么吩咐？张二牛当即问道。李承前把图纸递给他，说道：你们看看这个能不能做？接过图纸，两人看了半天，这才疑惑地问道：公子，这是马车？点了点头。李承前问道：能做吗？做是能做。张二牛又看了几眼，说道：但是4个轮子的马车确实没见过，而且我看这马车马是在中间吧，这样的马车跑不起来的。不用他跑。李承之说道：这是在冰面上用的马车，4个轮子是为了稳定性，就是避免马蹄打滑后翻车。听李承前说完要求后，张二牛点了点头，道：那行，我们这就去研究。等张二牛两人也走后，李承前把长乐放在床榻上，给他盖好被子，又把赵岩他们找来了。普陆伯奇他们都安排好了。李承前问道。赵岩说道：安排好了，都住在庄子前院。他们都什么反应？刘三抢着说道：能有啥反应？一个个跟没进过城一样，啥都要多看一眼。你闭嘴！说完，李承前看了看赵岩。赵岩说道：他们不敢相信这么顺利就进来了，除此外倒也没有什么反应。让他们暂时就待在庄子里，不要乱跑。说完，李承前又说道：明天约一下牛敬达，估摸着他这会儿也坐不住了，带了这么多土御魂的骑兵入境，这会儿不知道怎么骂我呢。刘三闻言道：他敢？李承前都懒得搭理他，看了看王静，说道：这段时间辛苦了，这是卑职应该做的。王静为人就憨厚多了。最近有发生什么事情没？没有，自从公子走后，我就没让人出过庄子。他最近的压力属实不小，整个庄子里就他们几个人守着，是真不敢大意，真要出点什么事没法交代。点了点头，李承前说道：辛苦了，这几天让大家放松放松。对了，王玄策那边怎样？他倒是没啥，每天给一群孩子上课，倒也轻松。行，都去休息，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
明天让厨房弄点好酒好菜，大家放松一下。等所有人都走后，李承前一个人坐在那儿开始沉思。他回来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御寒过冬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一个是燃料。燃料他的想法是瑞典火炬，制作简单，燃烧时间长，就是大量使用的话可能会破坏环境，当然破坏就破坏了，他这会儿可没什么不能乱砍乱伐的想法。然后就是保暖。有一说一，异族人的针线活赶汉人那差距不是一星半点。之前他有想过让普希若他们的族人缝制手套来着，但那针线活里程前看了一眼，立马打消了，简直就是浪费东西，完全不可取。不过他庄子里现在的富人可不少，这个交给他们来做就是。如此来看，御寒过冬的问题差不多能解决了，具体就要看具体情况。除此之外，回来的第二件事就是给李二送寿礼。这个他有2条途径可以做，一是让长孙的商队来做，二就是让牛敬达，具体用谁到时候再说。3嘛，就是因为契必合力这个人他不可能放弃，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他目前唯一能招揽到的名将。契必合力这人只要真的招揽过来，忠心都不用考虑。好家伙，那可是宁愿割了自己耳朵也要效忠李二的狠人，怀疑他的忠心简直就是脑子有问题。关键是人家自带干粮啊，有人有兵有钱有粮，这样的名将错过了，那真就是该天打雷劈了，是得派一个人过去了，不然等他投了唐，那说什么都晚了。李承前嘀咕了一句，合适的人选他也有，王玄策这家伙可是用一张嘴就灭了国的存在，他做这个说客的话，那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大致将回来的安排理了一遍，李承前熄灯休息。次日一大早，原本清静的庄子再次热闹了起来，一群妇人大清早的就开始杀鸡宰羊，因为李承前吩咐过，庄子里有异族人，少不得荤腥。而普鲁伯奇他们也是一个个惊奇的看着这一切，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混进大唐了，关键是他们这公子在大唐境内还有这么大一个庄子。昨晚休息得如何？李承前看到普鲁伯奇东张西望，笑着问了一句。普鲁伯奇连忙拱手道，休息得很好，这里比我们部落强多了。李承前笑笑，这不废话吗？你们这几天就待在庄子里，陶州的守将牛敬达就在桃园，被他的人发现了你们，有些麻烦。公子放心，一定不给公子添麻烦。普鲁伯奇正色道，这个他懂，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吐谷浑的骑兵，要是被大唐的军队发现了，肯定会有些麻烦。行，我让人准备了一些好酒好菜，你们待会儿自己用饭，我要去一趟桃园城。说完，李承前就让人找来李勤俭他们的几个儿子和王玄策。就在刘三给李承前牵来马车的时候，长乐眼巴巴地望了过来，得带上吧，这小家伙好长时间没出过庄子，估计也憋坏了。长乐一来，王进几人自然也屁颠屁颠地跟了上来，他们之前的任务就是保护长乐，既然长乐要出去，他们当然也要跟上去。不多时，一行人就到了桃园县城。桃园虽然不大，但总归是一个县城，还是有几分县城的模样。一到县城，李承前直接找到县城最大的酒楼钻了进去。本来他是在这里等牛敬达的，结果让他没想到的是，牛敬达还没到，却是到了一个让他十分意外的人。关键是人家还是专门找上门来的，这就让他有些惊奇了。老夫冒昧造访，还望公子海涵。听着面前这人的话，李承前有些疑惑，人他不认识，但这名字他还真听过，陈定安，桃园知县。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刚到桃园，这人就找上门了。关键是在陶州，除了牛敬达，不应该有人知道他身份才对。可若是不知道他身份，这陈定安没道理找上门来啊。你认识我？李承前有些疑惑。陈定安笑道，不认识。陈某虽然为官数十载，却从未踏足过长安。有意思。李承前也笑了，很显然这人的确知道自己的身份，当下挥了挥手说道，李家大郎，你们先去外面随便吃点东西，我和咱们这位父母官有事商议。等李大郎他们出去后，李承前给了王静一个眼神，王静也立马带着两人开门出去，守在了雅间门口。当房间里只剩下李承前和长乐、刘三几人的时候，他才开口道，说吧，谁告诉你的？牛敬达。听到李承前这么问，陈定安心中也是一震，他没想到还真让他猜中了。本来他心中只有8分把握，但现在却是完完全全可以确认了。当然宦海浮沉数十载，虽然官位没爬上去，但城府还是有的。当下说道，倒也没人说，只是猜测罢了。猜测？李承前冷笑道，那我倒也听听陈大人究竟是怎么猜的。这话你糊弄鬼呢？没人说，就这么猜，谁信？陈定安一听这话也是一愣，他之所以宦海浮沉数十载还是一个小小的县令，就是因为上面没人，这会儿就是想来攀个高枝，可没想得罪人。关键是面前这个少年他还真得罪不起。公子恕罪，下官真是猜测。别说牛敬达没有跟他说，就算是说了，他也不能说。怎么猜的？李承前玩味儿地看着陈定安，今日他要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李承前不介意收拾他一番。陈定安眼见李承前语气越来越重，当下急忙说道，朝廷发了明旨，太子奉命替天子巡狩天下，体察民情，赐天子剑，路遇不法，可先斩后奏。原本我也不敢相信殿下来了桃园，但就在这道明旨下发不久，不但崔明远大人调任陶州，就连牛敬达将军也调任陶州。加之牛大将军刚到陶州就来了桃园县，而在这之前，公子也刚到桃园不久，这才有此猜测。发了明旨？李承前愣了一下，这个他还真不知道。但如果这么说的话，那陈定安能猜到他的身份，倒也解释得通。只是这家伙也太贼了吧，就这么些零零散散的线索他都能联系到一起，要说他没脑子，李承前都不信。
是的，陈定安说道，否则下官无论如何也猜不到。点了点头，李承前问道，那陈大人今日找我所为何事？这个陈定安尴尬了，他其实还真没啥事。之前有了这样的猜测后，他就让人一直盯着西城门，只要李承前进城了就通知他，他也就是想先混个脸熟，看看日后有没有机会攀上这届高枝。李承前哪里不知道他的意思，见他支支吾吾的，当下笑道，若是陈大人没事，我这里倒是有些许小事，倒是希望陈大人帮忙一二。公子请说。陈定安心里一喜。李承前道，我想在桃园盘一家酒楼，但陈大人也知道，我刚到桃园没多久，人生地不熟的，不知道陈大人可有介绍？公子要在桃园逗留一段时间。陈定安不敢置信地看着李承前，虽然这样做有些失礼，但也说明了他心中的震惊。逗留多久不知道，不过这跟开一家酒楼无关，怎么办不到？不，能办，明天之前就能办好。陈定安急忙说道，这对他来说可是天赐良机。公子，牛大将军来了。就在这时，王进推门进来说道，点了点头。李承前说道，那这件事儿就有劳陈大人了。陈定安一听牛进达来了，当下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立马躬身道，那下官先行告辞，明日再去庄子上拜访。说完，陈定安转身出去，刚下楼的时候就和牛进达打了个照面。牛进达也是一脸的好奇，问道，这要巧？是啊，这要巧。两人简单的打了个招呼，就各自离去。见过两位殿下。一进雅间，牛进达拱手施礼道，从他的言语来看，五人的确没有文人会来世。陈定安哪怕什么都不知道，但也知道学着刘三等人喊一声公子，不喊殿下。牛进达哪怕知道很多东西，可这一开口顿时高下立判。牛叔叔可别这么称呼，叫我高明就是。这一声牛叔叔，李承前喊得特别顺口。在后世，孙子也不是没装过，这会儿不过是喊一声叔叔罢了，小意思。牛进达也没当回事，他们这些秦王府的旧臣，谁不是看着这些皇子皇女长大的？这一声叔叔，他倒也当得起。当然，称呼高明还是不合适，也就只能跟着刘三他们称呼了。公子为何要冒险去赤水园？若是稍有差池，老夫万死难赎啊！牛进达很是忧心地说道。李承前笑道，牛叔叔此言差矣。昔日你们和我父亲一起打天下的时候，什么样的危险没遇到过？砸到我们身上就不行了？不一样的，当初天下大乱，我们不得不如此。如今天下承平，何须公子犯险？我大唐百万军卒，自当可为我大唐开疆拓土。牛进达还是摇了摇头。李承前才多少人啊，就去冒此奇险，真要是在吐谷浑出了什么差池，那将动摇国本。他们能冒险，我就不能冒险。李承前摇头道，算了，这个话题就不讨论了。今日叫牛叔叔过来，主要还是商议一下别的事情。如今赤水园大乱，我在那边也有了一块自己的地盘，这次带回来的那些吐谷浑骑兵也是我的人，有些地方估计还得请牛叔叔通融一下。赤水园大乱，牛进达问道，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李承前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但没说慕容顺想对付他，估计说了，牛进达更不能让他去了。公子的意思是让我派兵？牛进达琢磨了一下，说道，这的确是个机会，这些年慕容老儿屡屡派兵袭边，若是有机会倒是可以，不过我要先请示陛下，怕是要耽误些时间，若是能借赤水园的变故一战灭齐国，不是难事。赤水园是我的。闻言，李承前正色道，不单单是赤水园，整个吐谷浑都是我的。牛叔叔不会忘了吧？当初我在大殿上就说过，我想要的必定是我自己一刀一枪打下来的，他怎么可能让李二掺和进来？真要是李二掺和了进来，那跟他有什么关系？不过他这话倒是让牛进达一愣，你是真敢想啊？就你这20来人，别说整个吐谷浑了，就是赤水园的一个部落都能吃定你。当然，李成以前也不敢想，但慕容顺这么一折腾后，他还真敢想了。如果能趁此机会把反对慕容顺的部落都拉拢过来，再把契必合力也招揽过来，那他凭什么不敢想一想？公子怕是想得太简单了。牛进达摇了摇头，说道，不说别的，慕容顺手底下有2万之众的空闲之士，就是我陶州守军也不敢说100%能吃定他，更别说公子这20来人的亲卫了。20来人吗？李承前笑道，牛叔叔可能不知道，如今我在赤水园却有一块自己的地盘，也收纳了数个部落，如今人口数千，空闲之士也有将近1000余。若是慕容顺带着他的2万之众来围剿我，我坐守坚城，以逸待劳，不敢说能轻松退敌，但动员全部人御敌，固守坚城倒是没问题。这么多？牛进达腾的一下站了起来，不敢置信地问道。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确实，守城和攻城可是2回事。不说固守，但至少还是有些本钱的，还是不够。不过冷静下来后，牛进达还是摇了摇头，道：1000余精骑对阵慕容顺的2万之众，就算动员所有人，也坚持不了几天。不急，慢慢来就是。李承前说道：别忘了我这也才去了没几天，现在只有1000余人，再过一段时间呢。吹牛逼又不犯法，李承前这会儿可劲儿的吹。他之所以带普路伯奇他们回来，不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吹的牛逼可信度更高吗？回一趟大唐，带了半百之数的吐谷浑骑兵，说他在那边有将近1000余人的精骑，好像也说得过去。可稍有差池，没有什么差不差池的。李承前直接打断了牛进达的话，道：好男儿本就该纵横沙场，躲在叔伯们的羽翼下，如何成长？牛叔叔不用再说了，我说过，我要的必将是我自己一刀一枪打下来的。这一次我找牛叔叔帮忙，只为2件事，牛叔叔就说能不能帮？牛进达一愣，他突然发现，如今的李承前虽然言语上还算客气，但却没了往日那般温和，
整个人多了一些别样的气质。具体怎么说，他不知道，就是觉得此刻的李承前倒是有些像早年的秦王。公子请说。牛敬达决定先听听。牛叔叔也知道，最近几年吐谷浑连年雪灾，不论是粮食还是防寒保暖的东西都缺。李承前可不会客气，直接说道：“牛叔叔这边能不能帮帮忙？”一听李承前这话，牛敬达沉默了良久，才说道：“虽然我知道这是公子要，但这毕竟是把粮食运到吐谷浑，在别人看来，这可是资敌。他真要这么干了，还不知道要被多少人弹劾。也就今年大唐的日子松快一些，但也没富裕到有粮食支援一族啊。”牛叔叔误会了，李承前说道：“可没让牛叔叔白给，咱买，不是买不买的问题。”牛敬达为难地说道：“这件事本身就不能做。”李承前摆了摆手道：“牛叔叔可还没听我出价呢，咋这个着急？我用战马买，难道牛叔叔也不愿意？”战马？牛敬达愣住了。如果用战马的话，那这生意做的，哪怕是闹到朝堂上去，他也不怕。粮食确实金贵，但和战马相比，那算个事儿。李承前笑道：“对，战马。他岂能不知道要从大唐弄这些东西去吐谷浑有多麻烦？但他也不是没办法。如今日月山有3个部落，每个部落都有不少马匹，匀一些出来倒也没问题。虽然说战马他也需要，可凡事都有轻重缓急，这个道理他怎么可能不懂？哪怕是普希若，他们也不会拒绝。不知公子要多少？”牛敬达当即问道。战马他是不会拒绝的。达成了一致，两人很快就商议好了具体的交易内容。说到底，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谈妥了交易，牛敬达也是笑容满面。总的来说，这一笔生意他不亏。大唐有养马，真要说起来，大唐的马政在历朝历代来看，那也是数一数二的。不过在贞观初年，战马依然是稀缺资源。我刚刚上来的时候，看见了陈定安，不知道他。谈完了正事，牛敬达问了一句，点了点头。李承前问道：“你没跟他透露我的身份？”“没有。”牛敬达当即摇头道：“公子放心，这个轻重我明白。”对于牛敬达的话，李承前还是相信的。一般来讲，武人的心思不多，当然这也是相对文人来说，那是个聪明人。通过朝廷下发的明旨，加上牛叔叔和崔大人的调任，居然猜到了我的身份。李承前笑道：“牛叔叔对这人有多少了解？”他这话其实也有试探的意思，相信归相信，这跟试探没有关系。是这样。牛敬达一愣，不过很快就平静了下来。那他确实是个聪明人，可惜了，没什么背景，否则不至于混了这么多年，还是一个小小的知县。这倒是的。李承前说道：“留内观里这么年，还混了一个下县知县的，估计满大唐都找不出几个。别看陈定安和崔明远都是知县，但唐朝分上中下3县，上县和下县的区别还是很大的，一是人口，二是品级。崔明远虽然之前也是知县，但人家品级高了陈定安好几级，一个从6品上，一个从7品下，根本就没可比性。他一点背景都没。”李承前问道。牛敬达摇了摇头，说道：“这人吧，倒也不是个坏人，真是一步一步爬上来的。最开始是桃园的书吏，然后又是主簿什么的，这才慢慢熬到县令。就这，还都是因为桃园这个地方实在没人愿意来，这才轮到他。对于陈定安这个人，牛敬达倒也没有什么坏心思，而且这人确实不坏，至少在桃园这地，官声还算不错。他也怕这家伙冒犯了李承前，确实不是个坏人。”李承前笑了笑，却是没说话。他确实动了心思，但具体是个什么心思，可就没人知道了。对了，公子说有2件事，还有一件事是什么？不知内情的牛敬达赶忙转移了话题。说到这个，李承前琢磨了一下，说道：“这事简单，只要牛叔叔帮我佐证一下我的身份即可。”牛敬达一愣，就这么简单？李承前说道：“我手底下除了刘三他们，没人知道我的身份，这样也确实避免了很多麻烦。但坏处就是，这会儿我要说我是李承前，估计也没几个人相信。”他也很无奈，扮猪吃虎的事干起来的确很爽，但这办得久了，就怕真被人当成猪了。这事儿简单，牛敬达爽快地答应了。这才多大个事儿？李承前呵呵一笑，道：“刘三，去把王玄策喊上来。”王玄策之前跟李大郎几人下去了。没多久，王玄策跟着刘三走了进来。见过公子。李承前指了指牛敬达，说道：“这是陶州统军，我朝名将牛敬达，牛大将军。”见过牛大将军。一听李承前这么说，王玄策也是一愣，赶紧躬身施礼。虽然牛敬达的名气没有程咬金、李靖、尉迟老黑他们那么出名，但作为一心想扎进宦海浮沉的人，又岂能不知道？真正让王玄策惊讶的是，李承前居然能和牛敬达坐在一张桌子上。李承前才多大啊？就算是陇西李氏的嫡系，又凭什么能跟牛敬达这样的当朝重臣同席？对于王玄策，牛敬达自然不用太过客气，点了点头，也就算是回应了。那牛叔叔先忙，之前说好的事，晚点牛叔叔再派人来和赵岩交涉就是。李承前起身笑道。牛敬达也是一愣，这是送客还是在催我？不过李承前都这么说了，牛敬达也只得起身道：“那太子殿下安坐，下官这就去给殿下准备。”那就有劳牛叔叔了。李承前装模作样的起身准备送。一旁王玄策整个人都懵逼了，刚刚的震惊还在心底，又来了一个更猛的料。太子。一直到牛敬达离开后，王玄策都没回过神。这个消息对他来说太过于震惊了。不过仔细一想，好像也是。商铺叫什么？长明啊。太子是谁？李承前字高明。他说他是陇西李家的，有问题吗？没问题啊。当朝皇室本就出自陇西李家。这一瞬间，
王玄策整个人都快疯了。什么叫惊喜？这他妈就是惊喜啊！跟着当朝太子，何愁日后没有机会步入朝堂？等当今陛下100年之后，他是谁？他是从龙之臣。就这会儿，他几乎都想到了日后他位列3公的场景。王玄策送走了牛进达，李承乾喊道。王玄策一个机灵，急忙躬身施礼道：“在，下官在。”话一出口，王玄策脸都红了。这话说的做梦坐上头了，居然自称下官。要知道，如今他可还是一个白身，连功名都没。李承乾倒也没笑他，这正常，任何人都有失态的时候。想当初他第一次见他丈母娘时也差不多，一激动起来，冲着他丈母娘就来了一句：“老婆新年好。”当时的他比如今的王玄策可还要年长一些。想入室？李承乾淡淡的问道。王玄策虽然尴尬，但听李承乾这么问，还是重重的点了点头，说道：“想，寒窗苦读10数载，不就是为了学得文武艺，授予帝王家吗？说不想，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冷静下来，王玄策还是很聪明的。读书人想当官，为民请命，算不得错。跟在李承乾身边也有些时日了，大致也了解一些李承乾的性格，当下也没啥好隐瞒的。点了点头，李承乾说道：“此话在理，满腹经纶，若是不能一展心中抱负，大好人生岂不可惜？”王玄策没接话，他这会儿冷静下来后也想了很多。既然李承乾专门把他喊上来，又不再对他隐瞒身份，这就说明肯定有事情交给他去办，否则何须对他这样一个穷酸书生暴露身份？我这里有个差事准备交给你，能否办好？李承乾也不弯弯绕，直接步入正题。王玄策一听，正色道：“殿下只管吩咐，能力范围之内一定做到，超出能力范围之外，我拼了命也要替殿下做到。”王玄策多精明一个人，尤其是这张嘴，漂亮话说的那叫一个好听。李承乾闻言笑道：“都是自己人，无需喊什么殿下，还是跟以前一样。”王玄策点了点头。李承乾又说道：“事情也不难，更不用你去拼命。是这样的，我想招揽一个人，需要你去当说客。”就这事？王玄策一愣，这是简单啊！别说他有这个能力，就凭李承乾的身份，只要摆出他的身份，什么样的人招揽不来？就这事？李承乾笑道。王玄策当即就说道：“公子大可放心，这事我一定替公子办好，别答应得太早。”李承乾说道：“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一来，这人不在我们大唐，在热海一带，此去路程倒也不近；二来，这人是铁勒部的可汗，他一心想要投唐，但他想投的那人不是我，明白吗？他想投陛下。”王玄策当即一愣，但还是有些疑惑。至于远近的问题，他倒是真不在意，这都是小事。要想建功立业，爬冰卧雪又如何？点了点头，李承乾说道：“是的，怎么样，还能办到吗？”公子，王玄策说道：“我有些不明白，既然他想投唐，投陛下和公子有何区别？”不，有区别的。李承乾说道：“投唐不一定就是投我，但投我就一定只能是投我，明白？”王玄策当即一惊，道：“公子这是想跟陛下抢人？”李承乾笑了：“和李二抢人，我又不是第一次了，你不就是我抢来的？再说了，和李二抢人，他是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李二手底下猛将如云，不从他手底下抢2个过来，我拿什么在西北这片土地上争？想必你也知道我在赤水园的一些事，于我而言，继承一个大唐，远没有自己拓土开疆来的愉快。好男儿纵横一生，岂能心心恋恋着家里的那点家产？有志向的大丈夫，何不是自己建功立业，让子孙后代继承其家业？”听李承乾说完，王玄策顿时一愣，又有种热血澎湃的感觉。是啊，好男儿当如是。其实李承乾这话是真说到了王玄策的心窝子里去了。他家徒4壁，也没家产让他继承，之所以勤学苦读，何尝不是想建功立业，挣下一笔家产，让子孙后代的生活好一些？公子志存高远，玄策愿往。没有过多的犹豫，王玄策当即说道。李承乾笑了，对于王玄策的性格，他拿捏的还算准确。之前安排他教书，一来是为了安置庄子里的那些孩子，二来嘛，也是为了磨练一下他的心性，只不过还没磨练多久，就不得不提前启用他。主要还是弃币合力那边拖不得了，真要等他投了李二，那黄花菜都凉了。而且现在也是他用人之际，不管是王玄策还是弃币合力，对他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人才。要知道，弃币合力之所以迁往热海一带，就是因为经常和吐谷浑发生冲突，可以说他和吐谷浑那是世仇。既然你答应了，那我再给你支个招。李承乾说道：“你要说服的人是铁勒部的可汗弃币合力，他有心投唐，这一点你放心。至于说如何让他投我，其实也不是没可能。其中有几点你注意一下。第一，他们铁勒部和吐谷浑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停的，你可以直接告诉他，我可以给他机会一雪前耻。第二，他投我有个好处，就是他有2次机会，就算我失败了，他还可以继续投唐，大唐上下都不会觉得有啥。说到底，我和大唐本身就是一体的，但万一成功了，除了可以一雪前耻，未来他能获得的更多。第三，投唐和投我之间，他的机会更多。大唐猛将如云，作为一个武将，他不可能不想领兵出征，但大唐论资排辈，什么时候才能到他？是李靖提不动刀了，还是程咬金年老体衰了，又或者尉迟敬德沉迷温柔乡了？更别提还有侯君集、牛进达、秦琼、段志玄、刘弘基、张亮、李绩和我那些王叔。他要想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我是他最好的选择。对于如何拿下弃币合力，李承乾是真的很认真的动过脑子的。仔细的推算过后，弃币合力投他的可能性很高。
就像他说的，投了他，就算失败了，弃币合力还有机会投大唐。对于弃币合力而言，完全不受影响。但万一成功了呢？那可就不一样了。现在投李二，弃币合力在大唐的武将中也就是第2梯队，但万一跟着他成功了，弃币合力绝对能上升到第1梯队。这笔账，他相信弃币合力会算，更别说还有机会让他一雪前耻。认真的将李承前说的话记下后，王玄策重重的点了点头，这活能干。别说弃币合力了，他都心动了。正式安排完，李承前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虽然一开始就猜到了结果，但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时，谁又敢100%放心？走，出去转转。吃完饭，李承前说道：“桃园虽然不大，但转转还是无碍。当然，李承前之所以愿意在桃园四处看看，一是为了之后的生意。他虽然说是不在意赚钱不赚钱，但没谁愿意亏钱。再说了，他开这个酒楼最重要的目的还不赚钱，而是情报。酒楼里来来往往的客人是最容易在无意间透露出种种信息的，只要留心，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初级情报站。这对于他日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二便是想听听陈定安的官声，对于陈定安这个人，他还是有些想法的。在官场上，像陈定安这样的无根浮萍其实很少，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临近中午，李承前赚的也差不多了，长乐也失去了一开始的兴趣，众人这才回庄子。庄子里这会儿可热闹了。李承前他们回来的时候，众人正在吃饭。赵岩知道李承前的心思，所以招待起普陆伯奇他们也是极为用心。李承前也没去打扰他们，特意绕了一段路回到了自己书房。他去的话，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拘谨，反而放不开。既然想笼络人心，就没必要如此。回到庄子后，长乐撒腿儿就跑了。之前是好久没见李承前，心里有些挂念。不过如今李承前回来了，他又有些怀念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玩闹了。人就是这样，无关年纪。当初虎头山跟我们来的那些妇人，现在是谁主事？李承前琢磨了一下，问道。服侍在一旁的春花说道：“是张大娘，之前李掌柜让她管理好这些人。本来李掌柜当初是让冬雪去来着，但是冬雪要照顾小主子，就没去。”点了点头，李承前说道：“行，你去把张大娘叫来，我有事情要交代。”对于谁管理这些人，李承前是没意见的，而且在他看来，由他们自己人管理更好。毕竟没有谁比他们自己更了解自己人。没多久，张大娘就跟着春花一起进来了，很是恭敬地说道：“见过公子。”在他们这些人眼中，李承前就是他们的大恩人，是把他们从泥潭中拉出来的人。对李承前，他们都是心存感激的。而且李承前也从没亏待过他们，不论吃的用的穿的住的都没少了他们，就连他们的孩子也能如大户人家的孩子一般进学，这在之前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在庄子里生活的可还习惯？李承前笑着问道。张大娘急忙道：“习惯，习惯，活了这么一把岁数，就没过过这么舒坦的日子，习惯就好。”李承前道：“就怕你们背井离乡的不适应。公子客气了，若非公子搭救，我们这些人现在还在强盗窝里，哪有现在这般自在？吃过苦的人其实真的容易满足，只要有一口安生饭吃，他们就没什么可抱怨的。有个事要问一下你们的意见。”一听李承前这么说，张大娘当即说道：“公子直接交代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命都是公子救的，哪儿需要问我们的意见？”不，李承前说道：“这是不一样，我准备带人去吐玉魂那边，庄子这边未来可能留不下几个人，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意思？”去吐玉魂？张大娘当即一愣。来桃园对他们来说就已经是背井离乡了，但桃园好歹还是大唐的地界，但要去吐玉魂，那可就不是大唐的地界了。李承前点了点头，说道：“是的，去吐玉魂。未来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重心都在那边，至于什么时候会回来，不好说，也许不回来了，也说不定。我们也要去吗？”张大娘其实已经知道答案了，但还是问了一句。李承前道：“是的，其实我也需要你们去，当然去不去还是看你们自己的意思。如果不愿意去的话，我可以给你们一些盘缠，安置你们在桃园生活。”张大娘虽然是一介女流，但既然能被李清简选做管事，那肯定还是有些能耐的。一听李承前这话，她就懂了，当下整个人也是有些犹豫，半晌才问道：“有危险吗？”“危险肯定有，别说在吐玉魂，就算是在大唐，也未必就没危险。”李承前道：“不过也不用太过于担心，真要是太过于危险，我也不会去冒险。”“那行，我们去。”张大娘闻言很果断的就同意了。她其实没有更好的选择，不去，李承前就算给他们盘缠，帮他们在桃园安家，但他们一群妇人如何为生？更别说李承前对他们真的有救命之恩，人家都开口了，就算是报恩，他们也应该去。成，你也去给其他人通知一声，如果有人不愿意去，我一样给一笔盘缠，安置他们在桃园生活。不过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在那边我们也有一块地盘可以安家立业，相比这个庄子而言更大，人更多。李承前说完又说道：“对了，弄了你去找赵岩，我们这次回来带了一些羊皮牛皮，这段时间多缝制一些我们这样的披风，到了那边用得上。”“好的，那我先去忙了。”张大娘说完躬身告退。等张大娘走后，李承前又说道：“去把王静喊来。”王静和普陆伯奇他们不算熟悉，所以跟李承前回来后就没跟刘三去掺和。公子有什么事情要吩咐？王静一进书房就问道。李承前道：“姚大和姚二最近怎样？”之前因为带走了刘三，调教姚大和姚二的差事就落到了王静头上。这小子是个好苗子。王静说道：“能吃苦，也有毅力，关键是脑瓜子是真聪明。之前刘三跟我说这小子来路可能有些蹊跷，让我套套他话，结果这段时间差点没被他给绕晕了。
他在市井上厮混了这么多年，若是脑瓜子不好使，早被人生吞活剥了。李承前笑道：“怎么，王玄策也没摸到他的跟脚？”摇了摇头，王静说道：“这小子贼精贼精的，我估摸着，除非他自己开口，估计很难弄清楚。算了。”李承前道：“暂且不管他，谁还没点秘密？只要他对我们没有抱有恶意，先由着他。不过对他要多上点心，别在他面前马失前蹄，那可就丢人丢大了。对了，你现在没事，带上春花去一趟灵潭，我这次带回来几匹上好的青海葱，给送回长安，问问他们那边可能行。”好的，我这就去准备。王静当即点了点头，这事儿他也听说了，李二的寿辰马上就要到了，是得抓点紧。让秋月去吧。春花在一旁说道：“皇后娘娘派来的管事是秋月的远房亲戚。”那行，就让秋月去。对此，李承前倒是没意见。他之前之所以没问牛敬达，就是因为得先问过这边。不管怎么说，这边都是长孙的人，这种事跳过长孙找牛敬达，总归是不合适的。当然，如果这边处理不好，再找牛敬达倒是无碍。处理完这些事，李承前又开始扑在桌案上画图。如果不是因为穿越，他很享受作为一个手艺人的快乐。与此同时，陈定安直接找到了李承前他们先前去过的那家酒楼的东主家。既然李承前要在桃园开一家酒楼，那自然得开最大最好的，至少陈定安是这么认为的。一开始，这酒楼的东家并不想卖，毕竟这也是赚钱的生意，他又不急用钱，确实没卖的必要。但最后也不知道陈定安给他许了什么样的好处，竟然还真让他谈成了。搞定了这件事的陈定安，倒也没急着去找李承前。他的确是一个聪明人，若非在朝堂上没有人帮衬，他何止是一个县令这般简单。就拿这事来说，虽然他现在去找李承前，能让李承前看到他的能力，但这对他来说可未必就是一件好事。一来，现在就去邀功，反而会让人觉得这件事过于简单，太简单的事怎能体现出他的能力？二来，他得给自己留条退路，如果下次李承前交代的事不那么好办，但他做的和第一次差距太大，难免给人留下一些不好的印象。人很奇怪的，第一次交代你的事，你办得很漂亮；第二次交代你的事，你办得也很漂亮，但第三次交代你的事，你办得没那么漂亮了，别人就容易质疑你的能力是不是下降了。这就是人，很奇怪。回到县衙的陈定安其实也在琢磨，当朝太子突然出现在边境，这就很值得让人深思了。崔明远他的确不认识，更不熟悉，但牛敬达他却是知道的，能和牛敬达搭班，说明这崔明远也不是一般人。这样的组合，再加上当朝太子，他确实看不懂朝堂到底是何用意。你要说对吐谷浑动兵吧，不至于，两军交战总会有些意外的，怎么可能把当朝太子派来？这但凡出个意外，绝对是动摇国本的大事，朝堂诸公谁敢这么做？就在陈定安疑惑不解的时候，牛敬达也是一脸的不敢置信。回到自己临时住所的牛敬达，怎么也不敢相信李承前真的在赤水园打下了一块自己的地盘。这才多久啊？他才多少人？满打满算20来起。真要是李承前现在就在赤水园打下了一块自己的地盘，还收复了1000余人的铁骑，那比当年李二率6骑与协力可汗定下渭水之盟都有的一拼了。他带回来了多少吐谷浑骑兵？牛敬达疑惑地看着自己亲兵，亲兵说道：“半百之数。当时他们过来的时候，我们远远地看了一眼，着实也让我们吃惊了一下。而且我见他们的队伍中还带了不少牛羊皮，这都不是最让我们吃惊的，最让我们吃惊的是，他们队伍中居然还有好些上好的青海葱。要知道，就这青海葱，哪怕是在吐谷浑都是稀罕物。还有这事儿。”牛敬达一愣，他现在倒是多多少少相信了一些李承前的话，就算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估计悬殊也不会太大。夸大其词在两军作战上面那是稀松平常的事，就这事还真没啥好说的。清兵点头道：“确有其事，看来我们这位殿下还真的不简单。”牛敬达无奈地笑道：“你派人去军营里统计一下，准备一些上好的松木，再准备一些粮食，真要是能换回一些战马，这生意倒也做得。对了，松木的话，沉木就行，又不是用来修房子的，都是拿来烧的。那我这就去安排。”清兵说道，当即就退了出去。等他走后，牛敬达摇了摇头，他是愈发看不懂这位太子殿下了。年岁虽然不大，但是胆气却和陛下昔日有的一拼。关键是，他好像还真成事了。虽然有些运气的成分，但这也反映了出了他的机变无双。作为一个武将，本身就应该善于抓住一切机会。在这一点上来说，李承前哪怕不是武将，但也做得够好了。回想当日，李承前在太极殿上说他有21骑，纵横西域又有河南。当时大家都认为他年少轻狂，但谁知哪怕他此时尚且没有纵横西域，但却也实实在在的纵横了吐谷浑。这消息要是传回大唐，估计朝堂上的那些人下巴都得惊掉了。摇了摇头，牛敬达实在无法想象，就李承前那20来人是如何做到他说的那样的。刚刚他在心里盘算了一下，哪怕是他也很难做到这一点。他又哪里知道，为了达到目的，李承前其实是没多少底线的。临近傍晚的时候，西城外的庄子里，李承前也终于等回了王静等人。没有李承前，哪怕带着秋月这个丫头，他们都是快马加鞭的。怜香惜玉这4个字，好像就从来没有出现过在他们的字典里。一切妥当。王静回到庄子，片刻不歇的就来找李承前汇报情况。他们说随时可以把那几匹青海葱送回长安，一定会在陛下寿辰之前送到。辛苦了。李承前点了点头。这事解决后，只要等牛敬达和陈定安那边搞定，他随时都可以回赤水园。说来也奇怪，在赤水园的时候，虽然每天都挺紧张的，但在赤水园他整个人的状态却是最放松的。回到了桃园后，虽然安全暂且无虞，
可他心里却隐隐有些不舒服的感觉。对了，公子，王静说道，刚刚听那管事的说，最近灵坛来了很多陌生人，都是来行商的。听那管事的说，其中有崔家人。崔家人？李承前冷哼一声道，怎么，他们还阴魂不散了不成？咋的？金阳那一次没把他们打疼？不单单是他们，最近灵坛还多了一些生面孔，听说这些生面孔武艺都不赖，我怕他们是想……王静欲言又止。李承前一愣，仔细琢磨了一下后说道，不管是不是奔着我们来的，你通知下去，最近庄子里戒严，莫真是奔着我们来的，被人悄摸摸的摸到庄子里，可就不好了。那行，我现在这就去安排。次日，灵坛作为陶州治所，崔明远的官衙也在这里。官邸中，崔明远看着一桌子的公文，叹了口气。从他的内心来说，他是不愿意离开金阳的。如果他想升迁，其实早就能升迁了。之前吏部不是没打算过，但都被他拒绝了。不问出身，单纯的从一个官员的角度来看，崔明远无疑是一个合格的官员。这一次，他之所以愿意离开金阳，一是因为金阳的情况的确较前些年好多了，二是李承前当初的话，时不时的在他耳旁回响，读了一辈子的圣贤书，他也想知道有些问题到底有没有个答案。其三，便是对士族彻底的失望。当初崔浩他们占据上风的时候，一个个恨不得弹冠相庆，可最后面对李承前的反击时，他们又是什么反应？说实话，那段时间他真的是看透了这些人的嘴脸。最终，当朝廷调任他任陶州别驾的时候，他没再婉拒。当然，这也是因为调任的地方是陶州，如果是长安，他可能依然会婉拒。别人千里当官只为钱，他不是，他是真想做点什么，一展胸中所学。陶州虽然比不得金阳那些地方，但对他来说更有施展自己抱负的空间。可就当他准备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的时候，那些士族的人又找来了。说到底，他终究还是士族这个圈子的，这个标签他一辈子也没办法摘下来。本来准备随便应付应付就得了，有了金阳的前车之鉴后，他并不打算再和这些家伙合作。可这些人却给他带来了一个惊天的消息，李承前也在陶州。这个消息让他一惊，难怪牛敬达居然被调任陶州统军。按理说，就牛敬达的地位，调任陶州统军其实不合适，这都属于贬值了。搞了半天，原来是这个原因。去打听一下，最近是不是有长安那边的人来了我们陶州？叹了口气，崔明远吩咐了一句。他倒不是想打听李承前的行踪，只不过是人既然出现在了自己的地头上，总归是要了解一下的。而且士族那边也来了人，虽然不知道他们这次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思，但也担心他们再起什么冲突。他是真不喜欢这些破事，他就想好好的为老百姓做点什么，就算是能让治下黎民冬日里多喝一口热粥，都要比掺和到这些事里面来得起劲。另一边，桃园，李承前刚陪长乐吃完了早饭，刘三就来了，说是陈定安在庄子外。陈定安来能有什么目的？李承前心里门清，当即就直接来到庄子外面。当然，他出来可不是迎接陈定安的，陈定安可还没这么大的面子让他亲自相迎，主要是庄子里还有普路伯奇他们在，他不想在这些人面前暴露太多。见李承前出来了，定安也很震惊，他当然知道自己没面子让李承前亲迎，当即拱了拱手，正准备开口，李承前手一摆，说道：“陪我走走吧，这桃园在陈大人的治理下倒也不错。”公子见笑了。陈定安这样的人精哪里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当下就跟在了李承前身后，对此他也没什么怨言。哪怕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庄子，但是里面住的可是当朝太子，想迈进这个门没那么简单。我昨天交代的事儿都弄好了？李承前走在前面问道。点了点头，陈定安说道：“都已经处置妥当。”说着就从袖笼里拿出一份契约，道：“只要公子签个字就好。”接过契约看了一眼，李承前满意的点了点头。对于陈定安这么快就搞定了这件事，他是一点也不奇怪。作为桃园当地的父母官，这点小事儿对他来说没难度。将契约递给了身旁的刘三，李承前说道：“这事办得不错。”他说的是价格。陈定安不愧是聪明人，知道这是李承前要的，在价格方面他也是再三斟酌过的。换做一般只会溜须拍马的人，肯定是把价格压得越低越好，但陈定安却是没有，严格按照市价走的。当然，他这可不是什么不畏强权，也要维护自己治下商人的利益。说白了，他这就是在拍马屁，只是手段比别人更高明一些罢了。就李承前的身份，真要用低于市价的价格拿下酒楼，省不了几个钱不说，万一事后被人知晓了，虽然于他地位无碍，但终归会有些闲言碎语，这就没必要了。1000贯和100贯，对李承前而言没啥区别。公子客气了，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陈安定一听李承前这话，就知道自己猜对了，当下笑道。李承前笑道：“刘三，李大郎那边银钱可准备好了，待会儿你安排2个人给陈大人送去。他昨天本来准备跟李大郎几人聊聊的，不过遇到了陈定安，也就把这个事给耽误了。毕竟让陈定安去做这个，要比李大郎几人来得轻松一些。准备好了？”刘三说道：“回去我就安排，银钱不急。”陈定安笑道：“等公子酒楼开业再送去也不迟。这钱他还真不着急，李承前真要是不给，他就算变卖了家产，也不会来李承前这里问一句：你不急，别人急啊。”李承前说道：“这事儿还得多谢陈大人，等酒楼开业后，我让他们给陈大人留上一个雅间。”那就多谢公子了。陈定安多会来事的一个人，当即就躬身说道。李承前笑道：“陈大人客气了，我这里倒是还有一件事想麻烦陈大人，不知陈大人方便不方便？”公子请讲。陈定安心里一喜，这对他来说绝对是好事。李承前道：“也不是什么麻烦事，就是我这边需要几个教书先生，倒也不需要什么大儒，只要教些简单的识文断字即可。”
王玄策要去帮他做说客，那教书的事自然要找人顶上。不论是庄子里的这些孩子，还是日月山的那些孩子，都急需教书先生。他想培养自己的班底，这些人就是他最好的选择。而且对于赤水园那边，最好的侵入手段一定是文化。所以说，教书先生他很需要。如果公子对于才学没有过高的要求，这个倒是不难。陈定安说道：“说到底，我们桃园终究是个小地方，真要找一些有点才学的，还真是为难我了。能教人识文断字即可。对于这个，李承前是真没啥要求，教他们四书五经。哼，李承前可没这个打算，别到时候教出一个个书呆子，反而不美。只要能做到识文断字，其余的道理总是能在生活中慢慢领悟的。再说了，就现阶段，他去哪里给他们找那样的大儒教他们那些？就算有，又有谁愿意跟他去赤水园吃那个苦？那行。”陈定安笑道：“我家刚好有几个不成才的后辈，指望他们科举高中倒是不容易，但就是单纯的教一个识文断字的话，那倒是没多大问题。这样的机会，陈定安怎么可能给别人？若不是他身份的问题，他都愿意去当一个教书先生。”听他这么说，李承前笑了，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对于陈定安这个人，他其实动过心思的，不过人家现在是朝廷命官，他倒是不好直接做什么。之所以提出这么个要求，就是想看看陈定安的反应，没想到这家伙也是一个顺杆爬的主。陈大人还是得再考虑考虑。李承前说道：“实不相瞒，这些教书先生可不是留在庄子上的，真要决定了，我可是要带走的。”陈定安闻言心里大喜，这是要带去长安，那可是好事，当下就笑道：“没什么可考虑的，公子只管带走就是。”他这会儿是高兴过了头，都忘了，如果李承前真要回长安，需要在桃园找教书先生吗？怎么的？长安的读书人死绝了不成？还是要考虑考虑，此番我要的这些教书先生，教的可不是我们汉人，而且此行也未必就没有危险。李承前笑道。他说完，陈定安的脸色顿时一变，他懂了。桃园是什么地方啊？李承前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他还能不懂？不过他倒也没有过多的后悔和懊恼，而是在琢磨，这朝堂难道真的要对吐谷浑动手了？如果如此的话，那就更得去了。此去虽然危险，但是回报也绝对是惊人的。不说能不能在这灭国之战中立下微末功劳，单单就是靠上李承前这棵大树，就值得拼一拼了。他被困在桃园这么多年，吃够了势单力薄的亏。做官讲究能力，但更讲究关系。他但凡在朝堂上有点关系，如今最差也该混到一州刺史的级别了，怎么可能还窝在一个下县当知县？有了这样的思量，陈定安立马说道：“公子大可放心，身为大唐子民，世受皇恩，为国尽忠也是我们的本分。那行，这2天准备一下，然后就让他们来吧。”李承前笑了，这样挺好。陈定安说道：“不用，我今晚就让他们准备好，明天就让他们过来。”两人又聊了几句后，李承前便让刘三安排人送陈定安回桃园，顺便也把酒楼的银钱一并送去。回到庄子后，李承前让人喊来李大郎几人。李勤俭他们当初做好决定后，几人都把自家的后辈派来了一些，有自己的儿子，也有家里的侄子。之前他们也就是帮着李勤俭处理一些杂事。去赤水园的时候，李勤俭多多少少还是担心他们的安危，就没带他们去。当然也是怕他们成为累赘，毕竟赤水园是吐谷浑的地盘，真要发生了什么意外，还要照顾他们几个，反而麻烦。所以当时就把他们留在了庄子里。他们这些人里面又以李大郎为首，倒不是因为李勤俭偏心，没办法，李大郎是李勤俭的嫡长子，在这个长幼有序的年代，长子的地位就是比其他人高。你像杨林和王德全，他们送来的虽然也是自己的亲儿子，但都不是嫡长子。这样一来，大家伙自然而然的就以李大郎为首。公子，李大郎一行人一进书房，就连忙拱手施礼。不管是李勤俭还是杨林，都叮嘱过他们，对李承前要客气一些。加上他们也经历过当初金阳的风波，对李承前其实也是佩服的紧。最近在庄子里憋坏了吧？李承前放下手上的书，随口问了一句。李大郎笑道：“还好，就是一天无所事事，不知道干嘛。让他们跟着长乐他们去学堂读书吧，他们自己都觉得丢人。学姚大跟着王进习武吧，他们也吃不了那个苦。再说了，最小都15、16岁的人了，用王进的话来说，也过了习武的年龄。当然，他们自身不愿意也是主要原因。之后你们就知道干嘛了。我打算在桃园开一个酒楼，到时候就由李大郎负责。”说完，李承前看向李大郎，又说道：“你可以在他们中间挑选几个人给你帮忙，不过杨二郎和王二郎我要带走。李掌柜说了，要亲自调教你们2人。”李大郎一听就知道自己爹是个什么打算，当下就从剩下的人中挑选了3个，都是3家的子侄，一家一个。见他这般，李承前笑了，这家伙倒是聪明。行了，既然李大郎挑好了人，其余人就去准备准备，过几天跟我们一起走。等其余人都走后，李承前说道：“酒楼那边赚钱不是最重要的，而且在这桃园做生意其实也没多大的利润。”对于这一点，李大郎几人其实都懂。桃园才多大，整个县城也就几千人，初来乍到的不亏钱就算不错了。不过既然把你们留在这边，自然是有原因的。李承前说道：“桃园这个地方的确不大，但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注定了它有着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你们要做的就是尽量收集能收集到的所有消息，不管是吐谷浑那边的还是大唐这边的，都要留意。当然不用太刻意，只要留意一些酒楼里客人留下的只言片语即可。能做好吗？”让他们做这个，李承前也不知道靠不靠谱，但总归是要做的。作为一个后世人，他太清楚信息的重要性了。李大郎点了点头，
说道：“能，这又不是多难的事，又没让他们专门去刺探什么情报，不过是收集一些来往客商的消息而已，这个倒是不难。放心，我们的酒楼生意自然是没问题，弄了，我再给你们准备一些东西，保证酒楼绝对客似云来。”李承前说道：“当然，如果碰到有人故意捣乱，你们直接去找桃园县令陈定安，他如果解决不了，就去找陶州统军牛敬达，些许小事，他们还是能替你们解决的。”李大郎几人顿时一愣，这就打通了官面上的关系，而且还是军政两边都打通了，这得什么样的能力？知道了。李大郎心里震惊的同时，急忙说道：“公子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他觉得自己需要出去消化一下，不过话刚出口，突然又想到了什么，当下又有些犹豫。见他这般，李承前说道：“想说什么就说，不用这般拘谨。”是这样的。李大郎问道：“我们的酒楼能卖我们之前酿造的那些酒吗？”“为什么不能？”李承前笑道：“你想卖就卖，那个酒在长安可能没什么市场，但在这边的确是一个利器，利用得当，能收到奇效。当然，具体怎么弄，你是生意人，你比我懂。”“不敢不敢。”李大郎说道：“论起做生意，家父说过，普天之下能与公子比肩者，实属罕见。”他当然知道他爹这话恭维的意思大过实际意思，但恭维话多说2次，又有何不可？李承前苦笑一声道：“行了，恭维的话就不用说了，你父亲他们才是真正的生意人，如果没什么问题，你们就先去准备，尽早准备开业才是正理。对了，酒楼开业后留3个雅监，一个留给陶州统军牛敬达，一个留给桃园知县陈定安，还有一个留给陶州别驾崔明远。崔大人也来陶州了？”李大郎当即又是一愣，点了点头。李承前说道：“是的，等长明轩开业后，估计你们的那位崔大人也会不请自来，到时候我可能不在这边，你们自己招呼好。”对于崔明远来陶州这事，李承前也没想到，不过对于崔明远这个人，李承前还是有些好感的。不管怎么说，这的确是一个一心为民的官员，在这个大家都一心往上爬的官场里，这样的官员真的很少见。至于说崔明远会不请自来，这也是他的猜测。连氏族那些家伙都来了，崔明远不可能不知道他也在陶州。既然到了人家的地盘，以后少不了打交道，提前结一个善缘倒也不错。而长明轩自然就是李承前为酒楼取的名字，只不过这注定是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名字，哪怕是在厚重的历史文献中，也将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安排好李大郎等人后，李承前也没闲着，对于他来说，一天都有处理不完的事情。这不，他又把张大娘等人召集到了一起。昨天张大娘就把要搬去赤水园的事儿跟大家说了一遍，众人也没啥意见，都是吃过亏的苦命人，对于生活的要求真的不高，只要能安生的活着，比什么都重要。今天之所以将这些人都喊到一起，其实很简单，李承前准备教他们炒菜。要想将长明轩安安稳稳的开下去，还要保证客似云来，炒菜这个利器的确该放出去了。再说了，他自己也吃不惯唐朝的饭食，这年代吃的东西倒是不赖，但是烹调的手艺那就呵呵了。万物皆可煮，就是这个年代的特色。不管炒菜的味道咋样，单单就是这一股子新鲜劲儿，也能保证长明轩的生意不会太差。虽然他一直说赚钱不赚钱不重要，但是长明轩的生意要是太差，一天客人都没几个，怎么收集各方的信息？所以说推出炒菜也是必然的。教这些东西倒也简单，加之张大娘他们本身就会做饭，简单的学一些炒菜确实算不得什么。一直忙活到下午，这事儿也就算完了。我在桃园开了一家酒楼，到时候你们留下几人在酒楼里帮忙，当然至于是谁，你们自己看着安排。教完了这些，李承前又说了一句。张大娘等人点了点头，也就离开了。他们也想回去试试。这炒菜看着是新鲜，但具体怎样还得实践。公子，牛大将军那边让人传话，说是东西都准备好了，问我们什么时候要。等张大娘等人走后，赵岩进来说道。李承前一听，顿时乐了。武将做事就是这样，干什么都讲究一个雷厉风行。不过话说回来，他这边也准备的差不多了，确实也该启程了。可一想到启程，他又有些头疼。这一次他是准备带走所有人的，包括张二牛他们这些人。桃园就留下李大郎他们就好，可关键是长乐怎么办？带走吧，赤水园还是有些危险的；不带走吧，长乐留在这边他也不放心。见李承前半晌没说话，赵岩问道：“公子这次是准备把大家都带过去？带过去是必然的。”李承前头疼道：“我们要想在那边发展，就必须将大家都带上，不然普希若、易元丰他们永远都不会彻底的信任我们。而且在那边发展还是太缺人了。公子是在烦恼长乐小姐的事？”赵岩说道：“其实公子无需担心这个才是，真要出现了什么突发状况，我们可以从桃河将长乐小姐送回来，安全倒是无虞。现在最棘手的反而不是这些事，而是公子真要将大家都带走，缺了一个理由。”缺了一个理由？李承前一愣，问道：“什么理由？”赵岩道：“公子忘了，普路伯奇他们也在，我们明明在大唐的境内生活的好好的，为什么要举家搬到赤水园去？”经赵岩这么一提醒，李承前顿时就站了起来。的确，他之前疏忽了，他只想带着人去赤水园，却忘了他没有理由这么做。正常人谁不是希望过安生日子，谁愿意拖家带口的背井离乡，而且还是去另一个国度过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确实需要一个合理的借口。李承前这会儿反而不纠结长乐的事情了。说实话，有那么一瞬间，他的心里黑暗了那么片刻，当时甚至打算利用长乐来着，但现在他却是顾不得这些了。普路伯奇他们最近咋样？李承前问道。赵岩说道：“没什么特别的，可能来之前普希若他们也交代过，
点了点头，李承前说道：“那行，你先去忙，我琢磨一下。牛敬达那边暂时让他们等等。”等赵岩走后，李承前坐在软榻上，也是一脸的苦恼，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大唐和后世是不一样的，他的思维还是没能完全的转换过来。不过他也没有太过担心，只要发现了问题，总是有解决的办法。而且他都已经想好了解决的方法。其实方法也简单，只要牛敬达配合一下就好。到时候让牛敬达派人装模作样的来袭杀他们，他就能顺势带着所有人跑路，保证让普路伯奇他们看不出任何端倪。可问题的关键是，这样做会让牛敬达发现那条河道，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虽然说这条河道牛敬达早晚会发现，可早一天和晚一天还是有区别的。深呼了一口气，李承前没再纠结这件事，吩咐道：“把王静和王玄策喊来，我有事找他们。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再耽误了。说到底，还是现在自己的实力有限。如果他现在麾下真的有数千空闲之士，他哪会担心这么多？”服侍在旁的春花当即就出去，让人喊来了王静和王玄策。两人一进来，李承前就说道：“玄策，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出发去铁勒部，我们这边也马上准备回赤水园了。”“好的，公子。”王玄策当即躬身道。对于他来说，他还宁愿早点去，能早点把这件事敲定，也能证明他的能力。总的来说，王玄策还是一个相当上进的人，真要是能说服弃璧合力投奔李承前，那么他在李承前这里可算是立了大功。王静，李承前说道：“这次又要辛苦你了。王玄策此次去热海，肯定会有诸多不易，到时候就由你带人护送他。记住，不管事情成与不成，都要把他给我安生的带回来。公子放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能把他带回来。”作为军士，王静对于李承前的任何吩咐都是不打折扣的去完成。相较于如今有些吊儿郎当的刘三，他要稳重太多了。李承前说道：“不管成与不成，我都给你们记上一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虽然心里对这件事有着很大的把握，但具体情况到底如何，他还真不好说。如果不是他现在真的太缺人了，其实他也不愿意这个时候让他们动身。这日子跋涉千里本就是受罪，尤其是去热海那个地方，更是苦不堪言。那你们去准备一下。”李承前说道：“该带的东西只管带上。”安排完王玄策和王静的事情后，李承前又转到了张二牛这边。张二牛他们最近都在忙活马车的事情，李承前虽然一直没有过问，但还是比较关心的。就他们具体什么时候能启程，说白了还是要看他们这边。他们这边的马车要是不搞好，一切都是白瞎。不说牛敬达那边准备了很多物资需要马车转运，就说庄子里那么多妇人孩子也需要这些马车，冰面上终究不是那么好走。公子来了。正在忙活的张二牛和方铁匠看到李承前，也是放下手中的活，打起了招呼。李承前点了点头，说道：“过来看看，怎么样了？弄好了一些，在隔壁院子里，我带公子去看看。”张二牛随口说道。李承前一愣，道：“这么快？哪怕是有方铁匠帮忙，也不该这么快才是。”张二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自己的头，说道：“那个，我没有重新打造马车，知道公子赶时间，所以就是在以前的马车基础上改的，这样一来速度就快多了。当时他是准备重新弄马车来着，但是问过赵岩才知道李承前在赶时间，所以当下就决定用以前的马车改造，这样一来就省了不少时间。可以的，带我去看看。”李承前对此倒是不介意，说着就朝隔壁院子走了过去。院子里10来辆4轮马车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倒是让李承前看了个新鲜。还是公子的脑子好使，我们试过了，这样做的话，马就算想摔跤都摔不下去。张二牛说道：“就这根梁，只要把马套在上面，就算马蹄子在冰面上打滑，它也能支撑马稳稳地站住。”点了点头，李承前说道：“不错，加油干！这次庄子里的人都跟我过去，要带不少东西，所以你们的工作量可不低。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就去找赵岩，让他安排些人帮帮你们。手艺活他们可能不会，但下一把子力气还是没问题的。赵老哥没少带人来帮忙。”张二牛憨厚地笑道：“若是没有他们帮忙，我们也没这么快。那行，你们继续忙。”临走前，李承前停了下来，问道：“对了，你们愿意不愿意跟我走？真要不愿意也无碍，我这边给你们安排。”乔公子这话说的，当初不是说好了吗？公子管我衣食无忧，不管去哪里，我可不得跟着公子。张二牛的心思其实蛮简单，李承前说过的事都做到了，现在就到了该他履行自己的承诺了。再者说，李承前真没亏待过他们爷俩，不管是他还是他闺女都没亏待过。大小姐戴的手套、披风，他闺女哪样没有？碰到这样的主家，在他看来是他祖上积德了。方铁匠倒是淡然一些，说道：“我这条命是公子搭救的，公子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他现在看的倒是淡然，自从被李承前从大牢里捞出来后，他也没啥特殊的追求了。对于他们两人的回答，李承前很满意。别看他这么问了，但真就是一丝一丝。时间一晃而过，2天后，王玄策几人走了，赵岩也把几匹青海葱送到了灵坛，张二牛改良的4轮马车也全部弄完了，陈定安也送来了几个家族的后辈充当教书先生，回赤水园就不得不提上日程。不过关于用什么借口带着一庄子的人跑路，李承前还是没有更好的办法。最终无奈之下，李承前只得寻求牛敬达的帮助。对此，牛敬达倒是很乐意。这段时间他也派了不少人，想找到李承前回来走的哪条路，不过效果都不怎么理想。想想也是，作为大唐边军守将，有人带着一大批旌旗突然就跑到了大唐境内，哪怕这个人是李承前，也让牛敬达感到后怕。这要是来人不是李承前，而是慕容老的旌旗，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对这一条路他其实很在意，
也就是李承前，换一个人这会儿只怕被他弄到小黑屋，用尽手段也要弄清楚。将军，等他们走后，我们要不要悄悄跟上去？手底下的亲兵问了一句。牛敬达摇了摇头说道：殿下身份尊贵，我等怎能行如此之事？不过也正因为殿下身份尊贵，不管是作为臣子还是作为长辈，我安排几个人去护送一下，总没问题吧？大唐的文臣武将其实都挺不要脸的，不管什么样的事情，从他们嘴里说出来总是有道理的。亲兵也笑了，的确，牛敬达的身份做这样的事情倒也挑不出理。这天夜里，李承前一切准备妥当后，就开始安排启程的事情。先是交代普路伯奇等人押运粮食那些东西。就在李承前等着牛敬达的人来制造一些动静时，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不小的动静。来了！李承前当即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正准备吩咐普路伯奇赶紧带着东西撤。毕竟普路伯奇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别真和牛敬达的人厮杀了起来，闹出死伤了，不好给牛敬达交代。普路伯奇，赶紧带人出来！就在这时，赵岩冲了进来，说道：“杀，一个不留！”李承前一愣，什么情况？赵岩跑到李承前身边，小声说道：“40多人，全是死士，来杀我的！”李承前呆住了。赵岩摇了摇头，道：“暂时不知道，刚刚以为是牛大将军的人，一个照面就吃了点亏。”说完，他冷笑一声：“不过他们以为我们就这点人，派了40来人，就以为吃定我们了。妈的，庄子里还有50多吐玉魂的旌旗，你当他们是吃素的？”李承前也是心中一紧，急忙说道：“普路伯奇，带人出去支援，我们偷运粮食的事暴露了，赶紧的！”普路伯奇一听这话，手一挥就带着人冲了出去。这些物资可是他们部落救命的，到嘴的肉还能吐出来不成？此时李承前才是最紧张的那一个。死士，他听过，但他妈的没见过呀！这下窜出来的死士，要说没惊到他，那都是开玩笑。公子放心，他们一个都跑不了。赵岩见普路伯奇带人冲了出去，小声说道：“在他看来，这些死士就是来找死的。虽然来了40多人，确实比他们人多，但他们哪里知道庄子上还有普路伯奇这些家伙。除了一开始刚一接触的时候，他们吃了点亏，再后来，他们就是压着那些家伙在打，否则赵岩哪机会回来？在他看来，就这些死士也想攻破庄子，那真是痴人说梦。”李承前一听，倒也冷静了下来。毕竟之前在赤水园比这更紧张的场面，他也见识过。当下就让赵岩安排所有人准备撤离，这可是天赐良机。至于那些死士，想要活着离开，可能性不大。不管是他还是牛敬达，都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有机会，抓个活口。临了，李承前吩咐了一句，他很想知道这阶段究竟谁想要他命。按照原本的历史进程，李承前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出事的。除了后面李承前离奇的将腿摔断外，李承前的一生其实还是相当安稳的。哪怕最后李承前造反了，也没有因此被杀。如今发生的一切只能说明暗中有人看见了机会。当然，他从没怀疑过牛敬达，这倒不是什么别的原因，不过是多读了几本书而已。赵岩点了点头，他这会儿也把人都调了回来保护李承前等人。前面有普路伯奇，他们就足矣。别人不好说，但普路伯奇是个什么家伙，他们还是见识过的。当初在赤水园的时候，能凭一己之力救下一元丰等人的猛将，带人对付那些死士，属实不算多大个事。关键是他们有着充分搏命的理由，毕竟在他们的身后就是他们部落接下来生存的希望。再说了，牛敬达的人马上也要到了，届时腹背受敌之下，这些死士压根就没有蹦跶的资本。别人不知道李承前的身份，牛敬达还能不知道？很快，庄子里就开始运作了起来，大家早就准备好了，随时撤离。一听赵岩招呼，也没人迟疑。而像李大郎他们已经确定要留下来的那些家伙，这会儿也都是在桃园。李承前给他们在桃园安置了住处，其一是方便，其二是庄子里撤离的时候不出现差错。所以这会儿要离开的人都在这里。大哥，我们要离开这里了吗？长乐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自己哥哥。外面的厮杀声他其实听见了，这会儿心里也是害怕的紧，只不过懂事的他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来罢了。李承前摸了摸他的小脑袋，有些歉意地说道：“我们要去更远的地方，你想去吗？不想去的话，我让赵岩送你去灵潭，那里有人能送你回长安。”他其实也舍不得长乐，当然也不单单是舍不得，有长乐在，对于他在日月山的发展其实是有很大帮助的。但他还是问了一句，只要长乐点头，他一定让人送长乐离开。长乐没说话，只是安静地抱着手中的小狐狸和小花一起上了马车。他年岁的确不大，但从小生活在帝王之家，总是要比普通人家的孩子懂得太多。所谓的早熟，可能说的就是他这样的孩子。李承前叹了口气，也没多言。在赵岩等人的护送下，一行人从庄子的后门渐渐地消失在了黑夜之中。至于普路伯奇，李承前不担心，其实也没必要担心。真要是死了，那也就死了。是的，就是这么残酷，没谁能对谁的生命保证。真要是他们对付不了这些死士，但只要拖住一些时间，牛敬达定能让这些死士生死两难。这会儿他想的不过是自己这些人的安危罢了。他之前说不要有什么亲疏有别的思想，但事实上这样的思想其实随随便便就能改变的。说到底，这些人就是亲一些，就是熟悉一些，仅此而已。不过普路伯奇等人倒是没让他失望，在刘三等人的配合下，那些所谓的死士真不是他们的一合之敌。死士虽然悍勇，但真要和这些在战场上厮杀的汉子相比，还是差了些。不多时，除了被刘三抓了个活的外，其余人等全被他们斩杀当场。当然，普路伯奇那些人也有一些死伤，约莫20来人左右。
除了当场战死的几人无力回天之外，只要还有一口气吊着的，刘三都让他们带着跟了上来。一场突如其来的袭杀就这样淹没于黑夜之中。而李承前在赤水园的庄子也再一次陷入了寂静。当牛敬达的人赶到的时候，一个个那叫一个呆愣，不是说演一场戏吗？结果一地的残肢断臂，血肉横飞，直接让他们看了的胆战心惊。倒不是因为现场的环境，而是因为这件事本身。他们都是牛敬达从长安带来的家将，自然知道今天所来是为了什么。毕竟这么重要的事情，牛敬达不可能交给外人来处理。结果刚一到庄子，就看到了如此一幕，怎能不让他们震惊？有吐玉魂人！有人急忙大声喊道：“这是他们最担心的。如今整个庄子里静悄悄的，但是庄子外却俨如修罗场，而且还出现了吐玉魂人。他们岂能不知道李承前的庄子里就有吐玉魂人？于他们而言，谁都能死，哪怕是整个桃源县的人都死绝了，他们都不在意。但是李承前可千万别出事。李承前要是出事了，他们的家主可就真的万死难赎了。进庄子看看。”有人急忙说道。这时候每个人都有些紧张，他们来的人其实算不得多，而牛敬达的官阶也带不了太多的家将。一行人很快分工合作，一边确定已经死掉的人身份，一边朝着庄子里摸了进去。万幸，庄子里虽然没有任何动静，但也没发现任何一具尸体，这是唯一让他们松了一口气的事。经他们统计，李承前的庄子里如今最少都有100多人，而他们找到的尸体最多半百之数，这可能是他们今晚听到最好的消息了。这里还有个吐玉魂人活着，还没死。就在这时，有人喊了一句，为首的那家伙急忙跑了过去，大声问道：“发生什么事情了？”那吐玉魂人可能是之前受了伤昏迷了，这会儿见到还有这么多人，顿时撕心裂肺地喊道：“快跑！”喊完，他一把抓起身旁的弯刀，就准备朝着为首那人劈了过去。为首那人顿时握住他拿刀的手腕，手一翻，弯刀直接抹向了他的脖子。两人都下意识的行为，一个不过是因为大战过后的精神高度集中，猛然醒来，想要殊死一搏；一个是因为多年从军养成的职业习惯，谈不上对错，也没有对错，上了战场就是如此。没收住手，等吐玉魂人彻底躺在地上的时候，为首的人才尴尬地说道：“通知家主吧，让人把这些人的尸体都运回去。”深呼了一口气，确定了没有发现李承前等人的踪迹后，为首之人无奈地说了一句，同时心里也松了一口气。有些时候，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与此同时，桃河的冰面上，李承前等人正驾着马车玩命地狂奔。李承前之所以没太过于担心，就是因为只要上了冰面上，还真不是什么人都能追上他们的。死士又如何？你的马还带翅膀不成？能在冰面上撵上我？他的这些马车经过张二牛的改良后，跑是跑不快，但是在冰面上，那至少比别人快就是。公子，都解决了，还抓了个活的。就在李承前琢磨着是谁派来死士的时候，刘三赶着马车不要命地追了上来，然后就是一脸得瑟的邀功。李承前虽然说是死命的在跑路，但其实速度并不快，只能说是其他人追不上，但同样改良过的马车真要玩命的追，还是没问题的。听到刘三这么说，李承前有些好奇，道：“这么快？就一群泼皮，要不是刚开始误会了，都不用普路伯奇他们来，我们就能给他们收拾了。”刘三不屑地说道。他倒不是瞧不起这些所谓的死士，只是他们这些人谁不是身经百战，否则怎么可能选拔护卫东宫？哪怕是在大唐的军队体系里，他们也属于精锐中的精锐。对付这些家伙，他们还真不在话下。伤亡怎样？李承前点了点头，对这些家伙的战力，他还是有个了解的。刘三闻言说道：“就普路伯奇他们伤亡了一些，我们还好，都是轻伤。我们损失了多少人？”李承前皱了皱眉头，这要是损失太多，回去也不好和普希若他们交代。就几个吧，受伤的我都让他们安置在粮车上拉回来了。刘三说道。其实他们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损失，也是因为他们彼此不熟悉，配合不默契。当时老赵就不该让他们来，就我们自己这些人对付那些家伙都绰绰有余，他们来了反而有些添乱。他这话倒是实话，有些时候还真不是人多就好。像他们自己那些老兄弟配合那叫一个默契，而普路伯奇他们那些人本身就是3个部落掺和到一起的，彼此也不是很熟悉，配合起来肯定赶不上他们。不过李承前一听损失不大，倒也松了口气，这点损失回去还是能交代的。行了，你不懂。李承前说道，抓紧时间就在马车上审审那个活口，在回到日月山之前，不管有没有结果。说完，李承前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这活口是不能带回日月山的，万一出现什么差池，那结果一定不是他现在能承受的。至于说赵岩为什么要让普路伯奇等人掺和进去，李承前懂，只不过刘三这个憨货从来不动脑子罢了。刘三一听李承前这话，立马懂了，点了点头，就钻进了自己马车。等刘三钻进自己马车后，李承前也放下了马车帘子，开始了琢磨。泼皮，那也就是乌合之众，谁会派这么些人来袭击自己？真要他死了后，获利最大的绝对是自己的那些兄弟，也就是说，他们才是最值得怀疑的人。李克还是青雀，除了他俩，其他的兄弟年岁都还小，还掺和不到这样的斗争里面来。而且之前就已经有人将自己的行踪散布到了吐玉魂，那和这死士的背后究竟是不是一拨人？李承前有些难以理解。按理说他都到这里了，不应该还有人想对他下手才对，但事实上好像还真有一只黑手一直在幕后推动这一切。砰！重重的一拳砸在了马车上，李承前有些无奈。出身皇家可能在很多人眼中都是值得羡慕和嫉妒的，但只有他知道出身皇家真就未必是什么好事。李20多个儿子，
真正得到善终的其实寥寥无几。哪怕现在蹦得欢的李克，最终不也落了一个赐死的下场？翌日清晨，当天光大亮之时，李承前一行人再次回到了日月山。而正带着人在日月山外围警戒的伊元丰见到这一支队伍的时候，当即一愣。一开始看到车队后面拉着的粮食和一众物资，他还是很激动的。虽然说暂时日月山无粮食之忧，但那也只是暂时罢了。不过当他看到粮车上躺着的那些人时，顿时就是一惊，这是遇到危险了。可是大唐的边军追来了。伊元丰急切地问了一句：如果大唐的边军追来了，那他们就真的是前有狼后有虎，这还打个屁？赵岩在一旁说道：不是，这些东西我们就是和大唐边军买的，袭杀我们的人暂时不知道是谁，但肯定是因为这些东西。普路伯奇也点了点头，他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但这些东西他们刚准备运走，那些死士就来了，怎么可能这要巧？马车上李承前还在打盹，听到外面的动静，这才拉卡帘子看了一眼，睡眼惺忪地问道：回日月山了？公子一路辛苦了。伊元丰赶紧打马过来说道。很奇怪，看到伊元丰，李承前居然心里踏实了些许。在伊元丰的接应下，众人再次回到了日月山。当普希若和伊元熙看到李承前带着长长的车队回来之时，两人都是颇为惊讶。对于李承前会回来，他们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惊奇，能带这么多物资回来，也在他们的预料之中。唯一超出他们预料的，则是李承前还带回了不少人。公子，此行不顺。看到粮车上那些受伤的族人，伊元熙问道。李承前点了点头，说道：前面都还算顺利，但是临走前出了些岔子，可能是我侵害了谁的利益，并不想我把这些东西带走。抱歉，没有照顾好你们的族人，让一些勇士永远的留在了大唐的土地之上。听李承前这般说，普希若也好，伊元熙也罢，都是深深的叹了口气，良久才说道：无碍，他们是最好的勇士，我们的族人永远都会铭记他们。自从和慕容顺发生冲突以来，他们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抱歉，这一次我不得不把我庄子里的人都带来。你们也看到了，大多数都是妇孺，如果没有我们保护他们，将他们独自留在大唐，我担心他们的安危。李承前很是诚恳地说道。这会儿众人也看到了，的确，这些人里面妇孺最多，这倒是让他们放心了不少。有了家业在此的李承前，其实更值得他们信赖，这也是李承前为什么要带这些人来的原因。无妨，伊元熙笑道，我这就让人给他们安置账房。账房有很多，当初伊元丰一部死伤惨重，他们部落里的账房如今闲置了很多，别说就这么100来号人，就是再多些人也能安置下来。李承前点了点头，说道：这次我还带了一些教书先生回来，到时让日月山12岁以下的孩子都去进学，超过12岁的孩子在闲暇之余也去进学。说完，李承前看了看那些孩子，道：日月山的希望都在他们身上，他们才是我们的未来。说这话的时候，李承前全然没有想过自己也不过是个10多岁的孩子。伊元丰几人一听这话，倒是一愣。对此他们是没意见的，虽然他们自身都是莽夫，但并不抗拒自己部落里的孩子进学，尤其是李承前并没有将他们这些异族的孩子排斥在外，这让他们对李承前的好感顿时大增。大风小说，还有我带回来的这些妇人可不是一无是处。李承前说着，取下自己的手套，说道：这些东西就是他们做的，弄了安置好后，你们也让部落里的妇人跟他们学学，争取在最快的时间内让日月山的每个人都有着手套和披风，这对于我们抵御这寒冬也是一个助力。真的能人手一双你们这个手套吗？普希若有些激动地问道。这玩意儿他一早就看上了，也让自己部落里的女人试着做过，但做出来的东西跟李承前他们手上的差距太大了，这才没拿出来丢人现眼。这个应该没问题。李承前说道，不单单他们，我还带来了一个木匠和一个铁匠，你们都可以挑些人去跟他们学学，未来我们想要安稳的发展，少不了这些人。那行，我这就去安排。话说到这份上，伊元熙不再迟疑，要想在日月山安身立命，他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很多。很快，整个日月山再次忙碌了起来。李承前牵着长乐来到了自己的账房，他要做的事情很多，日月山已经被他当做了自己的大本营，所以容不得他松懈。刚一回到自己的账房，李勤俭就走了进来，说道：公子，庄子上的人都来了。他也没想到李承前会把庄子里的人都带来。李承前点了点头，说道：要想让他们彻底的相信我们，这是必须的，而且还远远不够。作为一个后世人，见多了薄情寡义的事情，他不是太相信那些虚无缥缈的所谓情谊。于他而言，能把人紧密联系到一起的，一定是利益。李勤俭也点了点头，他是一个商人，跟李承前一样，相信利益大于情谊。李掌柜，你负责把所有人都安置好，但是要记住一点。李承前吩咐道，千万莫要厚此薄彼，公平是第一位的。其实在这个年代，讲公平跟扯淡无异。别说现在，就算是在后世，又何时有过真正的公平？但现在他必须把这话讲清楚，绝对的公平肯定没有。李承前的吃穿用度肯定会比其他人的更好，但普通人的公平，尤其是汉人和吐谷浑人之间的公平，却是要严格执行下去的。我明白。李勤俭说完就出去继续忙活。而与此同时，3个头人暗中将此次跟随李承前前往桃园的那些族人都叫到了一起，其目的就是详细的了解整个过程，尤其是他们出现伤亡的原因。说到底，对于李承前的信任那是有限度的，他们最信任的还是自己的族人。等他们从普路伯奇等人的嘴中了解到实情后，众人也松了一口气。看来这位李公子倒是真想做点什么。伊元丰听完颇为感慨地说道。普希若却是摇头道，想做点什么是肯定的，但具体想做什么谁又知道呢？
他认识李承前的时间最久，从第一次接触到现在，总的来看，李承前都是在帮他们，哪怕每次帮他们的理由都有理有据，但总让他觉得李承前另有深意。每一个人总任何一件事都一定是有目的的，可是李承前究竟是什么目的，他到现在都不敢确定。按理说，既然李承前找到了一条暂且安全撤回大唐的路，他还有什么理由留在日月山冒险？带着他的人回大唐不好吗？而且他都回去了，居然还要回来，这是为何？行了，易元丰说道，谁还没点自己的小心思？你普希若就没有自己的小心思？而且，你别告诉我，你看不出来这李公子想要的是什么？听他这么一说，普希若尴尬一笑，好吧，混到他们这一步的果然没有几个是傻子。李承前想要的是什么？就他们这些家伙，怎么可能感受不到？不说其他的，就李承前做的这一系列的事，哪怕是傻子，只怕都有些感觉了。有些话他们从来没说，但不代表他们就真的什么都不懂。尤其是这次李承前带回来的物资，可都是大唐边军提供的，哪怕这是用战马和边军交易的，但要知道，战马可还没交付给大唐边军。要是李承前在大唐边军没有强硬的背景，有几个人能先从大唐边军手里拿走东西？当初李承前之所以这么做，其实也有威慑他们的意思，摆明了告诉你们，我背后还有大唐的边军做后盾，你们也悠着点。这一手李承前玩的贼溜，就这么着吧。伊元熙说道，好歹人家暂时没有把我们当异族看，真要是走到了那一步就走呗，说到底不都是为了部落的繁衍？伊元熙有些意兴阑珊，对于李承前的回归，他的感觉很奇怪，有些欣喜，也有些失落。欣喜在于他们获利颇丰，失落在于李承前真的所图甚大。至于说李承前在大唐遇到的危机，这倒也能理解。而与此同时，赤水园却是陷入了一片尸山血海之中。楼宁是真的不客气，集合了所有人之后，就在赤水园大开杀戒。什么臣服不臣服，现在都晚了，只要被楼宁盯上的部落，直接就是族灭人亡的下场。他太清楚自己现在是个什么处境了，不将赤水园搅个天翻地覆，他的处境只会更惨。正带着人在赤水园搜集情报的马业也是一脸的呆愣，这楼宁真疯了不成？骑在马上，马业再次带人钻进了一个不大的部落，可惜这个部落此时尸横遍野，没有一个活口。这畜生早晚会遭报应的。身旁一个伊势部落的人说道。马业笑了笑道，报应？这世上真要有报应，哪儿还会发生这样的事儿？都仔细搜索一遍，看看还有没有活口。作为一个军族，马业从不相信什么报应。用他的话说，真要有报应这个说法的话，他第一个就应该遭报应。从军这么多年，他杀过多少人？难道说他杀的每个人都是罪有应得的不成？众人没再言语，仔细的在部落里搜寻了起来。这部落其实不大，也就比当初普希若他们的部落稍微大一些罢了，但在楼宁带着将近1000人的精骑突袭下，也没有撑过几分钟。师长，没活口，都死透了。不多时，有人说道，楼宁这疯子完全就没想过抓俘虏，我检查过，好些人都有最后补刀的痕迹。他这么做图什么啊？马业有些想不明白。你说慕容顺要整合赤水园这些大大小小的部落，他能理解，但是你这一个部落一个部落的屠下去，就算最终让你整合了一些，但也无济于事啊，因为人都让你杀完了，那还整合个屁！如今赤水园的那些部落称呼楼宁什么？屠夫楼宁，折腾了这么久，难道就为了一个屠夫的名头不成？他是不是想威慑其他人？有人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此时楼宁正带着人在一个刚刚被他屠灭的部落里安然地坐着，一脸戏谑地看着对面的一个老人。如果李承前或者普希若也在这里，两人一定会感到惊奇。这老人正是当初普希若故布疑阵时留下的那些老人。谁能想到这老人居然没死，反而出现在了这个地方？不想说点什么？楼宁就这么看着老人。之所以要屠灭这个部落，就是因为他收到消息，说这个部落里藏着一个普氏部落的余孽。老人倒是淡然，看着面前的家伙也不紧张，无所谓的说道，说什么？以楼大将军如今的威势，还需要我说什么吗？他绝了，这比当初普希若让他们做诱饵还让人绝望。要知道，当初他们走了后，衣食无着，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一步步熬过来的。若不是被这个部落里的人无意间给救了回来，他早就死在了茫茫草原之上。可是，就是因为救他回来，这一个部落里的人，不论老弱妇孺，一个不剩的全部被楼宁给杀死了。他还有活的希望吗？看不到啊！此时他只求速死，不想活了。楼宁笑道。老人蜷缩在地上，也笑了。能活着，谁又愿意死呢？这话实在，哪怕是到了他这个年纪，说是风烛残云也不为过。但好死不如赖活着，却同样适用于他的身上。普希若抛弃了你们，也背叛了你们。楼宁说道。当初他宁愿带走那些汉人，也没有选择你们，你就不愿？这些日子，我见多了你们这样的老人，真的。我记得之前看到的一个你们普氏部落的老人，当我的人发现他的时候，骨头架子都被那些草原上的恶狼给啃食的所剩无几。这就是你们的头人？他难道就不知道如此做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老人恍惚了一下，他当然知道。在当时，他其实并没有太过于抗拒，毕竟当时事关部落的生死存亡，他也想在生命的尽头为了部落做一些什么。但真当他经历了那些的时候，他其实是认可楼宁所说的，这是背叛。当然，怎么想不重要，面对楼宁，老人很清楚自己没有活路的。一个部落的人，楼宁说杀就杀了，哪怕是襁褓里的孩子，他都没放过，自己又如何能够幸免？知道我为什么要屠了他们整个部落吗？楼宁很是随意地说着，
说完还接过清兵递过来刚刚烤好的一只羊腿，顺手就递给了老人。老人一愣，接过羊腿当下就如饿狼一般疯狂地啃食了起来。这段时间他虽然获救了，也没让他饿着，但这几年整个土御魂都遭遇了连年的雪灾，吃食方面自然还是要节省的。再说了，都要死了，能做个饱死鬼总比做个饿死鬼要强吧。至于楼宁问他的问题，跟他有啥关系？看着老人狼吞虎咽，楼宁笑道，你可能不知道，最近我在整个赤水园屠灭了10多个部落，就是为了你。为了我？老人正吃着羊腿，听楼宁这么一说，顿时就愣住了。楼宁点了点头，顺手又接过清兵递来的一只烤羊腿，咬了一口，这才说道，是啊，就是为了你。你不会以为我是今天才知道你在这里吧？不，我早就知道了，只是当初知道你在这里的人还都活着，所以我才一直没有来找你。知道我在这里的人都死了。听楼宁这么说，老人顿时就呆住了，手上的羊腿也掉在了地上。他好像明白了，但好像又没抓住关键的东西。楼宁很无所谓的说道，是啊，都死了，所有知道你还活着的人都死了。谁也没想到楼宁在赤水园屠杀了10数个部落，居然是这个原因。他疯了吗？他没疯。此时的他冷静到了极致。你到底要做什么？哪怕是烤着火，老人也感受到了一阵阵的寒意。面前这个家伙真的疯了，就为了找到他，活生生屠杀了10数个部落。你还不明白吗？楼宁笑道，我要你活着。要我活着？老人顿时一愣，这是什么说法？要我活着，这些人就都得死？关键是我又不是你爹，为什么要我活着？只是一瞬，老人懂了，一脸惊恐地说道，你要我带你去找我们部落？怎么？你不愿意？楼宁说道，你应该愿意的，如今你们普氏一部勾结汉人，抛弃了你们这些为了部落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难道你忘了当日他们是怎么抛弃你们的？说完，楼宁手一挥，手下的清兵不知从何处抬来了一些奄奄一息的家伙。老人一看，全都是当日的那些老人和伤兵，可是这会儿一个个那叫一个惨，有些人身上还有着明显被野兽啃食过的痕迹。别看我，跟我无关，我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是如此。楼宁耸了耸肩，说道，我倒想救活他们，可我也无能为力。看看吧，这就是你们的头人，若非他，你们何至于落得如此地步？据我所知，如今的普氏一部就剩下一些妇孺了，那些精壮的勇士都已经战死沙场，倒是那些汉人却是一个个活得好好的。说完，楼宁手一挥，清兵再次将那些人抬走。等身边只剩下几个亲信的时候，楼宁又说道，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你知道你们部落里的那个年岁不大的汉人是谁吗？是谁？老人下意识地问了一句。楼宁没卖关子，直接说道，李承乾，大唐太子。怎么样，想不到吧？哈哈，你更想不到的是，你们的头人其实早就投奔了他，不然你以为我们当初是来干嘛的？真以为我们是来对付你们的吗？笑话，就你们普氏部落，真要对付需要如此谨慎？我们当初就是来搜寻大唐太子的，要不然你以为他们为什么愿意帮你们？为什么主动请缨去劫杀我们的人？因为他比你们更清楚更了解我们的目的。为什么之后普希若会把你们这些老人留下来让你们自生自灭？不就是因为你们思想古板，担心你们不肯臣服于大唐太子？不过想想也是，我土御魂的勇士怎会臣服于汉人？所以你们被抛弃是早就注定的，现在明白了吗？老人听傻了，他信吗？其实还是有些相信的。楼宁太贼了，如果全部都是假话，很难骗到人，但3分假话7分真话，就让人难以分辨了。再说了，老人对普希若真的没有怨言吗？扯淡，一开始他是没有怨言，毕竟是为了部落的繁衍嘛。在那个情况下，被紧张的氛围一刺激，热血上头了，他确实没什么怨言。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作为一个勇士，不就该是如此吗？但真正让人绝望的从来不是这些，而是当你亲身经历过一次生与死之后，那种绝望才是最让人感到痛苦和无奈的。你可能还不知道。楼宁继续说道，达延芒杰波殿下如今正带着人来赤水园，你猜他来是干什么的？想必你也猜到了，没错，他也是来劫杀大唐太子的。至于你们普氏部落，注定要从这片土地上消失，因为你们背弃了这片土地，背弃了伟大的土御魂。不是这样的，一定不是这样的。老人疯狂地摇着头，他怒声道，大唐太子身份何等尊贵，岂会来我们赤水园冒险？不可能，完全不可能。对于生死，他怕过也无畏过，但他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反而是背叛。哪怕他之前对于楼宁的言语多多少少都有些将信将疑，但他还在为自己的部落找着借口，找着理由。说到底，那是他曾经的家，是他昔日的信仰和寄托。不可能。楼宁戏谑道，你们的头人都能背弃土御魂，这世上还有什么不可能的？放心，你说与不说，不管是我们还是达延芒杰波殿下，都能找到他们的土御魂，是我们的土御魂，何时能轮到汉人来撒野？我会让你活着的，好好的活着，活着去看这一切。说完，楼宁手一挥，清兵就把已经恍惚的老人带走了。等老人离开后，楼宁脸色瞬间就变了，说道，想办法让他开口。要用刑吗？清兵问道。楼宁那个气啊，愤愤地说道，之前你们用刑，他们开口了吗？说完，楼宁也是摇了摇头，普希若调教这些人的手段，他还是很惊讶的。之前他们可是用尽了各种手段，可那些老家伙就是不肯开口，这让他不得不换了一个法子，让所有人都收拾一下，准备继续。楼宁说道，既然现在别人都喊我屠夫了，不继续屠下去，
怎么对得起这个名字？大宁王那边对我们这么做，已经有意见了。清兵小声地说道。这2天，大宁王可没少派人来让他们收敛一些。哼！楼宁冷哼一声，道：收敛？我们要是真收敛一些，届时我们整个部落都会成为替死鬼。对于楼宁来说，他首要做的是保全自己，而且赤水园越乱，对他的好处就越大。至于说为了那个普氏一部的老人屠杀了这么多人，其实也只是顺带罢了。一来，他的确不允许任何人知道这个普氏老人的事情，毕竟这跟他要做的事情关系太大，容不得透露半分风声。二来，他也需要一个屠夫的名头，最好让人闻之生畏，这样才没有人敢随意的打他的主意。人都是自私的，他当初投奔大宁王本身就是带着强烈的目的，这并没什么好说的。如今只有搅得整个赤水园周天寒彻，他才有更多的本钱。另一边，老人还有些呆愣，他也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会儿，他也在仔细的分析所知的一切信息，不过他也有些迷糊，这一切对于他来说变化太快了。楼宁是好人吗？哼，楼宁要是好人，这世上哪儿还有坏人？可他如今的坚持还有意义吗？将军，我们接下来对哪个部落动手？不远处，副将问了一句。楼宁想都没想，道：叔孙部。这个部落是李承前进入赤水园后接触的第一个部落，他也派人暗中观察了许久，但一直没见李承前的人再来这个部落。估计李承前要不是忘了这个部落，就是没被他们发现。既如此，那拿他们开刀倒也合适。如今他带着将近1000余精骑，只要不是赤水园那几个数得上号的大部落，哪一个都不是他的一合之敌。很快，众人就朝着叔孙部而去。而此时，叔孙部、马业等人正在这里休整。楼宁的人一直没有发现他们，虽然不能说明他的人是废物，但也能说明马业是真的专业。当然，一个专业的斥候做到这一点其实也正常。头人，我看你们也跟我们一起撤吧。如今赤水园危机重重，继续留在这里，我怕你们的日子不好过呀。账房里，马业对叔孙昌仆说道：最近楼宁都快杀疯了，只要他们路过的部落，问都不问，直接就是屠杀，老人孩子全都难以幸免。叔孙昌仆叹了口气，说道：我也想带着人离开，可这么多人怎么离开啊？其实他的心里还是抱有侥幸的。这么久了，楼宁也没杀到他们部落，他总是渴望着楼宁会放过他们。而且赤水园大大小小部落上百，谁又没抱有3分侥幸？部落里的勇士，我就姑且不说了。马业说道：但是那些孩子怎么办？真要等楼宁的人杀来吗？言尽于此，头人自己决定吧，我们也该撤了。说完，马业起身就离开了。他是想带着叔孙部一起走的，可是叔孙昌仆不愿意，他也不能逼着他们离开。而就在他们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的时候，一匹快马跑来，人还没到跟前，就大声喊道：楼宁的人来了，赶紧跑！如今楼宁的行踪是最受赤水园各个部落关注的，几乎每个部落都派了人去盯着楼宁的行踪。楼宁其实也知道，但全然不当回事。一听来人这话，不管是叔孙昌仆还是马业都是一愣，不会这妖巧吧？这他们才刚说完，楼宁的人就已经到了。楼宁为什么要拿叔孙部动刀？说到底，他还是想找到李承前的根脚。对于他来说，慕容顺是绝对不能和李承前缓和关系的，所以他准备再添一把火。利益这个东西，如果做不到均衡，有些时候真的就不如没有。叔孙昌仆这边此时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哪怕是刚刚他答应了马业一起离开，这会儿也赶不上了。说到底，他们部落可不是楼宁的对手，加上部落里还有那么多老弱妇孺，跑都没楼宁跑得快。只不过是希望破灭的一瞬间，叔孙昌仆就绝望了。而马业这会儿也不敢说带他们跑路的事情了，自己等人现在跑路估计还来得及，真要带上叔孙部，那可能连他们自己都回不去了。头人，抱歉，我们得走了。说出这句话，马业多多少少有些愧疚，他也很想帮叔孙部，毕竟这段时间他们都是在叔孙部休整，但他没这个能力啊，总共就10来人，怎么可能抗衡楼宁的大军？叔孙昌仆叹了口气，说道：如果我早听你的话，何至于此？马业也很无奈，之前李承前就交代过，有机会就把叔孙部带回去，毕竟是第一个打交道的部落，他还是愿意帮他们一下的。再说了，日月山如今真的缺人。就在马业准备招呼人撤离的时候，叔孙昌仆终于说道：马业兄弟，我求你一件事，可行？头人请说。听叔孙昌仆说到求字，可见他如今是多绝望。马业也是当下收回了准备上马的脚，问了一句。叔孙昌仆道：你看能不能将我们部落里的那些孩子一并带走？可能是看到了马业脸上的迟疑，叔孙昌仆继续说道：放心，我们剩下的这些一定拼死拦下楼宁的人，尽量为你们争取时间。草原人跨上马就是能征善战的勇士，哪怕是楼宁想要一时半会儿就拿下我们也不可能。到了这一步，叔孙昌仆不准备退却，其实也没路可退了。最近楼宁在草原上是怎么做的，大家都有目共睹，他也没给任何人一条退路。行，马业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虽然叔孙部和楼宁的实力悬殊颇大，但如果他们真要拼了命为部落里的孩子争一条活路，那还是能挡住楼宁等人一时半会儿的。而且李承前很看重这些孩子，这一点马业是知道的。见马业答应，叔孙昌仆很是感激的道谢，然后就将部落里的孩子全部给送了过来。要说叔孙昌仆一开始没有这个打算，马业都不相信。很显然，这是他早就安排好了的，可能是为了以防万一，总之是有所准备。其实想想也是，否则他为什么允许马业等人在他们部落休整？不就是为了给部落留下一些希望吗？而且这些孩子大的15、16岁，小的还要大的抱在怀里，一个个都是一脸的坚毅，很明显知道自己的处境。
不过好在草原上的孩子，不管男女，起码对他们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那就拜托马叶兄弟了。看到孩子都到齐了，叔孙昌仆催促道：“走吧，快走吧。”马叶也没多说，这样的事情他不是第一次遇到，当下也不迟疑，招呼一声道：“撤！”一动起来，马叶就发现了，那些抱着孩子的女娃大多冲在前面，而那些15、16岁的男娃却都是刻意的落在后面。看到这一幕，马叶哪里不知道，他们落在后面就是为了以防万一的，万一楼宁的人追上来，他们就是负责断后的。这就是战争，残酷而血腥。只要一旦卷入进去，没有任何人能独善其身，哪怕是孩子。等看到马叶等人离开，叔孙昌仆怒声道：“今天是我叔孙部族灭人亡的日子，不过好在我们部落的种子已经散落出去了，今日就让我们为了他们，为了部落的繁衍，战这人生最后一场吧。所有人上马，被动迎敌，从来不是我草原勇士该有的样子。既然敌人已经杀到了我们跟前，那就跟我一起杀出去。今日不管是老人还是女人，都是我叔孙部的英雄，上马杀！上马杀！”所有人怒声咆哮，他们都清楚的知道，今天就是他们人生的终点。这一刻，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又或者是老人，哪怕是爬，都爬上了自己的战马。今天，他们要为了那些孩子，为了部落的希望，战至生命最后一滴血。跑，他们想过的，但是跑能跑到哪里去？没有部落的庇佑，他们哪里都跑不了。只有战至最后，才能让他们的孩子多一丝活命的机会。冲！叔孙昌仆见众人都准备好了，当下也不迟疑，指着楼宁的人所来的方向就冲了出去。哪怕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冲他们就是必死无疑，但这一刻却是没有一个人迟疑，一切都是为了部落。而就在他们冲出去后，留在最后面的族人却是将一个火把扔进了自己生存了数十年的部落之中。烧了，一切都烧了。既然我们保不住，那也不会留给楼宁来捡这个便宜。而烧掉了自己的部落，也就意味着他们再无退路。今天唯有死战。说实话，叔孙部的冲击其实非常搞笑。虽然他们部落有着500多人，这会儿孩子们都离开后，也还有400来人的样子，但是真正跨马提刀就能作战的勇士，其实也就勉强100来人。那些妇人、老人终究受限于年纪和性别，差距太大了。这一冲就能看出来，400多人的队伍愣是拉成了几个阶梯。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跑的原因，跑不掉的。不多时，叔孙昌仆就看到了楼宁的探马，弯刀一挥，道：“杀！杀一个保本，杀2个赚1个，冲！”他不会说什么渲染士气的话，只知道最朴实的冲杀。说完就带着人冲了上去。那些探马也是一愣，他们这几天屠灭了这么多部落，这是唯一一个敢对他们率先举刀的。见状，立马就掉头回奔。探马就几十人，对上这乌泱泱的一群人，谁敢保证有几分胜率？看到探马回逃，叔孙昌仆大笑道：“瞧瞧，他们也会跑，也会怕，也会死，给我追，别让这些小崽子给跑了。”一追一逃之间，倒是无形的提升了叔孙部的士气。而这种追击其实是很短暂的，因为楼宁的大部队就在后面，还没等叔孙昌仆他们追上这些探马，两拨人就打了个照面。楼宁的副将为先锋，看到这一幕，顿时也是一愣，不过只是片刻，就举起弯刀，怒喝道：“杀！”对于他们而言，已经到了这一步，说别的都没什么用。叔孙昌仆也是如此。很快，一阵箭雨过后，两拨人就交战到了一起。可能是因为知道结局，所以叔孙部的人打法很残暴，真就抱着杀一个保本，杀2个赚1个的想法在作战，宁愿挨刀子，也一定要将自己的刀子扎进敌人的胸膛。尤其是叔孙昌仆本来就是1米8的大汉，又是冲在最前面，这会儿身上已经是鲜血淋漓，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交战没多会儿，耳朵就少了一只，但即便是这样，他也依然在挥刀作战。而后面跟上来的那些妇人和老人，他们的作战方式就更简单了，直接一个飞扑，拼着命也要将敌人拖下战马。一时间，战场上尸横遍野。就连楼宁这样的屠夫看到这一幕，都是颇为惊讶。他清楚的知道他没疯，但是叔孙昌仆绝对是疯了。这会儿，这家伙就如疯狗一般，在战场上肆意的袭杀着他的族人。拿刀来！看到这一幕，楼宁也是战意大起，直接从清兵手上接过弯刀，冲着叔孙昌仆就去了。另一边，马叶带着人同样在草原上狂奔。他不知道叔孙昌仆他们能坚持多久，所以他们不敢停。可就在他们急速狂奔的时候，一支数百人的骑兵却是朝他们跑了过来。看到这一幕，马叶当即停住了马。而对面那数百骑兵也是一愣，正在他们准备挽弓踏箭的时候，却是有人制止了他们。马叶也有些紧张，这数百骑兵他们可不是对手。准备绕路，马叶说道：“都小心点儿。草原上碰到这样的情况，如果是平时还好，但如今赤水原风声鹤唳，谁敢掉以轻心？”而就在他们小心的戒备之时，对面一人单骑却是朝他们走了过来。马叶当下也是迎了上去，别人都敢，他没道理怂。不知道诸位所谓何事？隔着老远，马叶就问道。那人说道：“你们可是叔孙部的人？”这里距离叔孙部最近，他有此一问，倒也正常。马叶不知道他们是谁，没有回答。是这样的，我们探知楼宁带着人来到了这一片，估摸着不是对付我们，就是对付叔孙部，正打算前来救援。那人见马叶没说话，又说道。马叶倒是愣住了，赤水原的部落向来是各自为政，救援这个话真能信。不过若真是前来救援的，他倒是有了些想法。当下就和对方交谈了起来。这一交谈，对方好像还真是来救援的，这是马叶没想到的。不过仔细一想，唇亡齿寒这个道理好像并不难理解，只是他哪里知道这些人究竟是谁的人。
如果你们想要去支援的话，那就赶紧，我这里还带着孩子，肯定是去不成了。如果没事儿，我们就先撤了。哪怕马叶觉得他说的没问题，但他还是不会冒险。听他这么说，那人也就不再多言，转身便回去了。等他走后，马叶挥挥手，示意身后的人绕路。不管是敌是友，小心一些总是没大错。很快，一行人就远远地从这些骑兵身边绕了过去。不过刚跑没多远，马叶又停了下来，吩咐道：“你们带人回山，我带几个人去看看。”作为一个斥候，身旁出现了一支数百人的骑兵，他无论如何也要去摸清情况，至少得分清楚是敌是友。而他带走的几人也都是3部落的人，加上他一共也就4人。而与此同时，就在马叶等人刚刚离开的那个地方，那支骑兵还在原地没动。为首的人看着马叶他们离去的方向，吩咐道：“安排几个人跟上去，小心些，弄清楚他们的落脚点。”不多时，几匹快马就冲了出去。等他们走后，刚刚跟马叶打了个照面的那人问道：“我们还要不要去救援叔孙部？”“去，为什么不去？”为首的人说道：“不管从哪方面来看，我们都必须要去。”说完，大手一挥，众人再次前行。而这边，马叶刚刚带人折回来，可是没跑多远，就发现了对面有人跟了上来，当即又停了下来。看到这些人，马叶哪里不知道对方没安好心，小心些，既然他们派人尾随我们，怕是想摸清楚我们的去向，待会儿见机行事，不管他们是什么目的，直接杀了。马叶从来不是一个好人，他也不认可自己是一个好人。从军这么多年，该死不该死的，他可杀了不少。不管他们抱有什么目的，既然尾随他们，那就必须解决掉。对面那些人也认出了马叶他们，见状也停了下来。几位跟着我们有事？马叶笑嘻嘻地问道。对面那几人其实也尴尬，我们只不过想跟上来看看，结果谁知道这都能打一个照面。不过说辞他们倒是有。当下就有人站出来说道：“没有，刚刚我们头人让我们追上来问问，楼宁带了多少人来？毕竟真要是带了太多人，我们也得安排一下部落里的妇孺先撤离。最近楼宁都快杀疯了，要是抱团都不能取暖，那就得先想好退路了。”说辞倒是没啥问题，但马叶不信，不管你们出于任何原因，既然跟了上来，那就是死。日月山现在还不能暴露，说到底还是他们如今的实力不济。巧了，我们商量了一下，正准备回来通知你们。说着，马叶就带着几人慢悠悠地打马过来，朝几人靠近。对面那些人其实也很警惕，毕竟尾随别人被抓了个现行，要说不心虚，那都是扯淡。不过见马叶就4人，倒也没太当回事。他们来了9人，2对1还他妈有富裕。走吧，我给你们带路。马叶笑呵呵地说道。他这话一说，几人尴尬了。而就在他们迟疑的片刻，马叶笑呵呵的就举起了马槊，直接将近前一个家伙扎了个对穿。跟在他身旁的3人也是毫不迟疑，见马叶动手，当下就朝着身前的人杀了进去。跟踪我们！马叶怒声道，说：“你们究竟意欲何为？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剩下的几人也是连忙绰起弯刀就开始还击。我们好心来救援你们叔孙部，你们竟然是非不分！哼！马叶冷哼一声，虽然对方人数要多一些，但他还真就浑然不惧。这么多年的斥候生涯，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会在意这种小场面。只见他马槊在手，使作长枪，一挑一刺之间，已将2人拉下马。别下死手，留他们一条命。我倒要去问问他们头人，什么时候做了楼宁的走狗。马叶又高声喊了一句。听到他这话，对面几人其实松了一口气。刚一打照面，他们就发现了这些家伙虽然人少，但真的难缠。如果可以的话，他们真不愿意和这样的家伙缠斗。说到底，还是赤水原成平太多年，他们早已忘了该如何作战了。再加上自慕容府允继位以来，吐谷浑对外作战几乎是逢战必输，他们这些草原上的勇士也早已不复当年的悍勇。而马叶他们不同啊，最近连连大战，一个个士气正盛，还真不是这些久别沙场的家伙可以比的。再说了，他们如今还真没拼死一战的决心。一支军队的士气和战意，绝对是不断征战杀出来的。不多时，哪怕几人都努力的反抗过，但很快还是被马叶等人给打服了。马叶也是贼精一个人，初一接触就说要留他们一条活命，所以受伤坠马的人当即就开始装死。而马叶他们就算受伤了，却也还在厮杀，两相相比，高下立判。不过真当他们束手就擒后，马叶可没再跟他们客气，一个眼神，几人顿时就将倒地的几人全部给解决了。他们到死都想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这么做。等解决了他们，马叶当即说道：“我倒要看看他们究竟想干什么。”说着，众人再次打马而去，只留下9具尸体在这荒原之上等着饥饿的狼群。留活口，他不需要，别人说的任何东西都不如亲自去看看。而另一边，这支骑兵也赶到了叔孙昌蒲和楼宁交战的地方。战况不可谓不激烈，不大的战场如今已经是遍地的尸体，既有楼宁的人，也有叔孙部的人，当然更多的还是叔孙部的人。他们当初400来人，这会儿剩下的人已经不足一半，哪怕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给楼宁带来的损伤其实也是极其有限。说到底，叔孙部真就是一群老弱妇孺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若非他们用命搏命，楼宁甚至能毫发无伤地解决他们。也就是他们的人到了后，才缓解了叔孙昌蒲的压力。毕竟战场外出现了这么一支骑兵，楼宁总是要分出一些人防备着他们。说来也有意思，他们到了后也没遮掩自己的行踪，就这么大大咧咧地出现在战场之外，但同时也没进攻，这就让人有些看不懂了。而这时，楼宁也不管叔孙昌蒲了，直接打马朝着这支骑兵走了过去。赫鲁，你什么意思？对于这群人，楼宁其实很熟悉，一过来就是一脸不满地问道。真要说起来，他们还是一个老祖宗。当年孝文帝推行鲜卑人汉化之前，他们叫做贺楼氏。
因为推行汉化，改汉姓，这才分出了娄氏和贺氏。而贺氏一部当年刚进赤水园的时候，可比娄氏要庞大，因为娄氏当年做了2手准备，不管是吐谷浑还是中原，他们都有安排。哪怕是如今，娄氏在中原依然有着不小的势力。但贺氏不同，当初鲜卑政权彻底退出中原的历史舞台后，他们就迁徙到了同样是鲜卑政权的吐谷浑。但谁知道，自从楼宁投奔了慕容顺后，娄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一举成为了赤水园最大的部落之一。这就让贺鲁为首的贺氏一部极其不屑。别忘了，他们作为吐谷浑这片土地的后来人，早些年的时候可没少受到慕容家的针对，这也是他们这些人和慕容家不和的原因之一。见楼宁过来，贺鲁笑道：“没什么意思，就是来看看。”面对楼宁，贺鲁表现得很随意。不过你这张口贺鲁，闭口贺鲁的，是不是有些过了？不说我是贺氏一部的头人，就论辈分而言，你也得喊我一声阿祖才是吧？阿祖？楼宁笑了，你倒是真会想。他们2族虽然是一个老祖宗，但这都多少年了，谁还跟你论这个？别绕弯子了，直说吧，你想干什么？楼宁不想跟他纠缠，哪怕曾经是一家人，但如今时过境迁，加上历史悠久，那点血脉中的亲情早就所剩无几了。别说是他们，就算如今在大唐的那一支娄氏族人与他们的亲情又真的有多深厚。贺鲁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刚刚也不过是想占楼宁便宜罢了。见楼宁这个数典忘宗的家伙不吃这一套，当下也是说道：“叔孙部我要带走。”你还真是来救叔孙部的？楼宁很奇怪，问道：“贺氏一部不是不掺和草原上的任何纷争吗？咋地，忘了你们老祖宗的交代了？这个你不得问你自己。若不是你最近在赤水园倒行逆施，搞得所有人都人心惶惶的，你当我愿意来掺和这档子破事？”楼宁没说话，他很疑惑。贺鲁他又不是第一天认识，这家伙做事向来都是带有强烈的目的性，这一点他俩人其实很像。若是没有足够的理由，贺鲁会干这种事？你是谁的人？思前想后，楼宁如此说道：“你当人人都跟你一样？”贺鲁不屑地说道：“别那么多废话，就直说，人让不让我带走？凭什么？”楼宁也是极其不屑。如果是其他人，他其实不介意给贺鲁一个面子，但是叔孙部不行。贺鲁听他这般说，当下冷哼了一声，道：“既然动嘴不行，那我们就手底下见真章吧。”楼宁是真的有些懵逼，至于吗？贺氏部其实完全没必要掺和进来，毕竟他们的体量摆在那里，不说他们之间还多多少少有些香火情，就算没有，他还真敢拿贺氏部开刀不成？你认真的？贺鲁没说话，只是冷冷地看着楼宁。